夫君，未能为你守节，对不住你，实在是这魔头太狡猾。昏暗烛火之下，身着一袭宫装的青鸾女帝美眸中溢出一抹清泪，顺着脸颊滴落在枕边。4道玄气将其四肢禁锢，2道铁锁反穿其露背的琵琶骨，将其牢牢禁锢。其仰头看去，天花板上甚至还有一面镜子，让自己能随时看见自己的窘境和遭遇。斜月阴影中，一男子缓慢走来，青鸾女帝侧目怒视，奋力挣扎，拉得丝袜破损。林七玉，你这卑鄙小人，除了下蛊，你还会什么？若不是中了你的玉蛊，我定然将你碎尸万段。林七玉缓坐于床榻之侧，顾青鸾，知道中了我的玉蛊就好，10年追杀之仇，今夜我便要你心魔反噬，永世沦为我的炉鼎。砰的一声，只听得一声轰鸣，大殿之门被一股剑气击碎。苍穹之上，险峰之间，千万玉界傲立苍穹，万千霞光萦绕四周，将玉魂峰团团围住。一位青衣女子背负灵剑皱眉道：羽花宗主，你受苦了。万里乌云，白雪飘摇，一股寒气顷刻将方圆百里凝结出一层寒霜，整个邪域峰飘起了鹅毛大雪。伴随白雪落下，一位冷若清爽的女子踏空而来。玉之魔尊传授邪修之道，蛊惑苍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轰的一声，林七玉只觉身后万千佛光萦绕，1万丈金佛破碎大殿，手中金杵捣碎了顾青鸾的束缚。一位长须洁白的老方丈伴随着金佛右手升起。青鸾仙子，可有何伤筋动骨之处？老衲只需一袭经文，便可助你痊愈。脱离束缚的顾青鸾瞬间爆发出冲天的威能，本座身无碍，唯有受辱之耻，需灭绝此魔方可解恨。林七玉看向顾青鸾，为了杀我，你连自己都当筹码押上了，不怕他们来晚了，你真就被我炼成炉鼎了。顾青鸾道：末法之地，众生蠢笨，不识我正道之玄妙，多贪多杀，修魔为尊，以识我等退却之凡欲。休息、怒、哀、惧、爱、欲7种邪法。林七玉，你作为最后出世的第7魔尊，就算让你误了我今生，我也要在你成长起来之前将你诛杀。那方丈接道：7位魔尊为世间的7情心魔汇聚而成，超脱生死，就算身灭，形也不散。凡有人心中有对应的心魔，便可夺舍重生。羽花宗主以身为饵，就是为了寻到你藏身之地，诛杀你的魔子魔孙，让你无人可夺舍，方才能将你彻底诛杀。林七玉看向山下，7村、5社、13大殿皆为半埋白雪中的尸骸。林七玉笑了：血浪千重古作舟，孤峰冷月葬同愁。苍天若解七情意，何故人间白骨愁？自诩清明多路手，废土万里换王侯。纵然此身沉孽海，不焚毁天事不休。天空中那冷若冰霜的女子道：此间皆为魔修，死不足惜，今日我们便要审判你犯下的滔天罪孽。审判？林七玉仰天哈哈大笑，笑声在山峰间回响。万载之前，所谓正派种下一妖术，名曰圣法术，其扭转灵脉，汇聚万法，却使其余之地灵脉枯竭，妖兽横行，疫病四起。从此之后，世间便有了2界：圣法界、末法界。成法之地，日日花开，时时果熟，人人皆有灵根，可修万千法奥，遨游四方皆可修仙。末法之地，国乱岁凶，妖兽横行，人人皆无灵根，唯有修魔炼妖，方可得一席容身之地。敢问造成这一切的人，谁来审判？林七玉环似语，第7魔尊的威压喷薄而出，不少修士被吓得口吐胆汁，坠剑而亡。就因儿等生于圣法地，就是大道玄妙，铲除奸邪，替天行道。我等生于末法地，就是众生蠢笨，多贪多杀，罪孽滔天。林七玉手指苍天，怒道：没人能审判我，我在此地唯一犯下的罪，就是为末法地之人寻了一条成仙之道。说罢，林七玉吞服下一枚漆黑的丹药，当场爆体，消散于空气中。1个月后，羽花宗，林七玉缓慢地睁眼，只感觉心平气和，毫无欲望。自己刚刚当机长了，端详了一会儿，手中嗨丝，我有点印象，这是顾青鸾的。摇晃着走到铜镜前，抹去水雾，就见那是一张清秀帅气的面庞。林七玉皱眉：林七羽，林天的儿子，他爹被血灵女帝杀了，貌似被他爹的2师妹收养。等等，他爹的2师妹是顾青鸾，他为什么？不对，我为什么拿着？林七羽哈哈大笑，原来是这样，这小子，哈哈，估计是他小姨不要了，随手丢弃，被他盗来，他心中早有邪欲，独处时光，释放压力，产生了色欲心魔，我就在他身上夺舍重生了。林七羽将黑丝揉成团捏在手心，狠狠地攥着。顾青鸾，本座说过，中了我的玉蛊，迟早是我的炉鼎。林七羽狠狠地用力一捻，然后又一捻，又一捻，吐槽道：这肉体到底他妈的有多弱？
连双袜子都碾不碎，简直比我刚穿越到末法地的时候还糟糕。咚咚咚，门外传来了顾青鸾的声音：“妻儿睡了吗？”林奇宇赶忙跃上床，踏盖好被子。咦，我正准备睡觉呢。顾青鸾推门而入，先是眉头一皱，显然是闻到了异味，然后眉头松弛，坐在了床榻旁，满面春光地说道：“妻儿有什么烦心事吗？可以给一说。”林奇宇打量着顾青鸾，心说还真是冤家路窄啊，自己居然夺舍在了这位上一条命，杀死自己，屠灭邪玉峰的女帝宗门之内，还成了他的徒侄。林奇宇绝不会忘记这女帝的一寸一毫，但目前还需要先确认一件事，于是说道：“咦，我没事，倒是以你那日被那邪修。”顾青鸾的眼眸猛然一颤，面色绯红，一想到那晚上，他就感觉到羞耻、愤怒，但却又怎么也忘不了，总是忍不住回忆，便觉口干舌燥，胸口闷热。林奇宇大喜，心中暗道：甚好，甚好，玉骨还在他身上。玉骨是林奇宇的核心法术，中了玉骨，顾青鸾再也无法依靠打坐修心排除心中邪欲，只能慢慢的在欲望中越缠越深。林奇宇注视着顾青鸾，作为世间所有欲望的主宰，他拥有一双能看见任何人藏匿在心中悸动的双眼。林天，为何当年你要选择三师妹而不是我？现在你们双双陨落，独留妻儿在我的身边。如若当初你选择了我，是否此时你会在我身边？我是否不会为了诛杀那魔头而受辱？也不必忍受这些，不必独守空房。妻儿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像你，我怎能有如此想法？妻儿是我的徒侄啊！顾青鸾猛然晃了晃脑袋，脑海里闪过了自己大师兄和三师妹的身影，巨大的道德包袱迅速地将此欲念拉回。玉骨生生不息，欲念一时起，便无安宁心。玉骨开始揪住这个欲念不放，不断在其心中放大。作为用了10年玉骨的林奇宇，深知光靠玉骨是拿不下一个女帝的，自己还要打配合。林奇宇演技相当了得，再一抬头，眼含热泪，目光灼热，直直地看着顾青鸾。顾青鸾一时竟被看得失了神，心中愈发慌乱，面色浮现粉晕。扑通一声，林奇宇狠狠地抱住了顾青鸾。咦，我会保护你的。那天杀的无良魔尊，他要是死了便罢，如果他还敢夺舍重生回来，妻儿定要将其剥皮抽筋，砍头挖心，高挂艳阳楼顶，为义报仇。一瞬间，顾青鸾脸色绯红，那种初见林天时的勃然心动再现，下意识的也抱住了林奇宇。妻儿放心，就算你一辈子无法修复灵根，爷也会养你一辈子，好好的待你。此时林奇宇看见玉骨已在这女帝体内彻底扎根，并留下了一道对自己的执念。他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欲望，只是道德还在维持理性。10年老干柴只需一点火星，那烧得比什么都旺。妻儿，也有一套东西要送给你。一炷香后，林奇宇身穿一套灵虚青衫，腰挎一柄宝剑，手戴青色纳戒，配合上本就英气逼人相貌，颇有一种英姿勃发的少年剑侠感。顾青鸾看得发愣，俏脸微红，穿上他爹当年的衣服就更像了。林奇宇则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套青衣和纳戒都是上品的2阶法器，如此贵重的宝物，妻儿不敢收啊。顾青鸾咳嗽一声，恢复威严，这本就是你父亲的遗物，现归于你，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如若不是你灵根被废，一怕你身怀重宝却无力使用，招来祸端，早就交还于你了，都怪那些天杀的邪修，废了你的灵根，不过首恶已除，你也早点安心歇息吧。林奇宇眼神闪过一道凶光，末法地的人之所以修魔，就是因为惩罚术扭转了灵脉天道，让末法地的人无法出生自带灵根，只能修炼邪术式魂法，夺取圣法地人的灵根才能修炼。所以魔道一般不会废人灵根，而是抢夺灵根。有正道在雨花宗内排除异己，手段毒辣，还嫁祸给魔道，想玩死无对证，这身体原本的主人也遭了他们毒手。林奇宇冷笑一声，好一个正道，难怪这具身体如此羸弱不堪，原来是灵根被废，弄不好还要对我下手。林奇宇对于灵根被废之事毫无担忧，末法地的任何邪修的第一法术修都是夺人灵根的噬魂法，不需要灵根就能使用。林奇宇轻点了一下小姨给自己的宝物，灵虚青山水火不侵，刀剑难入，是一件极品防具，可保自己在同阶内不被人伤分毫。那剑内有3枚2阶补血丹，5万灵石和一些细碎杂物。看样子顾青鸾将遗物收回后就未动过，直到交给自己。最让林奇宇心动的是那把宝剑九灵圣剑，此剑之中蕴含着天道气息，是使用乘法术的枝干锻造，拥有助力万物生长，赋予生物灵性的玄妙威能。甚好甚好，有了这把剑，我练蛊的速度至少提升1倍。夜晚，雨花宗主的房内，顾青鸾辗转反侧，他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正在和儿时的林奇宇玩耍。咦，我想骑大马，求你了。几度推辞亦未安，俯首为君安。春风渐暖罗长薄，
秋水眸终究仍然。骑鸾踏越过春山，忽见芙蓉挺玉颤，昂首欲言故人饭。云鬓乱，翠钿残，愿作银安续旧欢。啊！顾青鸾起身，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扶额轻叹：我怎会做如此诡异的梦？一定是玉骨在作祟。顾青鸾找到了四长老天宝医圣，长老，医治玉骨的灵药可否找到？天宝医圣摇了摇头，老夫行医100年，从未见过如此难以剔除的蛊虫。宗主，你觉得7位魔尊中哪位魔尊最难对付，哪位魔尊最弱？顾青鸾道：当然是第7魔尊最弱，他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被诛杀的魔尊。长老摇头，魔尊的排序是按照出生顺序排的，并不是按实力。我认为玉之魔尊最难对付，他只是最后出生，实力尚未成长起来。喜、怒、哀、惧、爱、欲，每一位魔尊都有独特的作战方式，而玉之魔尊就和欲望一样，不是从正面袭杀，而是从内心颠覆。他修的是蛊术，通过洞察人心中的欲望，再用蛊虫影响心智，接着依靠阴谋诡计，让正道修士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一步步摧毁自己的底线，自甘堕落为邪修，被欲望心魔彻底吞噬，沦为其炉鼎和傀儡。他不喜欢杀人，他喜欢引人自我毁灭。此时雨花宗的百花园内，林七雨将2只灵虫、3根望星草、6枚无忧果、1根不乐枝，还有那条丝袜放入一个木匣内。顾青鸾啊，顾青鸾，我看明白了，你原来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老公，一直在精神出轨林天，然后将这份情愫寄托在了他儿子林七雨身上。正好，我也是颇善骑射。木匣关闭，开始练蛊。百花园是雨花宗内最丰饶繁盛的秘境，没有妖兽出没，四季如春，百草丰茂。百花蝶在此间采摘灵花琼叶，酿制仙蜜，每一瓶仙露蜜琼都价值上千灵石，可美容养颜，助力修炼。由于世一宗主的宠爱和灵根被废，林七雨被安排在此养蝶，而作为夺舍灵七雨而来的玉之魔尊，主修的就是养蛊之术，这简直就是让孙猴子去看管蟠桃园。林七雨迅速的就找齐了炼制玉蛊的草药，还拿来了用于加速百花蝶幼虫生长的上级虫敏。第一批的2只玉蛊伴随着如同婴孩一般的啼哭从匣中爬出，万亩花田内百花蝶被惊得一飞而散。玉蛊形似羽毛，百万如轻柔羽织的触须划过肌肤，如同情人的指尖划过般撩动人心。他们非常喜欢林七雨，顺着林七雨的胳膊爬至手心并健为其中，才炼出来2只。要提高产率，必须换灵根，最好还是天目灵根。此时林七雨只听背后传来了声音，只见一男2女缓慢走来，领头的少女身穿连青底素面锦缎长衫，一双秀发扎成2个双马尾，挂着4只铃铛，白丝美腿踩着翠绿高跟蹦跳而来时叮铃作响。这正是百花园内新来的天才小师妹，拥有天目灵根的山月期，在此地学习如何培育百草，酝酿花蝶。其一跃而出，挥臂喊道：林师兄，林师兄，顾师兄来看你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位风华正茂少年，其面容如刀削斧劈，身上竟有朗朗气运加持。气运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天道加持。传说魔尊出世之后，扭转灵脉，汇聚天道的圣法术感觉到了威胁，于是便会对新降生的天才修士附加气运。这种气运傍身的新秀，悟性极高，修炼速度极快，总是能化险为夷，扭转乾坤，周围更是各种相貌绝艳的异性前后相随。天明哥，林七雨拱手，进来可好？顾天明乃是顾青鸾的儿子，与被收养的林七雨一同长大，又是气运之子，又是宗主之子，走起路来那是虎虎生风，目空一切。我近日闲来无事，与匪琴一同来看看弟弟。只见其身旁走出一倾城女子，乃是雨花宗外门第一美人匪琴，玉面高挑美肩香，罗长半掩雪肌藏，丰腰巧足纤腿细，雪府鞋清透破光。齐搂着顾天明的胳膊道：七雨，我已与你哥结为道侣，这是嫂嫂送你的桂花糕，金风阁的中品灵石。此时极欲同发动，林七雨看见了这胸脯丰盈的能反光的美女嫂嫂，心中的欲望，先给她点甜头。现在我可是宗主儿子的道侣了，那些外门修士哪个见了我不阿谀奉承于我？这废灵根的废物，要不是宗主宠爱，我连中品的桂花糕都懒得给。听说他生性懦弱，胆小怕事，先树立起好嫂嫂的形象，等嫁入了顾家，我还能给他好脸色。林七雨心中狂喜，哈哈，甚好甚好，此女乖张好强，爱慕虚荣，轻视他人，正是练曼谷的好宠敏啊！谢谢嫂嫂。接过桂花糕的一瞬，林七雨手指轻划过对方的手背，将玉骨下在了对方身上。顾天明此时开口了：弟弟，我得知昨日娘亲将林叔叔的遗物转交于你，那把九灵圣剑有一丝天道残存之气，在你手中恐难发挥效用，不如你赠与哥哥，我好降妖除魔，匡扶正道。宝剑赠英雄，也传你千古美名于万世。林七雨淡淡道：不行，
此话一出，三人皆若晴天霹雳。顾天明心中狂怒，不可能，这懦弱小子从小只要我要，他定然不敢反驳。今日这是怎么了？林奇宇心中再次狂喜，双喜临门啊！此气运之子，性格浮躁，自以为是，如若私欲不得，便恼羞成怒，正是炼琛蛊的虫敏。弟弟得罪了。说罢，顾天明直接上手要抢。此等宝物，与其被你埋没，反害于你，不如让哥哥替你保管。在抢的过程中，林奇宇抚过顾天明手背，将玉骨下在了对方手上，随后大喊：顾天明，如若你要抢，休怪我去找姨。一句话，就见下入顾天明心中的玉骨直接蜕变成了琛蛊。巧而不得，怒而失志，其名为琛。就见琛蛊形若一条花斑红蛇，缠绕于顾天明神魂之上，令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顾天明怒吼：又是娘亲，又是娘亲！自从你来了后，娘亲便处处护着你，对我这儿子不问不顾，你夺了我的一切。说罢，顾天明便要拔剑，却是被匪琴按住。天明，他是你弟弟，虽只是废物，但杀了他，宗主定会大怒。弟弟，将宝剑给你哥吧，你这废灵根，拿着这宝剑也只是暴殄天物。林奇宇毫不畏惧，挑衅一般说道：哥哥，这世上不是什么都要围着你转，你要的我给就给，不给你求我，我也不给。你要抢，我奉陪到底。顾天明感觉心中怒火喷涌，但越是求而不得，怒而失志，其心中的琛蛊就越是成长得快，啃食其神魂，吞噬其气运就越快。如果说刚刚其气运有9寸之巨，此时便只剩下7寸。你给我等着。说罢，顾天明转身离去。林奇宇微微一笑，琛蛊以下，他越怒就会越失智，最多不过今晚，他便要做出超越自己底线的事来害自己。而藏在其心中的蛊虫会告诉自己他要干什么。夜晚，顾天明一边砸着自己的寝房家具，一边骂道：那个废物，凭什么不听我的？废物就不配活着的废物！顾天明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山月七道：小师妹，你帮我一件事，事成之后我给你100灵石。听闻此话，山月七愣住了，就见顾天明将一瓶火灵散递到了自己手中。这百花幼虫属木，遇火即死。师兄是要我去烧了百花园中的百花蝶幼虫，让负责看管的师兄遭受宗主责罚。怎么能这样呢？师兄待我不薄，知道我是天目灵根后，经常为我采摘鲜果灵草助我修炼。如此至情至爱的善良师兄，得加钱至少200灵石。林奇宇此时正闭目沉思，这具肉身灵根被废，境界不过炼气一阶，这已经到底了，没有比这更弱的修为了。唯一能用的就是玉骨，但2只玉骨以下再炼玉骨，草药灵宝不愁，但缺影子，必须使用沾有邪域的物件，比如自己穿越过后原主拿的物件。但现在要上哪去找龌龊之物？林奇语气的一拍桌子，这原主也太废了吧！这一拍，桌面下陷，就见侧桌有一暗格打开，一拍桌板往下掉，暗格弹出臭气冒。七羽捂鼻凑近瞧，箱里藏满怪癖号：师妹白丝有味道，铁味膏跟款式潮，青梅肚兜绣花巧，件件都用好几遭。林奇宇一脸震惊，原主怎么会这么厉害？偷过这么多东西，这个量够炼30-40只玉骨了。这原主哪是废物啊，明明是火力少年王。夜半时分，明月高照，山月七轻手轻脚地闪入虫舍，拉开一个虫敏。师兄别怪我啊，我就是想要灵石，并不是和你过不去。紧接着，山月七倒吸一口凉气，就见虫敏内哪有什么可爱的虫宝宝，虫敏之中爬满了一种诡异丑陋的蛊虫。玉骨看见山月七，便发出了如同婴孩一般的啼哭之声。一瞬间，整个虫舍全是玉骨的刺耳鸣叫。无数的玉骨仿佛是闻到食物的香气一般，从周围的虫敏之中爬出。密密麻麻的玉骨沿着山月七青色高跟、白丝美腿向上爬，留下一条灼痕。这都是什么啊？什么啊？好恶心！别钻，滚啊！山月七吓得瘫软在地，向着周围不断泼洒火灵粉。不少玉骨被烧得吃疼，开始退却。待其再次睁眼，发现那些怪虫全部不见了。刚刚那是幻觉吗？此时已有6只玉骨钻入了其体内，并推为了滩骨。滩骨形若阔鱼，透明纯白，不断喷吐着白色的粘液，仿佛是给山月七的心刷上了一层白色的泡芙。6只滩骨在山月七的心中打了起来，相互撕咬，不断钻弄，打得白色的浆液飞溅，轮状的躯体乱飞，最终一只滩骨杀死了其余所有的滩骨，进阶为2级蛊虫贪得无厌蛊。山月七忽然双眼发直，不管了，反正火灵粉都用完了，幼虫也没了，我就是完成任务了。灵石，我要那200灵石。山月七一路飞奔，找到了顾天明。我成功了，灵石，给我灵石。顾天明拿出200灵石放在桌上，山月七欣喜若狂地抓起灵石，但此时贪得无厌蛊发动。200灵石太少了，
我刚刚差点吓死了，我要400灵石。顾天明皱眉，但想了想，又拿出了200灵石。此时贪得无厌谷再次发动，400灵石太少了，1600，我要1600灵石。顾天明怒了，你他妈要多少？1600灵石，这么点小事要1600灵石？山岳七虽是天灵根，但也才炼气7层，面对筑基期的顾天明，低下头想要见好就收。此时贪得无厌谷再次开始撕咬其神魂。山岳七瞪大眼，给我，我要，给我1600灵石，否则我就去找宗主告状。只见寒芒一闪，山岳七盯着顾天明冷冽的眼神，一把长剑已经刺入自己的小腹。顾天明捏着眉心，该死，最近怎么越来越难控制脾气了？顾天明深知今晚的事绝对不能暴露，于是便用麻袋装了山岳七，将其带到最近的醉花崖丢了下去。此时醉花崖底小桥流水，落英缤纷，忽而得一明火。林七羽正在这里烤鸡翅，一边撒着孜然一边道：圣法的果然是个好去处啊，物资富裕，百草茂盛，到了这里我总算是复刻出前世的烧烤佐料，饱饱口福了。数了数地上的鸡骨头，林七羽起身，快来了吧。忽的就听一声脆响，山岳七重重地砸在了远处的草甸上，如此高的山崖坠下，已经脉寸断，全身骨裂，再无反抗之力。林七羽一边吃鸡翅，一边向着山岳七走去，淡淡道：师妹啊，师妹，与虎谋皮，却又贪得无厌，此乃十死无生之路啊。是，师兄，你为何在此？那些虫子是什么？你什么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哈哈，你中了我的贪得无厌蛊，会求财失智，要钱不要命的加价；而顾天明中了我的嗔蛊，定会在你加价过高识怒而伤人，杀人灭口。我只需在此等候，灵根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林七羽眼中血芒迸溅，左手弓爪，万千鬼道在其掌中鬼哭狼嚎，血色魔光乍现。山岳七大惊，噬魂法，你居然修魔！救命！救命啊！经脉寸断的山岳七不断地在地上蠕动，却只见林七羽越来越近，一爪握住其脑门，念起真言：取秽我物，何罪之有？气不可用，使意节哀。啊！伴随着山岳七的惨叫，其灵根被抽离，夺取了天目灵根的林七羽反手将自己的废灵根安在了对方身上。获取了天灵根的林七羽扭动肩骨，浑身舒畅，笑容温和。师妹，你不就想要灵石吗？1600枚，我给你啊！拿到灵石的山岳七欣喜若狂，都忘了被夺灵根的事，吼道：3200灵石，我要！此时贪得无厌蛊啃食神魂变得越来越快，也长得越来越大。山岳七只要林七羽就给，林七羽越给，山岳七就要的越多，贪得无厌蛊就长得越大。如此往复，山岳七忽然仰天长叫：我要10亿灵石，不，100亿灵石，不，我要整个世界，要整个天地，整个天道。山岳七忽的一翻白眼，倒在了地上，他的神魂彻底被贪心魔所吞噬。贪得无厌蛊仿佛是胜利者一样从其胸口爬出，对林七羽做了一个 V 耶的手势。贪得无厌蛊形若蜗牛，一双长长的眼睛长得很高，但爪子却如同毛毛虫一样又短又软，仿佛是在用身体诠释什么叫眼高手低。林七羽轻拂过山岳七丹田，就见一股黑气溢出，这正是山岳七的贪欲心魔将其顷刻炼化。林七羽的修为瞬间暴涨至炼气4层，这便是魔尊的右翼能力。魔尊不需要修炼，只要吸收对应属性的心魔，就能不断变强。林七羽获得了天目灵根，这个最适合炼蛊玉草的灵根，实力又提升到了炼气4重，身心舒畅，终于能用出道法了。看着因神魂尽散，以目光涣散，如断线木偶般耷拉着的山岳七，林七羽笑了，以为自己这就能死了。不，本尊为世间一切欲望的主宰，任何以纵情享乐为修炼法门的邪术，本尊都是如入化境，见识了本尊的玉骨。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的合欢宗炉顶魁垒术。翌日清晨，微光刚蒙蒙亮，林七羽将藏在自己房中的百花蝶幼虫放回虫舍中，便开始打扫房间。此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顾天明踹门而入道：娘亲，我早就说过，林七羽他中饱私囊，私盗百花蝶幼虫卖给邪修，不信你看便是，这虫舍内定然少了180条幼虫。林七羽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咦，如果你们不信我，不信你们数便是了。清点下来，一只不少，一只不多。什么？这不可能！顾天明难以置信。忽的就见远处一发穿云箭直入苍穹，乃是炸出一团求救的紫烟。周围的百花铁卫无一不倒吸一口凉气道：有人在求救，是醉花崖方向，好像是谷底传来的。一直到这里，顾青鸾都是一副看小孩子吵架的表情，直到百花铁卫将浑身多处伤痕只剩一口气的山岳七抬至医馆抢救，才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山月七奄奄一息，抬手指向了顾天明。宗主，顾天明让我昨晚用火灵粉烧杀幼虫，我假意答应，骗他说已经烧了，想着事后禀报宗主。谁知他为了杀人灭口，居然捅杀于我，而且还将我丢入醉花崖，要置我于死地。听闻此话，顾青鸾面色凝重道：天明，死伤百十来条之幼虫，不过是几千灵石的小钱，但如若你心性已烈，危害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弟弟，居然要打杀同门，我定不饶你。他撒谎。顾天明已经气得语无伦次了。昨夜那情况，他哪里像装的？他语无伦次，好似疯癫的要灵石。我无奈，我当时本来我影帝林七羽再次上线，拿出重设的钥匙，赶紧打断。咦，哥哥不过想要百花园的所有权罢了。事已至此，我不想再看见哥哥为一己私欲伤害同门，我愿即日搬离此地，只求家和万事兴。顾青鸾鄙夷的眼神深深的伤害到了顾天明。看看你弟弟，你何时能有此等觉悟？我也能少操劳一半。顾天明愣住了，他心中嗔骨开始啃咬，他愤怒颤抖，浩然气运开始被进一步吞噬。林七羽，你在这装什么可怜？你这骗子！却是听山月七继续说道：昨晚他在将我丢入醉花崖前，还废了我的灵根，与他当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邪修，他们当时密谋要用百花园炼毒虫，毒害宗门师兄弟。一听此话，在场之人无不震动。一位医师上前查探道：山月他的天灵根没了，现在身上的是被毁的废灵根。他胡说。顾天明道：胡说，我才没有毁他的灵根，更没有与魔道勾结，他在撒谎。此时一位医师注意到了山月七腹部的剑伤道，这是6尺寒剑的锋刃，这是少主你的佩刀捅出来的，你还有什么要狡辩？一瞬间，在场的修士都被林七羽的诡计蒙蔽了双眼，纷纷怒骂顾天明。顾天明，原来你就是潜藏宗门辈的邪修，你连自己的手足同门都要残害，你是不是人？顾天明，难道说林七羽的天灵根也是被你毁的？你嫉妒你弟弟的资质，做出如此下作之事。顾天明，我们百花铁卫的姐妹们常年有高跟丝袜、亵衣亵裤被盗，不会也是你干的吧？面对周围无数的谩骂，顾天明看向了自己的娘亲。娘亲，连你也不信我吗？林七羽一直在探查青鸾女帝的欲望，发现对方没有被盲目的群众带着走，一直在思考其中的种种不合理。但林七羽可不会给他思考时间，猛地跪在地上，哭得声泪俱下。哥哥，天明哥哥，我一直当你是至情至爱的好哥哥，没想到你居然废了我灵根，让我此生荒废，你怎么能如此对我？见林七羽哭得撕心裂肺，顾青鸾心中的玉骨知道，自己要是配合不好，老板估计要开除自己了，立刻挑动青鸾女帝心中的情愫。顾青鸾不忍见林七羽哭，俯身为其擦去眼泪。妻儿别哭，有一在。顾天明心中怒火越烧越旺，只有他知道昨日的林七羽多嚣张，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的爱哭鬼，这都是他设计好的，但自己此时已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见娘亲还是那么护着这骗子，母爱想要得不到，清白想要得不到，揭露真相想要得不到，其心中的嗔骨越长越大，其气运进一步被吞噬，愤怒烧毁了理智。顾天明拔出长剑，直刺向林七羽：你这妖魔，去死吧！却是见一股喷薄灵气直冲而出，将顾天明震飞了出去。顾青鸾起身：顾天明，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周围的围观群众纷纷开始发言，他勾结魔道，甚至可能已经修魔，怎能这么算了？女帝大人，你难道是因为护短不杀魔道吗？他刚刚已经拔剑要杀七羽小兄弟灭口啊！林天为雨花宗战死，他的儿子被魔道废了灵根，你不闻不问，何以服众？盲目的群众高呼着，他们齐齐下跪求女帝明察。顾青鸾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是事，顾天明，我与你母子关系今日恩断义绝，如若你不供出宗门中的魔修，就在牢里关一辈子吧。即日起，顾天明所管的仙露蜜琼销售事宜由林七羽管理。说罢，顾青鸾扶着林七羽离开，看着娘亲扶着仇人离开，顾天明心如死灰，瘫软在地，气运彻底被嗔骨吞噬。夜晚，山月七推门而入道：恭喜主人，贺喜主人得了仙露蜜琼这一肥差。林七羽则是笑着说道：你今日对答的不错，想要什么奖励？这里和林七羽对话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山月七了，而是被心魔反噬后的妖女山月七。山月七猛缓慢靠近：魔尊大人，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只要能让我陪在你身边就好。翌日清晨，山月七一脸满足地睡在床上，一旁的林七羽早已开始修炼，其猛然睁开眼眸，紫色眸光猛然迸溅而出。哈哈哈，终于到达极欲魔瞳2重境了。极欲魔瞳1重境的时候，可以看见任何人心中的欲望，是欲之魔尊毒有秘法，夺舍重生后也在。突破2重境，除去能看清目标的欲望，还能让与之对视的人陷入幻境，在幻境中不断被满足自己的欲望，
直到欲望膨胀到心魔反噬。只有道心十分坚定，或者在幻境中能说出我知足了的人，才能自行突破幻境。林七羽起身，仙露蜜琼是雨花宗独有的仙药，不但甘甜可口，提升修炼速度，而且还能美容养颜。也正是因此，雨花宗全员帅哥美女，宗主顾青鸾更是被誉为修仙界第一美人。哪怕仅仅只能在外门中排到第一美人的匪琴，随便丢到其他宗门都妥妥的全宗第一美女。林七羽原主之所以帅得这么惊天动地，也离不开小姨的疼爱，每天仙露蜜琼当水喝。仙露蜜琼售价1000灵石，利润可以高达800灵石，这也让雨花宗变得极其富足。自己这小姨妥妥的超级富婆，可以让林七羽少奋斗几千年。但林七羽也看出，昨日小姨虽然罚了顾天明，但并未为其定罪，说收监看押，实则是在以拖待变。小姨很懂自己的儿子，知道他虽生性狂妄，但绝不至于堕入魔道。小姨，看样子只有我帮你断了你的念想了。林七羽喊道。山月七听出主人要下命令，睡眼朦胧的山月七缓慢起身，爬到了林七羽身边，温驯地趴在大腿上待命。林七羽道：仙露蜜琼一直1000灵石的卖，现在售卖之事归我们管了，不如这样，咱们推出一点新产品。百花园外挂上了金字招牌，大甩卖仙露蜜琼扣篮版，售价3000灵石。来自修仙界各地的女修士纷纷皱眉。扣篮版什么意思？是药用效果更好，还是口感更佳，亦或者美白养肤效果更厉害？我的师尊刚刚买过一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外面的瓶子上用鎏金镶嵌了一朵兰花而已。太黑了吧，1克黄金连半枚灵石都换不到，多卖2000灵石，傻子才买呢。此时人群中有一人头戴斗笠，掩面排队，此人正是匪琴。他心中满是对周围女修士的不满，本以为与天明结为道侣，便有用不完的仙露蜜琼，现在却要和这些长相平平的女修一同排队。哎，此时天空中飞过一美貌仙子，手中拿着仙露蜜琼扣篮板，御剑飞过。下面的女修士们一阵喝彩。哇，是内门的青梅仙子啊，她居然买得起仙露蜜琼扣篮板。你不知道吧，她的道侣是以至洁精漆的剑子兰，自己又是医师，有的是灵石。哇，好像买仙露蜜琼扣篮板就不需要排队，好羡慕她啊，要是我也有个有灵石的道侣就好了。匪琴满脸羡慕，要是天明没有被抓进去，我是不是也能这么多人羡慕、仰望、膜拜？我好想好想。站在楼上的林七羽一眼就认出了包的好像是粽子一样的匪琴，他看着匪琴，心中对奢靡和高贵的艳羡被玉骨一点点吸收。曼谷炼成了，曼谷外形似瓢虫，五彩斑斓，美艳至极，但内部空空如也，只有无数长满倒钩如同水蛭一样的轮状巨嘴，能吸附人心。很好，曼谷已成，现在就该我去打配合了。林七羽忽地出门，手中拿着一瓶仙露蜜琼扣篮板，径直走向了匪琴道：匪琴嫂嫂，这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什么？被拆穿的匪琴吓了一跳，周围人更是议论纷纷。她就是匪琴啊，那个想要嫁给宗主儿子最后失败的那个，还说什么自己靠美貌就能进内门，还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在排队。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啊！匪琴心痒难耐，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谁知林七羽却是说道：嫂嫂，哥哥他如果被洗清嫌疑的话还会出来的，弟弟接了哥哥的班也不会忘了嫂嫂的，这个你拿去。随后将仙露蜜琼扣篮板赠予了对方。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匪琴如若清醒，此时怎会收害自己道侣人的礼？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虚荣心将玉骨炼成了曼谷，自我膨胀，虚荣攀比，其名为曼。曼谷死咬他的神魂，让其心痒难耐。匪琴收下了仙露蜜琼扣篮板，沾沾自喜地说道：弟弟，算你还有点良心，不过你不用担心嫂嫂，嫂嫂貌美如花，乃是外门第一美人，自是有无数追求者。仙露蜜琼扣篮板，我一句话，无数男人争相馈赠，我只是不收罢了。不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林七羽也不反驳说，你的二手货还有人要，任由其虚荣心被满足，而这种虚荣欲症不断喂养其心中的曼谷，让其越来越大。每一种蛊虫的外形都与其性质相同，嗔蛊如蛇缠绕其心，越挣扎就绑得越紧。贪蛊如蛞蝓，喷吐粘液，蒙蔽心神。曼谷则是一只披着华丽外壳的水蛭，吮吸神魂时不但不疼，而且还很舒服，特别是虚荣心被满足的时候，会舒服到飞起。而一旦无法满足，以前有多舒服，将来就有多疼。林七羽在那琼叶中下了6只玉骨，等待其自我堕落。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他逃不出自己手心的，必将和山月七一样沦为自己的傀儡炉鼎。因为第二天，林七羽又推出了新版本仙露蜜琼扣篮至真版，售价6999灵石。仙露蜜琼扣篮至真版更让匪琴心痒难耐，
但深知自己买不起的匪芹干脆就不去百花园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林奇宇怎么会让匪芹逃出自己的手心呢？于是派人送了一瓶给匪芹。匪芹大喜过望，拿着最新款就开始在各个场合吹嘘，说是哪个修为强大，同阶无敌的男修士死皮赖脸的送自己的。虚荣心被满足，其心中的曼谷长得更大了，足足比一般的玉骨大了一圈，3下5除2就吃了一只玉骨。第3日，林奇宇推出仙露蜜琼扣篮至真限定高质量女性版，售价9999零食。再送匪芹继续四处招摇，打扮得更加花枝招展，并且为了配上这个灵液，还高价买了一套凤舞彩蝶裙。第4日，林奇宇推出了仙露蜜琼扣篮至真限定高质量女性轻奢女人先爱自己版，售价19999零食。再送匪芹此时彻底的忘乎所以，花光积蓄后开始借钱消费，一身昂贵的仙裙，驾着豪华的仙舟，一副不落凡尘高贵清冷的模样。此时曼谷将其他的玉骨彻底吞噬，练出了林奇宇的第2至2阶古虫穷奢级玉骨。第5日，林奇宇推出了仙露蜜琼终极豪华版，售价64800零食。然后没有送给匪芹。匪芹躺在家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中的穷奢级玉骨开始作祟。他开始用手抓挠自己的身体，他知道不管哪个版本的仙露蜜琼都是装的一样的灵液，但是他想要的是那个瓶子，是那种被万人敬仰、众星捧月、姐妹羡慕的感觉。他就好像是出现了戒断反应一样，心神不宁，茶不思，饭不想，惶惶不可终日。穷奢极玉骨撕咬其心神越来越厉害，让其在虚荣心得不到满足时生不如死。匪芹敲响了林奇宇的房门，弟弟在吗？林奇宇开门，嫂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怎么了？匪芹道，弟弟，你今天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林奇宇疑惑，没有啊，我还是和平常一样啊。匪芹心中恼火，但还是拉不下脸求林奇宇，道，好的，再见。关门后的匪芹一转身，就见山月七拿着仙露蜜琼终极豪华版，大吃一惊，他送你的，为什么？山月七微微一笑，其实师兄他没你想的那么清纯，他特别喜欢情趣内衣，特别是黑丝的。我昨晚去了他房间，穿了一套他喜欢的衣服，然后第2天他就送我了，以后只要有最新款就送我，还说不用送匪芹嫂嫂了。匪芹嫂嫂貌美如花，无数修士追求，有的是男人送，不如着眼于摸得着的。夜晚，匪芹来回翻滚，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穷奢极欲骨开始四处撕咬，不断用剃刀般锋利的截肢剐蹭神魂，用带着倒钩的口气钻弄心神。匪芹梦中全是人们的赞美和自己的大话，貌美如花，无数修士追求，有的是男人送，好羡慕他啊，又美又多金。不知谁嚎了一嗓子，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零食，只是他弟弟可怜他送的那些奢侈的物件，其实是他自己借钱买的。哈哈哈，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原来是个爱慕虚荣实则没有实力的蹩脚货。哈哈哈哈！匪芹猛然坐起身，不！林奇宇的房内，山月七坐在床上，2只玉骨趴在其白丝美足上与其玩耍。林奇宇皱眉，我们刚刚赌的什么来着？山月七道，9点之前到，你赢，主人奖励我2次；9点之后到，我赢，主人奖励我20次。林奇宇一看时间，妈的，9点1刻了，自己一般不会算错蛊虫的功效啊。此时敲门声响起，林奇宇一开门，就见匪芹穿着一套黑丝情趣内衣站在门前。林奇宇明白了，山月七没按自己给的台词说，多说了一句自己喜欢黑丝情趣内衣之类的话，由于要去买内衣，所以多用了1刻钟。林奇宇瞪了山月七一眼，山月七做了一个鬼脸，竖起2根手指，低声道，欠我20次。林奇宇回头装作惶恐失措，好像这一切不是他诡计的样子。嫂嫂，你这是为何啊？大晚上的穿成这样。匪芹说道，七宇弟弟，你能给我吗？我想要好多的仙露蜜琼，美丽昂贵的衣裳，豪华舒适的仙舟，价值连城的珠宝。林奇宇有些为难，这个我得考虑考虑。匪芹二话不说，直接扑倒了林奇宇。1夜之后，林奇宇起身，从枕头下拿出流引宝珠，说道，山月七，把这流引的内容传遍整个宗门。山月七嘟着嘴，2根手指相互打转，软糯糯的道，说好的20次，主人不讲信用。林奇宇捂着脸，我虽然是魔尊，但肉体才练气4重，等等好不好？我也是个人，会累死的。监牢之内，顾天明此时还不知道自己道侣主动倒贴勾引自己仇敌弟弟的流引已经满城风雨，直到一个看守冲了进来，快看这个，我的天哪，外门第一美人原来是个婊子，为了零食主动去勾引自己道侣的弟弟。啥？你怎么知道的？流引水晶为证，全宗门都在传，我靠，可劲爆了！20零食可以在地下黑市买1份复制的流引，我刚买的，不信你们看，给买1份，
给我也买一份。此时监牢中的铁链不断发出清脆裂响，被束缚的顾天明愤怒的想要挣脱锁链，不断发出怒吼：你们胡说胡说，滚开滚开，你们这些心魔，你们这些心魔休要骗我。监牢的一个守卫说道：什么心魔？疯了吧？不信是吧？不信你自己看。然后顾天明就看完了全部流萤水晶中的内容，一瞬间其宛若五雷轰顶。此时忽地传来了探监的铃铛声，林七雨和斐晴一起走了进来。斐晴提着中品桂花糕道：天明，我和七雨来看你了，多亏了他在宗主面前说情，我们可以带吃来看你了。林七雨，你来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顾天明声嘶力竭的咆哮，却是听林七雨道：哥哥，我来关心你啊，我昨晚和嫂嫂彻夜长谈，我一直念着哥哥，他也经常和我谈起你。此时顾天明彻底怒了，什么彻夜长谈？全宗门都知道你们两个在干什么，你们是来嘲弄我的吗？顾天明不断地扯动着锁住自己的铁链，只拉得手腕血肉模糊，仍无法挣脱。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见到顾天明如此疯癫，斐晴吃了一惊。什么意思？什么全宗人都知道了？七雨，你有什么事在瞒着我？绯闻这种东西，就算全宗人都传遍了，当事人也会一无所知，这也在林七雨的预料中。林七雨直接一把搂住斐晴的腰：放心吧哥哥，你不在的日子里，嫂嫂和姨都由我来照顾，我保证他们每晚都过得比你在的时候舒服。说罢，林七雨拉着斐晴离开了。出门后，斐晴立刻意识到了不对，推开林七雨说道：你到底干了什么？什么全宗人都知道了？林七雨微微一笑，冷冷道：你会知道的，多出去转转。说罢，林七雨转身离开了。此时的监牢中，顾天明看着面前盒子中的糕点，愤怒地将其砸碎，却发现其中有一条黑布，拉出来一看，正是昨晚斐晴所穿的东西，他在流萤水晶中看过，这是林七雨偷偷放进去的。而内衣的背后有9只玉骨，他们顺势钻入了其的体内。受到奇耻大辱的顾天明怒火中烧，他想要冲出去杀了林七雨，但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心中的10只蛊虫正在相互杀伐。炼蛊就是将蛊虫放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或者下在同一个人身上，让蛊虫们相互厮杀，最后活下来的蛊虫就会变得更强。活下来的蛊虫不一样，所炼出来的蛊虫也不一样。为了炼出特定的蛊虫，蛊师需要对蛊虫的数量进行调配。林七雨的目标是炼狱求不得蛊，此蛊可以进一步放大被下蛊者心中的欲望，同时让其变得极其倒霉，总是在快要达成所求的时候阴差阳错的失败。求而不得蛊是玉蛊吃掉嗔蛊后的进化形态，所以要下9只玉蛊，9打1，确保最后存活的蛊虫不是嗔蛊。林七雨闭目探知状况，就见9只玉蛊对着嗔蛊群起而攻之。可此时嗔蛊全身爆发出了霸道的气运之息，一甩尾直接秒了9只玉蛊。悲痛欲绝蛊出世。此时顾天明开始又哭又笑，装若痴呆。娘亲和道侣都被我的仇人夺走了，他们的爱都去了仇人身上啊！哈哈哈哈！接着他拿起那黑丝情趣内衣，自暴自弃，击掌起飞。当欲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吞噬神魂的欲之心魔。而放大欲望的方式有很2种，一种是不断得到，一种是永远得不到，还看着别人得到。顾天明猛然倒地，心魔彻底将其神魂吞噬。我靠！林七雨哭笑不得。其之所以要练求而不得蛊，就是为了慢慢弄死顾天明，自己好在下次探监的时候回收那条黑丝情趣内衣。但那只嗔蛊吃了顾天明9寸天道气运，实力强的匪夷所思，居然打出了同阶对抗一挑9反杀的恐怖战绩。一方面林七雨欣喜自己有了一只更比9只强的超强蛊虫，他把顾天明的主角光环吃到了自己身上。一方面林七雨深知如此强的蛊虫只需一瞬就能让顾天明心魔膨胀到反噬，那么狱卒发现顾天明被反噬之后，定然会封锁现场，那条黑丝情趣内衣会把怀疑的矛头转向自己。林七雨赶紧换上了一套黑衣，沿着小路就往狱中赶。此时的狱中，巡逻的狱卒已经发现了神魂尽灭的顾天明，他的状态极为奇异，动作扭曲诡异，面前是一条更奇葩的物件。这内衣是哪来的？狱卒刚刚俯身去捡，却是见顾天明体内忽的袭杀出一只花斑巨蟒，悲痛欲绝蛊全身漆黑，身上长满了如同哭泣的人眼一般的花纹，身形庞大，而这只更是9寸天道气运棒体。进入这狱卒身体内的一瞬间，其立刻开始嚎啕大哭。我是个废物，废物啊！我已年近40，结果还是筑基期，并且是人道筑基，我这辈子完了，我太没用了。这个狱卒一边哭一边撞墙，而另外一位胖狱卒见此情景，立刻赶来，就见林七雨已从房梁上跳下，急欲魔童。狱卒全身一震，陷入了幻觉，高喊道：哈哈，吃的都是吃的，我最喜欢吃的叫花鸡。
说罢就趴在地上啃砖头。林奇宇迅速回收了那黑丝情趣内衣，说道：“快出来，我们走了。”就见悲痛欲绝骨从另外一个狱卒的身体内钻了出来，心高气傲的昂首而立，好像是在等林奇宇的表扬。好的，好的，我知道你厉害了，咱们先走。收回悲痛欲绝骨，林奇宇离开了监狱。傍晚，又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雨花宗，宗主的儿子顾天明以击掌姿态被心魔反噬后彻底痴呆。从林奇宇的角度来看，自然是知道怎么回事，但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雨花宗第一大悬案。先是宗主儿子说宗主侄子中饱私囊，然后翻供说是宗主儿子买凶栽赃，接着又说嫂嫂勾引了其弟弟，然后宗主儿子在狱中以击掌姿态被心魔反噬，而看守的狱卒中有2人也死了，死法也极为诡异，一个是吃砖头活生生把自己撑死了，一个是一边哭一边撞墙，活生生把自己撞死了。雨花宗负责维护宗门秩序的百花铁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最终还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到林奇宇身上，林奇宇很好的维持了原主懦弱胆怯的形象，其整个过程中也都是被嫁祸、被勾引、被欺负的一方。这就是狱蛊厉害的地方，不断放大欲望，让被下蛊者被牵着鼻子走，直至自我毁灭。幕后主使不但看上去像好人，甚至还像受害者。翌日，林奇宇正在房内休息，忽地听见敲门声，一开门就见匪琴站在门口，进门后道：“林奇宇，为什么我们俩的事会被流银水晶拍下，而且还在宗门内疯传？你干了什么？”林奇宇不慌不忙地关上门说道：“都是我干的。”匪琴彻底的怒了：“现在我在宗门内声名狼藉，大家都在骂我不要脸，你要负责！我要管够的仙露蜜琼、灵兽皮的大衣，还要豪华仙粥，我要珠宝首饰，你要给我。”林奇宇点头：“当然可以，但是你要好好工作，拿零食买。”匪琴怒了：“买什么买？我没有零食了，还欠着零食？是我让你花那么多零食买昂贵衣物和首饰的，还是我叫你那夜来我房间的？”林奇宇一句话就把匪琴噎住了。匪琴呆呆地站在原地：“你什么意思？你不管我了？”林奇宇继续说道：“谁说不管的？我给你安排了赚零食的法子。上次你的流银水晶卖了2万份，赚了20万零食。你这外门第一美人下海，可是相当多的人爱看。以后你就天天干这个，赚到的钱1-9分成，我9，你1。”听闻此话，匪琴突然明白了过来，自己被套路了。林奇宇看似送了自己好几10万零食的仙露蜜琼，但实际上这些仙露蜜琼只是换了个瓶子装的普通仙露蜜琼，其成本非常低，而他就是卖这个的。零食只是在他手上左手倒右手，而拍自己的龌龊流引拿去卖，几10倍的都赚了回来。匪琴转身要走，却是停下了。此时穷奢极欲蛊开始发挥效果，他的内心无比煎熬。顾天明心魔反噬，今生恐再难醒来，自己已声名狼藉，又没有积蓄，还债务缠身。曾经那奢靡的生活，在自己走出门的那一瞬间，就会永远离开自己。不再有昂贵的裙子、金银珠宝的首饰、华丽的仙粥，周围人的惊叹和姐妹的艳羡，自己的虚荣心再也得不到满足。想到这里，匪琴感觉活着都没意思了。穷奢极欲蛊正在不断啃咬其心，影响其心智。匪琴最终没有开门，而是回头走向了林奇宇。林奇宇摇了摇头：“身无万贯家资，不求坚实其心，勤劳其体，只求金玉其表。穷奢极欲，迟早债务缠身，积蓄亏空，未济为昌。”说罢，林奇宇拉开了帘子，后面是暗红的大床，还有一条锁着铁链的项圈。匪琴眼中泪水溢出，戴上项圈，趴在林奇宇面前，啜泣道：“娼妓匪琴，贵见主人。”下午阴雨连绵，匪琴走在大街上，其身着金丝长袍，绫罗绸缎缠于身上，打着一把昂贵的鎏金雨伞，昂首挺胸，宛若得胜归来的孔雀，在开平迎面走来的人无不称赞。外门第一美人果是美艳至极，富有精致啊，好漂亮，好美啊，这些东西价值几万零食吧，好厉害，外门第一高质量女修士。但人群一从其面前走过，来到其背后，画风便是一转：“这女的丢人玩意，这些都是拍流银水晶赚的。什么外门第一美人，就是靠着一副好皮囊，靠身体苟图富贵。今早上的看了吗？汪，哈哈哈！”然而匪琴自动屏蔽了这些声音，他的奢欲心魔已经吞噬了大半神魂。他渴求更多的金银珠宝来遮掩自己的丑陋，却只是皇帝的新衣。我要大钻石戒指，我要翡翠镯子，我要更贵的仙露，我会更高贵，更多人仰望我，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我，哈哈，我比宗主还美，比宗主还富，我是最好的白富美，哈哈哈。笑着笑着，奢欲彻底吞噬了其神魂，接着就倒在了地上。穷奢极欲蛊从其体内爬出，其有着如同万千宝石镶嵌而成一般的美丽外壳，周身闪闪发光，
而内部全是腐败丑陋的轮状巨嘴和长满倒钩的截肢。穷奢极玉骨好像是跳完了一支芭蕾舞的舞女，向观众谢幕一样，华丽旋转，优雅行礼。然后他就被从草丛里蹦出来的林七羽一脚踹飞，然后收回了体内。你跳个屁跳！一边说着，林七羽一边扒下匪芹身上的金银首饰、貂皮大衣、绫罗绸缎，还夺了鎏金雨伞，喊道：山月七，快擦干净了送回去，现在退应该可以原价退货，快快快，跑步前进！匪芹倒在地上，身在泥中，肮脏卑微，再也没有了所谓的外门第一美人的精致和他想象中的高贵。林七羽叹道：骑着毛驴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舍生忘死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说罢，林七羽吸收了对方体内的奢欲心魔，顷刻炼化，其修为也来到了炼气10层。扭了扭脖子，林七羽抓起匪芹的头发，将其拖了起来，炼化为了自己的傀儡颅顶。夜晚，林七羽来到了医药房，看着躺在床上双眼无神的顾天明，意识到他被心魔反噬，神魂已失，醒过来的几率非常渺茫，只能用丹药维持这种半生半死的状态。出去吧，林七羽挥手道，然后拿出了10万灵石、3只玉骨，还有一些丹药，放在了床铺下的暗门之中。这是林七羽夺舍重生后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让一个天资不错的人被与自己属性相同的心魔反噬，然后再将其找一个好地方安置，同时在其周围留下灵石之类的物资。万一自己被干掉了，就直接选择在其身上夺舍重生，拿提前预备好的资源快速起步。林七羽一般称此行为为选备胎。出门后，林七羽对周围医师吩咐道：好好照顾我哥，记住了，不能让其肉体和灵根有分毫损伤，还要定期用高级灵药维持其境界。林七羽回到房内，2个被炼为炉鼎的傀儡早已跪地拜服等待。天目灵根，2个炉鼎，1个备胎，炼气10层，1条吃了9寸天命气运的蛊虫。林七羽对这个开局很满意。林七羽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昨晚太累了，那般修炼之下，自己已达炼气大圆满，接下来就是筑基了。修士修为分为炼气、筑基、结晶、金丹、聚灵、元婴、化神、悟道、羽化、登仙。筑基分为人道筑基、地道筑基、天道筑基。人道筑基只需1枚5品筑基丹即可，地道筑基需要1枚3品以上筑基丹，且同时需要1样富含灵气的天材地宝。天道筑基需要1枚1品筑基丹，同时需要3件富含灵气的天材地宝。天道筑基可获得1天命神通，相当于一个与自己灵根相适应的大神通，其实力提升哪少于人道筑基的100倍。但1枚1品筑基丹的价格乃是5品筑基丹的100倍，而且还要3件富含灵气的天材地宝，并且天道筑基不同于人道筑基，成功率100。如果想要提高成功率，还需要使用的极品天材地宝与自己的灵根相同，也就是富含木灵气，那更是可遇不可求。能天道筑基的，要么是有大机缘的气运之子，要么是有一个富可敌国的父母。林七羽有一个富可敌国的超级富婆小姨，但不能去找她。要知道，林七羽上周还是废灵根炼气1层，1周后就天灵根炼气大圆满了。且这个过程中，宗门中与自己有过节的宗主之子道侣被自己抢了，本人和2个狱卒还被心魔吞噬。自己这小姨就算脑子原地消失，也会猜出自己被魔道夺舍了。林七羽手上有5万那戒中的灵石，20灵石乘以卖掉的35000份流影，又给备胎存了10万灵石，65万灵石只能买1件木属性的极品天材地宝，1枚1品筑基丹。但林七羽自有办法。众人皆知火灵根能炼制丹药，受万人追捧，获益无穷，却鲜有人谈炼丹所需的草药其性属木，而木灵根能察百草形，听千花语，闻万木声。炼制极品丹药需要的极品仙草，要么你找能种出来的药师寻购，要么就要去深山老林中和妖兽人脑袋打出狗脑袋，还不一定遇得到。丹师受万人追捧，药师受百人追捧，而追捧药师的100人皆为丹师。林七羽前世因炼蛊需要，所以夺得木灵根修炼，后续才渐渐发现种仙草比卖丹药赚的灵石还多。在末法地那种没有灵脉的地方，自己都能靠杀人越货，用腐尸与粪便为养料种出过仙草。现在到了这灵气充裕，四季如春，日日花开，时时果熟的百花园，更是大显神威。林七羽来到重舍之后，只见面前是6亩灵田，其上百草盛开，种满了活血草。活血丹售价上千灵石，能在危机时刻助人伤势痊愈，必死延生。其所需草药价格600灵石，其中养元草与回风枝价格不过60灵石，剩下540灵石皆用于购买活血草的。原因在于活血草极难种活，1亩灵田种下80株，能长成的仅40株，且草叶短小，炼1颗活血丹需要用到3株活血草。而在林七羽的天目灵根洞察下，配合上9灵圣剑的催长，亩产达到了恐怖的88株，且枝叶宽大，
一株能当2株用，卖掉这些，应该就能凑齐天道筑基所需的材料了。林奇宇收了草药，前往山下永明城天丹方。丹方外早已有数万修士排队等候，他们如群狼嚎叫，难掩心中饥渴。求丹王王明为我炼一枚筑基丹吧，岂为我林家唯一的修士？我们愿散尽家，才求一枚丹药。王丹师，我只求一枚祛病丹，求求你救救我老爹吧！他已病半载，我日日来此祈求，愿献上万贯家财，求丹药一枚。王丹师，求求你们禀报王丹师，我是万峰门门主，我近日修炼遭心魔所困，求一枚1品清心丹，万峰门重重有限。林奇宇径直绕过排队的人群，却是被一护卫拦住。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草药的。卖草药的也要排队？林奇宇拿出一根自己种的活血草，说道：你拿着这草药回去，我自会去排队。说罢，林奇宇就到队伍最后去了。护卫冷笑，回头换防，不出一炷香的功夫，就见丹方大门洞开，王丹师径直走了出来。一瞬间，周围求丹之人无不跪拜行礼。王丹师，王丹师出来了，看来我万峰门还是有些薄面的。明明是我的万贯家财打动了万丹师，却见王明一巴掌将面前拦路者扇飞，抓着那护卫便问：刚刚谁在卖草药？为何不直接引进来？护卫颤巍巍地说道：那个长得特别白嫩的小子。王明踏空来到了林奇宇面前道：小友，你这草是哪个秘境中寻得的？可否带我去看看？极玉魔童帮助林奇宇看见了王明心中的想法，这小子年纪轻轻，不可能种出如此品相的草药，能把活血草种的比一般的草药大1倍，天下哪有此等奇事？定然是发现了极品灵脉秘境，在其中采摘的，只要找到，我就再也不愁极品丹药所需的灵药了。林奇宇道：我自己种的，共528株。说罢，林奇宇拿出了2株灵草。王明大惊，就见2株灵草的长度色泽完全相同，定然是同时种下，在同一片灵田长大，才能如此相似。王明看着林奇宇道：小友，这528株灵草，我出30万灵石买了，小友可否满意？毕竟品相再好，也是低阶草药。林奇宇才夺舍过来7天，的确不懂成法地的物价，但做买卖他从不吃亏，因为极玉魔童能看见对方心中的欲望。这小子估计是哪个药师的亲传弟子，种植草药方面天赋异禀，这些下阶草药能当上阶草药来炼丹，本来可以卖100万灵石的，但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对炼丹极度精通才知。林奇宇抬手，100万灵石可以给你少10万灵石，你帮我炼一枚1品筑基丹，明日早上我来取，先给灵石，如果不答应，我现在就走。这谁啊，胆子这么大，居然敢苛求王丹师，让其连夜为你炼丹。不知道求王丹师炼丹需要先给灵石，待王丹师那天心情好了才为你炼吗？1品筑基丹要45万灵石，还10万灵石，这小兔崽子找打是不是？要滚就滚，还敢在此口出狂言。王明却是皱眉，心中道：这小子报价居然如此精准，甚至知道1品筑基丹的成本价是10万灵石，明摆了让我打白工。看样子我并没猜错，此子定是药师大能亲传，万不可得罪。和林奇宇做生意不能有贪念，贪由欲起，只要有欲望，林奇宇就能看见其心中的底价，然后精准报出让其肉疼但却堪堪能接受的价格。林奇宇见对方正动摇，转身就走。见此情景，王明伸手将其拉住：小友，我就送你一个人情吧，90万灵石，现在送上，明日来取1品筑基丹。谢丹王了。林奇宇拱手，随后便带着灵石离开了。接着林奇宇来到了聚宝阁，由于不用买1品筑基丹了，剩下的135万灵石都可以用来买天材地宝。林奇宇花掉了30万灵石购买了一根珠果，原先标价60万，但因为看得见对方心中的低价，所以轻易买下了。又花40万灵石买下了一只羽木蛇的内丹，也因为能看见店主最低能承受的价格，来回杀价后拿到了，原定的标价是80万。此时林奇宇已经凑齐了2个木灵气充裕的天材地宝，手中还剩65万灵石，但寻遍整个聚宝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想了想，林奇宇觉得还是去后面的集市看看。这后阶集市，珍宝和假货，奸商和淘到杂物的农夫鱼龙混杂，叫卖声此起彼伏。林奇宇有好几次差点上当，看上了几个不错的法宝，都准备给钱了。因为极玉魔童看出了奸商心中的想法，知道这是假货，才会上当。就在此时，林奇宇忽地感觉到一股隐隐环绕的木灵气在空气中摇曳，几步走到一个商贩身边，就见地上赫然放着一根血虫灵芝。此物木灵气含量极高，乃是天道筑基的绝佳材料，且因是从千年寒虫脑中长出的灵芝，颜色暗淡，如同一大白蘑菇，为有末法之地的豪窟冰川之下才有生长，只有极地雪湖能靠嗅觉找到，十分罕见。这玩意我听说过，好像价值100万灵石，但我只有65万，先问问价。林奇宇道：老板，这个怎么卖？
店主皱眉看着雪虫灵芝沉默，心中的求生欲很强。这玩意前些日子从一老农那100灵石收来的，听说是从一被修士追杀的白狐嘴里调出，有说卖100万灵石的，也有说1个灵石都不值的。这都摆摊半个月了，都没有卖出去，是不是收错了？老板回来了，恐打骂我。好纠结啊，这到底是灵芝，还是就是有点灵气的蘑菇啊？先把价往高了报。店主说道：100万灵石。林奇宇心中狂喜，我靠，原来是不识货的，害怕老板回来打骂你是吧？害怕亏了100灵石是吧？看我来治你！林奇宇直接一巴掌打在了对方头上。我靠，我是醉仙楼的厨子，我们老板要请炼气期大能吃饭，要我排宴。这有灵气的蘑菇，最多20灵石一枚，我们家招待修士，天天用这个。你家小鸡炖蘑菇用的蘑菇100万一个啊？听闻此话，店主惊慌失措，咱这蘑菇长得比较大，再怎么也是100灵石啊，80灵石，不能再多了。说罢，林七宇起身就走。店主高叫道：“80灵石，80灵石，我这眼力啊，亏了20灵石消灾吧，免得老板回来又骂我。”拿到雪虫灵芝的林七宇非常的高兴，第二日拿了丹药便往回赶，准备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突破筑基。也许是魔尊们做事太缺德，也可能是魔尊逆天道而行的修炼方法触怒了苍天。魔尊们虽然有很多厉害的独有能力，可以无限夺舍重生，能吞噬相同属性的星魔，但也都有一通病，那就是突破必遭天劫，哪怕是炼气道筑基都必遭天劫。林七宇对雪虫灵芝势在必得，就是在于这灵芝拥有必死延生之道，能在突破时让修士化为雪虫躲避天劫。原本想着商家如果真要100万灵石，自己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拿下，没想到只用80灵石就骗到手了。回到宗门，林七宇额头上冷汗直冒，就见小姨顾青鸾已在自己房内等候。七儿，你今日去哪了？林七宇心跳加速，我今日总是心乱，于是就到百花园深处睡了一个下午。别骗姨了好吗？听到这里，七宇心中咯噔一声，心说自己难道暴露了？顾青鸾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全部的秘密。林七宇叹息一口气，已经做好准备夺舍重生，开第4条命了。你又去偷宗门内女修的贴身衣物了是吧？顾青鸾重重的叹息一口气。啊！林七宇眉头抖了抖，顾青鸾走近揉了揉林七宇的额头，什么都别说了，姨都懂。你爹当年也经常偷我的。林七宇眉头抖得更厉害了，心说这爱好还带遗传的。顾青鸾眼中带着哀伤道：已经长得比姨都高了，都怪姨没有保护好你们两个，你哥已经被心魔彻底吞噬了，而你心性也自灵根被废后变得内向孤僻，无人愿意与你结成道侣。男孩子年轻气盛，难为你了，姨已经下定决心了。林七宇以为是自己那只玉骨立了大功，以超出自己预计的速度让顾青鸾沦陷在了欲望之中，于是说道：姨，我会对你负责的。说罢，林七宇嘟嘴就要亲上去，却是被顾青鸾踹翻在地。小姨用一脚又踹林七宇身上，俏脸绯红的说道：小兔崽子，你在想什么呢？姨的意思是，姨要为你说一门亲事，我是你姨和师傅，你这充师逆徒。顾青鸾面色冰冷，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早就知道是大长老的人废了你的灵根，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楚天雄能在未来100年后继承宗主大位，而你们这一代人中，你和你哥哥本是绝代双骄，力压楚天雄，他们废了你的灵根，伪装成魔教干的，我早已看穿，来自末法地的要挟都是夺取灵根的，怎会废人灵根？而这一次他们又害了你哥，也伪装成魔道干的，而且这次伪装得更好，甚至我都看不出破绽。你哥着了大长老的道，嫁祸于你，可能就是被其挑拨的，甚至包括那个勾引你的匪情，可能也是他们的人。林七宇心说：咦，你完全猜错了。但林七宇找到了机会，利用雨花宗内部的党争，将所有锅全部扣到大长老这一派身上，引起雨花宗内乱，自己渔翁得利。脸上还带着高跟鞋印的林七宇拱手道：咦，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顾青鸾抱住了林七宇：七儿，你已经干得很好了，你售卖仙露蜜琼，帮宗门赚了不少灵石，让大长老没有借口换掉你。现在只剩你和我了，灵根被废无法修行，姨刚刚已经说了解决之道了。姨要去云丹宗提亲，云丹宗主的女儿夏文玉拥有木丹圣体，乃是万里挑一的水火双灵根，与其结为道侣可以治疗木灵根。姨准备拿出你输的一件仙器，为你续上修真之道，你也绝不能辜负了姨，继续勤加修炼。姨也将动用全部的资源，争取10年内让你赶上楚天雄。林七宇心中狂喜，甚好甚好，水火双灵根，水生木，木生火，水火加木，好炉鼎，好炉鼎啊！还能白嫖巨额资源，实力恢复指日可待。林七宇脸上却装出面露难色，咦，万万不可，仙气姿势体大。顾青鸾却是面色严肃，我意已决，我外出提亲的这段时日，
一定要万万小心，大长老他们恐要对你不利。就这样，第二日，顾青鸾就外出为林七羽提亲去了。碎云峰乃是内门第二大峰，仅次于宗主所在的百花峰，也是大长老府邸所在。林七羽靠着贪得无厌谷和灵石的贿赂，收买了守卫，告诉他只要在峰顶站1个时辰，自己就给对方1个亿。林七羽进入碎云峰内部，准备开始渡劫。第二条命的时候，林七羽已经领教过魔尊级天劫的厉害，而站在山顶的那个守卫，由于贪得无厌谷的影响，即使浩劫前兆突现，也会怀揣侥幸不走，届时定然尸骨无存。所以别说1个亿了，10个亿林七羽都敢承诺，反正是给死人烧的，多少都可以。林七羽消耗了10万灵石的灵气，将其注入体内，一品筑基丹内吞下，伴随着3个木灵气充裕的天才地宝融入体内，一股极致邪恶的灵气迸溅而出，紫色的欲念在林七羽周围盘旋，贪嗔痴慢疑5道邪气傍体，吃喝嫖赌抽5种恶行萦绕。此刻碎云峰顶狂风大作，漆黑的乌云层层叠叠，宛若组成了一个直通天穹的魔神之渊。一道纯黑闪电直砸向峰顶，并不断向山体内贯穿，但仍未到达林七羽身遭。整个雨花宗为之震动，百花铁卫开始全员警戒。脏雷现世，有魔道大能在宗门内突破。第一道脏雷就劈开了峰顶的长老殿，这是金丹期邪修在突破啊！快去包围碎云峰！林七羽仿佛挑衅一般的说道：“老天爷，来劈我啊！”哈哈哈哈。接着，林七羽化为一只超大的肥胖血虫，开始不断的往地底钻。天空中的劫云仿若被激怒一般，那是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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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道脏雷如若天珠，把碎云峰给削去了半截。脏雷盘旋于天际，每将碎云峰削下去1寸，林七羽就往地底的更深处钻下去1寸。半个时辰后，碎云峰被活生生从海拔470米劈成了海拔负30米，从山峰劈成了盆地。大长老灰头土脸的从碎石中爬出，左右看去，除去自己外出历练的2个儿子以外，整个碎云峰无人生还。自己的小儿子、3个老婆、4个亲传弟子、上百名内门亲信无一生还，自己数千万灵石打造的宫殿，珍藏多年的天才地宝全部灰飞烟灭。谁？这是谁干的？大长老愤怒的仰天怒吼。而此时，更多的百花铁卫立刻围了上来，他们怒斥大长老：“我们还要问你呢，大长老，为何会有如此修为的邪修在你的殿内突破？该不会那邪修是受你庇佑的吧？前些日宗门内如此之多的诡异奇事，难怪我们掘地3尺都未找到任何邪修的踪迹，原来是被你庇佑在内门。那邪修定是被我等守卫严密的巡逻所困，为逃离宗门冒险突破，却引来脏雷。大长老，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百花园内，一只超大号血虫从地底钻出，随着外壳破裂，宛若蜕皮众生的林七羽从其中全身湿漉的钻了出来，一身黑污乃是洗精法水排出的杂质。林七羽右手翻转，数道翠绿灵气在手心汇聚旋转，哈哈，果然还是圣法地资源充裕，灵气丰茂啊！前世本尊找了半年都只得地道筑基，今日天道筑基，实力提升竟可达炼气圆满100倍。忽的，周围百草之根相互交织，百花之叶相互缠绕，百木之枝相互层叠，天空之鸟、林间之蝶围绕自己翻飞，以自己为圆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殿，仿若是为出生之王的降生搭建起一张襁褓。这次天道筑基，自己获得了神级神通百灵之子。林七羽感觉周围10公里内所有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仿佛与自己的神魂相连接。我靠，相当于我可以拥有周围10公里所有野生生灵的视野和感官，与他们交流的同时，还能与其神魂相通。林七羽笑了，蛊虫是对着神魂下的，以前的自己只能肢体接触下蛊，现在可以隔着10公里，靠花草树木、虫鱼鸟兽这些野生生灵下蛊，更加杀人于无形。云丹宗丹气扑鼻，云烟浩荡，数万修士在各自的屋舍内运转丹鼎，汇聚灵火，炼制丹药。云巅大殿之内，一对母女正在灌研一株灵草，就见这活血草枝叶宽大，灵气充裕。王明下拜道：“宗主，小的说的可是千真万确，那卖草药的是一个小白脸，最多不过20岁。”夏如烟皱眉道：“不错，此子所种灵草药力充裕，枝叶繁茂，是不可多得的极品灵草。你看清其长相了吗？”王明点头道：“小的早已吩咐手下最好的画师画出了其相貌。”紧接着，林七羽的画像就被提了出来，见其相貌英姿勃发，面容俊朗，就连夏如烟也不由得一愣。一旁的桌子旁正在喝药的小萝莉也瞪大了眼睛，她身着一袭精致的古风衣裙，裙摆轻拂地面，仿佛盛开的花朵，娇小的小脚来回摆动，宛如2只灵动的蝴蝶，头发如丝般柔滑，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肌肤白皙如雪，娇嫩如花瓣，微微泛着红晕。那对大眼睛如同明亮的宝石，清澈而灵动，眼神中透着天真与好奇，嘴唇如樱桃般红润，
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一抹甜美的笑容，语气中带着优雅与俏皮。好帅啊！夏如烟敲了夏文玉脑袋一下，别胡思乱想，安心喝药。夏文玉抱着头 QAQ 疼。夏如烟看着王明，我要的是真人画像，通知各地的丹师与之交好，万不可得罪。你这是找哪位墨家才子穷其想象画出的翩翩美男子啊？艺术成分过于浓厚了吧？王明叹息一口气，宗主大人，虽然我也不想承认，但他真就长这样。此时一人忽然跑了进来，宗主大人，雨花宗主顾青鸾求见。夏如烟起身迅速走出殿外。顾姐姐多礼了，雨花宗与云丹宗百年世交，你们种植仙草，酿制仙蜜，我等再将其炼为丹药，早已如一家般亲近。有什么事何须宗主亲自登门，只需招人知会一声便可。顾青鸾拱手道，正如妹妹所言，雨花宗与云丹宗百年世交，今日我来也正是为了亲上加亲。夏如烟注意到了顾青鸾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着数十个壮汉抬着几个大红箱子来的。夏如烟眉重重地叹息一口气，顾姐姐，这是妹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天明被心魔反噬，我虽不信其已入魔，但也恐众人非议，更何况心魔反噬也不是玉儿能治的。玉儿她水火双灵根总是相互排挤，自小体轻多病，娇弱无力，养在深闺10多载，不知人事，也不是成婚的时候。周围的长老们相互对视了一眼，都微微点头。却是见顾青鸾继续道，这次来我不是为天明，而是为戚雨。此话一出，周围的长老瞬间炸锅了。林戚雨那个废灵根的废物，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让他娶我们宗门炼丹天赋最高的小公主。林戚雨懦弱无能，胆怯无力，纯废物一个，如果不是有顾青鸾罩着，光是在此地提起他的名字都是云丹宗的奇耻大辱。顾宗主请回吧，这是没得谈。顾青鸾默默地看着夏如烟，发现对方并没有回话的意思，于是一挥手，就见背后的大红棺材相继一个个打开，数个被培育在雨花宗内门深处的万年天才地宝纷纷现世。这些天才地宝药力之盛，灵气之充裕，无不令周围的丹师垂涎3尺。就在最后一个箱子打开之时，整个宗门为之震动。只见其为一朵纯蓝的七彩宝莲，七色霞光萦绕，阴柔烈火熠熠。顾青鸾道，此乃保存着仙火、七彩灵火的仙器，七色宝莲也请宗主收下。周围的长老纷纷沉默，见没人再拦在自己与顾青鸾之间了。夏如烟继续道，顾姐姐，你我皆有怀胎10月之苦，深知骨肉相连之情，玉儿她只嫁不卖。由于不知道林七雨已有天目灵根，且已经达成万里挑一的天道筑基，顾青鸾昨夜在来的路上思考了一整晚，要怎么把自己这个侄子吹得不那么不堪。抓住机会的顾青鸾道，既然是看玉儿的意思，不如见上一见，我问问他的意思。顾青鸾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申自己那侄子吹破天也就那点实力，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长得帅，还是那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姑娘看一眼就会被拐走的帅。于是便将林七雨的画像展开道，玉儿你看，这是你七雨哥哥，想和他加深了解吗？就见画像一出，夏如烟和夏文玉皆是瞳孔一缩，这不正是刚刚王明画像上那位培育灵草的天才少年吗？顾青鸾继续道，你的七雨哥哥被奸人所害，急需你的救治，你们多多交流，方可救治于他，届时其天目灵根还能调节你体内水火双灵根的不容，治疗你的病痛。顾青鸾也是为了自己这个侄子豁出去了，连诱骗无知少女这事都干了。这话昨晚练习数百次才能做到说出口不心虚。他深知自己口中的交流是怎么个交流法，全大殿中唯有夏文玉不懂，而这正是玉蛊的效果，诱惑被下蛊的人一点点自我突破底线。夏文玉，真的这么好啊？我愿意。全场鸦雀无声。夏如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己这天真清纯的小女儿啊，连自己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还在帮着对面数钱呢。夏如烟继续道，宗主请回吧，玉儿她不懂事，胡乱说的。夏文玉拉住母亲，低声撒娇一般的说道，娘，你不是说想要治好我的病吗？刚刚你不是说画中的哥哥培育草药厉害，丹师要与之交好，万不可得罪吗？夏如烟看着顾青鸾坚定的眼神，叹息一口气，也罢，这样东西我先不收了，让玉儿去你们那里住几日，如果玉儿的病能好，且七雨能在3年内达到地道筑基以上，我再收聘礼。如若是玉儿住的有不适，我随时接她回云丹宗。3日后，顾青鸾回到宗门，瞳孔猛然瞪大，就见整个宗门乱成了一锅粥。大长老的居所碎云峰被劈成了碎云霞，整个宗门的弟子既不修炼也不论道，流言蜚语四处乱窜。有说大长老私通魔道的，有说二长老私通魔道的，还有说宗主私通魔道的，还和前面多名弟子的惨死以及顾天明的心魔反噬联系在一起，吹的是神乎其神，都快出一套宗门鬼故事集了。玉儿，
让你见笑了，宗门内最近有些繁忙。说罢，顾青鸾就匆匆带着夏文玉往百花园赶。此时的林七雨正邪笑着看着这一切，整个宗门都在上演抓内鬼的戏码。甚好，甚好，相互猜忌，党同伐异，雨花宗没落的就会更快。此时，林七雨背后的门忽然打开，顾青鸾带着夏文玉走了进来。七儿，快看谁来了！林七雨回头看着这萌萌哒的小萝莉，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给自己找的未婚妻。云丹宗的夏妹妹初次见面，在夏林七雨，一时间气氛尴尬住了。夏文玉也不说话，就是直直地看着林七雨。而极玉魔童则是看见了夏文玉心中的悸动。好帅啊，比画像上还帅。夏文玉的脑海中瞬间闪过自己与林七雨一起在花园中奔跑，一起站在众人的瞩目下拜堂，然后在洞房夜一同抱着大胖小子画面。林七雨心中狂喜，一眼见喜，忘却众言，其名为痴，甚好，甚好。这小姑娘不但是绝佳的炉鼎，还是练吃骨的虫敏。林七雨见气氛有些尴尬，说道：“妹妹多大了？感觉好小啊。”夏文玉此时还沉浸在痴望中，哪里回话，只是脸糊得红成了苹果，低头看着脚尖。顾青鸾道：“最近宗门事务繁忙，就让你七雨哥哥带着你转转吧。”言罢，顾青鸾上前揪住林七雨的耳朵，低声道：“你刚刚最好问的是年龄，肉都给你送到嘴边了，你要是吃不进去，别怪一抽你。”说罢，顾青鸾转身走出2步，又退了回来。还有一件事，不许再去偷你师姐师妹的贴身衣物了。顾青鸾说完就走了。林七雨也从对方的根骨中感受到，对方并不是尚未成年，而是体弱多病，一直养在深闺未食人间烟火，所以看上去像个萝莉。这难度还真低啊。林七雨笑了，忽地上去拉住对方的手道：“夏妹妹，我带你到处转转吧。”这一碰，林七雨就把玉骨下在了对方身上。被林七雨忽然拉住小手，夏文玉的小脸瞬间涨红，心脏狂跳不止。玉骨瞬间练成了螭骨，螭骨形似蝴蝶，五彩斑斓的花纹令人眼花缭乱，飞舞之时带着香甜可口的芳香，让人有一种想要沉沉睡去的甜蜜困意。林七雨拉着夏文玉跑进百花园，一走入其中，无数百花蝶呼地飞起，在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花园中，组成了一条直飞天穹的彩色小河。这是林七雨利用百灵之子神通专门为这小姑娘绘制的画卷，而画卷的中央站着的就是拉着小姑娘手的自己。夏文玉面色绯红，心跳加速，螭骨开始越长越大。此时的小萝莉好像是话匣子打开了一般，好美啊！以前在家中，娘亲天天逼着我学丹方、炼丹药、喝苦药，无聊的要死啊。林七雨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看更多更美的东西。”说罢，林七雨便带着夏文玉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片灵田前。夏文玉看着灵田，惊讶地捂住了嘴：“好多高品质的灵草啊，这都是你种的吗？”林七雨点头。夏文玉立刻上前细细查看，秦灵草、九叶花、水海棠。忽的，夏文玉意识到了什么，这些都是调节我体内水火双灵根不合的草药。林七雨点头：“是啊，我专门为你种的，知道你要来，为你治病用。”此时，夏文玉心中的螭骨长得更大了，其撒娇一般的鼓着腮帮子说道：“不是说我和你多多交流，我的病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句话了，病还没有好？我不要吃药，要好苦的。”林七雨眉头抖了抖：“你知道这个多多交流是什么意思吗？”夏文玉歪头看着林七雨：“不是让我们两个聊天吗？”林七雨心说：“我要不是魔心坚定，可能这一下真就被蒙得下不去手了。”林七雨缓步上前，在对方耳边低声说了2句。砰的一下，夏文玉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捂着脸羞涩的后退道：“双休，我原来到这要。”夏文玉心中的螭骨开始使劲的扇，好像是在说：“老板，我已经使全力了，你赶紧下手啊！”此时，百灵之子的神通生效，夏文玉脚后忽地升起了一根树藤，将夏文玉绊倒。夏文玉一个不注意，摔入了最左侧用于种植水海棠的潭水中。呀！救命啊！不会水的夏文云向着池底沉去。林七雨先是对着一旁的老树竖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喊道：“稳住，我来救你。”夏文玉缓缓地醒来，感觉嘴唇暖暖的，就见林七雨的面容就在眼前。呀，变态啊！夏文玉忽的一巴掌扇在了林七雨脸上，一看自己的小白裙、过膝白丝、小鞋子正在火边烤，自己正赤裸的躺在林七雨床上，尖叫道：“你对我做了什么？”林七雨连忙挥手：“我什么也没做，你刚刚落水了，我再给你做人工呼吸，不脱掉湿衣服，你的身体肯定会得重病的。那你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帮忙？”林七雨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这是你和我的秘密，万一你娘知道，你来这第一天就有生命危险，会接你走的。”夏文玉忽然沉默了。
林七雨起身，我去给你熬药。一边是娘亲教导的自怜自爱、严厉训诫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苦药，一边是欲望之主的甜言蜜语、糖衣炮弹，还有看似甜蜜，实则是吃骨营造的美梦。小姑娘最后还是选错了，她拉住了林七雨的手，别走，我不想喝苦药了。夏文玉的病源于水火双天灵根的相互不容、相克相杀，在其体内不断搅动。但当林七雨的天木灵根插入其中，直达底端之后，就完成了水生木、木生火、火助炼丹术的完美循环。不但可以提升夏文玉的炼丹资质，还能治疗其病痛，幸福感翻倍。但问题也出在林七雨身上，林七雨是炼蛊的，他的这个木是妖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入林七雨的卧房内，夏文玉再次睁眼，清纯的大眼睛中多了一丝紫色的妖气。林七雨看着像是树袋熊一样紧紧搂住自己的夏文玉道：早上好。此时林七雨惊讶地发现，夏文玉体内的那只螭骨长得特别的大气，身上的斑点变为橙黑相交的条纹，宛若一只霸王斑蝶。林七雨心中震惊，螭骨王，我靠，我们2个人3个天灵根和顶级炼丹资质，在满足螭欲的过程中居然养出了一只螭骨王。贪嗔痴慢疑欲6种基础蛊虫都是一阶蛊虫，林七雨的所有蛊术都是依靠着6种蛊虫排列组合炼蛊完成的。而蛊王是万里挑一的存在，出生就是2阶蛊虫，往后炼出来的蛊虫都必定高于同阶蛊虫。看着林七雨痴痴地看着自己，夏文玉心中满是欢喜道：喂，还看？不许看！林七雨在夏文玉额头上盖了个章，捏了捏对方小苹果般羞红的面颊。我太喜欢了，当然忍不住要看啊。1分钟后，夏文玉穿戴完毕，此时的她身体终于不再虚弱，也准备给自己夫君露一手。就见其抱出丹鼎，开始炼丹，居然以9品丹师的能力炼出了7品灵气丹。夏文玉高兴地蹦了起来：七雨哥哥，你看到了吗？我好厉害，我可以越2级炼丹了，以前的我都不行的。果然，我们2个在一起是最明智的。我炼丹，你种草药，天天交流，同时提升我们2人的实力。林七雨点了点头，说道：是啊，这样我可舍不得你离开了。林七雨说的是实话，他看到了夏文玉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就更不会让他走了。林七雨在夏文玉肩上一拍，又下了6只玉蛊。螭蛊王那可是2阶蛊虫，一般的蛊虫哪里是他的对手，刚一下进去，就有2只玉蛊被其吸干。走吧，我们去集市上转转。林七雨说着，就带着夏文玉出了门。集市上，林七雨给夏文玉买了一大堆的丹方和一个昂贵的丹炉，用掉了全部的积蓄，这更是让其心中的螭蛊王战斗力暴涨，又吸干了1只玉蛊。忽的，就在此时，林七雨见迎面走来了一个面色不善的壮汉，此人正是大长老的儿子楚天雄。楚天雄狠狠地瞪了林七雨一眼，极欲魔瞳看见了对方心中的欲望。哼，宗主对这小兔崽的偏爱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消耗一个仙气，大量的资源，让其娶到如此貌美如花、家世显赫的美人。治疗好了灵根，有天目灵根又如何？老子还是天剑灵根呢，修为更是炼气大圆满。这个炼气1层的，拽什么拽？一辈子追不上我的废物，好想揍他一顿。林七雨微微一笑，计上心头。忽的一只野黑猫跑过，撞在了楚天雄脸上，靠着百灵之子神通，将嗔蛊下在了对方身上。你这该死的猫，老子打死你！敢拦本大爷的路！说罢，楚天雄将黑猫丢在地上，举剑便要砍。见此情景，夏文玉跑了过去，拦在了小猫咪前，喊道：不许欺负小猫咪。林七雨微微一笑，一切都如其计划的一样。中了嗔蛊的楚天雄无法控制愤怒，只见9灵圣剑寒芒一闪，将这一剑拦下。楚天雄怒目圆睁，林七雨恢复了灵根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小心又被废了，老子看你不爽很久了。林七雨笑道：楚兄息怒，为了一只猫出手伤人，恐不被人耻笑。楚天雄注意到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心中怒火更甚。嗔蛊与林七雨配合得很好，不断在其心中撕咬。笑什么笑？楚天雄指着林七雨鼻子骂道：有本事我们生死擂台上见，老子将你剁成肉泥。林七雨则等的就是这个，道：好啊，一切听楚兄的安排。楚天雄边走边骂：林七雨，3天后生死擂台上，我必杀你。林七雨则是扶起了夏文玉，回到卧房中，夏文玉一边给小黑猫包扎伤口，一边为其取名为小煤球。见林七雨一脸严肃地看着窗外，夏文玉走了过来，好像犯错了一样，低头说道：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那个楚天雄已经炼气大圆满了，七雨哥哥才刚刚恢复灵根。林七雨知道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了，这螭蛊王对于林七雨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那条吃了天道气运的悲痛欲绝蛊，自己得帮他铺好不断成长炼化的路。林七雨继续说道：其实你可以帮我的。夏文玉点头：我知道，我们双修的话，你会提升得很快，就算加上我给你炼丹，也很难3天达到炼气大圆满。林七雨其实已经天道筑基，但却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还有一种办法提升双修效率。说罢，林七羽拿出了一本自己默写出来的阴阳合欢诀。这是邪修道法。夏文玉吓得全身发抖，为何七羽哥哥有此等功法？你的意思是让我修魔？林七羽点头，是的，我们一起修魔。夏文玉连忙摇头，不可，修魔是万万不可的。林七羽惆怅转头，对不起，是我过分要求了。夏文玉心中被悲凉，他觉得七羽哥哥对自己这么好，自己却在其困难的时候没有帮他，惭愧之情油然而生。尸骨王猛然发威，吃掉了3条玉骨，成功的练出了林七羽的第1只3级蛊虫痴情望星骨王。夏文玉狠狠咬牙，拉住林七羽的手，小小的眼眸中妖邪紫气更甚。为了七羽哥哥，我什么都愿意做。夏文玉捧着阴阳合欢诀，坐在床上研读。显然这是有些强人所难，这小姑娘看着上面的内容，白丝小脚都要把林七羽的枕头给扣穿了，时不时的羞得全身颤抖，不断用小脑袋撞面前的枕头，又或者双手捂眼，满面羞红，不敢继续往下看，但仍然强忍着为了自己的七羽哥哥而继续研习。林七羽摇了摇头，好苗子啊，那只狐狸的合欢宗主地位将来恐要不保。接着林七羽离开了房间，去往雨花宗的藏经阁找功法去了。虽然林七羽有境界压制，但斗法总要有功法吧，自己总不能在宗门比武的时候什么极域魔瞳、噬魂大法、合欢妖术之类的魔道功法给对面砸过去，那不就相当于当着全宗门的面自曝自己就是打入宗门内部的夺舍魔修？你们快来围杀我吧！雨花宗内的藏经阁分为5大图书区，在木系图书区内，林七羽趴在书架上来回翻找，地上丢满了各类道法。儿童的小花妖，召唤2朵能让人陷入幻觉的迷魂花，能在幻觉中看见漂亮的美女，多用于聊以自慰。什么鬼？林七羽扔掉道法，又抽出一本百草种灵，可以让药材看上去更新鲜，用于将过期草药卖个好价钱。垃圾。扔掉之后，林七羽又找到了一本地阶炼气功法碎骨鞭，简直可笑，难道这树藤还能抽得过天剑灵根的宝剑吗？林七羽坐在地上叹息一口气。木系道法普遍作战能力弱，雨花宗已算木修之宝地，却只能靠种草养虫卖药赚钱，虽积累大量财富，但仍需有剑火灵根的修士担任宗内重要职务，以免外人觊觎。找了一晚上，全是些垃圾。忽的就见一老者走入店内道：“百灵之子何须叹息？此言差矣。”林七羽看着老头杵着的梅花木拐杖，皱眉道：“你是帮我绊倒夏云玉的那棵老树，找我有何事？”老梅树继续道：“20年前，曾有一位木修天才，也曾在这藏经阁中日日苦读。百灵之子何不到处找找，兴许有其留下的笔记。”林七羽继续道：“你是说凌天被疯婆子砍死的那位？”老梅树继续道：“魔尊大人可别小瞧人，天山雪卫曾是一支劲旅，在天山关镇杀妖蛮，血灵女帝一日杀死7万妖邪，被杀戮欲心魔所吞噬，随后堕入魔道。如若不是因为你是欲望之主，其让输于你，你真有把握打过他吗？凌天当时也只是棋差一招，根基不稳，否则生死难料。”说罢，老者化为飘散的梅花，消散于空气中。林七羽思索片刻，前往阁顶的静心堂，发现有一书房大门紧闭，数道根须缠绕于门上。看了一眼钥匙孔，林七羽从装遗物的纳戒中拿出一把钥匙，插入其中，就见藤蔓纷纷退散，大门打开。一进门，林七羽就闻到了一股花香，案榻之上的书卷早已落满灰尘。拿起书卷翻看，木修之法关键在控、淬毒、治疗、寄生、缠绕，生生不息。但万变万宗，修行困难，不少木修只通其中1、2法门，难堪大用灵杀之地，妖邪横向。近日遇魔现世，其以蛊害人，十恶不赦。但其思路尚可，木修之才在于与世间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相沟通，当以幻灵尽其才，而通变万法。古之道能获众生，但未尽万灵，如若诡计不成，其战力不如其余6位魔尊。我自幼贫寒，未有天道筑基之才，通百灵之资，所著道法以留后人。灵七赞叹，这世上真是英杰无数啊！他居然在我才出世的时候就猜到了我在不用玉骨偷袭的情况下，战斗力是7位魔尊中最弱的，而且还想到了补全之法，召唤刘木修吗？那老叔说的没错，他棋差一招，差在家境贫寒，未能天道筑基，获得独有的与万物通灵的逆天神通。林七羽从案榻上拿起了一本橙色封面的天阶炼气功法，笑道：“甚好，甚好。”接下来的日子里，林七羽在家中养了3朵月季花，日日精心照料，浇水施肥，让其吸收天地灵气。夜晚就和夏文玉则一同修炼，两人都受益无穷，修炼速度不断加快，也让林七羽进一步感受到了夏文玉在合欢树上的才能。3日之后，
演武台下不少弟子正在下注赌博，赌注并不是单纯的林七羽赢还是楚天雄赢，而是分了很多战斗中出现的情况。压楚天雄赢的最多，32万零10；压林七羽赢但靠法宝赢的第二多，30万零10；压楚天雄赢并且一招秒杀的第三多，27万零10。其他零零总总大概还有20万零10。赌桌上的人此时正在高谈阔论。我给你说了，压楚天雄赢可能性最大最稳。稳个屁，你不知道林七羽是吃软饭的，宗主为了他连仙器都敢送人，指不定得了什么逆天法宝才敢上台比武，那又有个屁用啊！再好的法宝拿在废物手中也是废物，他没准法器才拿出来就被楚天雄一剑砍了。林七羽心说开这个赌盘的人是个精明之人，其赌盘上通过谁赢谁输，靠什么赢，用几招赢，通过排列组合形成了10几个不同下注选项，不但赔率更大，而且更刺激，更能引发人的赌欲。此时楚天雄推开周围的人，怒气冲冲地看着林七羽，你总算来送死了，我等你好久了。林七羽一看对方，心中的嗔骨已经从小蛇长成了巨蟒，看样子这几天天天都在想上了擂台赛要怎么杀自己。在嗔骨的蛊惑下，其直接将所有家当、零食、天财地宝全部压在了赌桌上，压自己赢。楚天雄怒不可遏地看着林七羽，咬牙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压一剑砍死你吗？因为我要一刀一刀的把你片成肉片。林七羽微微一笑说道，既然如此，我也压自己一点吧。赌桌上唯有一个赌盘无人压住，林七羽赢，不用法器，一招制胜。林七羽默默地拿出100-10压上。此刻在场的弟子们都惊呆了，这疯了吧，居然这么压！才恢复天幕灵根就狂得没边了，他该不会忘带法器吧？那他死定了。楚天雄有天剑灵根，他是天幕灵根，别说才练气了，就算筑基也不可能是楚天雄的对手啊。然而赌盘已经疯了，林七羽和楚天雄站上了台，就听一声清脆的铜磬声响起。林七羽的掐诀速度快若闪电，口中念诀，天阶道法，三花聚顶。此时林七羽背后忽地升起3根藤蔓，藤蔓花苞艳丽，乃是3朵巨型月季花。月季花骨朵缓慢舒展，花苞出绽，就见其中站起了3位娇艳欲滴的大美人，乃是3个花妖。大姐美颜成熟，风韵万千；二姐纯洁无瑕，青春靓丽；三妹娇小可爱，懵懂纯真。3位美人各有千秋，却又如孪生3姐妹一般，相貌相似，美丽不可方物。更让在场的男修士们看得鼻血直喷的是，这大中小3姐妹穿着相同，那都是相当的凉快。左脚玉足的2指上有一朵娇艳月季，如指环般枝根环于指上，枝叶如绳划过脚背，绑于脚踝。翠绿带着叶纹的3角裤紧贴躯体，润出月季粉的胸贴以护其风。一共就只穿了这么多，穿了比不穿看着还劲爆。林七羽也是第一次召唤月季3姐妹，心说你们花妖都是穿情趣内衣出来打架的吗？这要是把百花谷的花都练成花妖，那不就相当于维多利亚的秘密超模时尚内衣展现场了？难怪林家祖传技能偷女装，光是给你们买衣服就是一笔巨款了。林七羽咳嗽了一声，佯装镇定，月季雅、月季恩、月季恋，干掉他。林七羽取名还是有讲究的，粉月季的花语分别是优雅、感恩、初恋。遵命，主人。月季3姐妹同时应答。二姐月季恩率先出手，手中藤蔓如同闪电般挥舞而出，直砸向地面。法术藤劲。楚天雄猛然跃起，全力准备劈砍，忽的就见地面伸出数道韧性十足的藤蔓，迅速绞住自己手脚。长满荆棘的乱藤自下而上冲天而起，将楚天雄团团禁锢，越是挣扎，藤蔓就缠绕得越紧。楚天雄仰天怒嚎，魂石爆！一道汹涌的灵气猛然爆发，其身体外皮变得如同岩石一样坚固，不断膨胀的同时，身体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挣脱藤蔓，大姐月季雅朱唇轻齐，向着手心一吹，一股淡紫色毒雾缓慢弥散开来。道法猛毒，敖楚天雄喷出一口鲜血，嘴唇发紫。战斗时人心中往往只会想如何战胜对手，这种欲望也能被林七羽的极欲魔瞳看见。林七羽，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就算用出暴血斩，也要杀了你。林七羽微微一笑，顺着束缚住对方的藤蔓，就将9条玉骨下了过去。9条玉骨群起而攻之，将那条大嗔骨分而10支，最终一条玉骨炼出了求而不得骨。愤怒的楚天雄猛然嚎叫，暴血斩！就见其全身经脉血管猛然爆裂，巨大的力量挣脱了藤蔓，一剑砍飞月季恩，向着林七羽的方向就飞扑而去。手中长剑如陨石坠落，划出道倒气浪，直砸向林七羽，要将其连带演武台一通砸碎。月季恋抬起右手猛然甩，即生花种，10几枚种子砸入楚天雄体内，就见这些种子开始快速地吸收其体内的灵力。
同时其身体上逐渐长出了一朵朵的月季花。这些月季花成熟变落，飞向月季恩的体内，让重伤倒地的月季恩再次站起，并继续使用荆棘阻拦楚天雄。楚天雄愤怒地嚎叫着，林七羽近在眼前，却越来越模糊。他全身缠满荆棘，灵力不断被抽取，毒素不断侵入体内。楚天雄停在了林七羽面前1寸的位置，剑刃停在了林七羽鼻尖之前。楚天雄全身长满月季，身体干瘪，伤口处不断流出紫色的毒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人忽地跳起来高呼：“我靠！林七羽赢了，我赢钱了！”周围惊得目瞪口呆的人，忽有一位站起，一耳光扇在他头上：“你赢了个屁！只有林七羽一个人赢了，他没有使用法器，从头到尾只用了一个道法就赢了。三花巨顶，原来不只是3朵花长的娇艳玉滴很顶，战斗力也很顶啊！”林七羽嘴角微微的弯曲，心中暗喜，甚好，不但赢了110多万灵石和楚天雄的全部家当，还练出了求而不得蛊这个非常好用的蛊虫。月季3姐妹忽地冲到了林七羽的身边，全部贴在了林七羽身上。大姐月季雅个子较高，将林七羽搂在怀里：“主人，我们3姐妹这次可累坏了，今晚可要好好的给我们浇浇水。”月季恩则是拉着林七羽的胳膊：“喂，主人，还有我，你每天松土的时候都忘了我，只给姐姐和妹妹松，你今晚再不给我松土，小心我用鞭子抽你哦。”月季恋羞涩地低下头，在一旁看着。主人，月季恋别无所求，只求主人能多摸摸我。好好，我知道了。林七羽快被几姐妹扯烂了，答应他们后，3女才化为飘散的月季花瓣消失。周围的观众又羡慕又嫉妒，心说自己家养的花什么时候能变成这样？有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端倪，这是当年为救宗门陨落的天才凌天自创的道法通灵召唤术。不止如此，这3个花妖战斗力远比当年凌天的更强，不止继承，他还精进了。我们雨花宗出了一个天才。此时演舞台的背阴处，顾青鸾微笑着正欲走出，忽的就见夏文玉冲上台，将林七羽扑倒在地：“七羽哥哥，吓死我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担心你。”顾青鸾停住了：“是啊，自己已经为妻儿寻了一门亲事了。”顾青鸾的意识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凌天首次召唤出花妖之时，自己也是这般暗怀秋波，踌躇不前。而师妹直接冲上台抱住了凌天，此时此刻宛若昨日再现。顾青鸾心中玉骨在翻转，一个心魔在低语：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次吗？去吧，忘却什么师徒，移植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次比武之后，大长老势力再遭削弱，林七羽一边与夏文玉双修，一边提升修为。忽的一日，林七羽在宗门口看到了一个委托，随后就下山了。永明州双烟镇，林七羽拿着一张悬赏榜纸，这次下山来，表面上是解除双烟镇的妖邪怪事，实际上林七羽是来找一样东西的。走到一个大户人家门口停下，林七羽仰头看着旗上的牌匾刘府。林七羽一边敲门一边说道：“刘员外在家吗？”一位相貌清秀的侍女开门道：“是雨花宗掌门的侄儿林七羽阁下吗？”林七羽点头：“是的。”就听屋内一人高声叫道：“晴儿，快把仙师迎进来！”林七羽一进门，就见刘员外一家老小全在祠堂候着，个个神情沮丧，面容憔悴。刘员外家的3个女儿都是大美人，但也一脸愁容，宛若失魂。刘员外率先高叫道：“林仙师，快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家里闹鬼了，昨夜有一段头女鬼在家中游荡，可吓死老夫了。”却是听大女儿道：“不是女鬼，是虎精，老虎成精，吃了咱家的鸡鸭。”3女儿道：“明明是树妖，我看见了，眼睁睁看着他毒死了所有的畜生。”2女儿则是说道：“明明是山鬼，从地下钻出来的，我看见了，就在大姐的房间内。”林七羽用玉之魔统扫了在场人一遍，发现他们都在说实话，于是继续：“好了，我知道了，能请人带我到处转转吗？”刘员外立刻高叫道：“晴儿，快带仙师去捉鬼！捉鬼！明明是树妖，是山鬼，是虎精！”林七羽转了转，发现这个刘员外家可是相当富有，家田万亩，宅邸宽广，院落中修建了一座大大的祠堂。这祠堂中赫然供着一尊大财神，财神纯金打造，精雕细琢，中间的供桌上赫然是一只纯金打的大蟾蜍香炉。见四下无人，林七羽笑了笑：“好蟾蜍啊，晴儿，你这相练了多久？毒香宗的毒术，你修炼到第几重了？”晴儿听闻此话，面色煞白：“你在说什么？”林七羽摇了摇头：“毒香宗是第7魔尊手下的5大魔宗之一，对应吃喝嫖赌抽中的抽，能炼制使人致幻的香膏。你这是最低品阶的毒香，能使人致幻。聪明，你对玉之道的理解很不错，是个好苗子。把毒香下在贪心员外不可能丢掉的金蟾蜍上，但你还有需要精进的地方，比如女鬼、树妖、山鬼、虎精，分别属阴、木、土、火。这4种妖魔属性完全相斥，如果出现在同一个宅邸里，
他们会自己先打起来。你对毒香的控制还不熟练，无法控制让人看见特定的幻觉，情有可原。但一整个宅邸的人都看见了鬼怪宛若失魂，你还神采奕奕的，这就是大破绽了。如果来的不是我，而是正道修士，你已经死了。听闻此话，秦儿皱眉说道：你到底是谁？林七羽继续道：和你一样是邪修，一会儿我会灭了毒香，然后说妖魔已除，你从后门出来见我。秦儿说道：前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刘家我必杀之，除非你能将第七魔尊殿下请来，否则我矢志不渝。林七羽一把掐住秦儿的脖颈，准备吞噬其心魔，转化为自己的修为，然后走人。却是在吸收的时候看清了秦儿的心魔是复仇欲。秦儿本是一农家少女，被测出灵根，土木亲和体，父母为凑齐送其去宗门拜师的路费，于是向刘员外家的钱庄借了钱。刘员外见秦儿家父母双双不识字，于是串通乡里的秀才，假报了利息，最终骗得秦儿家的土地被抵押，家父家母被打死。秦儿前往了最近的宗门拜师，却因拒绝被宗主的儿子调戏，无功法可修，被逐出宗门。回到家，发现已家破人亡的秦儿，便开始去集市中淘换古典，意外找到了一本毒香法残卷，对七位魔尊十分的崇拜，特别是第七魔尊欲望之主林七玉，因为其手下的邪宗道法没有内外门杂役之分，一切放情纵欲之辈皆可修其道。林七羽放下了秦儿，没有吞噬其神魂。他出生于末法地灵沙地区，深知末法地人的痛苦，天生没有灵根，在资源极度匮乏、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唯有修魔求一席安身之地。他的故事虽不尽相同，但却是同一份悲哀。取秽我物，何罪之有？气不可用，使意节哀。听到林七羽的话，秦儿一脸疑惑，这是什么意思？林七羽叹息一口气，这是噬魂法的口诀，夺人灵根的。你资质太差，需要换灵根，你不是要修魔吗？我教你。秦儿深知刚刚林七羽如果不收手，自己就死了。这小姑娘脑袋也是机灵，立刻意识到了自己这是遇上机缘了啊，连忙3叩9拜行了拜师礼，说道：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是，师父，我有一事相求，我要刘员外家破人亡，只要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什么都听师父的。林七羽继续说道：这是你的第一课，要懂得以退为进，你知道赌场怎么赚钱吗？秦儿低下了头，思考了一会儿，说道：靠赢客人的钱。错。林七羽敲了秦儿的脑袋一下，道：赌场靠的是流水，客人输赢无所谓，只要他愿意一直来赌，越赌越大，迟早会输光。林七羽的右手凝聚出一只玉骨，看着玉骨说道：玉骨的使用窍门也在这里，不要在意你下蛊的人心中的欲望是否被满足，你要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诱惑其突破自己的底线，动摇自己的道心。欲望永无止境，无限膨胀，上一个欲望的满足只是下一个欲望的开始，迟早被心魔反噬，沦为我们的奴仆。秦儿听得一头雾水，道：师父，我还是不懂，我要怎么办？林七羽又敲了秦儿的脑袋一下，演好你的小侍女，我给你演示一遍，好好看，好好学。秦儿 QAQ， 师父，我会好好学的，可不可以别打头啊？林七羽拔剑将金蟾蜍砍碎，将其中的毒香收走，说道：去告诉刘员外，他家的邪祟已除，这金蟾蜍乃是妖物所化，已被我诛杀。秦儿还是不解，但仍是照做。刘员外一家心急火燎地来到祠堂，颤颤巍巍地问道：仙师，妖邪是否真的已除？林七羽继续道：放心，今夜我保你全家安康，如若还看见邪祟，我便不收报酬。林七羽非常清楚一件事，人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往往只有一个愿望，但只要不用死了，就会有无数个愿望。必须先让人在心中确定安全，他们心中的贪念才会流露而出。刘员外心中确定妖邪已除，大为宽心，但一看见被林七羽砍碎的金蟾蜍，烦恼又一拥而上。哎呦，这蟾蜍当时花了我20万灵石啊，这是多少个月的地租，几十家店户的糊口粮啊！我这些年靠高利贷让农户变成佃农，让佃农没日没夜的上工，也才赚几百万而已啊，还要拿出50万灵石答谢，何不干脆以毁了金蟾蜍为由头，少给报酬？不错，让3个女儿劝劝，再备一些美酒。林七羽笑了，这老员外贪心不足蛇吞象，不用他继续练贪得无厌蛊，简直可惜。随手拍了刘员外肩膀一下，将贪得无厌蛊下入其体，道：员外该结账了。刘员外笑道：对对对，结账结账，哈哈，放心，我们刘家是1分钱也不会给，呸，1分钱也不会少给仙师的，只求仙师在宅中多住几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邪祟，老夫必有重谢。林七羽微微一笑，道：好呀，是你请我留下的，不是我非要留下的哦。刘员外置下好酒好菜，让自己的3位女儿轮流敬酒，嘴上全是恭维，
却旁敲侧击地说自己那个蟾蜍多么值钱，自己多么心疼。林七雨也不接话，只是吃喝。刘员外也是懂如何与人打交道的，吃喝玩乐要一样不少，于是道：要不林仙师，不如我们玩几把。林七雨笑了，玩什么？麻将啊。刘员外想着自己只要输点零食给林七雨，人家耳朵软了，再说金蟾蜍的事。林七雨微微一笑，点头答应。和林七雨赌这种需要动脑子的赌局非常难，因为林七雨的极域魔童能看见对方想要的牌。刘员外想输，但却把赢林七雨的钱。刘员外一晚上就赢了10万零食，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仙师，我这运气有点好啊。此时贪得无厌谷开始配合林七雨，不断在刘员外心中转动。不错不错啊，我有个想法，我这运气这么好，要是继续赢，连赢7天，不就赚回金蟾蜍的钱，同时还1块零食也不用给了吗？第二日，刘员外继续找林七雨打麻将，一天下来赢了20万零食，贪得无厌谷继续长大。第三日，刘员外继续打麻将，赢了39万9999零食，就差1块零食。夜晚，刘太太劝道：老刘，人家为我们家展出要挟，你一直赢钱不好吧？明日备些韭菜，别打了，1块零食你给得出手吗？还是多给点。然而刘员外却坚决地摇了摇头，我1块零食也不给，明天接着打。刘员外渐渐沉沉入睡，却是见一旁的盆栽中爬出了一只形似牵牛、全身灰白、衰运萦绕的蛊虫。这正是林七雨用楚天教练的求而不得蛊。求而不得蛊钻入刘员外的体内，与贪得无厌蛊相互厮杀。刘员外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一直打牌，一直赢，一直赢，赢了金山银山，赢了天地万道，赢得胜天半子。皇帝老儿皆来拜服，9州万邦都来朝拜，连王母娘娘都要给自己为妾为妻。此时其心中的求而不得蛊将贪得无厌蛊吞噬殆尽，进化为了林七雨的第2只3阶蛊虫逢赌必输蛊。逢赌必输蛊全身透明，形似牵牛，背后的一双翅膀分别写着一个衰字，一个没字，嘴巴上2个钳子好似发牌员用的拨杆，一旦夹住就难逃毒手。身体上的斑点似麻将的筒子，肚子中长了一个6面全是一点的头子。中了此蛊，毒瘾缠身，越赌越输，越输越赌。第4日，刘员外将还在睡觉的林七雨叫了起来：仙师，仙师，咱们接着玩吧。林七雨却是道：打得太小了，没意思，不如我们再打大点，打1万零食的。刘员外欣喜若狂啊，心中逢赌必输蛊越长越大。好啊好啊，麻将声声，骰子转转，吃烹擀糊，金银滚滚。刘员外额头上冷汗一滴滴的往下滴，仅仅1天其就输了150万零食，积蓄全部被掏空。林七雨微微一笑：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宗门了。刘员外，50万零食的报酬该给我了吧？刘员外喘息着粗气道：仙师，仙师，再玩玩，再玩玩，小赌怡情嘛。林七雨摇了摇头：我该走了，继续赢，我不好意思了。刘员外摇了摇头：没事没事，老夫还有的赌，看见外面的田了吗？还有镇上的酒楼，明月高照，野猫懒鸣，白月渐落，朝阳再起。林七雨将田契、房契收入其中道：天色不早了，我该走了。听闻此话，刘员外赶忙拉住林七雨，他想要赢，一直赢，一把赢回来。林仙师说的没错，赌的还是太小了，咱们再大点。林七雨摇了摇头：别打了，刘员外，冷静点，50万零食我不要了，反正你也给不起了。我还有。刘员外拿出房契：我还有这祖宅，那祠堂还有400万。林七极域魔童看见对方说的那400万是钱庄中储户的钱和他放出的高利贷。刘员外吩咐下人拿了出来，放上赌桌，摇了摇头。林七雨回到座上，洗牌、码牌、摸牌。林七雨甚至都不看牌，直接一推，天胡清一色带钩。刘员外看着林七雨面前的天胡，怒道：你骗我，骗我，你在套路我。林七雨微微一笑，收走了零食和地契，起身说道：骗你？我骗了你什么？是你让我留下找我打牌，我说不打，你还拉着我打的。说罢，林七雨拍了一下刘员外的肩膀，收回逢赌必输蛊。如果刘员外没有其他事的话，现在就可以滚出我家了。这一日，双烟镇注定不平凡。刘员外拿银庄中的钱出去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事迅速传遍了乡里。欠着双烟镇老百姓400多万零食的刘员外自是不敢逗留，一溜烟的逃命。然而他们一家娇生惯养，哪跑得过镇里的长工，最后被追上，扭送到了州府中。刘员外一家男的被发配终身徭役，前往地灵关修筑抵御妖兽和末法地邪修入侵的边防，而女的则被赐配为官妓。林七雨坐在刘府的老爷椅上来回摇，正清点着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零食和田地。这员外还真富啊，1000万零食的总资产，500万零食的流动资金。此时晴儿走了进来：师傅，
你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林七雨瞥眼看向晴儿，不是你说要报仇的吗？你不会连报仇2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就让我帮你了吧？晴儿低下头，不是，师父帮我报仇之恩，我没齿难忘。只是刘家3位小姐并非恶人，他们被变卖为娼之时，我有些于心不忍。林七雨笑了，在你眼里，卖娼就是残忍了。你从来没有去过末法地对吧？一直是在惩罚的修魔的。晴儿点头，贞洁之于女性，被玷污不是很残忍吗？哈哈哈哈！林七雨仰天大笑，我好羡慕你啊，从来没有见过人间地狱，更没有去过，在那里活着就是一种折磨。哪怕是惩罚的最卑贱的娼妓过的，也比末法地的正常人好100倍、1000倍。晴儿疑惑地说道：师父是要送我去末法地历练？不。林七雨摇了摇头，他被气笑了。末法的是什么样，成法地的人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去末法地，我不希望任何人生活在末法地，我希望末法的从世界上消失。这就是我和正道们在争的事，终有一天，那破树会在我面前燃成灰。林七雨对晴儿相当的偏爱，于是便为刘家3姐妹赎身，收为了自己的婢女，并把晴儿弄到了百花园，当了一个内门杂役，实则是将其当作亲传弟子，教授晴儿炼玉骨和炼毒香，并规定其白天炼香，晚上炼骨，每天要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9点，1周要忙6天。晴儿很不满，师父，虽然我想修魔，但是你这时间安排的，我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林七雨点了点头，的确，正常情况下，修炼玉之道最忌讳苦修。木灵根适合炼骨，土灵根适合炼毒香，你先天对土木有亲和力，既然是先天土木圣体，那就不得不当牛马用了。夜晚，林七雨回到家，发现夏文玉躺在床上，宛若失了魂一般，憔悴无力，瘫软无力。不好，下山太久了，忘记了他在独守空房了。林七雨喊道：文玉，我回来了。中了痴情忘心蛊王的夏文玉就像被恋爱脑置换了一切思想一般，一天见不到林七雨就魂不守舍，身心疲惫。这林七雨一连走了5天，那更是险些被折磨到心魔反噬。夫君，夏文玉猛地跳了起来，手脚并用地抱住林七雨。夫君，求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夫君，我一定好好修炼，伺候夫君，只求夫君不要我。林七雨拍了拍夏文玉的后背，将痴情忘心蛊王收了回来，心中暗道：该死，这痴情忘心蛊王的威力远远强于痴情忘心蛊，还好我没有在外逗留，否则再晚回来一点，他就要变成一个只会喊气于老公我爱你的失心疯妖女了，还要留着他给我炼丹呢。反正心魔已成，先收回来，以免节外生枝。林七雨继续说道：好了好了，玉儿，我在，你只要好好炼丹，好好修炼我给你的功法，我就不会不要你的。一听此话，夏文玉是感激涕零，在林七雨怀中蹭了蹭。好的，玉儿一定听话。然后林七雨就知道了一个新的心得，那就是绝不动给练了秘法的人下痴情忘心蛊王，特别是他痴情对象是你的时候。原因在于，在见不到爱慕对象的时候，痴情忘心蛊王会累积其爱欲并不断加倍，这时候要是来个小别胜新婚，那威力还得加倍，再加上和欢宗功法，那更是超级加倍。林七雨吞了一口唾沫，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林七雨准备遁逃的时候，却是见夏文玉直接反锁了大门，道：夫君哪里去？今晚还有漫漫长夜，明日便是清明，也不留下来陪我3日。林七雨摇了摇头，我有点小事，或者至少让我调息些许时日。夏文玉摇了摇头，夫君何出此言？你忘了我是炼丹奇才了吗？请看妾身为你准备的滋补丹药。说罢，夏文玉打开了一旁的水缸，里面满满当当放着1水缸的补肾丹。夏文玉微笑着说道：夫君，你抛下我独守空房，我没想你一次就炼一枚，你若不将这丹药耗尽，休想离开。3日之后，山月七推着轮椅，其上是已经下不了地的林七雨。林七雨生无可恋地看着远方，想起了一位故人，叹息道：为什么每次我遇上那些面色清纯，以为可以轻松拿捏的少女时，只要将合欢功法交于他们，最后的结果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山月七皱微微一歪头，嘟嘴气冲冲的道：主人，你还欠我20次呢。林七雨转头看向山月七，面色更加惨白了。山月七推着林七雨在内门散步，希望自己主人好生休养，早日脱离虚脱状态。然而就在此时，林七雨忽见远一莲花香池，池中一少女如荷花般娇美，其赤足着粉艳青衣，粉青相间，淡雅清新，宛若水墨画中走出一般美艳。林七雨看见这位少女正在一兽皮上画画写写，不由一愣，下笔干练，指尖有力，清幽含蓄，而又急如骤雨，看样子是一个厉害的符箓师啊。山月七低下头道：主人果然好眼力，此女乃是内门天才符箓师殷嫣，人称画痴，
一天中除了盘膝打坐、领悟画意，就是不断的画符箓。推我过去。林七雨淡淡道。随后，林七雨来到了亭台中，殷烟画了好一会儿，才惊讶转头，不知林公子到此，失礼了，敢问公子有何事呢？林七雨微微一笑，宛若春风化雨道，只是见殷烟姑娘如此沉迷画符，颇为好奇，就来看看。好的，那小女继续画了。说罢，殷烟便继续舞文弄墨，但林七雨却看出了对方心中的欲望。这几日画符总感疲倦，画符用的兽皮又涨价了，临墨也不够，真羡慕那些高阶符箓师啊。林七雨看着殷烟道，姑娘笔法果然不错，但仍有欠缺。殷烟转头道，我缺什么？林公子不妨直说。林七雨继续说道，缺少一丝灵性，缺少一种与画合二为一的神韵。殷烟皱眉道，师父曾说过，万不可以纵欲而画，会走火入魔，疯魔成邪的。林七雨则是说道，除了这个，你的师父还给了你什么？是更多画符的材料，还是更加美轮美奂的意境？听到这里，殷烟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然后林七雨继续说道，抱歉了，说的有点多，如果你缺少画符的材料，可以随时来找我。说完此话，林七雨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了。此时土木牛马晴儿从地下室中钻出，道，师父，你咋坐着轮椅回来了？林七雨捏了捏眉心，晴儿，前些日子我吩咐你看的10赌9骗，你看到第几章了？晴儿继续道，看到第3章了。林七雨继续说道，有何领悟？晴儿满眼冒光，第3章讲的是如何给自己的赌场做宣传，其中说到，赌场不要过分贪恋钱财，反而要让顾客适当赢钱，并宣传赌徒们在自己的赌场赢了好多钱，最后还成功抽身了，从而吸引更多人来赌。林七雨点头，不愧为我看中的弟子，悟性就是高，今晚师傅给你表演一个实战操作。夜半3更，殷烟偷偷敲响了林七雨的房门，林七雨微微一笑，将其迎了进来，道，殷烟姑娘来了，我已准备了不少的兽皮和灵墨，夜已深了，姑娘拿走便是。殷烟躬身行礼，感谢林公子，但殷烟此来并不是为了画符箓的材料，而是想要向叶公子讨教如何做到人画合一之境界。林七雨摇了摇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会画符箓，但我知道，只要向一位真仙祈求，便会自有天助。听闻此话，殷烟颇为好奇，敢问是哪位仙人？林七雨带着殷烟来到了自己房屋的地下室，就见其中矗立着一尊雕像，赫然是第7魔尊。见此魔像，殷烟倒吸一口凉气，怎会如此？林公子屋舍之下，为何有魔尊的雕像？难道林公子是修魔之人，宗门内怪事皆因你而起？林七雨笑了，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正道之人会称第7真仙为魔？第7真仙乃大爱帝君，察苍生之疾苦，助其心中之欲念变大。但这变大真的就只有坏处吗？人之所以活着，皆因有所图，有所欲，没了欲望，那不是行尸走肉一般。有欲望才有动力，而其只是将其向着某一方向前进的动力放大了而已。你之所以画符难以精进，只因你顾虑太多，未能做到不顾一切，矢志不渝，人画合一。听到这，殷烟还是摇头，不行，太危险了，会被心魔反噬的。林七雨继续说道，谁说信养育之道就一定会被心魔反噬的？只要控制好度，便可在得了好处后抽身。你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孩，定然可以在陷得太深之前抽身，届时你已成就画符大道，人人敬仰。殷烟半信半疑，于是跪在雕塑前向雕塑跪拜。就见雕塑中赫然爬出了7只玉骨。见到7只玉骨，殷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往后挪动。这是什么怪虫啊？林七雨说道，这是第7真仙赐予你通向无上意境的大道啊。殷烟摇头，这虫子长得太诡异了，别过来。林七雨说道，此乃天赐的机缘，好多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的。你刚刚已跪拜了第7真仙，让玉骨降临，就算不触摸玉骨或无上机缘，被发现跪拜魔尊之相，也会被逐出师门的。你就这样前功尽弃了吗？殷烟想着干脆再搏一把，闭眼伸出右手，却发现这些怪虫已然不见，玉骨已经入了其身。林七雨拿出晴儿炼的致幻毒香递给对方，记好了，画符箓的时候点上，别被外人发现。殷烟心中玉骨没有变异成贪嗔痴慢疑中的任何一种蛊虫，原因在于其心中所求乃是最纯粹的对画符箓这一事件的向往，是最纯粹的欲望，故玉骨没有变异，只是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回到家中，殷烟对画符箓的欲望膨胀得十分巨大，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考，眼中只有画笔和画卷。他不知疲倦的画，点燃至幻象后变得异常敏感，耳聪目明，自己仿佛已飞升成仙。他不断的画，不知何时已然昏死。再睁眼，就见师傅正在翻看自己的符箓。殷烟满心震惊，以为自己与魔私通之事被发现，心中悲凉。师傅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殷烟，
你真是天才，你居然以8品符箓师的身份画出了6品极品符箓瞬移符，你现在是我的亲传弟子了。啊！殷嫣一脸惊喜，看向自己周围画的符箓，每一张都是极品符箓。自己昨日完全没有任何对于自己画出了极品符箓的欣喜，只是每次画符箓的时候，都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欢欣鼓舞，每一笔都想要倾注自己的心血，那种不知疲倦的感觉让其舒爽无比。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殷嫣画符箓的技术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厉害，心中的玉骨也练成了2阶蛊虫，极乐自在骨。殷嫣每晚都前往林七羽的屋舍之下，不断的叩拜第7魔尊，然后吸收更多的毒香。林七羽见到殷嫣后说道：“怎么样，殷嫣，我没骗你吧？”殷嫣点头，赞美第7真仙，赞美欲望之主，我愿将一切献给真仙，只要让我能领悟更多画符之道。林七羽点头，的确，第7真仙有一件事要你做。说罢，林七羽拿出了2样东西，一张鬼天雕的兽皮，一滩焦黑的魔血。林七羽道：“这2样东西，我呸！第7真仙花费了300万灵石从黑市购得，来自末法地，含有一丝扭曲天道之气，希望你帮忙画几张符箓。”殷嫣万分欣喜，扭曲天道，那是末法地人极端放纵7情6欲而形成的与圣法术完全相反的天道规则。赞美第7真仙，赞美欲望之主，居然给了我如此殊荣。殷嫣开始不断的画符，最终画出了3张含有扭曲天道气息的极品符箓。噬魂鬼符，噬魂鬼符能将召唤上千噬魂妖鬼，相当于金丹初期巨之道魔修的一次全力一击。收了3张鬼符，殷嫣为感谢林七羽，还送了林七羽2张瞬移符，然后林七羽就离开了。晴儿此时追了上来：“师傅，他还活得好好的啊。”林七羽继续说道：“我还要他继续给我画符箓呢，或者说过去的他已经死了，现在留下的是一个信仰第7魔尊的画痴。而且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3张极品鬼符，瞬移符也不错。”此时夏文玉也来了，其从背后一把抱住林七羽：“夫君，你要我炼制的丹药我也准备好了，1瓶极品回灵丹，1瓶极品续命丹。”林七羽在夏文玉的脑袋上盖了一个章：“很好，我的玉儿最乖了，通灵丹再炼1瓶，我也需要。”晴儿立刻意识到了什么，道：“师傅准备这么多的符箓和丹药，莫不是要赢一场恶战？”林七羽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要参加后天的宗门禁地试炼。”晴儿皱眉：“那些你的同阶修士，师傅翻手便可镇压，何须如此多的丹药和符箓？”林七羽说道：“你知道第7魔尊在邪域峰被杀之事吧？魔尊不死，会无限夺舍重生，但魔尊们死掉时，修为会散尽，这些修为会凝聚成舍利，蕴含巨量的扭曲天道。当日第7魔尊尸骨一散的舍利，定然是被主导那场伏魔大会的众多仙尊所带回各家内封印。雨花宗内定然有舍利，但我这1月寻遍宗门也未曾寻到，那便只有一个可能，其被封印在宗门内的禁地之中，并由长老级大能镇守，压制其气息。我准备丹药和符箓，就是为了与之厮杀，取回舍利中的扭曲天道。3日之后，宗门禁地之外，2长老柳长生站在高台上，高声道：“诸位弟子，今日我们将举行1年1度的禁地试炼，我们会在禁地外看守，一旦有危险，使用穿云箭呼救，我等就进来救你们。7天之内，谁能从禁地之中带出最多的妖兽内丹，将获得1枚1品结晶丹和任意一种天才地宝。”林七羽听到这也不在意，虽然奖励的确诱人，但首要任务还是寻回扭曲天道，他没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扭曲天道的珍贵程度，远不是这些能够人为炼制的丹药能比的。林七羽进入禁地白手谷，白手谷乃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巨大森林，这正适合林七羽使用百灵之子神通。林七羽单手轻按在一棵老榕树上，一瞬之间，周围方圆100里之内皆为林七羽的耳目口舌。诸位，我来此地不是为了斩杀你们，获取你们的内丹，只求诸位能给我指明这谷中可有何大能，以及你们从未见过的妖邪之气。一瞬之间，百草万木的根须相互传递林七羽的问话，只听得100灵鸟道：“白手谷以北曾有100亩白桦林，其中有一大能镇守，但1月之前邪气四溢，如若不是那大能舍命镇压，整个白手谷已毁于一旦。那100亩桦林被邪气所染，化为妖土，沃土腐败，妖木丛生，我等皆因其所困，向南遁逃。”林七羽笑了，说道：“谢谢你了，我会解决的。”忽的，就听一旁的一朵向日葵喊道：“百灵之子，我有一事要告知于你，有人要害你，300米外的老榕树给我说的。”林七羽将注意力向300米外集中，就见4位修士正在斜靠在一棵老榕树下密谋着什么。领头之人乃是大长老最后幸存的第2个儿子楚令。楚令面露杀意，这该死的林七羽居然还敢参加禁地试炼，还是一个人来的，未告知任何外人。老大，这不正是除掉他，为大哥报仇的好机会吗？楚令点头，但却心有余悸。
他实力超群，连大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老大，我有一好办法，20公里外有一拳侯巢穴，朱果乃是突破筑基所需的天材地宝，被其奉为至宝。我等只需盗取其树洞中的朱果，再将朱果送给林七羽，说我们是来和解的，这朱果是我们送他的礼物。然后将他们数万拳侯引到林七羽身旁，等到拳侯围攻林七羽时，我们再发起偷袭。楚令点头，好，此计甚妙。林七羽，你这只会靠宗主宠爱的废物，我今日便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在这境地，你这只会抱自己小一大腿的废物，叫破喉咙也没人能救你的。林七羽向着原定的方向继续前进，忽地听见背后传来了叫喊声：林哥请留步，请留步。林七羽转身就见楚令气喘吁吁地冲到了林七羽面前，手中拿着一枚朱果，道：林哥，此乃木灵气充裕之天材地宝，能助你地道筑基，我等愿献出此宝给你，助你修行，以解我们两家之仇怨。林七羽看了一眼楚令，收下了朱果，道：感谢楚兄了，不过我已经天道筑基，不需要此果，不过我还是收下吧，毕竟还要物归原主。一旁的小弟继续说道：你吹牛吧，天道筑基乃是要有大机缘之人才有1/1000的机会能成功，而且也未曾听人提起。林七羽微微一笑：是啊，我其实一直在隐藏实力，以免被人怀疑宗门中的数起邪修之案乃我所犯。既然诸位已是将死之人，我也没必要隐藏了。什么？几人被林七羽能笑盈盈地说出此等惊世骇俗之言所震惊，但吃不准对方是在说实话还是开玩笑，一时呆愣原地。大哥，快看树上！一个小弟提醒道。楚令才刚一回头，就见数万拳侯已占满了周围的树枝，将他们里3层外3层的围住。林七羽抬起右手，将朱果递给一个头戴草冠的侯王，道：都给你们说了，有人要偷你们的朱果，还让他们盗了去。此时楚令面色惊恐，这你能和妖兽说话？一旁的修士倒吸一口凉气，曾听闻有人天道筑基后获得了百灵之子神通，能与一切野生生灵对话，他刚刚没开玩笑，说的都是真的。然而随着侯王一声怒吼，数万拳侯一拥而上，将4人乱拳打死。林七羽从他们手上取下那戒，细数之后叹息道：几万细碎灵石也是灵石，收着也比没有好。侯王继续一边手舞足蹈一边道：多谢百灵之子帮我们守住了族中重宝，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因为我们一族栖息于白手谷外围，每年试炼一开，便有族人被试炼修士诛杀，取走内丹。我们准备搬迁至河西之地，以求安宁，才疏于了对族中至宝的保护。搬走！林七羽念叨着，脑海中闪过了一片茫茫废土，漫山遍野的黄沙。正当修士们遇见从天空飞过、单衣少时、皮肤蜡黄、骨瘦如柴的人蜷缩躲避，只求不被正道发现后诛杀。林七羽揪起拳侯族长怒道：那些正道都一个样，让他们一寸，他们就觉得整个世界都该围着他们转，逃又能逃到哪里去？此时林七羽发现周围拳侯们不悦的目光，于是放下了拳侯长老，抱歉，失态了。说罢林七羽转身就走。我真是气糊涂了，在这和一个野怪高谈阔论，却是见拳侯长老猛然下跪，求百灵之子为我等指引道路。周围的群侯纷纷下跪，林七羽则是心中暗道：也不错，拿到第一的方式，除了自己拥有最多的内丹以外，还有一个办法，拥有比我内丹数量多的人都死了。而且虽然这些修士修为尚弱，但参加试炼肯定为保自己狗命带上了压箱底的丹药、符箓、法宝。如果将他们的这些法器全部夺来，夺回扭曲天道，又多了一层保障。林七羽说道：有多少妖兽族群遭试炼者夺取了族人性命？拳侯长老道：无一幸免。林七羽点头：我会以百灵鸟传信，尔等听我指挥，保你们免于屠戮。此时的禁地之外，二长老轻抚胡须道：紫兰，你觉得本次的禁地试炼谁会拔得头筹？见紫兰则是说道：禁地内部凶险异常，但却有更多的天材地宝，寻宝比的第一收入更为可观，反而是外门弟子为争夺排名而大打出手，在外围围猎妖兽。近年来以所在山峰为划分，他们拉帮结派分为天极、陨日、罗黄3股势力，其分散围猎妖兽，然后将内丹集中到一人身上，以抢夺第一，再给予报酬。估计今年第一也会在3股势力中决出。二长老点了点头：我也如此认为。那个广受宗主偏爱的小子貌似也来了。见紫兰微微一笑：其余小兄弟虽灵根不错，但终究势单力薄，修为远在其之上的修士独自一人也不敢说与3派人马相抗衡，只求其平安，希望别在我们督管的试炼大会上出事，恐宗主责罚。二长老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难啊，其生性软弱，难以独当一面，年纪尚浅，不知这试炼中人心难测，但他执意要去，我们也拦不住，早点想点借口，好与宗主交差。
此时禁地内天疾峰弟子的营地中，只可见近200名弟子正在清点辎重，治疗伤员。领头大哥名叫杨浩，乃是一筑基大成修士，正在对着茫茫森林指点江山。一位手下道：“老大，有人想要见你，乃是宗主之侄林七羽。”杨浩点头：“快快有请，快快有请。”林七羽上前拱手说道：“杨前辈你好，多日不见，小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知你。”杨浩点头，洗耳恭听。林七羽道：“我在西北一山坳中偶遇一洞穴，其中有一3阶妖兽千翠湖，洞中有一灵草，乃是结晶所需的极品天材地宝翠云草。”听闻此话，杨浩面露难色。翠云草的价值远不在一枚一品结晶丹之下，只是千翠湖实力不俗，我等前去围杀，恐伤王难以下拜，兄弟们不肯啊。林七羽点头，届时我会以月季3姐妹相助，限制千翠湖行动，定然会大大降低伤亡，所得好处我只要一半，怎么样？杨浩眼中冒光，好，一言为定，有劳七羽兄了。然而其心中所想却是，好，待你与那妖狐斗的气力耗尽，我再将你杀了，答应对半分又如何？反正你都死了，我还能给你。林七羽的极域魔瞳收回，微笑着道：“应该是我要感谢杨前辈才对啊。”晌午时分，天疾峰众人来到盘蛇谷外，一修士以神识探查，随后回声道：“老大，正如林小友所言，其中乃住着一只千翠湖，还有一翠云草。”杨浩点头：“兄弟们，我们发财了，跟我上！”数百修士齐齐冲出，林七羽率先飞身上前，月季3姐妹齐齐出动，先以藤蔓困住妖狐，又以毒物配合寄生纠缠，但这3阶妖兽战力实在不俗，猛然仰天长鸣，狐鸣之声乃引得周围草木飞叶飘摇。只见山坡之上，无数灌木拔地而起，化为数人与众修士残杀在一起。林七羽盯着千翠湖，而千翠湖也一边挣扎，一边与林七羽对视。这一战虽有几十人受伤，但却因为林七羽困住了千翠湖，伤亡并不大。杨浩正欲发难，连同林七羽一同干掉。就在此时，忽的就见山腰之上，一支长箭射出，径直贯穿了自己一个手下。就见陨日峰的弟子从山腰中不断向下丢出法术，射出弓箭，大叫道：“天疾峰的，你们没想到吧？我们早就打听到了你们要来此，便再次伏击，杀了你们，不但能拿下3阶妖兽的内丹和云翠草，还能夺了你们的手上的内丹，第1名的奖励和所有天材地宝皆要落入我等之手。”杨浩气得咬牙切齿，喊道：“七羽兄弟，你先暂时控住这妖兽，我等现在就去宰了这些杂碎，确保没人夺宝。”然后陨日峰的修士站在山腰上以刀打的，天疾峰的则是攀爬山体，踏空而行，向上攻坚。就在此时，忽感大地猛然震动，山腰发生了垮塌，又是数百修士急走而出。哈哈，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让他们2个斗去，这3阶妖兽和云翠草偶罗黄蜂要定了。见这帮人朝着林七羽冲去了，被束缚的千翠湖猛然妖眼散发出一股汹涌的翠绿灵气，地面上翻腾而出无数的藤蔓，阻断了他们的去路，将他们逼向了混战的双方。最终3派人马打成了一锅粥，在混乱交战之中，双方越打越急眼，800名修士战死的只剩最后100人。杨浩靠着筑基大圆满的实力，成功带领自己手下站到了最后。林七羽面露喜色：“杨前辈，快来速速杀了这妖兽！”杨浩仰天狂笑：“哈哈哈，林七羽啊林七羽，你太天真了，为了困住这妖兽，估计你也法力耗尽了吧，去死吧！”说罢，杨浩急跃而起，手中长剑直刺向林七羽，却是见周围藤蔓猛然散开，千翠湖9条狐尾一甩，将其砸飞了出去。这……杨浩不可思议地看着林七羽，就见千翠湖正围着林七羽撒娇一般的转圈，时不时地用脑袋蹭林七羽的腰。不可能，这应该是一只野生妖兽才对啊！林七羽微微一笑：“杨大哥，这妖狐如此可爱，我改主意了。”听闻此话，杨浩立刻明白了，刚刚与千翠湖僵持之时，只不过是在演戏。你能和妖兽交流？一个重伤的小弟道：“难怪我们3路人马会同一时间在此地撞上。你能与林间万物交流，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眼中。你找出了我们之中隶属于其他2峰的细作，并把消息假装说漏嘴传递给他们，然后引我们3方人马在此厮杀，你渔翁得利。”听到这，看着周围惨死的手下，杨浩怒不可遏：“林七羽，我要杀了你！从来都只有我套路别人，你居然敢套路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就算你天道筑基又如何？我们100人对你们2个正义的群殴之下，你这暗通妖邪的混账，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林七羽摇了摇头：“如果不是我为了保留体力应付后面大的话，我都想亲手杀了你了。不过你怎么知道只有我和千岁狐在这里呢？”林七羽拍了拍手，就见山峰之巅忽地跃出一只拳猴，
正是那只戴着草冠的猴王。猴王嚎叫着，就见数千拳猴在山间跳跃，铁翼苍鹰在山间盘旋，铁背苍狼从峡谷外包抄，期间还混杂着巨熊、树精、花妖等一众妖兽。此时千翠狐猛然仰天长鸣，使用了道法奇语，春雨连绵，沙沙声不绝于耳。众修士惊讶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星号剑都已哑火。老大，这雨水有灵气，不但能让以灵石为引的星号剑无法使用，好像还有助力周围草木生长，解除异常状态的奇效。林七雨看着被包围的杨浩笑道：你说100打2个是正义的群殴，我们2万个打你100个，那岂不是更加正义？随着林七雨一声口哨，数万妖兽疾驰而来，要将这些猎杀他们族人的修士统统抹杀。杨浩愤怒的持刀砍翻几只妖兽，向着林七雨冲刺而去，大吼道：林七雨，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却是见千翠狐猛然跃去，9条尾巴一甩，飞叶9杀，9根叶针激射而出，洞穿了杨浩的胸膛，将其击杀。事后林七雨清点战利品，大约获得了70万灵石，10几瓶质量参差不齐的丹药，还有上千枚妖兽内丹。但更重要的是，林七雨从杨浩的纳戒中找到了一枚蒲果，这也是结晶所需的天才地宝。林七雨准备起身离开，却是见周围的妖兽们纷纷以感激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只见那猴王上前礼拜，送出一枚灵珠道：此物灵气充裕，可助百灵之子突破筑基中期，感谢百灵之子为我等除了这3患，否则此次试炼我们族人会有多少人残杀，难以想象。看着被众灵物包围的林七雨，千翠狐缓慢上前：百灵之子，妾身也有一事相求。说罢，千翠狐将翠云草交给了林七雨。见到此草，林七雨疑惑：这不是你的至宝吗？为何给我了？千翠狐道：妾身拥有奇雨之力，可断绝修士之信号箭发射，如若事后人族勘察而来，得知这数百修士惨死却未发射信号箭，只因在妾身，定会招来无尽追杀。与其如此，不如让妾身也跟你走吧，从此以后不离不弃，就当为这白手谷外围尽最后一份黄级妖兽血脉的忠。此时的禁地外围，二长老和剑子兰正在边借口：二长老，林七雨这实力进去估计就死定了，咱们到时候和宗主说的时候就说没看见。剑子兰，没看见说不过去吧？还是我那个借口好，就说他强行要进去，我们拦不住。此时就见榜单之上，数百名修士的命牌如同下雨一般的坠落。这下的二长老和剑子兰铁青。二长老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回事？3大派系的修士全部陨落了，难道有5阶妖兽来到了白手谷外围？然而更令人惊恐的事发生了，剑子兰抬手指着榜单说道：长老，第一居然是林七雨，他专门用于存放妖兽内丹的积分纳戒中居然装了上千枚妖兽内丹。二长老眼睛瞪得浑圆，这不能，上千枚内丹比第2名还高出1倍，他怎么做到的啊？夜色已深，林七雨已升起萤火歇息，让千翠狐守好萤火，自己则是呼呼大睡。睡着，林七雨感觉皮肤舒爽异常，有美人的甜息不断吹拂着自己的面庞。林七雨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很重，睁眼一看，就见一妖女匍匐于自己身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雪白的皮肤和银色的头发闪着诱人的光芒，头顶一对虎耳时不时俏皮的动一动。她那妩媚的身姿令人陶醉，9条尾巴如同柔美的丝带，飘逸而柔软，9条大狐尾仿佛是被子一样盖在自己和她身上，贴在自己胸口的面庞美若天仙，在月光下显得异常美丽，仿佛是出自古代传说中的精灵。林七雨感觉压在自己身上的柔软异常光滑，能毫无隔阂地感觉到其曼妙的曲线。林七雨也是见过大场面的，放琴纵欲众多法门中最出名的就是合欢宗，合欢宗祖师爷的定力自是不一般。林七雨淡淡道：哪里来的妖物，还不从我身上下去？银发狐妖却是扭了扭身子：主人，不是你让妾身看守萤火保护你的吗？趴你身上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啊。林七雨惊讶道：你是千翠狐？银发狐妖抱得更紧了，叫人家千翠就行。林七雨叹息一口气，看样子灵天的通灵召唤流木修法术，只要契约的灵物都能化形。我一直以为植物类化形只穿情趣内衣就够离谱了，这兽类化形原来连衣服都是没有的，难怪他们家祖传偷女装啊，这谁负担得起这个购衣消费啊？林七雨挪了挪身子，去找身衣服穿上。千翠却是扭得更凶了，撒娇一般说道：家养的狐狸才找一个围脖样的毛衣套上，妾身是野狐狸，野狐狸不要穿衣服。啪啪啪啪的数声回响，被林七雨修理了一通过后，千翠总算是听话了不少。用百草编制，为了一套极其修身的翠绿旗袍，配上渐变绿的丝袜和翠绿高跟，扭着腰肢，摇着尾，继续贴着林七雨行至晌午，进入了白手谷的深处。越是往北走，就越是人迹罕至，道路两侧是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
阴暗潮湿，灌木丛生。靠着百灵之子的神通，林奇羽一边与周围的树木草叶交流，一边继续往前跋涉。忽的，林奇羽感受到了血腥味，就见周围的灌木丛缓慢地让开一条道路。那是一位相貌清秀、目光冷冽的女修士。这女修士全身多处伤痕，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女修士皱眉看着林奇羽：“林奇羽，你为何在此地？”林奇羽也认出了对方，乃是内门弟子刘素素，相貌在内门中可以排进前10，但至今没有道侣。林奇羽一直觉得这或有穿越前人们常说的厌男症，总觉得周围的男人只要接近他就是恶心，缠他身子。刘素素看着林奇羽，心中颇为忌惮。这厮表面上性情柔和，面容俊俏，但却与宗门内多位女修士传出不雅之交，恶心下头之辈居然在此相遇，我又身负重伤，他该不会想对我动手动脚吧？林奇羽心中暗喜，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基础蛊虫的虫敏蚁蛊，贪嗔痴慢疑的最后一个玉蛊变异形态，见而生厌，不思其因，不信其言，其名为疑。使用了百灵之子的神通，将玉蛊下到了对方的身上。林奇羽抬起右手说道：“刘师姐，你受伤了，我这有药，你先服下。”接过丹药的刘素素立刻将丹药捏碎成2半，一半给林奇羽，一半自己留着，道：“你先吃。”林奇羽笑了：“你不觉得这样很多余吗？我要害你，凭你现在的情况，还需要我下药？”然而刘素素不为所动，继续警惕地盯着林奇羽。此时其心中的玉蛊炼成了蚁蛊。蚁蛊形似一只毛毛虫，全身上下长满了眼睛，瞳孔中生长出一根根细长毒针，就像多疑之辈一般，什么都觉得可疑，什么都想反驳，在不经意间刺痛他人。见林奇羽服下了丹药，刘素素也吞服了丹药，道：“林奇羽，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未到筑基，来此地简直就是送死。”林奇羽没有撒谎，和蚁蛊配合最好的办法就是只说实话，实话就是实话。而中了蚁蛊的人绝对不会相信你，而是不断的揣测你到底有什么阴谋，最终活生生把自己逼疯。林奇羽拱手说道：“师姐，我已经筑基了，而且是天道筑基，我有百灵之子神通，能在森林中心中避开凶恶妖兽，师姐要我带路吗？”“不必了。”刘素素一口回绝：“我自是能寻路。”心中想的却是：怎么可能？还没听说过有人能这么快达到天道筑基的，这家伙肯定是在骗人，定然是在拿有陷阱，贪图我美貌和灵石的下头男。说罢，刘素素转身便走，林奇羽却也不拦，继续赶路。刘素素坚决不相信林奇羽的话，也坚决不和林奇羽走相同的路，自然是一会儿遇上妖兽，一会儿掉入泥潭，一会儿掉入荆棘，弄得遍体鳞伤，身心憔悴。林奇羽向左拐了个弯，不一会儿就见一泥潭，潭水中刘素素被困于潭中。“师姐，我来救你。”说着，林奇羽丢下藤蔓，将其救出。林奇羽继续说道：“师姐，我都跟你说了，跟我走，我走的路是安全的，你要相信我啊。”刘素素蓦然转身：“我和我们封的同门走散了，他们就在周围，你带我走出这片树林便是。”林奇羽看见了对方心中的疑虑：“哎，我们同门的师兄妹都被那妖道所害，虽获得了天才地宝百香枝，可用于结晶，但如今我独自一人，又身受重伤，先炸他一炸，以免其对我动手动脚，既夺宝又辱我，这下头汉子。”林奇羽则默默地看着其体内的蚁蛊越长越大，已经开始啃食其神魂，再次给其心中补上了3只玉蛊。然后林奇羽就带着他继续前进。刘素素总是跟在林奇羽背后2尺的位置，既不太过靠近，也不太远离。他的神经超级紧张，总觉得林奇羽会在哪设下陷阱。林奇羽则就是保持正常的走着，草叶沙沙声，枝干断裂声，再配合上周围的妖兽时不时的嘤鸣，刘素素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觉得是林奇羽要害自己。可他越是警惕，越是不断的思考，心中的蚁蛊就长得越大。同时在其心中的其他玉蛊也变成了蚁蛊，蚁蛊们在其心中厮杀，相互吞噬。终于林奇羽走出了森林，面前就是此次的目的地白手谷以北。扑通一声，背后的刘素素倒在了地上，其体内爬出来了一只巨大的毛毛虫。这毛毛虫全身长满了5颜6色的毒刺，身体更是圆润，怯怯的左顾右盼。林奇羽一边拿走百香枝，一边说道：“最后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疑神疑鬼蛊配合求而不得蛊，乃有奇效。求而不得蛊会增加敌人施法失败的概率，疑神疑鬼蛊能让敌人变得多疑，抓不住战机。2蛊可一同练出星元一马蛊，可使敌人在战斗中分神，降低道法释放的成功率，同时更容易神游。希望这场大战中你们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此时千翠忽然出现道：“这女人该怎么处理啊？一直在心里骂你。主人，话说下头是什么意思？”林奇羽说道：“这不重要，它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说罢，林奇羽吸收了对方产生的心魔，修为再次提升，来到了筑基后期。
同时将其炼化为了自己的炉鼎傀儡。虽然对方也才人道筑基中期，但其肉体有其他妙用。林奇宇抬眼就见白首山以北一片焦土，地面焦黑腐败，树木化为枯枝败叶，散发着紫色的诱惑气息，整片土地寸草不生，干枯皲裂，枯枝宛若死地。千翠道：“主人，此地甚是诡异，整片土地仿佛是死掉了一般，没有任何生机。”林奇宇则是道：“这证明我们找对地方了。魔尊死亡之时溢散而出的扭曲天道，本该如此。”说完此话，林奇宇吩咐千翠藏好，自己带着刘素素往前，来到了这片荒芜之地的中心，但却不见任何人任何物。林奇宇心中暗道：不出所料，此地有禁制封印，如若不让其守卫者自行解除，便难见其真容。影帝林奇宇上线，他知道禁制的守护者此时正在观察自己，于是便装出一副浩然正气的正派模样道：此地遭扭曲天道所毒害，万物枯萎，其负压于我雨花宗灵脉之上，祸乱苍生。今日我便要以此加负一物为祭，天道气息为引。说着，林奇宇拔出九灵圣剑，治愈此地创伤，阻挡扭曲天道侵染，救雨花宗于水火。被炼成了傀儡的刘素素此时突然跑了过来，从背后抱住林奇宇：夫君，万万不可！此地扭曲天道气息异常诡异，纵使你手中宝剑有一丝天道气息，却也难救此地。你又不是魔修，万一遭巨量扭曲天道灌体，神魂崩裂，道心破碎，我和孩子该如何是好？林奇宇转过身，抱住了刘素素，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那眼神乃是看才认识一天，遭自己蛊虫蛊惑，被炼作炉鼎傀儡的肉奴啊，好像是在看即将生离死别的10年妻子，眼中含泪，语气哽咽。素素，我对不起你，但雨花宗100年之基不容污染。说罢，林奇宇便将九灵圣剑插入地面，吸收这片腐地之中的扭曲天道。啊！林奇宇仰天发出凄厉的惨叫，好像十分痛苦一般，但心中却是苏爽异常。哈哈，甚好，甚好！久违的扭曲天道正倒灌入这宝剑之内，将这宝剑中的天道一同扭曲。林奇宇手中的宝剑失去了往日的圣神光辉，散发出阴森的寒气，赫然是化为了一把魔剑。天人五衰剑出世，原本的一丝天道气息变成了1寸的扭曲天道，拥有让被攻击的敌人进入小五衰的奇异邪功。这府地中的扭曲天道被林奇宇手中宝剑尽数收入，林奇宇体内也吸入了几缕，见周围还是没有动静，林奇宇心中暗道：千翠，该你上场了。接着林奇宇忽地喷出一口鲜血，倒在了地上，开始装死。刘素素上前哭嚎：夫君，夫君啊，不要丢下我们啊！此时周围的府地已被治愈，开始发出嫩芽，长出小草和花朵。千翠忽地从林中蹦出，飞跃而起，扑倒了刘素素。刘素素吓得眼泪汪汪，哭嚎道：不要啊，我腹中还有林家的孩子，老天爷啊，林天为雨花宗战死，今日难道你真要弃绝后吗？仍然没有动静。林奇宇心中喊道：直接咬死他！千翠乐意至极，主人。千翠低头咬住刘素素的脖颈，持续发力，却是听虚空中传来一空灵女声：孽障，还不松口！接着就见周围空间扭曲，赫然化为一片花田。一位红衣女剑修一刀剑气斩下，千翠立刻跳起躲开。装死的林奇宇心中狂喜，好，引出来了。林奇宇藏于后背的右手开始掐诀，蛊虫已就绪。刘素素看得双眼发直，就见面前的仙子额顶印着3叶莲花，面容洁白俊美，身穿一袭红衣，背负一柄艳红长剑，秀发如墨，赤足踏空，锦绣红衣飘摇而起，飘逸的长裙与摇曳的长发让其宛若盛开于世间的彼岸花，艳美与危险气息并存。刘素素赶忙下拜道：不知前辈何人，为何在此地修行？红衣女修士道：看样子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连我都不认得了。我乃前任雨花宗宗主方红灵。听到这，林奇宇心脏一紧，随后操纵刘素素问道：原来是剑尊大人，小女失礼了。方宗主，你为何会在此地，且面色如此憔悴？方红灵重重地叹息一口气：哎，我已自负禁地100年，以自身修为润养雨花宗灵脉，修为早已大不如前。前些日子宗主顾青鸾斩杀了第7魔尊，获得了4枚富含扭曲天道的舍利。这些舍利对于正道修士来说会扰乱气息，伤害元神，但对于邪修来说却是极品血食。为了防止魔修继续用扭曲天道为祸人间，我便将其一同封印在这禁地之中。然而1月之前，这舍利忽然邪性爆发，好似在寻它的主人一般，扭曲天道外泄，差点毁了整个禁地。我全力弹压，虽将其压制，但我仍被扭曲天道侵体，如果是常人，恐早已魂飞魄散。我的实力也尽散，最多也就堪堪金丹。按照规矩，我本不应该放你进来，我如此虚弱，如若让邪修趁虚而入，夺了舍利，后果不堪设想。但林天为救宗门陨落之事，
我早有耳闻，我不能看着她无后啊。说罢，方红玲飘飞到刘素素身边，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动了胎气。这一把脉，方红玲瞳孔一缩，没有怀孕。就见地上的林七羽猛然抱起，手中天人五衰剑直直地朝着方红玲的后颈就砍了下去。面前的刘素素则是掐着法诀，玄阶道法水龙诀，千翠从右侧跳起，射出9枚毒液。方红玲以背负剑，拔剑之间，冲天剑气猛然爆发。林七羽反应迅速，瞬衣服一捏，往前闪出一段距离，躲过这一道剑气，身体凌空倒悬，腰部发力，剑光一闪，天人五衰划伤了方红玲手臂。方红玲猛然一跺脚，灵气威压迸发，将林七羽震开，皱眉道：好深的心机啊，原来你们2人一壶其实是一伙的，只为骗我现身，你是怎么得到灵天一物的？顾青鸾绝不会交给外人。还有那妖狐，刚刚差一点就咬死这妖女了，可不像演的，她就真愿意为你死吗？林七羽心中暗道，如此手段也只是偷袭成功，未能一招制胜，真不愧为前任剑尊。终于林七羽不装了，露出了曾经在邪域峰上那第7魔尊该有的邪魅，反握天人五衰剑，舔着嘴角的番茄酱，邪笑道：我就是灵天的孩子啊，师祖，你我相识一场也是缘分，不如帮人帮到底。将衣服褪去，我也好将你练作与他无二的炉鼎，好好疼爱于你。听闻此话，方红玲面露怒色，向前拔剑冲出。然而月季3姐妹早已布下陷阱，无数藤蔓自下而上缠住方红玲，毒气与寄生种子从4面8方袭来。同时顺着与其躯体接触的藤蔓，林七羽将星元一马骨下入其体。方红玲心中更是恼怒，怒视林七羽。然而林七羽等的就是他与自己对视的这一瞬间，极欲魔瞳。这一套连招十分丝滑，星元一马骨和小五衰中的拙劲不舍，极大的削弱了对方对于幻术的抗性。方红玲只觉面前的一切变得扭曲，居然是变为了自己雨花宗熟悉的徒子徒孙，他们围绕在自己身边。宗主大义，自负境地，看这雨花宗一片欣欣向荣，皆是你的功劳。宗主，你真是太好了，昨日我们雨花宗已经荣登9州第1大宗。宗主，世界上所有的邪修都被消灭了，修炼玉之道的魔修皆被消灭。方红玲面露笑意，可知那玉老魔怎样了？被彻底镇压了，快和我们一起来欢庆这胜利吧。方红玲笑盈盈地走向面前的酒宴。林七羽刚刚全力使用极玉魔瞳，几乎抽干了全部的法力，半蹲在地，瞳孔中溢出鲜血。对方实力超群，迟则生变，快杀了他！听闻此话，众通灵兽娘花娘皆袭杀而去。林七羽则拿出下文欲炼的各种丹药，开始狂炫。方红玲走在声色犬马中，享受着宗门的赞扬感激，享受着宗门欣欣向荣，一片美好的景色，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包裹着他。忽得他心中一紧，魔尊死了，会掉落出富含扭曲天道的舍利，谁在看守舍利？谁在看守舍利？我在看守舍利。方红玲摇了摇头，不对，我不该在这里，我不是宗主，我已经传位出去了，我应该在看守舍利，我要回去，我不能留在这。忽然周围那些和蔼可亲的弟子们化为了一个个黑影，他们伸手抓着方红玲，将其越拖越深，向着黑暗的漩涡中拉扯。宗主别走啊，留下来，留下来啊，这里你想要的都有。回到禁地，只能继续一个人忍受100年孤独，这里多舒服啊，外面多难受啊。就见一股剑意猛然迸发，冲天的剑气将花妖3姐妹和千翠震得倒飞而出。方红玲宝剑横斩，贯穿了一切黑暗，耀眼的剑气将心魔尽数斩杀。林七羽就见一股冲天剑气撕裂了所有藤蔓，展开毒雾，向着自己的方向袭杀而来。林七羽立刻捏掉最后一张瞬移符，躲开了这道剑气。看着地面上被斩出的百尺剑鹤，林七羽抹去眼角鲜血，厉害啊，居然能以剑斩心魔。方红玲满头大汗，半跪在地，心中也在后怕。这邪修不一般，看似言语轻浮，实则步步杀机，其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邪修法术，通过欺骗、侮辱、设局等方式诱人上当，再通过下毒、下蛊、秽物、幻术等方式攻心，扰乱神魂，摧毁道心，制造心魔。更恐怖的是，其招数十分隐秘诡诈，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从何时用什么办法乱我道心的。林七羽与方红玲继续对峙，方红玲拔出宝剑，瞄准林七羽。在其刚刚愣神的功夫，月季炼的寄生花种吸收了不少的灵气，已经治好了倒地的千翠和刘素素。一男一女，3花1壶，将方红玲围在中间。林七羽说道：我说你们几个下手轻点，别伤了师祖的身子，师祖这么漂亮，我做成炉鼎后还要当艺术品欣赏的。方红玲则是没有再上林七羽的当，眼神坚定，剑刃直指林七羽，不再随意出击。见对方不再上当，林七羽再次变招，说道：师祖，你什么时候产生的
这不是镜花水月的错觉。什么？方红林皱起了眉头。林奇宇又道：告诉你吧，其实你现在还在幻觉中，我早就偷走了舍利，逃之夭夭了，只是单纯害怕你通知雨花宗围剿我，所以才制造了这一场与你打斗的幻觉。说罢，林奇宇直接捏碎了3张噬魂鬼符，就见其周身无数瘴气，妖鬼横生，数千缥缈丑陋的恶鬼张牙舞爪地扑向方红林，黑烟缥缈，恶鬼漫天，吵闹奸笑不绝于耳。这正是林奇宇的后手，幻术失败后就靠话术和噬魂鬼符制造对方还在幻觉中的假象，让对方的猜忌更多，想法更多，更好地配合心猿意马蛊，让敌人分心，分不清真假，看不清乾坤，再伺机而动。方红林手中宝剑对着如潮水般涌来的恶鬼挥出一道道剑气，每一道剑气都将面前的黑雾冲出一道缝隙，但立刻又被更多的恶鬼填满。周围的飞叶、藤蔓、寄生花种、毒云、水龙更是一刻不停。真的还是假的？方红林感觉心越来越累，天人五衰和心猿意马蛊不断地在其道心上铸出一道道裂痕，周围这一切如梦似幻，却又杀机四溢的，又让其身心更加疲惫。方红林猛然深吸一口气，管他是真是假，我这剑就是要斩尽世间邪魔，无论你这妖邪是在我心中还是在我面前，一剑向天，道心不毁，斩魔正道。忽的就见其无数道耀眼的剑气冲天而起，将周围的恶鬼被尽数冲散成飘散的黑烟，上万剑气向着天穹中汇聚，组成了一道更为凶猛的巨大灵剑。静心剑，退魔。巨剑猛然砸向地面，如洪流般迸溅的金色光芒向着周围扩散，周围的恶鬼尽数消散，林奇宇的5位美人也被震飞100米开外。完成通灵的千翠、花妖3姐妹还好，林奇宇将她们收了回来。刘素素则是伤得非常重，如果不是因为其与方红林之间隔了数千恶鬼，即刻会殒命当场。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徒留林奇宇一人站在角落。方红林看着林奇宇，你的道法的确诡异莫辨，但只要道心坚定，便没什么可怕的。林奇宇微微一笑，师祖好厉害，夺舍以来，你是我啃的第一根硬骨头，但不会是最后一根。说罢，林奇宇拿出了一个盒子，道：心猿意马蛊都告诉我了，你在听到舍利被盗后，下意识地回想了舍利所藏的位置。方红林冷笑一声，这其中所含的扭曲天道十分巨大，一般人触之即死，就算你是魔修，也至少要。忽的，方红林倒吸一口冷气，夺舍、蛊虫、读心、幻术、如鼎、傀儡，这都是第7魔尊的法术。林奇宇拿出盒中舍利，一口吞下。这本就是本尊的东西，因为我的力量本就来源于扭曲天道，来源于世间众生极端欲望所铸的心魔。林奇宇的身上猛然爆发出汹涌的扭曲天道之气，我乃第7真仙，欲望之主，美丽与欢乐的化身。扭曲天道，欲之道，第6天大魔王。就见这一股扭曲的天道气息在林奇宇的背后汇聚成，包裹着林奇宇不断升高。黑气之中，一漆黑的脊椎向着天穹中直升而去，高达100丈。黑色的肋骨、锁骨、头骨、盘膝的腿骨，6条黑色的手骨缓慢显现，其浑身散发着紫色的欲念邪气，恐怖的威压迸溅而出。那巨大骷髅头骨之上，空洞的骨眼宛若欲望的深渊，在看向方红林的瞬间，令其感受到无尽的欢愉，仿佛是掉入了性爱、恋情、金钱、美食、欢喜、虚荣、权力等无数种欲望组成的深渊中，怎么爬也爬不出来。黑骨头，方红林全身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传说只有孽障缠身的人才会浑身黑骨，而这怪物全身黑骨，身高1万丈，还有6条手臂，周身萦绕亵渎与纵欲的梵文。在充满欲望与满足的6欲天中，最高的一重天被称为他化自在天，快乐、堕落、欲望无处不在。而居住其中的天魔，专门破坏别人的修行，诱惑人恶堕，被称为第6天大魔王。林奇宇开始掐弄法诀，而其背后黑骨上的6只骨臂也跟随着林奇宇掐起相同的法诀，欲之道、大神通、五毒攻心。就见林奇宇背后出现了5道妖异的黑气，贪骨、嗔骨、痴骨、慢骨、疑骨纷纷现形，并在第6天大魔王的助力下，全部进化为了蛊王。5只蛊虫直砸入方红林体内。同时，第6天大魔王魔童也更厉害，就像是暴力撬密码锁一样，无数种让人沉沦的欲望以1秒钟10万次的速度轮流灌入方红林的心房，强行试出哪一种能令其堕落。林奇宇看见贪嗔痴慢疑中嗔骨的成长速度最快，方红林心中爬出了一只十分巨大的心魔，高呼道：为什么什么脏活累活都给我，又是自负禁地，又是镇压扭曲天道，现在又要面对第7魔尊和第6天大魔王？我为宗门做了这么多，他们甚至都不过来看我一眼，给我写的歌功颂德的书籍才10本，人家其他宗门都是20本。
给我修的雕像也才50丈，明明可以修到100丈。我要雨花宗的人知道，没了我，他们现在的好日子早就完蛋了。我要雨花宗的人跪着天天除了供奉我，什么都不做。方红林全身冷汗直冒，眼中满是恐惧惊慌。不，这不是我的想法，不要，别说了。林七雨最后看见的一幕是大个头的琛蛊开始吞噬其他蛊虫，接着林七雨眼前一黑，砸落在地，背后第6天大魔王的骨架碎裂消失，化为一股黑气。林七雨的意识渐渐模糊，虽然找回了一部分的扭曲天道，但只够凝聚出第6天大魔王1/4的躯体，只能召唤出骨架。该死，这身体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就连骨架也只能维持2秒钟。林七雨再睁眼就看见了天花板，感觉全身酸痛，宛若脱力，好像是躺在床上。心中暗道，看样子我是挂了，这是在顾天明身上夺舍重生了。林七雨起身道，诸位医师，麻烦转告一下娘亲，我靠自己战胜了心魔，此刻已经痊愈了。然后林七雨就看见了方红玲，其穿着一身围裙，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拿着炒锅，一脸鄙夷地看着自己。林七雨吓了一跳，道：方师祖，你好，你不是在自负禁地吗？怎么出来了？方红玲眼神更加鄙夷了，甚至有了一丝看傻子的感觉。我的魔尊大人，你能不能把你开第6天大魔王时的霸气拿出来一点？一想到以后要给你这么个傻子当炉鼎，我就想一头撞死。林七雨看着方红玲，就见其丰满的大雷中爬出来了一只5阶蛊虫。5毒攻心，可以瞬间制造5种基础蛊虫并打入敌人体内。全明星赛肯定比锦标赛的强度高，所以5只基础蛊虫最后练出来的定然是一个最符合对方心中欲念的3阶蛊虫。而在第6天大魔王的加持下，王级蛊虫要高1阶，5个王阶蛊虫能练出黄阶蛊虫，等级比同阶蛊虫高2阶5阶蛊虫，自甘堕落蛊皇琛蛊王击败吞噬所有种类的蛊王后炼制而成的蛊虫。在极度自私和超出正常要求的欲望无法被满足的时候，愤怒地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变成与过去相反的人，并沉沦在堕落的快感中。自甘堕落蛊皇，其全身火红，好像是一红鳞响尾蛇，吐着黑色的信子，左眼中仿佛有无尽的怒火，右眼中又全是哀伤和憋屈，时刻保持着一种痴笑。林七雨暗道，虽然第6天大魔王只维持了2秒，但他化自在天和5毒攻心已经成功释放了。我昏死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无尽欲望的轮流冲击下，有一种欲望幻境成功打穿了方红林的道心，应该是类似于宗门对我太差，我很愤怒又没办法，干脆堕入魔道之类的幻境，符合方红林的口味。于是沉沦在那种幻境中，最后被心魔反噬了。现在自己在他禁地的宝洞之中，他没杀自己，还救了自己。方红林将一碗炒饭放在了林七雨面前，你已经昏迷了3天了，你的丹药我全喂你吃了，你还不醒，我就去找了一些灵米和灵物，天天做炒饭喂你。林七雨皱眉，为什么是炒饭？方红林继续说道，因为本座只会做炒饭。看着碗里焦黑的不可名状之物，林七雨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我怀疑我第1天就该醒了，是被你毒晕了2天。说罢，方红林轻衣飘落，虽然还是面无表情，但却是心跳加速，一步步地向着林七雨的方向走来。好了，该你动手了。看着地上掉落的衣物，林七雨眉头抖了抖，你这又是发什么神经？方红林比林七雨还疑惑，不是你说的吗？林七雨揉了揉眉心，你还真是自甘堕落的彻底啊，那是骗你的，为了激怒你。话说回来，你的确很容易被激怒啊，难怪最后赢的是琛蛊。说到这，盘在方红林身上的自甘堕落蛊皇仿佛胜利者一样，摇动着响尾，笑嘻嘻地对着林七雨吐信子。见方红林还是不懂，林七雨魔修小课堂就又开课了。这么说吧，心魔反噬分为2种，完全反噬和不完全反噬。完全反噬是最极端的情况，神魂、人格、思想彻底丧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陷入或痴呆或假死状态。这种情况下，女的就练成炉鼎傀儡，毕竟如果大量和我接触过的人都疯了，迟早会查到我身上。练成炉鼎傀儡，并表现得正常一点，以免被怀疑。男的就当备胎，备胎的意思就是我万一死了过后可以夺舍的目标，我会把他们保护或者囚禁起来，并在周围制备资源，方便夺舍后快速起步。我只在男的身上夺舍，倒不是说我不能夺舍女的，只是男的顾忌更少不完全反噬的人，基本会彻底堕入魔道，但认保有过去的人隔阂心性。这种情况就要判断了，如果我急需提升实力，或者我认为其成长性不佳，没有价值，我就会吃掉他们的心魔，提升自己的实力。就算是不完全反噬，其大部分神魂也已经被心魔占据，被我吃掉心魔后，神魂损失大半，也会疯癫或者痴呆。接下来就参考第1条处理。这种炉鼎和傀儡任有部分自主人格，想起来就头疼，我还欠山月期20次。第2种情况，
就是我认为其有价值或者成长空间。比如炼丹的、画符箓、天资过人的，只要他们忠心于我，我不会轻易动他们的神魂和心魔。如果疯了或者傻了的话，他们就和普通的炉鼎傀儡无差别，再无大用了。方红林点头，不愧为第7魔尊，再怎么玩人这件事上颇有心得。林七宇则是说道，过奖了，不愧为前任剑尊，我刚刚真以为我被你杀了。说罢，林七宇直接将方红林一把拉上了床来。方红林面色如常，不是说不练炉鼎了吗？林七宇微微一笑，是啊，但作为我预知到的魔修，本尊准备亲自教授你合欢道法，不用在自负境地之后，你也得快速加快实力的恢复，不是吗？方红林显然并不对这些事感兴趣，但是当他听到恢复实力，心中对于雨花宗的不满再次被点燃，充满了斗志。好吧，本座也是第一次入魔，你是魔尊，听你的，悉听尊便。1日1夜之后，方红林从被窝中钻出道：3日前，我与你斗了1日1夜，3日后，我又与你斗了1日1夜。第7魔尊果非凡人，各种意义上的战斗力都远超我想象。林七宇一边揉着师祖的秀发，一边道：感受到预知道法术的玄妙了吗？方红林道：魔尊大人亲自授课，自是玄妙无比。既然魔尊大人亲自教授了我一门功法，那本尊自是要反授魔尊大人一门功法。林七宇则是说道：我不太擅长肉搏战，教我剑法没用。方红林说道：我与你斗过一场，自是知道的，你一直在躲闪，根本就接不了我一剑。林七宇微微一笑，但我的剑貌似弄得你更狼狈啊。方红林点头，你的剑带有天人五衰效果，主要作用是斩中对方一剑，以小五衰中的拙劲不舍配合玉骨和极玉魔瞳，快速将对手打入幻境。但你依靠偷袭和瞬移符起手，始终不稳定。比如我与你斗第2回时，便知你这手段，不再冲杀。你需要学习一种身法，此乃本尊所创天阶身法剑影闪。当你即将被敌人攻击到的瞬间，能以剑气凝聚出一个分身，并使本体瞬移到100米内任意一位置。分身被击碎时，会向周围无死角爆发出12道剑气，不管是被剑气击中，还是被瞬移后的你偷袭，都能更稳定的让敌人陷入天人五衰。林七宇拱手，感谢师祖了，正邪道法相互取长补短，的确收益不俗，以后我会常来这里和你取长补短，助你修行的。方红林则是说道，我会在此一边恢复修为，一边静待魔尊大人号令，届时希望魔尊大人不要食言，我要看见雨花宗血流成河。林七宇点了点头，顾青鸾在邪域峰杀了我不下数万弟子，此仇不报，我有何颜面再结末法的父老。7日禁地试炼结束，林七宇需要尽快回到宗门内。这一次的收获还是不俗的，通过与方红林斗法、双修、论道，还有各种机遇，实力到达了筑基后期，距离大圆满只差一步之遥。拿到了翠云草、蒲果、百香枝这3个突破结晶时需要使用的天才地宝，收服了前任剑尊方红林和千翠湖，还将刘素素这位冷面美人练成了自己的炉鼎傀儡，学习了一门与自身战术契合的身法，以及找回了自己丢失的1/4扭曲天道，能召唤第6天大魔王的骨架。虽然现在的修为只能维持2秒，修为还是太低了，得赶快提升。林七宇心中如此想着，回到了禁地外，就见自己这5日过后居然还是榜1，这也正印证了林七宇的猜想，干掉那些主要以抢夺名次为首要目标的组织，自己那一偷袭获得的内丹就足够稳坐第1。拿到了一品结晶丹，林七宇距离结晶又近了一步。回到宗门中，林七宇过了一段时间舒服的日子。那些日子，林七宇与夏文玉一同修炼。论道时的服装包括但不限于空气围裙、女仆装、白丝青衣汉服、兔女郎。林七宇都妈了，这个世界的衣服款式太齐全了，都是谁发明的？刘素素还是那冷漠异常的冰山美人，山月七是甜美可爱的清纯小师妹，在花田中与百花百蝶为伍。斐琴仍然是人前显贵背后遭骂的外门第1美人，有不少人想要骚扰她，但并未令其所动。夜半玉炉引雾生，三书案杜柱修真，朝霞欲染珠飞起，犹见霓裳抱月横，素清半掩冰消透，帘钩斜映玉壶清，水眼顶泣无情物，一笑云台道出城。翌日清晨走出门，林七宇运转灵气，终于筑基大圆满了。结晶不像筑基还要分等级，有任意对应属性的天才地宝就行，数量多少只影响成功率。林七宇并没有急着突破，原因在于魔尊突破必遭天谴，自己得找到躲灾的法子才能安心结晶，否则只是自寻烦恼。林七宇在任务榜上搜寻，他想要看看有没有能够提供躲灾天才地宝的任务。林七宇发现了一张奇特的任务卷轴，永宁州平躺山矿洞内出现奇异怪象，有行尸出没，奇怪的瘟疫四散传播。林七宇皱眉问道，这行尸与瘟疫在矿洞中传播，为何不请医师，亦或者停止开采？一旁的小师妹道，
平躺山乃是永宁州第一大矿洞，其在地下负压上百公里挖掘而出的地道四通八达，宛若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出现瘟疫的地方只是一小部分支线矿井，而且的确有医师前往，但都没能活着离开。掌握矿洞开采的太矿主认为是行尸作乱，希望消灭行尸，再压制疫病。林奇宇笑了，他已经猜出这个矿洞中发生了什么，于是欣然接榜。小师妹道：师兄万不可大意，前些日子有不少修士接过此榜，不少已达结晶，但都有去无回。然而林奇宇不必在意，买了一个价值40万灵石的高价飞梭就离开了。3日后，林奇宇到达了平躺山外围。林奇宇并没有急着进矿井，而是降落在了周围的村庄。我想问一下，你们村中是否有苦命人？有啊，杨寡妇的2个儿子和一个丈夫在下矿的过程中被矿难活埋了，矿老板不但不给抚恤，还侮辱了他。林奇宇来到杨寡妇家中，敲了敲门，没有反应，直接砸开了大门。其中的一幕看的是围观的居民心惊胆战。就见这寡妇全身溃烂，只有个如同墨绿色烂泥一般的人形，从残骸中长出了无数深绿色的菌丝，这些菌丝将其与床榻粘在一起，鼓胀臃肿的肚皮上长出了一张仰头微笑的人脸。林奇宇微微一笑，他没猜错，任务卷轴中所说的那种疫病不是病，而是魔道作祟，一种恐怖的瘟疫。只不过他们不是信仰林奇宇预知道的邪修，他们信仰的是林奇宇的三姐慈禧太后的哀之道。魔尊们的行动方式，同为魔尊的林奇宇自然是知道的。魔尊们不死不灭，能通过吃人的心魔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魔尊们对2样东西最感兴趣。第一种就是与自己属性相对应的心魔或者情绪，比如林奇宇喜欢吃欲之心魔，什么自以为是的2代，拜金不知廉耻的婊子，贪得无厌的豪绅，对林奇宇有天然的吸引力，会吸引林奇宇来到他们身边，诱惑他们产生心魔自我毁灭，再被林奇宇吃掉。第二种，能在突破过程中躲避天谴的天才地宝。林奇宇在阅读任务卷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卷轴中的疫病介绍明显是自己三姐哀之魔尊的大神通，扭曲天道、哀之道、悲然。第3魔尊擅长用毒，不过不是一般的毒，而是万人毒，也就是瘟疫，他也被称为慈禧太后，是除去喜之魔尊和怒之魔尊以外第3古老的魔尊，实力深不可测。不过他应该不会亲自跑到惩罚地来，是派遣的手下来，并且带来了这种传染病。林奇宇推测，能让三姐那个躺平摆烂的老妖婆都派人来找的东西，绝对是能躲避天谴的天才地宝。此时床上的王寡妇忽然动了，其缓慢地蠕动着，慢慢向着门口走来，床榻就粘在她满是菌落的背上，其露出了一个她自以为温暖的微笑，从口腔中不断掉出一撮撮的蛆虫，笑道：诸位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来看我，不过我的病已经好了，诸位不用担心。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声，我已经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了。周围的村民们无不吓得撒腿就跑，村长更是躲在林奇宇的背后瑟瑟发抖。上仙，上仙，快快斩妖除魔，救我们于水火啊！林奇宇则丝毫不慌，村长，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村长几乎快吓尿了。上仙，我也不知道啊，他1个月前被太老爷羞辱过后，被丢入了房内，然后就这样了。林奇宇看向老村长，极域魔童早就在林奇宇来这寡妇家前就已经看过老村长的想法了。这瘟疫甚是吓人，1月前矿洞垮塌，不少村民损了家丁，我与周围几个村的村长共同带人要去找太老爷闹事。太老爷偷偷给了我们30万灵石，让我们带村民回去，只要不闹事就再给我们30万。为了这笔钱，我将这寡妇锁在房中，以免其去找太老爷闹，坏了我收入，还让太老爷爽了爽，怎会如此？才1月，其就变为了一个妖物，袁先生的那般俊美的。林奇宇微微一笑，看着村长说道：你还不说实话是吧？我告诉你，你们现在平躺山在闹的可不是一般的瘟疫，而是第3魔尊的大神通悲染，极度绝望之人会身形腐朽肿胀，化为行尸。你要是不说出缘由，其为何如此绝望悲哀，能从一介凡人蜕变为炼气2层实力的瘟疫行尸，你就自己想办法吧。老村长嚎叫着，我说，但已经来不及了。王寡妇已经抱住了老村长。村长，没什么的，我已经不再怨恨任何人了，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已心如止水，接受这一切。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将这种平和的福音传递给世人，就像林奇宇的玉骨会放大人心中的欲望一样，悲然也会放大人心中的悲哀，达到绝望、麻木、接受的境界。王寡妇已经彻底与自己心中的绝望融合，她不想报仇，也不想要灾难，只是想给村长一个和解的抱抱。但这一抱可是相当致命的，悲然可是一种传染病啊！被抱住的老村长先是口吐白沫，然后全身变得肿胀，长满脓包，变成了一只绿毛僵尸。王寡妇撞开了村长家的大门，那肿胀的躯体变得越来肥胖，
走过的地方留下一条恶毒浓烈的绿痕。他张开全是腐虫与脓水的大嘴。我已经和村长和解了，我们现在都已心平气和，不再被尘世所扰。接下来我们来握手言和吧。你不要过来啊！村长家中传来了凄厉的惨叫，而已经化为绿毛僵尸的村长则是开始到处咬人。被咬的人有的变为了绿毛僵尸，有的则变成了王寡妇一样的瘟疫行尸。林奇宇的极狱魔童看见过村长把钱藏在哪的，偷拿了村长家的30万零食好处费，乘坐着飞梭继续矿区赶。沿途的村庄一个比一个惨，许多收了太老爷钱的村已经绝户好几天了，整个村庄都被绿色的毒苔藓爬满，腐虫、飞蝇、行尸遍地爬。林奇宇重重叹息一口气，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料。那太老爷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多次捐赠救助乡里，对自己的矿工非常之好，逢年过节还看望受伤的矿工。原本以为凭太老爷的为人，此地就算出现了悲染，一个如此欣欣向荣、村民生活富足的地方，也最多出现4、5个行尸，应该很好解决。但现在林奇宇知道了，太老爷的善行仅存在于其给官府的成批和给宗门大能送礼的信函中。实际上他勾结乡绅，鱼肉百姓，平躺山早就民不聊生，哀怨四起。悲染一旦开始传播，那就是古风版的生化危机。林奇宇的玉蛊和幻术对活死人的效果不大，仅靠自己会的那点正道法术，显然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场面。忽然林奇宇眼眸瞥见了下面一片小山村，就见这村中有数道烈火灵气喷涌，有其他正道修士正在此处猎杀行尸。林奇宇的瞳孔微微一缩，就见这一行5人，4女1男。中间那位男子相貌俊秀，眼眸锐利，手中烈火腾升，赫然是一个天火灵根的修士。更令林奇宇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修士身上居然也有9寸的天道之气加持。林奇宇看着这个有着9寸浩然天道气运的少年，嘴角微微的上翘。甚好，甚好，我也有办法了。叶凡操纵着9灵的火，焚烧着周围的行尸，在他的身后乃是其后宫佳丽4人，自己的美女师傅南宫瑶，自己的青梅竹马可心，自己的妹妹叶灵竹，师尊身边的小师妹子照。叶凡看着周围的行尸不断的围杀而来，师傅南宫瑶喊道：凡儿快走，此地行尸众多，唯有奋力一搏，才可杀出一条血路。你带师妹们先前往矿道寻药。叶凡看着如洪水一般翻涌而来的行尸，道：师尊，你放心，徒儿会为你报仇的。此时林奇宇的飞梭猛然从天空中飞过，只见一妖艳狐女在空中素手一挥，5根藤蔓掠空而过，将5人拉上了飞梭。在这一过程中，林奇宇成功将玉蛊下在了5人的身上。叶凡心生不爽，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自己剑遁逃无门，本想着只能放弃师尊逃命，没想到居然有路过的道友出手搭救。要是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喊：师尊，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这顺手救自己的道友，怎会如此巧合，正是自己在师妹和师父心中地位下降的时候出手搭救，好好一波刷好感的机会变成刷厌恶感了。忽然叶凡的眼眸越来越大，就见那释放藤蔓之女乃是一只美艳的狐女，看着千翠千娇百媚的绝美面庞，婀娜多姿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叶凡色心大动。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绝色美人，实在是太美了。叶凡上前忙拱手道：狐妖小姐你好，多谢你出手搭救，不知小姐芳名啊？林奇宇则是已经靠着玉蛊将其心中所想听的真切微微一笑，这货牛逼啊，身边有了4个绝色美人还不够，还看上我家狐狸了，啧。此时叶凡心中的玉蛊已经变成了贪恋美色的贪蛊了。林奇宇给了千翠一个眼神，千翠立刻会意，从背后抱住驾驶非洲的林奇宇。主人，这有个讨厌的人类，一直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好下头啊！而且这男的贼自私，刚刚大喊什么我要给师父报仇啥的，准备丢下师父跑路。林奇宇笑了，迅速进入角色开始演戏。千翠，部分修士修为尚浅，未脱凡心，万不可嘲笑。神？什么？叶凡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自己这一路上遇上美艳女子，哪个不是红颜知己？这狐妖居然说自己讨厌，而且还抱着这个驾非洲的男人。这个修士更是令自己讨厌，不但占了自己的狐妖美人，还骂自己，简直是有取死之道。于是道：狐妖仙子，为何称此人为主人？难道你受这妖邪所迫？呸！千翠怒道：主人是好人，不是他，我早在白手谷被杀了。此时叶凡还没有注意到，他临阵退缩，欲弃师尊，见色忘旧，对4女伤势不闻不问，又对搭救之人口出狂言，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其背后4位佳丽对其的好感。反而是林奇宇既不生气也不恼怒，平稳驾驶非洲，目视前方，带领众人逃离，在几女心中好感倍增。林奇宇哪里会生气啊，这货简直是练蛊的绝佳宠女。林奇宇恨不得把他保护起来，兄弟，
注意身体啊，千万别中了尸毒死了。你这炼丹资质绝佳，能用90的火，我用你炼蛊，不但能提升当下的实力，把你炼成备胎，万一以后我挂了，要夺舍重生，你这天资绝佳的身体可比顾天明的优先级高。此时叶凡的美女老师南宫瑶的上前道：通灵秘法，百灵之子，少侠，你乃是雨花宗宗主之侄，凌天之子，林七羽，召唤流木修传承者，前些日在白手谷试炼拔得头筹之人。此话一出，周围一圈美人心中的好感再次上升，千翠更是骄傲地挺起胸膛，好像夸他主人就是夸他一般。那当然，我主人可是最厉害的。林七羽微微点头，前辈过誉了，不知几位是何来由啊？叶凡的妹妹是几位中对林七羽好感最高的，原因在于其是叶凡的亲妹妹，平日里最爱捉弄叶凡，见了如此帅气又能让自己哥哥吃瘪的妹妹，心中大喜。少侠，我们是燕丹门永宁州分舵的修士，师尊是分舵舵主，我们都是燕丹门的修士。此次前来是为寻一位炼药的天才地宝合果桃。林七羽立刻明白了这山中吸引三姐的是什么东西了。合果桃吞下之后，可以将修士化为一果桃，彻底隐藏气息，用于躲过天灾。入药之后，可以用于炼制一颗隐匿气息的丹药。为何他要此种丹药？此时听到合果桃3个字，叶凡心中想到，永宁州大岭4下有一毒属于我的天道机缘，寺中藏经无数，传说有天阶功法，但大岭寺内高手如云，唯有隐匿气息才可盗取。林七羽摇了摇头，心说是灵火炼丹的骚年啊，又要去塔里偷东西了，这么美的师尊不懂珍惜。不过想着对方有天道气运加持，自是身边美女如云，怎会懂珍惜？此时林七羽注意到了对方心中的贪蛊已经长成，于是装作不小心驾驶非洲失误，在颠簸中扶住叶凡的肩膀道：不好意思，刚刚驾驶过于激烈，有些脱力。这一扶可就给对方体内下了6只螭蛊，6只螭蛊围攻贪蛊，最终只有1只螭蛊活下来，炼出了2级蛊虫见色忘义蛊。叶凡的红颜知己们见林七羽如此，都面露关切，特别是叶灵竹道：路途遥远，天色渐暗，不如我们还是歇息一下，明日赶早出发吧。此时千翠则是紧紧地黏着林七羽，主人还是歇息一会儿吧。听闻此话，叶凡在见色忘义蛊的作用下，眼中只有千翠和千翠说的话。好好休息休息，都听狐妖美人的。周围叶凡的红颜知己们见他这舔狗模样，相互对视，眼中多了些许鄙夷。与此同时，见色忘义蛊在其心中啃食得更加厉害，其体内的9寸天道气运被啃掉了1寸。众人落于一片丘陵之上，升起萤火，准备歇息。林七羽道：诸位好生休息，明日我们再继续赶路，今晚让月季3姐妹守夜就好。说罢，林七羽通灵出月季3姐妹。看见月季3姐妹穿着清凉，身材妖娆婀娜，更是让叶凡看得眼眸放光。叶凡心中的见色忘义蛊开始发作，继续说道：怎能让如此美丽的仙子做劳累之事呢？你们都去休息，今晚我来守萤火。林七羽也不客气：好啊，叶兄有心了。夜晚乌云密布，劳累一天的众人都已入睡。逞强装英雄的叶凡本就与行尸斗了1日，此时已经开始点头，眼皮愈发沉重。林七羽则是出了帐篷，来到了一片沼泽地中，就见此地的不少生物也被悲染所感染，呈现肿胀发胖、全身溃烂之象。林七羽需要找一个演员来配合自己，但悲染实在是太厉害，不少妖兽都已化为行尸。忽然林七羽发现了远处的沼泽地中翻倒了一只土黄色的巨蛙。林七羽上前抚摸对方的身体，见毒蛙王，就连你这种毒蛙也难逃悲染吗？见毒蛙王用尽量威严但却有气无力的女王应道：百灵之子，别碰我，小心染上瘟疫。我靠着4阶妖兽王级血脉才未全身溃烂，但已心力颓废，命不久矣。林七羽则是说道：不要哀伤，这场瘟疫毒的是心，如果不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毒性就会不断增强。接着林七羽将极乐自在蛊下在了对方的身上。极乐自在蛊可以对抗悲染，悲染是哀之魔尊的道法，哀代表着极度的绝望，失去动力，躺平接受悲哀的现实。极乐自在蛊是欲之魔尊的道法，欲有邪恶的一面，包括贪婪、贪财、好色、嗜酒、贪吃、贪玩、利欲熏心、开后宫等一系列恶习。但欲望也有好的一面，即给予人动力，朝着目标坚持不懈，不计手段前进的动力。欲望可以对冲绝望，但林七羽无法保证极乐自在蛊一定能赢，最后还是要看人心。如果其内心中的绝望大于欲望，林七羽也没办法，但如果其心中的欲望大于绝望，林七羽就能救活对方。林七羽一边抚摸毒蛙的肚子，一边道：使劲想你最想要的东西，否则我不但就不活你，还会损失1条2阶蛊虫。毒蛙道：我不好意思。林七羽说道：
放弃底线，什么都想，哪怕是要跳上天往老子的餐桌都可以。你想了可能没机会，但你要是想都不敢想，那谁也救不了你。剑毒蛙想着，我们蛙族从小就丑陋至极，我多想化形为一绝色美人，这样我就不用再被人骂长得丑了，最好还能找到一帅哥，就像这位百灵之子一样，然后做其妃子。林七羽起身就要走，环顾四周，哪还有那毒性强的妖兽啊？林七羽看着四脚朝天的毒蛙，摇了摇头，抱起这毒蛙，一闭眼，一咬牙，直接亲了上去。此时见毒蛙瞳孔大睁，接受了林七羽的通灵，随即化形为一美妖娆的娇妃。美妃的容颜娇艳，如盛开的花朵，细腻的妆容更添妩媚。她的秀发如瀑布般垂落在双肩上，轻轻拂过白皙的肌肤。看着林七羽的眼神流转间，透着温柔与风情，令人心弦共鸣，宛若缠绵拉丝一般。林七羽也有经验，知道这第一次通灵的妖兽都是没有衣服的，于是便随身带了多套衣服，拿出一套华丽的宫服，这正适合此兽。宫装美妃，身姿婀娜，衣上华丽，裙摆如流云般飘动，闪烁着华贵的光芒。她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与高贵，仿佛从画中走来，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见毒蛙其心中绝望一扫而空，欲望占领了整个脑袋，心中只有对林七羽的爱，悲然自是治愈。直接一个飞扑保住林七羽。皇上，谢谢皇上为蛙妃解毒，蛙妃此生此世定然不忘皇上的恩情，一生一世伺候皇上。林七羽心说，蛙妃这个称呼又是哪来的？一炷香后，林七羽回到了营地，看着睡熟的叶凡，打了一个手势。蛙妃行动迅捷，沿着营帐缝隙钻入了叶凡青梅竹马可心的帐中，发出呱呱呱的叫声，紧随而来的就是可心的尖叫声。啊，有毒蛙钻入我帐中了，好大一只啊！一瞬间，整个营地闹的是鸡犬不宁，蛙妃四处乱跳，搅得众人不得安睡。想要弥补的叶凡四处追着蛙妃跑，但蛙妃全身带有猛毒，其不敢靠近，反而显得狼狈至极。此时林七羽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何方妖物，胆敢叨扰诸位仙子。然后林七羽做了一个降妖的手势，蛙妃立刻装作一副胆怯受降的样子，被林七羽收服。此时可心大怒，叶凡，你不是说你在守营火吗？怎能让妖物窜入我帐中？如果不是七羽少侠在，我就被毒死了。一旁的叶灵竹道，这还用说吗？哥哥肯定又偷懒了，偷偷在睡觉。我叶凡总感觉哪不对，但又说不出来。此时林七羽从一旁走来，在叶凡的肩上一拍，道，还是让我月季三姐妹守夜吧。月季向月儿开，夜开昼闭，晚上她们其实更精神。这句话看似是在照顾叶凡，实际上林七羽间接性的在骂叶凡是傻子，连月季是夜间植物都不知道还逞强，差点闹出人命。此时周围叶凡的红颜知己们心中好感都降低的不剩多少了，反而是对林七羽的好感不断上升。更毒的在于林七羽刚刚又拍了叶凡一下，这一下可就又下了蛊了。痴情忘心蛊王被下在了叶凡的身上。痴情忘心蛊和见色忘义蛊都是吃蛊的二阶状态，形若蝴蝶。见色忘义蛊全身漆黑，透露着一种黑丝质感的诱惑，翅膀上一对如同月牙般美丽的蓝色月弧，远远望去好像老色批看见美人时露出的表情。痴情忘心蛊王虽同为二阶，但却有三阶实力，体型更大，斑纹更华丽，透露着王霸之气。就在叶凡走回营帐中的这一段时间，胜负已分，痴情忘心蛊王吃掉了见色忘义蛊，练出了一只四阶蛊虫剑翼思千蛊王。剑翼思千蛊王也是蝴蝶的外形，但却是落叶蝶的形态，其翅膀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正面的蝶翼十分华丽，宛若金雕玉琢，粉黛妖娆，而背面则是枯黄如同树叶，一旦翅膀收起，看上去就好似干瘪的枯叶。经常飞行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啊，翅膀在扇动的过程中，收起是增大阻力的费力运动，扇动是减少阻力的省力运动，这正对应了剑翼思千蛊的功效。中了此蛊，真正爱你对你好的人会在你眼中变成黄脸婆凡人精，而要害你骗你的野狐狸精则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妖艳天仙。叶凡坐在营帐中，骑青梅竹马的道侣可心道，你看看人家比你温文尔雅多少倍。叶凡怒而掐住对方的脖颈道，你这多嘴的婆娘，成天就知道抱怨，刚刚那毒蛙又没害你性命，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此时可心眼中泪水溢出，叶凡，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如果当时不是我哭闹，让师尊来责罚你，你只会遭更大的罪。当年你初入宗门，只有炼气3层，众同门耻笑你，众师兄羞辱于你。我看见你高呼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认定你非池中物。为了帮你炼九灵地火，偷拿了家族的地火，被逐出家门。你说什么迟早带我回去讨个说法，结果呢？有了实力之后，你见一个爱一个，这个也是红颜知己，那个也是红颜知己，
唯独我什么都不是，对吧？叶凡心中一颤，缓缓地松手道：“我最近心情不好。”看着这位自己的道侣，不知为何，明明其相貌美艳，倾国倾城，但自己就是没有兴趣。心中能感受到他是对自己好的，但就是再无初恋之感。此时，帐篷的缝隙中，千翠摇晃着狐狸尾巴，露出妖媚的微笑。其斜躺在卵石之上，单手扶颈，妖娆妩媚，9条尾巴上下甩动，挑动着树枝上的一颗大红苹果。叶凡面色发红，直勾勾地看着外面的狐狸精，心跳不断的加速。一旁的可心道：“叶凡，我们早点休息吧。”发现叶凡没有反应，可心顺着视线向外看去，就看见那狐狸精躺在草间，翘着2郎腿咬着苹果，翘起的渐变绿丝袜勾着高跟，美足上下摇动，对着叶凡抛出一个媚眼。此时叶凡道：“我们今晚还是分开睡吧，营地人多，我恐影响不好，回你的帐篷中去。”听闻此话，可心心中一凉，心中的玉骨练成了嗔骨，愤怒的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混蛋，我掐死你！”可心上前就掐住了叶凡的脖子，却是被其一掌打翻在地，口吐鲜血。此时见一丝千古王继续生长，个头变得更加的巨大，其身上的天道气运被啃食掉了4寸，只剩下5寸。可心心中的嗔骨也在急速生长，以一种幽怨愤怒的目光瞪着叶凡。叶凡被看得心虚，转身道：“你在这睡就在这睡吧，我出去睡。”言罢，叶凡就出了帐篷，向着千翠的方向走去。千翠娇笑一声，遁入草丛，叶凡紧随其后。结果一进去，就见10几根藤蔓忽然缠住自己，蛙飞吐出毒雾，迷晕了叶凡。千翠走上前，一脚踹在其身上，骂道：“哼，就凭你这废物还想碰我？我的每一寸都是属于主人的。不过今晚暂且不表，主人的计划可还要继续呢。不齐心之夫妻，迟早是主人的备胎和炉鼎。”此时看着叶凡跟着千翠进了草丛，如此之久还未出来，可心彻底的愤怒了，嗔骨让其变得极其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嘴角含血，眼角含泪的躺在营帐中。忽的就见林七雨拉开了帘幕，走了进来。林七雨还是老样子，彬彬有礼，温婉和煦，朝朝攻心，凶残致命。这一切都是他蛊虫搞的鬼，但其却面露惊恐。可心小姐，你怎地受伤了？我这有疗伤的丹药，你且服下，此去凶险，万一有了3长2短。林七雨还是老样子，话术十分诡诈，看似在安慰可心，实际上是变相说叶凡不顾你生死，你看我多好，我多关心你啊。服下丹药，可心心中暖暖的。林七雨已经不是最开始那个炼气修士了，而是筑基大圆满，练出来的蛊虫战斗力更强，对付可心这种炼气修士，一阶蛊虫足矣。嗔骨点燃的怒火烧穿了可心的理智，他要报复叶凡，但又实力不济，于是脑子一热，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报复。可心猛然搂住林七雨，钻入其怀中：“七雨哥，求求你带我走吧，我不想再遭那副星汉欺负了。”说罢，林七雨放下了帐篷的帘子，与可心在帐中度了一夜。翌日，林七雨在早间离开，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中。而另外一边，被毒雾迷晕，在荆棘中缠着喂了一晚上蚊子的叶凡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千翠还很无趣味地用翠绿的树藤编织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给他戴上，可心反而是一脸幸福，春风拂面。坐上林七雨的飞舟，众人继续前进。此时叶凡发现自己的道侣可心站在林七雨的身边，道：“可心，我昨晚上真的只是在灌木丛中睡了一晚上，我什么都没做，真的，我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睡了一晚上。我是去解手的，一走入那草丛就闻到了一股毒气，然后我就晕了。”但可心压根就不信。是啊，多巧的毒气啊，就只迷晕了一个人，其他人都好好的没事。我已经不在乎你了，你以后的事都与我无关。其他3女都在疑惑，以为只是小情侣之间的普通吵架。林七雨微微一笑，说道：“我们快到平躺山了，到了过后先去打探情报。”南宫瑶点了点头，的确，平躺山现在的情况远比其传说的要危急，连山区外围的不少村庄都被形势所攻陷，不知这瘟疫爆发的源头会是何等恐怖的模样。末法地，瘟疫国，尸后宫。腐烂扭曲的树木在恶臭粪便的粘合下组成了一座巨大的宫殿，五颜六色的毒菌丝、毒虫、飞蝇爬满了整个宫殿。2名身体肿胀肥胖、全身长满脓包的丑陋怪人推门而入，所过之处留下一道恶臭的黄水。太后，你找我们。纯白色菌落覆盖的床榻上，腐肉与碎骨组成了床体，毒草与毒虫所簇拥着的正是第3魔尊哀之魔尊。那是一位枯瘦、面色惨白、仿佛病入膏肓的女人，她身着破败长满苔藓的发霉宫装，怀抱一个婴儿。这婴儿乃是一漆黑枯骨，原本该长着眼睛的地方露出一个漆黑的大窟窿，不断地涌出绿色的汤汁。啼哭之时，嘴角不断溢出屎黄色的黄水。
笑啊笑啊，小孩子多笑才能健康成长，哀家这就给你喂奶。一边喂奶，温三哀一边道：哀家又受人欺负了，这些男人都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原本用于炼制新瘟疫的药材跑了，平躺山中的箭毒蛙王原本已经中了悲疫，但几个时辰前，其心中的欲望忽然暴涨几十倍，又活了，甚哀甚哀，哈哈哈。说罢，温三哀是仰天哈哈大笑一时间，婴儿与太后的笑声在大殿中回响，两个脓包怪人也跟着一起笑，后面的侍卫也一起笑，整个宫殿的人也一起笑。那领头的脓包怪人大吼道：我未能将福音散播好。说罢，这邪修直接用刀砍掉了自己的脑袋。看见其砍下自己的脑袋，整个宫殿中的人笑得更开心了。慈禧太后也笑了，哈哈，能百倍千倍放大欲望，是玉骨，弟弟还活着，七弟也在平躺山。另外一个脓包怪人一边将自刎的那位兄弟脑袋捡起来，一边帮其把脑袋重新缝上。正被重新缝脑袋的脓包怪人笑得更灿烂了，长满蛀牙的稀疏口腔中不断蹦出腐蛆，一边鼓掌一边歇斯底里地喊：还活着，还活着，太好了！无数这样畸形扭曲的人也都仰天大笑，整个宫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却诡异无比。温三哀继续说道：弟弟夺舍重生了，我们要给他送礼物。此时这些扭曲的怪人相互拥抱，仿佛是开庆典一样。我们喜欢礼物，是礼物节，礼物庆典在哪？赞美第三真仙。那领头的胖子站起身，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脑袋被手下奉反了。此时的他以一个正常人脑袋180度反转的状态，牵着自己手下的手，喜笑颜开，天真烂漫地往外蹦跳。礼物，礼物，送礼物，赞美太后的仁慈。此时城楼上两名新来的修士正看着这诡异的一幕，他们貌似正常一点，虽然皮肤泛绿，但没有那么多脓包。年轻人疑惑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炼药的资源不是被第七魔尊夺了吗？为何他们笑得这般开心？老者道：这就是哀之道修炼到极致的大能，哀之道的极致就是绝望与躺平，而他们已经绝望到了极点，心理预期已经无限低，低到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觉得是好事，都喜笑颜开，但笑容之下是被极度的绝望折磨到躺平的灵魂。年轻人疑惑：这里好脏啊，到处都是屎尿屁，这些修士都好丑啊，师傅，要不我们还是去投其他魔尊吧。老者摇了摇头：年少不知躺平好啊，你知道刚刚脑袋被缝反了的那个胖子是谁吗？那是哀天教的教主阮毒，哀之道的第3号人物，羽化七魔修。如果是其他魔道，别说把脑袋给人缝反了，就是一丁点的不敬都将万劫不复。哀之道中的所有修士都是绝望到躺平的人，入了此道，你哪怕一点工作不做，对自己的上司一点都不礼貌，也不会有事，他们还会鼓励你，照顾你，让你积极面对生活。整个哀之道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群孩子围着母神过着温馨的生活。此时阮毒已经跑到了一个大垃圾堆旁，其中摆满了长满霉菌、阿杂不堪的法器。这就是哀之道的法器仓库，直接露天像垃圾堆一样堆着负责看管的仓管，估计睡了100年有余了。其躺在一张烂沙发上呼呼大睡，菌丝和腐烂的后背赘肉将整个身体粘在了沙发上。3号首长见以100年为时间单位摸鱼的仓管，也不恼怒，道：把他搬开，轻点，人家在睡觉，我要进去找礼物。青年疑惑道：这样摆法器不怕被偷吗？老者道：这可是第3古老的邪修圣地，哀之道是瘟疫之道，因为什么都不想要，所以不会失望，不会受伤，心灵与肉体都变得极度强悍，生命力顽强的可怕。脑袋被砍重新缝上还乐开了花，只是基础操作，别说施法了，他们每个修士都是移动的毒囊，光靠身上寄生的毒虫就能引发一场毒死1成人的瘟疫。谁敢来这里偷东西？此时阮毒拿出了一张图纸，找到了这个礼物，一定能让他与世界和解。看见图上之物，青年全身恶寒：这东西他们不怕把第7魔尊毒死吗？老者万分兴奋，这就是哀之道的教义，他们认为绝望到躺平过后就再没有欲望，也就再无烦恼，是与自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的幸福状态。而那还有追求还在努力的人，是被欲望迷了眼的可怜人，自己要去帮助他们与世界达成和解。他们口中的福音和礼物代指的是足以让人绝望的绝症瘟疫。少年疑惑：第3真仙不管吗？这是在毒杀他7弟啊。老者道：7位魔尊只是表面上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都是通过吞噬与自己属性相同的心魔来提升实力，而修士一般被一种心魔所困，就难以再堕入另一种。为了争夺信徒，魔尊们实际上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他是故意给自己的7弟使绊子，或者平躺山有什么两人要争夺的东西。林七羽一行来到了平躺山，只见整个山体宛若一个庞大的马蜂窝，密密麻麻都是矿洞的出口，
巷内更是有无数的洞窟和暗井。林七宇皱眉道：“此地围攻的都是一些炼器修士，怎么挖出这么多的矿洞的？”一旁的叶凡道：“管他们呢，我们是来除魔卫道的，先去找太老爷问问情况。”听闻此话，林七宇将众人放在了山头：“你们去吧，我去矿洞内找矿工问问。”众人分散，叶凡在林七宇背后骂道：“哼，到委托点，第一时间不见委托人，却去问矿工，可笑的菜鸟！”林七宇则是不理会，一旁的千翠很疑惑：“主人，山上的殿宇看上去明显更舒服，为啥要去肮脏的矿洞啊？”林七宇摇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糟糕得多，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要与邪修或者魔尊作战，重点在于寻找原因。举个例子，我为什么找上匪情，并不是因为他辱骂于我，而是因为其心中傲慢，奢侈欲严重。我要吃他的心魔提升修为，他就算杀了我，也无法阻止曼谷让其堕落为娼。只有其控制住心中对奢侈享受、傲慢偏见的欲望，曼对他无效，他也就算是战胜了我。同样的道理，对付其他魔尊，正面对抗永远是下策，上策是寻找并解决问题的根源。”林七宇来到矿洞中，与一位老矿工交谈：“大爷，你挖了多久的矿啊？挖了这么多？10年。我问的是你的工作时长，可能你理解错了，不是问工龄。10年，我10年前休过一次假。大爷，你们一般休息多久啊？每天0点上工，0点下工，1周工作7天。你们不会累死吗？灵活调整，全天候待命，有空会休息吃饭。你没想过离开吗？去哪呢？回到家里没有地，修为和天赋又不足以在宗门内混个差事，山精邪修又打不过。”林七宇又找了位年轻的修士：“你想过挣的钱怎么用吗？你这么年轻。”林七宇想着对方的回答可能是拿钱回家娶媳妇，或者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林七宇就能恭喜他：“你心中还有欲望，别管好不好，你还有救，不会变成行尸，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少年摇了摇头：“不想，我什么都不想，赚够了钱就回家置办1亩地，然后种够吃的大米，然后除了吃就是躺着。”林七宇道：“你还年轻，有希望，多买点地，种点高附加值的灵草，没准可以娶个美女老婆。”喂！少年眼中无神，摇晃着走开：“没意义的，我资质不佳，未能通过宗门考核，只想糊口，就这样过完一生。”林七宇又找了一位中年矿工：“你们1个月多少零食？2000，这么少？没想过换个工作吗？我在留员外家帮过工，工钱更低，见我过了35，手脚不麻利就赶走了我。那你打杂应该行，去当个跑堂的小二，至少环境比这里好。我已经习惯这里了。哎，我有个10年的道侣，因为我不给他买仙露蜜琼，扣篮至真限定高质量女性轻奢女人先爱自己版，和我分了。不知道哪个混账想出来的，换个瓶子卖几10倍的价格，靠卖虚荣赚钱，别让我知道是谁，我咬死他。”林七宇眉头抖了抖，看着他逐渐走远，心说自己什么时候也成帮凶了。随着进一步的走访，林七宇发现问题十分严重，各个矿区中都充满着习惯了没什么就这样此般想法。林七宇只觉得毛骨悚然，此地哀的气息正在向极端转变，绝望和躺平正在逐渐占据所有矿工的神魂。这不是10万个矿工，这是10万个即将尸变的瘟疫行尸。林七宇还有最后一次救这个矿洞的机会，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顶端的豪宅，一把推开大门，就见太老爷正和叶凡等人大摆酒席，推杯换盏。叶凡小兄弟能使9灵地火，果然是少年英杰，只要消灭了此地的行尸，100万灵石马上送上。叶凡则是拱手哈哈大笑：“这有何难？此地不过数百行尸而已，以我之烈火，可灭之只是来时的几个村庄中行尸已达数千之众，而且潜伏山林，不好对付。”太老爷摆了摆手：“哎，我这宅楼固若金汤，他们进不来。只要矿洞正常上工，管他洪水滔天呢。”两人干了一杯。叶凡找到林七宇，看见没有，我的情报收集更为稳妥，不必与山外的形势交战，你就做好你的船夫，驾驶飞梭，到时候带我们离开。找到我要的灵草后，给你3000灵石跑腿费，剩下的都交给我。林七宇淡淡的给出了最后一个警告：“太老爷，你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能救你的命，给矿工们涨工资，按时上下班，按时休假，最好立刻放7天，并马上兑现涨的灵石。”太老爷皱眉道：“你们是正道修士，除魔卫道是你们的本分，为何不斩杀妖邪，却要来迫害纯良，干扰我等良善之辈正常经营？涨工钱、休假，你知道那会损失多少灵石吗？我1块灵石也不少挣。”林七宇摇了摇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上策没办法执行，只有下策了，拿了东西赶紧跑。”林七宇转身离开：“千翠，我们去找何果桃，然后离开这里。你们谁要来的就来，谁要接着喝酒的继续喝。”听闻此话，可心起身跟上了林七宇。看见千翠妖娆的身影，
叶凡的剑意思千古猛然挑动其心弦，随后起身道：“我也去，没有我的神火，你只是带着狐仙姐姐送死罢了。”林七羽看着叶凡，哈哈大笑。自己作为扭曲天道的化身，是邪恶的魔尊，却送来了最后的忠告。而作为天道气运加持的叶凡，不察民生之疾苦，眼中尽是美人相怀，与富豪推杯换盏之间，就定了谁正谁邪。世道之炎凉，恐不如斯。众人开始在矿道中前进，千岁在林七羽的指挥下，总是冲锋在前。中了剑意思千古的叶凡，玩了命的冲上前保护千岁，弄得一身伤。但叶凡说到底还是有天道气运加持的修士，总是能化险为夷。沿途的行尸一茬又一茬，如同割麦子一样的倒下。正此时，叶凡忽的一脚踩空，落入了一塌方的矿洞之中。林七羽心说怎么回事？难道天道气运失效了？走过去一看，就见叶凡所在矿洞之中赫然长着一株灵草，正是合果桃。林七羽摇了摇头，不愧为气运之子，这覆压数百公里的巨大矿井，旗下矿洞如网，四通八达，宛若迷宫，连我都感兴趣的瑰宝，踩空一脚便被他寻到。此时南宫瑶惊叫道：“不好了，周围的形尸变得更多了！”就见远处的矿洞之中，更多的瘟疫形尸如潮一般涌来。林七羽右手掐诀，通灵法术显现，蛙飞。穿着宫装的贵妇美人显现，慵懒的扭动酥软的腰肢，数根穿破土层汇聚出一把长弓，向着洞穴顶端一射，紧随而来的就是一阵剧烈的爆炸。矿洞发生了塌方，将形尸堵在了另外一边。众人皆松了一口气。叶凡一跃而起：“跟我来，这边走。”进入另外一旁的矿道，却发现大量的矿工都聚集在此，他们全身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溃烂，绿色的菌丝正在其体表生长，难闻的恶臭不断从其体内溢散。叶凡此时才明白自己接了多大一个烂摊子。这些人要是都变成那些行尸的话，那就……林七羽在一旁补充道：“没错，10万只，你刚刚连零头的零头都没杀够，你垮下了海口，让我在一旁看就好，你只管动手，我在等你除魔卫道呢，英雄。”听闻此话，叶凡的表情绷不住了，再也没有任何神采，转而向林七羽拱手道：“林兄，那太老爷欺男霸女，死有余辜，不如我等先做你的飞梭，速速退去，再从长计议。”就见那些半死不活的矿工忽然站起了身，他们脸上带着灿烂的嗤笑，高呼道：“赞美第三真仙，我等将把福音洒向世界！”哈哈哈，我们要世上所有人与世界和解。接着，这些矿工开始胡闹一般的打闹调笑，使尿屁乱流，身上的脓疮和毒斑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众人正欲迎战，却见这些扭曲的矿工直接无视了众人，手牵着手，如同郊游一般，向着西北一侧的矿洞飞驰而去。他们又是要干什么？叶灵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一边搓自己的胳膊，一边说着：“太诡异了。”林七羽瞳孔一缩：“升阶，有人要升阶。”叶凡疑惑：“什么是升阶啊？”南宫瑶道：“魔道中人提升修为的一种邪术。传说知道魔尊名字的人，可以通过举行邪恶的献祭仪式，通过做出极其卑劣的行为献祭活物，从而获取巨大的力量。”林七羽没说话，但他知道升阶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升阶是魔修快速提升实力的最好办法，是一般魔修和魔尊建立联系的重要法门。扭曲天道和天道气运不一样，其不是开天辟地之时就存在的自然之理，是极端心魔大量聚集，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比如现在有一位哀之道的魔修在平躺山散播悲意，让整个矿洞中的10万人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他本人是无法将如此大量的哀怨转化为自己的力量的，就只能通过献祭的方式将这些哀怨送给哀之魔尊，魔尊将这些哀怨汇聚成扭曲天道，再反过来注入这个魔修的体内，就像正道修士获得天道气运，就如同 NPC 套了主角光环，获得扭曲天道加持的魔修力量也会暴涨，就像从小怪升级成精英 BOSS 一样，实力会发生质变。这个过程就被称为升阶。升阶需要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知道魔尊的真名，第二个条件就是足够强的极端情绪。这个强是个很玄学的东西。曾经有人将一整个青楼的嫖客和妓女献祭给林七羽，结果1寸扭曲天道都没有产生。有人只是将一个爱看小黄文的少年献祭给了林七羽，直接爆出了9寸扭曲天道。人心就是如此难测，有的人满嘴跑火车，实际上只是解决生理需求，并不坏；有的人看上去很正直，实际上心中各种变态的玩法想法都有，只是没有实践。而升阶论心不论迹，只看献祭者和祭品对应属性的情绪是否强烈，与其他一切因素都无关。看着这些扭曲的矿工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林七羽额头上冷汗缓缓溢出。10万个因为绝望而躺平的矿工，那老妖婆是准备把我往死里打啊！林七羽拱手道：“叶兄，此地已是万分危急，
汝作为正道修士，实力强劲，需速速前往铲除奸邪。听闻此话，一想到10万行尸，叶凡说道：不，我们还是暂避锋芒，从长计议。听闻此话，可心摇头，他向来如此，从不负责。林奇宇点头道：好，我们暂且离开吧。注意到叶凡气的面色发青，林奇宇走得快了些，在拐角处一闪而去。叶凡见林奇宇离开，直接一耳光扇在了可心的脸上。你这贱女人，你这是什么话？你阴阳怪气，我是吧？可心被打翻在地，怒道：叶凡，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到处沾花惹草，我真是瞎了眼。叶凡接着道：我告诉你，不是留着他有用，老子早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了。可心起身，你不许对。啪的一声，知道自己被绿的叶凡下手更狠了，一边打一边骂：老子是宗门第一天才，任何女人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谁敢抢我就要谁碎尸万段，谁不听我的谁就要死。将可心打得鼻青脸肿，叶凡一边拍手一边走远。可心掩面哭泣，却发现林奇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另一个矿道绕到了自己背后。你想获得杀他的力量，我可以帮你。可心一脸疑惑地说道：我打不过他啊。林奇宇低头抚摸着可心的脸颊：你可以的，向最年轻的真仙祈祷，第7真仙欲望之主，向他祈祷，献上贡品，然后升阶。听到这，可心一脸震惊：修魔不行，向魔尊祈祷就变成魔道了。林奇宇俯身将收回的剑意丝千骨王下在了对方身上，嘴唇贴近其耳垂低语：第7真仙其实早就在注视你了，宝贝，你的欲望很强烈，想要杀了他的欲望。可心使劲摇头：没有，我没想，我不想。林奇宇说道：那你就准备看着他在你的尸骨前和其他的女人永结同好吗？不对，这个女人的后面需要加个门。听到这里，可心抬起了头：我要怎么做？林奇宇继续说道：这里有一根香，是第7真仙徒弟炼制的，拥有让人沉迷在美梦中的奇效，迷于你的师尊、道侣、妹妹、同门，然后将他们献祭给第7魔尊，男的当备胎，女的当炉鼎，你就可以升阶了。放心，这烟的效果很强，不会有问题的。可心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不能帮我吗？林奇宇笑了：当然不行，你必须亲手亵渎自己的过去，你越极端，升阶的成功率就越高。最后的最后，可心行动了，他选择了一处十分僻静的矿洞，在矿洞的前端点燃了冰乐高，紧随而来的就是一股十分难闻的黑烟。在昏暗的矿道中，黑烟与影音合二为一。下风巷的众人正往前走着，忽的，修为最低的叶灵竹率先陷入了幻觉，其向着前方一步步的走去，幸福的喊道：林奇宇哥哥，林哥哥，来啊来啊！见此情景，叶凡刚想上前，却是见小师妹子照抱住了一旁的石柱，一边哭一边嚎：奶奶，我修炼到金丹了，我可以救你了。叶凡彻底慌了，转头看向师尊道：师尊，快想想办法。结果这一回头，就见南宫瑶居然穿着一身极其性感美艳的轻纱，一步步向着自己走来，跪在了自己的面前。徒儿，师尊早已想好了，即日起与你结成道侣，将舵主之位传授于你。叶凡心说怎么回事，冷傲的师尊怎会如此主动？紧接着其感觉到一阵的舒爽，下一秒另外一位妖艳美人出现在了自己的背后。千岁从背后抱住了自己：郎君不要跑啊，尊贵的舵主大人，我们都是你的翅膀啊。接着更多的美人从迷雾中显现，有花妖三姐妹，有云丹宗的小公主，有曾经仰望过的雨花宗宗主。叶凡这辈子见过的所有的美人都如其所说的一般，都成为了他的妻妾，并与其一同在这矿洞中嗨皮了起来。叶凡感觉自己飞上了天空，落入粉色的云霞，天空中下起了大雨，但落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一个又一个天使般美丽的大姐姐。她们穿着清凉，不管是相貌还是身材都是绝艳。叶凡的面前五光十色，美腿、高跟鞋、各色的丝袜、低胸吊带，如同洪水一样淹没了自己。自己掉入了一个全是美人的巨大漩涡中，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现实中，林奇宇看着倒地的叶凡，摇了摇头道：晴儿的毒香越来越厉害了，我果然没有看错，其天赋异禀，不过仍需打磨。林奇宇抬眼看着面前仍然站着的南宫瑶道：多久开始怀疑我的？听闻此话，南宫瑶口含闭契丹道：你有百灵之子神通，可与百灵相通，见毒蛙夜闯营地，你本该第一个察觉，却迟迟不现身。只有一个解释，你是故意让其进入营地，引得凡儿道侣之间夫妻不和，再蛊惑可心堕入魔道。林奇宇笑了，很聪明，我会把你练作我第二疼爱的炉鼎的。南宫瑶道：听闻我戳破你的诡计，你觉得可心还会向着你吗？可心，快灭掉毒烟。然而
可心却是突然从南宫瑶的身后走出，一剑刺入其后背，令其口中闭气丹掉落。师尊，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很爽。在烟雾中，我看见了叶凡痴傻如同烂肉的躺在地上，包括你，所有那些他的所谓红颜知己都被炼作了炉鼎，在他绝望的瞳孔倒影中成为了第七真仙的奴隶，而我则立于真仙之侧，获得了无上的升华。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只想要更爽更刺激的体验，而只有第七真仙能给我。可心喊出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像是被屏蔽掉了一般，南宫瑶根本听不懂。南宫瑶心中悲凉，他喊出了一个魔尊的名字，魔尊的名字只有赞美老妪和魔尊本人才能告知其他人。难道说……南宫瑶看向林七羽，不可能。一瞬间，紫色的糜烂堕落欢愉气息冲天而起，站在最中央的可心挑起自己的师尊，高呼道：赞美堕落之道，赞美欲望之主，一切欲望献给第七真仙。紫色的气息消散，就见可心的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长出了6只手臂，每一只手臂都布满了鱼鳞，拿着一把淬毒的弯刀，下半身变成了鱼尾，其相貌变得极其美艳，前凸后翘，声音之中充满了魅惑，实力提升到了结晶初期。原本处于叶凡体内的6寸天道气运被扭曲成了扭曲天道，在其体内流转。可心已经死了，现在留下的这个半人半鱼的美妖唤作鲛人毒妇，是新生阶的魔头。鲛人毒妇扭动着水蛇一般的细腰，鱼尾魅惑摆动，来到了林七羽面前，低头行礼：第七真仙，请指引我。林七羽说道：我们必须阻止三姐的升阶仪式，她的祭品实力更强，数量更多，情绪也更极端，一旦升阶仪式完成，会有一个比你强好几倍的怪物出现。鲛人毒妇领命疾走，向着行尸们前进的方向就冲了过去。其身材妖娆，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挥砍之势如同一场妖异美艳的舞蹈，所过之处血肉横飞，宛若一道带着紫色魅惑气息的闪电，向着哀之道升阶仪式的正中心冲杀而去。在末法地与圣法地的交界处有一交界地，交界地最强大的帝国名曰地法国。地法国疆域庞大，国力雄厚，兵强马壮。大皇子名叫叶枫，其多愁善感，慈悲心肠，与世无争，察民生之疾苦。叶枫喜与街头平民交谈，每当其听到谁家白发人送黑发人，谁家家破人亡，谁家怪病缠身时，叶枫便会嚎啕大哭。此事若发生于我身上，我绝承受不住。然而异变凸显，其二弟叶狐堕入魔道，杀父娶母，献祭了整个地法国。地法国被扭曲为了魔国、御法国。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母后遭人侮辱，自己的父亲被斩杀，邪修们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面孔折磨致死，整个国家沉沦堕落，自己与妹妹相依为命，逃到了圣法地。叶枫恳求圣法地的修士们助自己救国，收获的却只有冷眼。一个没有国家的王子，凭什么要我们帮助你？我们会想其他办法对付那魔头。还说什么许诺2/3的国库？你一支军队都没有，就算打下御法国也是我们的功劳，凭什么分1/3给你？叶枫流浪在街头，他现在与乞丐无异，扶着衣衫褴烂的小妹，但仍立誓要重建地法国曾经的辉煌。然而除去那晚的誓言，剩下的就只有苟活。圣法地的炼器修士多如牛毛，天赋平平的叶枫只能做杂役。最初几日，其还能收获周围人的关心，众人围在其身边，听其讲述遭遇，一同痛骂第七魔尊。时间如梭，众人各奔前程，无人在一起苦难。有人来问，他便会说，但只是徒留嘴，脚掌青苔。时间继续流逝，其天赋只是平平，修炼未曾放弃，机缘未曾有过，平凡着，失败着，距离那复国的誓言越来越远。最终因为修为不达标，被赶出了宗门，下山寻找妹妹，却发现妹妹居然已经成为了永明城著名的妓女。地法国的灭亡是第七魔尊的杰作，妓女这个职业对于叶枫来说简直就是魔鬼的使者，灭国的帮凶。愤怒的叶枫找到了妹妹，却发现妹妹躺在一间破庙内，其万分憔悴，身体变得浮肿，眼圈泛黑，这是接了太多的课，感染了怪病，即将死去。叶枫质问妹妹为何如此，妹妹将那象征皇族身份的玉佩递给叶枫。哥哥，我看了你的书信，你在宗门修炼卓有成效，妹妹不才，只求能赚一笔灵石，祝哥哥在献帝法国荣光。叶枫此时哽咽住了，他厌恶废物的自己，厌恶为实力至上的修仙世界，但生活沉重的打击还未停止。门外的百姓嚎叫着向西奔走。不好了，双烟镇的刘员外与雨花宗主的侄子打赌，输光了自己的家产，甚至挪用了银庄中的灵石，存的钱都没了。妹妹的努力血本无归，两人住在破庙中相依为命，日子越来越拮据。妹妹身上却发生了奇迹，原本应该病死的她，却表现出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那怪病之下，妹妹全身长满诡异扭曲的脓包，长出幽绿的菌丝，
他变得异常的平和，总是说出自己已经与世界和解，希望哥哥也早日与世界和解之类的胡话。见妹妹病情愈发加重，叶枫只能尽快寻找工作，但圣法的由于灵气过于充裕，连跑个堂都要练气修为，内卷程度可谓恐怖。他只能选择那些工作环境极度恶劣的工作，才能赚到零食。于是其用一麻绳将妹妹裹在毯子中，拖到了平躺山。在平躺山的矿洞中，妹妹被安置在一个棺材大的土坑中，那是自己的房间。时间一日日的过去，每日0点上工，0点下工，1周工作7日，汗水浇灌着这座大型矿场的根基。妹妹的声音逐渐变得陌生，挖矿的工作熟练到虔诚，零食是无所不能的道法，老爷用它豢养着牛马。明天的剧本依然枯燥，主题是过量加班换片刻温饱。声嘶力竭溃败后，只剩下沉默，化作无声的悲歌。2000零食既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妹妹，拯救地法国更是天方夜谭。听见风吹过平躺山，带走叶枫的神魂，让其进入了一座腐败的宫殿。一个脑袋被缝反了的胖主交给了叶枫一个大大的拥抱。娃儿，你这香了，太后要见你，你将获得升阶的殊荣。那高台宝座上，怀抱骷髅婴孩，身着腐败宫袍的太后笑得春风拂面。孩子，我会告诉你我的真名，向我祈祷，献上贡品。你的妹妹未能升阶成功，在于她心中还有可笑的希望，而希望是阻碍你升阶的毒药，要尽快将其消灭。从梦中醒来，工头们冲入房中，要求自己上工，而叶枫只是躺平，只是微笑，向他们诉说着为何要早起迟眠不自由，徒留哀怨不可救。工头们显然不乐意，他们上前将叶枫拖到了广场，举拳便打，让其他所有人看看不上工的下场。然而叶枫的身体变得异常的坚固冰冷，就好似僵尸一样。殴打叶枫的工头身上开始长出菌丝，全身腐烂，化为了绿毛僵尸。更多的工人也着香了，化为了行尸在矿洞中散播太后的福音。他们欢笑着，近乎填满了整个矿洞。叶枫拿起了妹妹送给自己的玉佩，将其丢入深渊之中，丢弃这皇族身份的象征，丢弃那拯救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丢弃那1个月2000零食不可能到达的诗和远方。这一刻，叶枫笑了，他看见了那古老的邪神在远方向自己点头，身上的枷锁消失，只有无边无际的宁静。没有希望便不再失望，什么都不想要，自然什么也不会失去。哈哈哈，我悟了，我开悟了。周围这乡的工友们纷纷鼓掌，仿佛开启了庆典一般欢声笑语。他悟了，他悟了。叶枫走入狮群，高呼道：赞美神母，赞美慈禧太后，赞美哀之道，一切悲哀献给第3真仙。升阶开始，叶枫即将升阶成功，其行走在狮群之中，在众行尸拥抱欢呼之中被高高捧起。叶枫的小妹从棺材大的房子中钻出，微笑着眺望叶枫，脸上满是幸福。笑着笑着，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事后宫内正在欢庆的众多哀之道魔修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唯有太后仍然保持微笑。透过透视之眼投影的屏幕上，即将升阶的叶枫面前忽地闪过了一阵旋风，就见16爪鲛人一闪而逝，手中弯刀直接把叶枫的脑袋给剁了下来。众哀之道的魔修议论纷纷，不对啊，为啥会这样？平躺山的哀怨之气应该能将其升阶到结晶中期啊，怎么直接被砍了？他是不是只喊了对太后的赞美之词，忘了喊太后的真名，所以升阶其实并没有开始？这算什么？我们已经推到水晶了，非要跳舞不为最后一刀，然后被对手秒了，接着就被翻盘了。林七宇看着丧尸齐聚的升阶现场，很好，赶在其升阶之前将其斩杀了，接下来就简单了，引爆矿洞中的炸药，然后将整个平躺山中中了悲意的人活埋掉，这事就完了。正在瘟疫的观摩的一老一少2位邪修又开始了闲聊。少年说道：刚刚2位魔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进行了一场极为精巧的智斗，挖妖的毒箭射中天花板的时候引发了爆炸，还记得太老爷为了赚钱伪造事故活埋工人的事吗？第7魔尊看到了太老爷的想法，知道哪些地方有炸药，于是计划在大规模尸变前拿走和果桃，再引爆炸药，将即将尸变的感染者活埋。见此情景，太后提前让自己选中的魔头开始升阶，但第7魔尊变招更快。原计划是让剑意4000古王吃掉叶凡身上的天道气运，但面对极度绝望下升阶的叶枫，其心中没有欲望、玉骨、幻术，乃至第6天大魔王都无法对尸鬼起效，于是转而将剑意4000古王收回，下在了叶凡的老婆身上，利用其对自己道侣花心的愤怒，引诱他献祭自己的道侣和同门。如此扭曲的行为和叶凡身上本就有的天道气运，制造出大量扭曲天道。这妖女爆发出了恐怖的战斗力，赶在叶枫升阶前将其击杀。最后的最后，还是第7魔尊其胜一招啊！老者却是微微一笑：你的哀之道修炼的还不够，太后说的要叶枫抛弃的希望到底是什么？你没看懂。
鲛人毒妇在狮群中大开杀戒，手中6把弯刀舞动，宛若致命的霓裳舞。所过之处，无数丧尸的人头、肢体被砍飞，宛若狼入羊群，杀得哀之道的行尸毫无招架之力。林七羽则是指挥月季3姐妹，利用藤蔓调整炸药位置，准备活埋所有行尸。叶兰眼中充满绝望，抱起了哥哥的头颅，眼中泪水一滴滴的滴落。哥哥，哥哥，不要离开我！叶枫已经行尸化，脑袋被砍，任有最后一口气。妹妹，刚刚我之所以不叫出第3真仙的名字，是因为我看见了你。我意识到，我即使喊出他的名字，也无法升阶成功。我心中还有希望，那个希望就是你。我希望你能活下去。你无法升阶成功，是因为你希望我活下去，这也是你把玉交给我的原因。真遗憾，我们俩原来如此深爱着彼此，都怪我，到最后才发现。多想离开这里，去找一片开满牡丹花的花田，在那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已经来不及了，就像灭国时一样，那个魔鬼的使者来杀我们了。他看向了狮群中不断砍杀的鲛人毒妇，摄人心魄的美，充满欲望和堕落的气息，是那个魔鬼的手下为了获得我们身上的祖龙血脉，派人来追杀我们了。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才会彻底绝望，才能升阶成功。我希望活下去的是你。说罢，叶枫彻底断气。妹妹抱起了哥哥的头颅，其眼中满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哀，她眼中的泪水一点点的滴落。慈禧太后的声音在其脑海中回荡：很好，就是这样，开始升阶吧，你已经够绝望了。叶兰喊出了一连串听不懂的词语，那是第3真仙的真名。其缓慢抬头，面带微笑，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一切绝望献给第3真仙。绝望与瘟疫的毒气冲天而起，腐败堕落的瘟疫感染了其体内流动的王族龙血。升阶，就见叶兰身上长出了腐烂的龙鳞，头顶长出一对龙角，身体溃烂，乌黑的毒斑布满全身，已经泛白没有瞳孔的眼眸不断溢出血泪，腐败的躯体上黑血流动，宛若组成了一套活体外皮。狮龙女升阶成功。狮龙女发出了一声惨烈好似哭嚎的龙吟，腐败的瘟疫气息瞬间覆压周围数十公里，整个平躺山彻底垮塌。正在顶端豪宅中睡觉的太老爷，在疫病的侵袭下，彻底化为了一团毒菌包裹的活死人。方圆10里变得异常欣欣向荣，真菌、孢子、毒苔藓、毒虫几乎填满了这个世界。鲛人毒妇飞跃而起，手中6把弯刀直砍在狮龙女的身上，但龙鳞之坚固，如若坚铁，一瞬之间，其刀刃崩裂，被反震而出，倒飞出去10几米。见此情景，林七羽摇了摇头，用纱巾包裹住面容，从山峰上一跃而下，落在了鲛人毒妇的面前。祖龙血脉，叶天地遗留世间之血脉，真是可惜啊，投了哀之道。我从你的记忆中看到，你都当过妓女了，居然不来投我玉之道，真是不懂享受人生。哥哥，狮龙女完全不管周围的一切，只是怀抱自己哥哥的头颅，不断的哭泣。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狮龙女仰天哭嚎，其体内溢出无数腐臭的毒蝇，与淡绿色的腐败毒物一同组成了一条绿色的毒龙，向着林七羽的方向就冲了过来。林七羽的右手掐诀，左手拔出了天人五衰剑，千翠通灵而出，使用奇雨。一时间，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地面上长出数根藤蔓，向着毒龙袭杀而去。千翠的藤蔓试图将狮龙女绞杀，但这些藤蔓在接触到狮龙女的瞬间便枯萎衰败，瞬间化为一团墨绿色的废土。腐烂的废绿之液中，狮龙女猛然冲出，一双尖锐的龙爪直袭杀向林七羽。林七羽捏碎了一张瞬移符，出现在狮龙女的身后，在对方回眸的瞬间，立刻使用极欲魔瞳，但并没有效果，对方已经彻底的绝望，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欲望。下一秒，狮龙女体内溢出的毒龙云雾从林七羽背后袭杀而来，林七羽侧身躲过，刚一落地，就见废墟中无数被行尸从地下钻出，而林七羽正背后的赫然是一只秃顶的光头行尸。更他妈巧的是，这位兄台林七羽还认识，正是那位说我已经习惯这里了，哎，我有个10年的道侣，因为我不给他买鲜露蜜琼，透蓝至真限定高质量女性轻奢女人先爱自己版，和我分了，不知道哪个混账想出来的，换个瓶子卖几10倍的价格，靠卖虚荣赚钱，别让我知道是谁，我咬死他。就见这行尸直接一口咬在了林七羽肩膀上，好在有灵虚青山这同阶防御无敌的极品防具，林七羽才逃过一劫，反手将这具尸体一剑了解。然而绿色的霉菌开始腐蚀灵虚青山，甚至开始长出墨绿色的菌丝，这些带有剧毒的菌丝仿佛有着生命一般，向着林七羽身上不断蠕动。此时事后宫内众哀之道的魔修纷纷欣喜若狂，开始弹冠相庆。好，虽然岂可无限夺舍重生，但桃果核定能为太后拿下，怎能让他如此轻易的离开，要让他也早日与世界和解。此时
那一老一少两位哀之道的新魔修又在闲聊：“师傅，他们好像很讨厌第七真仙啊。”当然了，毕竟双方修魔的法门完全相反。玉强调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不计代价想要改变的决心。强调的是对现状的接受和不管多糟都不改变的躺平。但这一局定然是太后赢了。狮龙女有祖龙血脉加成，且生阶时过于绝望，再加之哀之道的修士躺平后对欲望的天然免疫，尸鬼种族对精神类攻击的天然免疫，她的魔功无效，虽修了一些应急的正道法术，但难成气候。太后看着林七羽狼狈的样子，仰头是哈哈大笑：“七弟，最后还是姐姐更胜一筹啊！”哈哈哈哈。忽然，林七羽喊道：“可心，你挡住其他的行尸。”林七羽一边说着，一边踱步向前走去，就见其拔出了手中的天人五衰剑，剑刃抬起，却是见天人五衰剑变回了九灵圣剑。忽的，第三魔尊笑容凝固了，这不可能，一半九灵圣剑，一半天人五衰剑，他居然在同时操纵扭曲天道和天道气运两种完全相反的真理。林七羽左手掐诀，右手握剑，释放出了自创的道法通灵玉骨术。就见林七羽那些常用的蛊虫，极乐自在蛊、穷奢极欲蛊、悲痛欲绝蛊、逢赌必输蛊，统统出现在了林七羽身遭。伴随着这些蛊虫的出现，林七羽体内溢出了本属于其的9寸扭曲天道。与此同时，悲痛欲绝蛊体内溢出了从顾天明体内啃食的9寸天道气运。此时，慈禧太后脸色的笑容彻底僵住了。不可能，这通灵术与百灵之子神通是正道法术，能通灵万物，而玉蛊是邪虫，用正道法术对邪祟通灵，这是……那老魔修不顾自己徒弟的阻拦，高呼道：“千古第一奇闻，此乃千古第一奇闻，道魔双修，道魔双修。”只见林七羽傲然而立，左手掐诀，右手拿剑，背后9寸扭曲天道漆黑如墨，透露着诡异邪气。9寸天道气运纯白无瑕，闪耀着正道的光辉。邪气与正气相互交织，在旋转中组成了阴阳二余，赫然化为了18寸太极圆，在林七羽背后不断旋转。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万物皆有两面，此为道法自然也。林七羽周围的蛊虫皆通灵成功，穷奢极欲蛊化为一沓着镶嵌满各类宝石的阳伞美少女喊道：“老板，我们来帮你了。”极乐自在蛊化为一身着白衣长袍的大美人，我还不信了，这世间真有无欲无求之人。逢赌必输蛊化为一妖艳美妇，身着深 V 长红袍，好似一美艳荷官，老板小心，此妖非同寻常。林七羽甩出一道纯白剑气，这一剑竟是斩碎了狮龙女体外摇曳的绝望毒气。穷奢极欲蛊抓住这一层缝隙掐诀施法，赫然是成功让其愣住了一秒。狮龙女看着面前一片巨大的金山，心中毫无波动，撕裂之后向着林七羽继续冲杀。但愣的这一秒，花妖三姐妹的藤蔓已自下向上将其困住。狮龙女好似要掐诀，却见逢赌必输蛊抓住这个机会，甩出无数的骰子、麻将、酒牌，直砸在了对方身上。狮龙女施法失败，天空中翱翔的毒龙云雾见势不妙，向着林七羽的方向冲来。林七羽手中9灵圣剑向着地面上一插，在天道气运的加持下，周围的植物疯长，千翠蚁树道藤蔓汇聚，组成一柄长剑，蛙飞张弓急射而出，射中这毒龙。长剑之上长出了无数的能解毒的金银花，长剑之后的藤蔓直连蛙飞。蛙飞靠着强大的耐毒性，居然开始配合藤蔓上的金银花，开始吸收周围的毒气。见毒气消散，林七羽才松了一口气，却是见狮龙女猛然一声咆哮，挣脱了花妖三姐妹的束缚，向着林七羽的方向再次袭杀而来。周围数道迅速生长的藤蔓组成13层屏障，却被狮龙女瞬间洞穿。尖锐的利爪直插入林七羽灵虚青山上被腐蚀的位置，贯穿了林七羽肩膀，带着林七羽砸入了平躺山废墟中，贯穿地面层层下坠，砸入废墟100米。林七羽咳出鲜血道：“你完了！”却是在下一瞬间，林七羽化为向着四周飞散的剑气，天阶身法剑影闪。在极其狭窄的废墟中，能运用天道气运的9灵圣剑汇聚9寸天道，爆发出数道银白剑气。狮龙女被天道剑气斩得全身伤痕累累，那宛若金铁般坚固的龙鳞上留下了数道剑痕，腐烂的龙鳞开始掉落，但其仍然再次站起。紧接着，林七羽出现在了其身后的空中道：“三姐，我知道你在看，我今天要你输得心服口服。我预知道除了练炉鼎，可还会练傀儡的。”就见被练作傀儡的叶凡猛然从一旁的废墟中跃出，9灵圣火猛然向下翻涌而去，瞬间吞没了狮龙女。烈火焚烧中，狮龙女怀抱着哥哥的头颅，嚎啕大哭：“哥哥，我好痛，你在哪？哥哥！”然而林七羽的连招还没有结束，狮龙女扬天咆哮的瞬间，其才注意到自己这100米深坑的周围全是灵石炸药包。慈禧太后倒吸一口凉气，瞳孔地震，
脑海里回想起林七羽使用九灵圣剑催生藤蔓的画面。藤蔓是掩护，藤蔓的根须钻入了废墟中，将没有引爆的炸药堆在了地下，然后故意被击中，砸入其中。只听一声巨大的爆响，几吨的灵石炸药瞬间爆炸，火光冲天，整个废墟化为了一片火海。然而，哀知道升阶的妖邪生命力之顽强，就连林七羽也震惊了。烈火之中，被烧得皮肤焦黑的狮龙女怀抱着哥哥的头颅，向着林七羽又冲了过来。林七羽反手抬起长剑，刺入对方胸口，周围的藤蔓猛然疯长，费了吃奶的劲道，总算是将其停在了林七羽面前3寸的位置。林七羽借助9寸扭曲天道，释放极域魔瞳，周围蛊虫们吞食的天道气运全注入剑中，即乐自在骨同时钻入其体内。咔嚓一声脆响，九灵圣剑刺穿了狮龙女的心脏，其挣扎开始变得越来越慢，伸向林七羽的龙爪垂下，紧紧地抱住了叶枫的头颅，蜷缩成一团。哥哥，哥哥！林七羽看着对方，什么吗？最后的最后，你还是有欲望的，中了极域魔瞳。拔出剑来，倒地的狮龙女紧紧地搂着哥哥的头颅，眼角血泪点点滴落，其纯白的瞳孔中倒映出一片夕阳西下的花田。在开满牡丹花的花田前，有一座小木屋，叶枫推门而出，牵着叶兰的手，两人一起向着远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消失在了花海与落日的交界处。狮龙女爆出了一枚剧毒内丹，狮龙丹，这是用于炼器的极品材料。林七羽从炼成傀儡的叶凡手中接过桃核果，将其收入囊中。此时已经被炼作傀儡炉鼎的三女，其中南宫瑶乃是燕丹门永宁州的舵主，实力不算强劲，但却拥有一个小宗门。林七羽道：你们回到宗门后，开始秘密炼制和贩卖这种毒香，将你们宗门转化为魔门，对于掌门来说并不算难事吧？还有，叶凡要好生保养，假以时日，如若我有所需，其身体是重要的夺舍材料。是。南宫瑶点头领命。林七羽扶着肩膀，发现伤口上霉菌仍在滋生。远处，千翠一边挥手一边喊道：主人，快来看这个！林七羽走近一看，是已经化为形尸的太员外，其全身腐败，好似一个绿色的大肉瘤，身上长满了菌丝，如鼻屎一般粘于破墙之上。林七羽叹息一口气，看他这样子，许诺的灵石怕是一分也给不出来了。蛙飞从对方脖子上扯下一根钥匙，递给林七羽道：不一定哦，这钥匙其贴身保管，定有猫腻。接过钥匙，周围的植物根茎迅速升起，其豪宅废墟中一巨大的宝库被树根顶起，即使矿山塌陷都未曾有半分损坏。这宝库乃是一圈金铁包裹打造的大宝库。用钥匙打开，林七羽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其中足足有5000万灵石，这还只是其手中的流动资金。如果豪宅不毁，矿山不倒，其总资产完全可以说是永宁州首富。但是他一块灵石也不给下面的工人分，1秒钟休息时间也不愿意给，以至于整个矿洞中的工人陷入极度绝望躺平的境地，最终营造出了哀知道绝佳的升阶环境，连自己的性命都彻底交代在了这场浩劫中。林七羽收走了所有的灵石，驾着飞舟飞向了宗门禁地。方红林此时正在修炼，就见林七羽推门而入道：师祖，快帮我个忙，这衣服可能顶不住了。方红林看着林七羽肩上那3个被狮龙女利爪贯穿留下的血孔，其上已然长出毒癣，此毒非同凡响，灵虚青山水火不侵，乃是天山雪蝉之丝编织而成，就算被击破也绝不会衰败，但其居然被腐蚀了。林七羽将衣服脱下，又将狮龙女的内丹递给对方：那就试试以毒淬衣，让蚕丝吸收毒性，与这内丹合二为一。你赶紧救这法器，我得去救我这用的顺手的肉体。说罢，林七羽赤裸着上身就静静地找药去了。林七羽肩上的伤口在不断的腐败流脓，甚至长出了黑色的霉菌。老妖婆的毒无论何时都是这般难缠。一边说着，林七羽一边靠着百灵之子的神通寻找草药。好在百花谷内百草丰盛，各种稀有的草药一抓一大把。林七羽最终是成功压制住了毒性。回到房间中，林七羽就见方红玲右手炼化狮龙女的内丹，内丹中不断溢出妖异绿气，丝丝绿气在空气中化为飘摇的青丝，在方红玲的手中不断编织，与青衣相融，最终合二为一。崭新的灵虚青山变得更加精致，其上如波光一般，有龙鳞般的灵气微波在荡漾。方红灵道：已经修复好了，新的灵虚青山防御力更强，而且拥有猛毒腐蚀之能。方红灵拿起一把普通灵剑向上一砍，就见听其发出一声金铁碰撞之声，随后剑体生锈腐败，折为2段。如果有人敢以掌权之势赤手击此一，同皆可毒杀之。林七羽坐到了床上，衣服明天再穿。见林七羽又上了自己床，方红灵道：这么重的伤，没要你的命都算好的了，还想着来欺负本尊呢。林七羽舒展了一下筋骨：我可是第7魔尊，心有永远无法熄灭的欲火，怎会怕那3姐的毒？
方红林白了林七羽一眼，随后也上了床。第二日清晨，林七羽缓慢睁眼，只觉肩颈酸痛，只见肩上的白绸赫然已经腐败，其上长满了霉菌。该死！林七羽起身，一旁的方红林妖娆地趴在床榻上，用白布搭在玉背上，巨大的邪恶压在床上，勾身不见底，慵懒打着哈欠，道：怎么了？昨夜豪情壮语，今日窃窃私语，看样子双修疗伤也不管用。林七羽也不穿上衣道：那个疯婆子，这毒肯定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方红林如同母猫一般翻了个身，伸着懒腰道：天天骂别人是疯子，你也没正常到哪去。林七羽道：我是7位魔尊中最正常的，其他6个个个都是神经病。方红林笑了：你正常？我算算啊，山月妻、匪琴、夏家大小姐、刘家3姐妹、花妖3姐妹，然后还有那狐狸刘素素，接着是我。你才夺舍多久？这么多的受害者，与你见过一面就被你拐上了，你算个屁的正常人。林七羽整理着衣服，那是你没见过其他魔尊和魔头，修魔修的是极致的七情，大成后普遍脑子都有问题。我这算是最通人性的，至少正常人还能理解，其他的都是疯出了风格，疯出了风采。说罢，林七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准备找夏文玉这个云丹宗第一天才少女，看看她能不能这大门打开。就见夏文玉满面春风，正在熬着鸡汤。修魔和修仙完全是2个概念，修魔不修心，练魔体，肉身成圣，修炼的过程中会出现外形的异化。正道修士称这种情况为魔化，而魔修则称之为赭香。不同的魔修，赭香的表现不同。哀之道着香后会出现全身溃烂、长疮、流脓、恶臭，所过之处皆为腐败，但生命力变得极其顽强。而玉之道看上去要好一些，但只是难以察觉，实则危害更大。玉之道的魔修着香后会变得极其美丽，体态匀称，妖娆妩媚，不断散发出摄人心魄的诱惑气息。缺点就是感官变得愈发敏感，获得的刺激会翻倍式增长。这对于炼丹、炼气、画符箓之类需要精密操作，或者想当渣男渣女的修士来说是强化，但仍然弊远大于利。请注意那个翻倍式成长，比如一个人喜欢金钱，这香过后赚钱时获得的快乐会翻倍，但赚不到钱的时候，那种想要钱想到发疯的痛苦也会翻倍，而且是一次一次的累加翻倍。这种症状被称为欲瘾。一进门，林七羽第一反应是转身要走。林七羽没看错，夏文玉在修炼玉之道魔功上天赋异禀，别人10几年都不一定会这香，他几个月就这香了。只见夏文玉变得极其美丽，原先颜值是100分的话，现在已经到了120分。如果不是萝莉与御姐赛道不同的话，已经能和顾青鸾媲美了。其原本平坦的胸口、扁扁的臀也愈发圆润，赫然是有了童颜巨乳、妖艳小魔女的味道。她对自己的爱就是她的欲瘾了，也就是说其身体敏锐程度大幅提升，欢乐会一次次不断加倍。和环宗妖女之所以不要随便碰，就是因为她们欲瘾犯了过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会活生生把人吸干。回想当年自己诱骗她入魔的时候，一副高高在上欺负小姑娘的模样，这才几个月已经攻守之势一也，那再过几年该如何是好？夫君，来，我给你熬了补身子的鸡汤。说罢，夏文玉揭开砂锅，只见其中密密麻麻的全是枸杞。这不是鸡汤里面熬了枸杞，是枸杞汤里面加了只鸡。忽然夏文玉面色凝重，鼻子动了动，靠近林七羽道：夫君，你中毒了。夏文玉直接扒开林七羽的衣服，看着林七羽肩上的3处血窟窿，此乃奇毒，奇毒啊！13种致命毒混合炼制，猛毒、慢毒、伤筋、入血、腐败、溃烂，这些相互排斥的毒性竟能合为一种，下毒之人绝对是天下第一毒王。林七羽心说咋回事，夏文玉居然克制住了欲瘾，没有直接扑上来。谁知夏文玉下一句却是：夫君，今日先疗伤，否则恐有性命之危，治好后你得留下来陪我半月。夏文玉开始穷尽毕生所学，刮骨、排毒、针灸、剜肉、放血，毫无作用。靠着林七羽从白手谷带回来的草药，还有百草谷内的极品灵草，夏文玉炼了10几种丹药，但最终仍然无法阻止林七羽伤口的持续恶化。夏文玉累得香汗淋漓，衣物紧贴在身，勾勒出娇俏的曲线。这毒不一般，其中混杂了大量扭曲天道，毒性十分强大。不同的邪修无法消化与自己属性不同的扭曲天道，夫君属玉，而这毒中的扭曲天道属哀，完全相反，却又相互吸引，难以根除。夫君，这下毒的人不但很了解你，而且恨透了你啊！对于哀之道的魔修来说，扭曲天道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他这是自降修为，也要毒死你啊！林七羽此时也感觉到了压力，伤口火辣辣的疼，还有什么办法吗？夏文玉想了想道：夫君，
突破是洗精法髓排除体内杂质的过程。我有一法，大量服用上品洗髓丹，能吃多少吃多少，然后突破结晶。利用突破时洗精法髓的惯性，强行排出。但夫君一定要记住，要找没人的地方突破，否则大量排出的剧毒扭曲天道，会使得一片区域遭受严重的腐化。听闻此话，林奇宇笑了，他早就想到自己这次要去哪突破了。叶凡曾说大岭寺内有大机缘，但苦于守卫众多，所以才要合果逃隐匿气息的吗？大岭寺同时也是当时参与邪域风伏魔大会的天蓝方丈所在的寺庙，在那突破，不但可以请他吃一顿天劫，退去的猛毒扭曲天道还能毒杀无数僧侣。届时他们必将认为是哀之道魔修干的。还有什么比突破的同时抢夺大机缘，然后看着两位仇人相互厮杀更令人欢喜的？夜晚，林奇宇跳下水井，只见鲛人毒妇已经在此等候。鲛人毒妇道：魔尊大人，如你所说，永宁州水网丰茂，地下河四通八达，奴家已经找到了从此地水井连通大岭寺的水道，可助魔尊大人前去突破。林奇宇吞下闭气丹，跟随鲛人毒妇在四通八达的地下水道中前游，游过9曲18弯的地下水道，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上浮下潜了不知道多少次。林奇宇最终是成功来到了大岭寺，找了一片靠近其寺庙的小树林，林奇宇盘膝打坐，吞下结晶丹，然后吃了足足2瓶洗髓丹，接着便开始突破，消耗了300万的灵石，开始吸收天材地宝。就在林奇宇吸收桃果核后，林奇宇忽然是化为了一枚小桃子，挂在树梢之上，气息完全隐匿。此时平地生烟，妖火乍现，诡异的黑火自草坪猛然烧起，这正是3劫中最克林奇宇的火劫。妖异的不灭黑火冲天而起，忽有一小僧高呼道：阴火现世，有魔修在突破，来人啊，找，一定要找出这魔修。一时间整个大岭寺彻底的乱成了一锅粥，众多高僧大能纷纷夺门而出，他们四处寻找魔修的身影，但却掘地3尺都找不到林奇宇，丝毫没有在意大岭寺下某棵桃树枝桠上的一颗桃子。无数僧侣葬身火海，但仍然没有找到哪里有魔修在突破。方丈不在，住持高呼道：速速回救，万不可让大岭寺被火烧了！来人啊，来人啊！众僧侣围着大岭寺萦绕一圈，掐念法诀，使出浑身解数，以灵气汇聚一金色法阵，强行挡住了向着寺庙蔓延而来的火势。藏在其背后桃树上的林奇宇则是心中狂喜，甚好，甚好！阴火逐渐熄灭，不少僧人看着一片狼藉的寺庙是嚎啕大哭。然而来不及哀悼了，林奇宇所在的桃树猛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腐败，剧毒的真菌、绿色的毒藓爆发式增长，如同瞬间引发了一场绿意盎然的爆炸，整个大岭寺被毒虫与毒草淹没。僧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来自背后的威胁，中毒倒地。而那桃树之上唯有一枚鲜艳的桃果仍完好无损。桃果逐渐变大，林奇宇从桃果中钻出，扭动着肩膀，心中万分惬意，终于突破结晶了。掀起衣角，伤口已经不再腐败，徒留3个新鲜的血窟窿，服下一枚补血丹，伤口瞬间痊愈。推开大岭寺大门，林奇宇心说自己倒要看看这大机缘是什么。林奇宇在其中找到了一本秘籍，天阶木属性道法，佛木孔雀王。这是一个强劲的木属性道法，能以木雕之形构筑100尺之高的佛母孔雀大明王木雕，协助战斗。林奇宇非常满意，随后便以水道为金遁逃。事后宫内，慈禧太后静静等待着耳目传来的好消息，然而收到的信息却是：太后，大岭寺的僧人说，我们哀之道的魔修烧了他们的寺庙，盗取秘宝，毁了他们的佛经大会，正在掘地3尺寻找我们的踪迹，我们损失惨重。听闻此话，慈禧太后扶额，看样子我输得彻底啊，再也没办法在永宁州收割信仰了。这样一来，永宁州这块肥肉就成为了七地吞噬信仰的独有地盘了。那些无知的蠢货，地法国的毁灭犹在眼前，只是短短数年便忘得一干二净，毫不吸取教训。突破结晶后，林奇宇需要更多心魔提升修为，他吩咐手下开始行动了。雨花宗天路峰上，寺长老天宝一圣正在此静心打坐。徒儿，我让你去查玉知道魔修的事，可有收获？青梅仙子拱手，弟子未找到任何线索。师父，你为何对玉知道如此恐惧？天宝一圣语气急切，万不可小看玉知道，所有魔尊在出世后都灭过国，但你知道谁的速度最快吗？第7魔尊。一夜之间，昌盛的地法国自行崩溃。我就是当年前去救援的众多修士之一，我亲耳听过那个国家的难民讲述过他们的帝国是如何毁灭的。起初人们并不在意，只是觉得生活富裕了，有了更多享受的方式。拿着从太原外国库中偷来的灵石，林奇宇大手一挥，无数的酒楼、赌场、青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奇怪的香膏开始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传播。燕丹门的火炉一刻不停地炼制着冰乐高，炼药的童子额头生汗，回望门庭已站满了排队的矿工。统治者沉迷美色，变得骄奢无度，盲目愚蠢。顾青鸾听闻林七羽剿灭魔修，大摆宴席为林七羽庆功，酒桌上人们推杯换盏，女帝笑得花枝乱颤。野心家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所有人，开始筑空组织的根基。禁地中，方红玲将写满雨花宗恩谢之词的字画统统烧掉，抬手吸收并污染灵脉，修炼邪功，提升自己的修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横行，婊子站在高台上，自诩高贵。匪情拿着仙露蜜琼、扣篮至真限定高质量女性轻奢女人先爱自己版，看着周围美丽的少女们疑惑的眼神道：相信我，不辛苦，来临时很快，只需要躺着就好，你们也能买得起。富人们最先彻底疯狂，骄奢无度，沉迷享乐，穷苦百姓不但不谴责，反而心生羡慕。太老爷的葬礼上，同来的富豪们丝毫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他们怀抱美人，纵情畅饮，一掷千金。看着匪情带着一大帮美人走进酒楼，酒楼外的穷苦汉子摸了摸自己的兜，眼中徒留失望。无法满足物欲的穷人开始寻求短暂虚假的刺激，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欲之道的邪修，用欲瘾来麻痹自己。那穷苦汉子来到了双烟镇的地下教会，这里正在开 Impact， 其高眼中血丝密布，声嘶力竭高呼：赞美第七真仙，赞美欲之道。四长老看着面前一片祥和的永宁州道，第七魔尊的入侵是看不见的，他进攻的是社会道德底线，一旦被突破，就会出现他方式堕落。而这种沉迷欲望的糜烂氛围一旦形成，整个国家被献祭，沦为第七魔尊的魔国，只不过是一夜之间。时间如梭，半年之后，林七羽正在百花谷中修炼。一股妖风吹过，林七羽猛然睁眼，紫色的魅惑气息在眼中摇曳。林七羽的极域魔瞳突破到了第三重，第三重的极域魔瞳让林七羽可以随意的操纵对方所看见的幻境。咚咚咚，敲门声传来，林七羽道：进来吧。晴儿推门而入，将一名册递送给林七羽：师父，请过目，永宁州入我玉门之人已达10万之众。林七羽接过来一看，在过去的短短半年之内，欲之道的邪修人数发展到了10万之众，信徒分布也相当之广，各行各业都有，修士也有不少。但林七羽毫不在意，他毫不怀疑真实的信徒人数远在10万之上，数量更庞大的轻度信徒很多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腐化，只不过是将伪装成娱乐活动的欲之道邪法当做一种消遣，希望获得短暂的快感，然后再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林七羽根本就不担心，他们迟早会因渴求更高强度的刺激而继续向欲之道的传教士祈求，待到其理智被彻底烧坏，他们也会彻底沦为欲之道邪修。晴儿一挥手道：我有一礼物要献给师父。就见大门打开，永宁州天香阁的4大花魁尽数走入林七羽房内。这4位美人仙姿各异，相貌美艳，谈吐举止妖娆动人，一人抚琴，一人弹琵琶，一人舞动，一个歌唱，好一出仙宫美人落凡尘，合奏娇娥求君欢，看得林七羽都为之动容。林七羽一眼就看出4女已经被练作了炉鼎。晴儿，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尤物的？晴儿拱手道：师父，他们都想要争当永宁州第一花魁，我以玉骨术放大他们心中的欲望，随后告知他们修炼欲之道魔功的香后能变得更加美艳，于是他们争相修炼，入了我们，特此将他们进献师尊，求师尊解惑。林七羽点头，知道利用攀比心理诱人入魔，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天资聪慧，对欲之道的运作原理理解得很深，问吧。晴儿道：师父，很多修欲之道的修士皆倚着香，我跟随师尊最久，但至今尚未着香，徒儿想求师父指点一二。林七羽道：你的欲望不够明确，就像你最开始想要复仇，所以修魔，但什么程度算复仇成功，要怎么样复仇自己最有快感，这些你都没想过。你的主观能动性太差，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是因为我收你为徒，你才入魔道。你现在是为了修魔而修魔，如何算入魔？是杀一人算魔，还是屠一城算魔？都不是，而是要以心入魔，失去理智，不计代价的干一件你想干的事，哪怕灰飞烟灭也不回头。晴儿扶着下巴：我想不出来，师父，你当初是怎么修魔的？林七羽却是移开了视线：姑娘们，让我看看你们学得如何。看着林七羽将4位花魁搂入怀中，晴儿鼓着腮帮子生起了闷气。师父每次都是如此，一问这个问题就岔开话来。末法帝灵沙赞美老妪，要想知道魔尊的真名，了解为何他会变成这样，只有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才有答案。晴儿躬身告退。林七羽通过吃人的欲望心魔提升修为，有时候找不到心魔吃，就只能自产自销了。天香阁可是永宁州第一勾栏，面前这4位美人可不单单只是美若天仙那么简单，
那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这不得不说到林七雨，由于经常玩通灵术，为了防止首次通灵灵兽之时他们没衣服穿，所以林七雨的那届中那可是有相当多其托人编织的好衣服，其中不少还是前世的风格。林七雨拿出了4套风格各异的服饰，今晚可要好生消化晴儿的这份大礼。4大花魁之首，艳冷相貌最为冷艳，林七雨赠送其 OL 装一套。她踩着高跟的黑丝美腿，步伐轻盈而稳健，每一步都充满了自信和力量。身姿在制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其美丽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表，更在于她的气质和内涵。其次是诗婷，其笑容最为温暖灿烂，弹得一手好琵琶，经常不着寸缕，犹抱琵琶半遮面当众演奏，那笑容一出，瞬间挑动全场。其穿着白丝，面露娇笑，穿着清纯猫猫花纹的比基尼，抱着琵琶，笑得如沐春风，开始演奏。再者是秋月，永宁州第一娇媚舞娘，以大胆火辣的舞姿迷倒万千。其穿着一身紫丝修身连体轻薄裙，舞动之时宛若花朵时开时合，曼妙动人。最后是年纪最小的奔源，其本是秦翠宗的小公主，10年前其所在宗门惨遭灭门，被拐卖至天香阁做了瘦马。其身娇体弱，但却处处透露出贵族优雅，抚琴之声清脆悦耳，处于勾栏中时，那种山巅纯洁娇花堕入淤泥的反差感让其最为吃香。林七雨赠送其一身贴身旗袍，这旗袍相当修身，再配上翠绿过细丝袜，又纯又玉。其对这几个女人非常满意，知道她们会在后面有大用，为了确保她们在自己的下一次计划中可以起到打出重要一击的作用，林七雨开始对她们进行了培训。袅娜腰肢淡薄装，4色柔情窄衣裳，迷离眼见樱桃破，夜展遥闻琵琶香。春恼情怀身绝瘦，离天颜色面出光。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四面荒。经过这次的培训，林七雨累得够呛，准备离开。才刚刚走出店外，就见晴儿推门而入。不好了，师傅，我们在双烟镇地下的秘密教会被捣毁了。林七雨皱眉道：是正道修士干的吗？林七雨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他感觉自己是不是又碰上那群家伙了。晴儿摇了摇头，不是的，是魔修，他们也是信仰玉之道的魔修。双烟镇的主教见他们体内玉气纵横，以为是修炼玉之道的散修，于是邀请他们前往地下教会参拜第七真仙的雕像，结果他们忽然大骂一端，随后便开始屠杀信众。听闻此话，林七雨猛然瞪大瞳孔，眼中尽是怒火，混账东西，真是阴魂不散。说罢，林七雨前往了地下教会。此时的双烟镇地下教会中尸骸满地，3位相貌端庄的谦公子正在雕塑前祷告，领头的男子怀抱一本典籍，上写2个大字：誓约。一手上香，一手怀抱誓约，好似只有一半的虔诚是给林七雨，另外一半是给手中的誓约。其高呼道：赞美第七真仙，这些玷污欲望之主仙像的异端已被铲除，我等在此祈祷，愿誓约引领我们复国，愿第七真仙为我们打开前往自在天的大门。砰的一声，林七雨推门而入，骂道：老子已经给你们讲过无数遍了，不许复国，你们他妈的永远听不懂是吧？听闻此话，一旁的2位魔修猛然飞跃而起道：哪里来的宵小，竟敢打扰我们祭拜第七真仙？长得挺嫩的，正好我有龙阳之好，将你练作炉鼎，向第七真仙敬献，作为我通往自在天的贡品。那率先冲来的魔尊一掌打在林七雨胸口，却见林七雨仙衣上龙鳞乍现，将其反飞出数米，其口吐白沫，全身溃烂，横尸当场。紧随而来的另一名邪修被林七雨一瞪，瞬间陷入幻境，兴奋地高喊道：哈哈，我看见第七真仙了，他来带我飞升入自在天了，这里全是俊俏的美男子，哈哈哈哈。说罢，林七雨吸走了对方心魔，转化为自己的修为，这魔修瞬间倒地。最后一位魔修看着林七雨，激动的涕泪横流。第七真仙，第七真仙，你能吞噬心魔，不会有错的。你听见了我的祈祷，降临到了我的身边，求求你，求求你，带我去自在天吧。林七雨摇了摇头，心事是真的，就是已经废了，把你手上的那本破书丢了，我饶你一命，我不想再杀自己人了。听闻此话，对方宛若晴天霹雳，道：不可能，不可能，你背叛了我们。说完此话，这魔修歇斯底里地冲向林七雨，林七雨随手吸走了对方的心魔。顷刻炼化魔尊对不听话的手下压制是绝对的，因为他们入魔后神魂与心魔融合，无论实力如何，林七雨都可以将他们转化为自己的修为。这位魔修的实力已达结晶后期，对林七雨的修为提升不小。此时晴儿走了进来道：师父，信徒增长的势头非常的快，死几个不入流的血石几日便能补充，你为何动怒啊？林七雨捡起了地上的那本誓言，丢给了晴儿说道：把这本书看完，然后烧掉。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过去吗？
这里面就有我当上魔尊后，到我被顾青鸾干掉这20年的故事。晴儿拿起了誓言，开始阅读了起来。一旁的林七羽开始收集尸体，拖到密室内火化。晴儿一边翻阅，每一页都令其震惊。林七羽在灵沙成为第7魔尊，起初的林七羽并不知道该如何当一个魔尊，只是在末法地游历。从灵沙来到了西岸的地法国，在这过程中，林七羽逐渐发现了自己作为魔尊的3大能力：吞噬心魔、能炼玉骨、无限夺舍重生。根据这3项自己的特殊能力，林七羽迅速推测出了信徒对自己的重要性。越多的人沉迷纵欲，自己就越强。于是开始布道，其迅速地汇聚起了一批魔修。林七羽深知玉之道很弱小，应当低调行事。然后一位因为想要变美的正道修士，在正道的地界秘密膜拜自己金身，这香后疯了，其高呼赞美第7真仙，然后光天化日之下冲入雨花宗，抢夺仙路密琼，杀戮正道修士。这个故事只有2句话，却是林七羽噩梦的开始。林七羽完全不认识这女的是谁，也不知道她怎么就把自己当真仙来膜拜，然后忽然疯了，就一边高呼赞美自己，一边冲出去杀人了。林七羽逐渐对玉之道的了解越来越深，终于搞明白了问题所在。玉之道最大的优势在于极强的传播性、无限的膨胀性。第一点，让林七羽拥有了最多的潜在信徒，因为理论上任何生物都是有所求，都可以被林七羽腐蚀。第二点，欲望具有无限膨胀性，这让林七羽腐蚀他们变得非常简单。还是用赌博举例，比如一个人有1块钱，赌博赢成了2块，因为欲望会无限膨胀，他不会想着收手，而是赢2块赌4块，4块赌16块，直到一局输光。所以玉骨只要中了，绝大部分修士分迟早会突破自己的底线，变成林七羽的手下。但缺点也正是这2个：极强的传播性，无限的膨胀性。由于欲望具有极强的普适性，所以会在林七羽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忽然冒出来一群自称是自己信徒的人，而且还真是。他们完全不听林七羽的指挥，打着林七羽的旗号，高呼着赞美第7真仙，就出去奸淫掳掠了。这让准备积蓄力量的林七羽迅速成为了正道的眼中钉，被天天追杀魔尊具有吞噬心魔的能力，其他魔尊可以通过你们不听话，我就吃了你们的方式来震慑自己的手下。但这就正应了第2个问题，无限的膨胀性。前文中提到的那个入魔的女修士，是光天化日在正道眼皮子底下冲出去杀人的。有理智的人绝不会做出这种事，但是欲瘾会让欲望无限膨胀，总有那么一个时间节点，他会命都不要了，死都不怕，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林七羽管不住自己手下这帮人，这就总结出了玉之道的2大特性。优点：高隐蔽性、传播性、腐蚀性，信徒众多，分布广泛，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缺点：这帮人完全就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疯子，他们嘴上喊着赞美真仙，但却听调不听宣，林七羽管不住，也管不过来，甚至连有多少人都是一笔糊涂账。大约10年前，第2魔尊怒之魔尊率军攻打天山关，在30日无止境的杀戮中，大将军天寒雪心中杀戮欲逐渐膨胀。林七羽趁机潜入，用玉骨引导其走向极端，向自己献祭了手下的白雪天山卫，升阶成血灵女帝，堕入玉之道。有了一个超级打手的林七羽，总算是摆脱了正道的追杀。随后开始悟道，其复盘了自己2哥的成功案例，为啥他能打得正道屁滚尿流，自己则是被终日追杀。林七羽得出了一个结论：2哥有一个魔国，人家信徒没有自己多，但人家组织结构更高效啊。就这样，林七羽定下了方针，我们玉之道也要建立一个魔国，并与自己的信徒签订了誓约，发誓要一起建国，并为他们封官许愿，从而将一盘散沙的玉之道魔修组织了起来。然后就有了钱文天保医圣的故事，玉之道从各个方面渗透腐蚀了地法国。林七羽甚至腐蚀了帝国的2皇子叶狐，其在欲望的驱使下起兵造反，杀父娶母，献祭了整个帝国。建国之后，林七羽心情大好，认为自己总算是站稳脚跟了，表示自己要贯彻恩师的遗嘱，打进圣法的火烧圣法术，让末法地恢复万年前的繁荣昌盛，灵沙地的孩子们就不用再躲在地道中过日子了。那时候林七羽是有这个说话的底气的，虽然地法国大部分人口都已死走逃亡，但仍然有100万修士在献祭中转化为了魔修，且帝国的国库还在，林七羽手上至少有3000亿灵石，这是一股非常恐怖的势力，理论上能打穿任何一道正道的防线。然而这有个问题，怒之魔尊能搞魔国，是因为他们以愤怒、毁灭、屠戮为修炼法门，以杀正道。杀戮在他们眼中是一件圣神的事，在不对正道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内部也会相互厮杀，胜者生，败者死。实力弱小、意志不坚定的人都被敌人或自己人杀掉了。所以能保证每一个怒之道的魔修都是强大、疯狂、坚决执行命令的猛士，反观林七羽这边都是被欲望彻底吞噬的人。
美女倒是多，但都是和欢宗妖女，除了祸乱朝纲，啥也不干。强大的修士倒是多，但都想着怎么争权夺利。聪明的谋士倒是多，但都想着怎么贪污腐败。一个全员苏妲己、魏忠贤、何坤、曹操的国家，居然要进行军事行动，这种需要团结和奉献才能办成的事。接下来的故事之魔幻，秦儿愿称之为冤种师傅受难记。林七羽对自己的手下表示：诸位爱卿，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魔国了。欲知道的修士大部分都相当聪明的，毕竟智力不够的人搞贪污腐败，那基本上活不到改朝换代。下面立刻飞来无数青词贺表，表示在真仙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新概念超越，是超越第二魔尊的第一魔国了。在奏章、贺表、真仙传记中，他们各种有的没的狂夸林七羽。林七羽被吹得有些飘了，曰：善。那么接下来就由阁老操持武器购买事宜吧。第一日，林七羽为表新朝雅正，我们已经是超越第二魔尊的超级魔国了，先拿出国库的1/3用于购买武器。就这样，1000亿灵石被拨走了。第二日，阁老牵回来一只山羊，林七羽一脸懵逼，1000亿灵石就买回来一只山羊。随后，阁老那是穷尽语言所能，拿出了一本30斤重的账本，从山羊的诞生、山羊的优势，还有山羊在战争中的运用前景讲起，一直讲到山羊的购买过程中进行的调研、可行性报告、使用方案的确定、来回运输的成本、环保人士的意见、安抚群众的情绪，密密麻麻1万多条内容，他们居然真的把这1000亿灵石怎么用的讲得头头是道，逻辑自洽。自洽个屁！林七羽怒了，1000亿灵石买回来一只山羊，给我查，绝对有人贪污了，派我的禁军总管去查。第三日，禁军总管背后身中8刀，判定是自杀。林七羽心说这是要造反吗？于是下令召集5000禁军，自己要亲自查。然后5000禁军一共就来了15个。林七羽人都妈了，问其他人呢？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禁军一共就他们15个，其他的4985个都是禁军总管吃空饷虚报的。林七羽更妈了，表示不可能，我明明至少见过几百个禁军。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真就他们15个，他们有20多套铠甲。林七羽走到御膳房的时候，他们换上御膳房护卫的铠甲去装御膳房的禁军。林七羽走到朝堂的时候，他们换上朝堂护卫的铠甲去装朝堂的禁军。林七羽走到朝天关的时候，他们换上朝天关护卫的铠甲去装朝天关的禁军。忽然，林七羽发现，只要下面的人贪得够凶，你纵有雄图大志，也是什么都做不了的。第4日，林七羽已经彻底麻了，表示老子不上朝了，你们的奏折我不批，你们能咋办？至少在想出办法前先止损。然后又是一堆青词贺表，追杀到了林七羽的寝宫，表示买武器的事我们后面在意，但皇上你的禁军统帅还暴尸街头呢，总要举行个仪式埋了吧。林七羽想着也是，人家好歹是第一批追随自己的信徒，于是找来了阁老。阁老第一句就是要灵石，这事才能办。林七羽举剑就要砍，你还敢给我提钱的事？阁老连连摇头，仙尊，我不是要你的钱，是要你的钱去办你的事。林七羽想着办个葬礼能要多少钱，于是批了100万灵石去操办。100万灵石显然填不上下面这些人的胃口的。你不拿，我不拿，人家阁老怎么拿？皇上不上朝，批准了葬礼的100万灵石，但又没说不能追加，万一中途有喜兆需要追加呢？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五雷轰顶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他们提出要为行军修筑栈道，干脆就以此栈道为灵道，以修奸计，两难自解，预算追加到了1亿灵石。然后考古修士们在灵车需要经过的道路上发现了1500多个上古秘境，需要抢救性保护开发，计划有变，预算要追加到100亿灵石。接着合欢宗关心祭祀夜观天象，表示祥瑞降临护育法国千秋万代，必须在葬礼上举行合欢大典才能昌盛不衰，预算追加到了300亿灵石。由于一弹三鸟，醉仙宗表示要拿出陈年佳酿，需要连夜炼酒为出征的将士们庆贺，预算需要追加到600亿灵石。鲍石宗表示要举办这么多盛会，当然需要追加各种佳肴，于是预算又追加到了900亿。紧随而来的就是车马费、雕像修建费、差旅费，各种杂七杂八，还要添点吧，1000亿打包开办。第5日，林七羽起床的时候，一场盛大的葬礼令林七羽很满意，心说自己手下办事还是得力的。接过账单一看，1/3的国库又没了。问栈道和秘境呢？失火了，被烧成灰了。感情1/3的国库，开了一天的宴会就开没了。第6日，林七羽表示诸位爱卿，咱预定的日期到了，出征吧，打不打得过咱们后说，先听个响，不然我们就成全没法地的笑话了。然后100万魔修骑出征，实际到岗不到40，被10万正道修士打得丢盔卸甲。原因林七羽亲眼看见了，被欲望吞噬的人根本毫无斗志，总是想着友军先冲，自己不动。
且就算被包围逼到了死地，想的也不是拼死一搏，而是依靠着仅存的时间尽情纵欲。甚至有金丹期大能因为贪图钱财，忙着扒队友尸体上的法器，被结晶期修士偷袭打死。靠着血灵女帝的全力掩护，林七羽成功捡回一条命。大败而归的林七羽将自己锁在寝宫中。林七羽被打自闭了，正在怀疑人生自己到底穿越了个啥，没系统，没新手教程，什么都全靠自己摸索。好不容易成了魔尊，本相一显，乃是第6天大魔王。在释迦摩尼传中，第6天大魔王乃是灭世级天魔，和如来打对手戏的。结果呢，自己不依靠炉鼎傀儡，连同皆无敌都做不到。自己手下的废物们人数资源是对面的10倍，被打得丢盔弃甲。这有个屁的灭世之能！回忆这15年来与贪污、瞒报、做假账、阳奉阴违的斗争，林七羽只想哭。为啥敌人没有这种猪队友呢？忽然，林七羽想起了地法国被腐化为御法国的过程，第一个疯掉的正道女修士。原来谜底一直在谜面上。预知道非常强，只是自己的用法错了。预知道的正确组织形式不应该是一个实体组织，应该是一种以散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目标的宣传机器，用前世的说法，一种赛博宗教，通过拆散的没有固定组织结构的小股渗透力量，向敌对势力内部散播奢靡堕落的思想，从而让一个强大的组织迅速腐朽，变成御法国这种糜烂不堪状态，一夜之间原地崩溃。第7日，林七羽宣布废除誓约，后称旧誓，并签订了新的誓约，也就是新誓。新誓内容大概如下：第1条，预知道是阴性称义的，只要你说你是预知道的邪修，那你就是所有预知道的修炼道法全部开源，想练就练。第2条，御法国就此解体，你们自行瓜分剩下的遗产，然后自行组织自己的宗门，谁来当老大，你们自己定夺。但是必须统一参拜第7真仙的神像，并上交1/10的收入，充当御客。从此以后，第7真仙再不干预你们的任何行为。第3条，一切末法地的问题都是由于圣法术造成的，你们要尽可能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向西传道，腐蚀更多的正道修士。只要圣法术最后毁灭了，第7真仙就将为所有的信徒打开前往自在天的大门，在里面你们的一切欲望都会被满足。新式的优势迅速展现了出来。首先，林七羽不管下面的人了，腾出了更多时间修炼游历，又通过御客收税获得修炼资源，实力快速提升。其次，解体后的各个宗门自负盈亏，迅速表现出极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扩张性。预知道的分支发展出了成千上万个，信徒达1000万之众。各个正道的内部都有预知道的邪修，到处都是预知道的地下教会，且这些宗门表现出了极强的自我迭代能力。由于如何管理，谁来当老大，他们自行决定，只要记得跳大神的时候拜林七羽就好。这些宗门会为了获得更多信徒充当血食，自行优化组织结构，甚至干掉无能的首领，自己上位。他们甚至自行研发出了林七羽都没想到的战术，伪装成各种大烟馆、青楼、赌场、民间陋习，很多人直到彻底疯狂前才知道自己已经是预知道的魔修了。就算能揪出这些邪修将其灭门，预知到恐怖的感染传播能力，几个月后又会有新的冒出来，紧随而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城邦的灭亡，一个又一个宗门的腐化堕落。许多有识之士对第7魔尊尤为恐惧，他们第一次遇上这种敌人，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仿佛和一个不存在的敌人在作战，却看见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腐化、疯狂、堕落。预知道赫然发展成了人数最为众多的邪修法门。然而意外又来了，当年御法国内的高管们失去了权力，他们对新式的签订恨之入骨。趁着林七羽突破羽化期的渡劫时机，叶狐带领大批信徒造反，宣扬新式是正道修士们的谎言，以就是为尊，自称复国派。预知道陷入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内战，新式派和就是派相互残杀。预知道本是信徒最多的魔门，然而这场浩劫夺走了无数预知道魔修的性命，让其实力又掉回了倒数第一。林七羽不得不中断突破，再次主持大局，将复国派击败。但叶狐仍然带着部分救世的信徒逃脱，虽然损失惨重，但已经证明了在正确组织架构的推动下，预知道仍然是最有潜力的魔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林七羽的计划又被打断了。一位名叫友达的救世信徒不甘失败，选择投靠正道，其为了50万灵石出卖了林七羽，向顾青鸾提供了一条情报：新式规定了林七羽不可以在新式信徒身上夺舍重生，林七羽只能在被自己腐蚀的男性身上夺舍，只要杀光邪御封上所有男性，再杀林七羽，理论上就能杀死一位魔尊。然后就接上了小说开头的故事。察觉到永宁州有
就是的信徒在活动。林七羽知道自己必须加快对雨花宗的腐蚀。林七羽思来想去，还是要从自己这个没有血缘的小姨那里找机会下手，只有他这里打开突破口，效果才是最佳的。顾青鸾作为永宁州女帝，实力超群，道心稳固。林七羽精心培育的蛊虫已在神魂裂隙中蛰伏半载。林七羽没少骂那蛊虫：“你个虫子，老子给你发那么多的工资，你就这样回报我？”虽然那蛊虫也经常反驳：“老板，你上辈子就没给我发过工资，只是画饼，咋这辈子又来说这等恶言？”林七羽有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这些蛊虫是不是有的时候独立人格太强了？怎么这等折杀我也？总而言之，初步计划进展并不顺利。林七羽使出浑身解数，却始终未能撼动他半分清明。林七羽有时候都不由得心中感叹，叹其道心之坚定。自到吕允落后，青鸾女帝独守寒宫10载春秋，往日情愫化作深潭冰水，唯余对故人之子那份难以言说的牵念，每逢乱梦轻起，他的道心才会有所紊乱，顾青鸾的灵魂深处才会泛起异常涟漪，脑海中诸多妄念之影交叠，才有心魔点点光影在摇曳。但只是有心魔的影子，并不能让其完全出现。而林七羽也经常装作路过的样子，想要与蛊虫心魔来个里应外合，但饶是如此，他始终恪守着师道伦常。林七羽先是送了顾青鸾一株康乃馨，这花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是方便自己随时给顾青鸾下蛊。蛊虫的力量与炼蛊时人的力量有关，比如林七羽筑基的时候练的玉蛊和结晶后练的玉蛊，虽然同为一阶蛊虫，但战斗力却差了10多倍。而顾青鸾体内的那只玉蛊是林七羽在夺舍之前练的，虽是一阶，但其实力强于林七羽现在的所有蛊虫，所以林七羽能用来诱惑顾青鸾堕落的蛊虫，只能是玉蛊的进化分支。林七羽在脑海中思考着，先是又给顾青鸾下了玉蛊，几乎是秒杀，直接练出了极乐自在蛊。接着又在其体内下了求而不得蛊，又是秒杀，练出了欲壑难平蛊。接着林七羽练了3只痴情忘心蛊下了进去，又是秒杀，练出了欲火中烧蛊。欲火中烧蛊全身火红，仿佛烈焰，尖锐细长的百足如同烙铁般火热，爬过人心时如若刨落。他爬行之时轻手轻脚，安静隐秘，却让人心痒难耐。林七羽开始复盘顾青鸾几次心魔变强的时刻，第一次是自己穿上凌天的衣服，第二次是自己使出花妖3姐妹的神通，和凌天一样一鸣惊人。忽然林七羽脑海中想出了一个办法，林七羽让教会的传教士帮忙寻一位被杀戮欲吞噬的信徒，血灵剑法一定要好。很快林七羽寻了一帮手，其名为谭狼，乃是通缉犯，喜好无差别杀人。林七羽对其使用了极欲魔瞳，让其深陷一片血海，无数敌人向其冲来，又被其斩杀。爽，好爽啊！谭狼嚎叫着，却见林七羽收回了幻境，开始跳大神忽悠信徒去送死。刚刚你看见的就是自在天，你的一切欲望都可在其中被满足，只要你按我说的做，第7真仙将亲自为你打开前往自在天的大门。听闻了此话，这名剑客立刻兴奋地高叫道：“赞美第7真仙，赞美欲望之主！”然而林七羽的自在天是个谎言，但也不是谎言。不知为何，林七羽忽然想起了那片黄沙漫天的废土，他看着窗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吧？现在那边怎么样了？是的，我始终忘记不了他们。当我在这惩罚的过着公子哥日子的时候，我就会看见他们的脸。我坐在枯井旁边，他们将我围了一圈，他们也不说话，也不责备我，但只是看见那个画面，我便感觉心中不安。我真的有当好这个第7魔尊吗？忽然林七羽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的魔心变得更坚定了。顾青鸾，无论如何我都要赢，我绝不接受现状，我永远相信美好的事物即将发生，不计代价。翌日，顾青鸾准备前往百花谷查看林七羽的修炼进度，却是见一魔修赫然立于百花谷内，面前是身受重伤的林七羽。谭狼高举手中血剑，欢呼道：“赞美第7真仙，赞美欲望之主！你的血魂将永堕血海！”顾青鸾猛然一愣，其脑海里全是凌天死时的惨状，同样是血灵门剑法，同样赞美第7真仙的疯癫邪修，同样是自己赶到时已然来不及了。咔嚓一剑，只见鲜血飙出，谭狼一剑刺穿林七羽的胸口。不！顾青鸾歇斯底里的怒吼一声，拔剑冲出，天阶道法，火凤落。只见一熊熊燃烧的烈火凤凰直砸在谭狼身上，谭狼兴奋的大喘气，脸上尽是狂喜，身体在烈火中逐渐化为灰烬，高呼道：“哈哈，自在天，自在天，真仙要带我飞往自在天了！”顾青鸾上前抱起林七羽，林七羽这苦肉计是真玩命了，真是让其刺的自己的心脏。当然，也可以说林七羽可以无限夺舍重生，他冒得起这个风险。但也有可能，当林七羽看向窗外时的那一段思考，
让他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的魔心更加的坚定了。顾青鸾穷尽了自己能调动的资源，总算是救活了林七羽，但他的心境已经彻底变了。蛊虫终于击溃了他的理智。林七羽缓慢睁眼，就见自己正处于自己房卧内，顾青鸾正守着自己。还没等林七羽先开口，顾青鸾的道心终于是出现了1寸的裂隙。这一刻，有一个黑色的心魔在其体内流转。他直说道：对不起，对不起，七儿，这几天我真以为你死了，我已经失去了你爹，不能再失去你了，我不想再有那痛彻心扉的遗憾了，就这样吧。女帝看着林七羽，越靠越近。凤阁众云所孽缘，霓裳退尽欲生烟。冰心欲海3更堕，魔重情丝10日缠。踏上娇娥啼血路，门前碎花寒霜天。谁言大道无瑕壁，一念嗔痴化结缘。顾青鸾与林七羽同坐在床榻上，穿着艳红肚兜的顾青鸾双手捂着自己的脸。林七羽也不气馁，其深知顾青鸾道心之坚定，要将其腐化堕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看着顾青鸾惭愧不敢看自己的捂脸动作，心中狂喜。欲知道诱惑人堕落，重点在于重塑其对自身的认知。林七羽要顾青鸾自己得出自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个结论，才能将其彻底腐蚀，转化为魔修。转过身，用被子紧紧地裹住自己。林七羽道：咦，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为什么你要这样？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我的小姨，师父尊重你，爱戴你。我那般反抗，那般唤你助手，你却如失了心的野兽，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顾青鸾道心从未有过如此动摇，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自己是青鸾女帝，是雨花宗主，是斩杀欲望魔尊的仙子，然而自己居然在欲望面前失去了理智。顾青鸾感觉自己已无任何颜面示人。林七羽继续道：我们如此这般，夏文玉会怎么想？他要是气走了，回了云丹宗，夏如烟会怎么看你这个好姐姐？云丹宗这与我们雨花宗世代交好，他们又会怎么看你我？怎么看我们宗门？别说了。顾青鸾的声音小的就好似蚊子在嗡鸣。我七儿，无论如何一会对你负责到底的，你也万不可将今日之事传出去。林七羽非常清楚一件事，顾青鸾终于有心魔了，但这个心魔还不足以反噬其神魂。但是已经有过一次了，欲火中烧骨也在。顾青鸾心中罪孽感远远大于后悔感，自己下次主动找他，他应该只会象征性反抗。慢慢来，一次突破底线是偶然，多次突破底线就会习以为常，就会彻底堕落。林七羽点头，装出一副抑郁的样子道：咦，我知道了。顾青鸾离开后，林七羽微微一笑，是的，连永宁州第一强者青鸾女帝都开始被腐蚀了，永宁州的恶堕还会远吗？想想这一宗门的绝顶倾城大美人全部被自己腐化为合欢宗妖女，林七羽就愈发兴奋，仰天大笑道：哈哈，甚好甚好。此时夏文玉冲了进来，抱住林七羽道：夫君，你没事吧？林七羽微微一笑，没事了。话说我的心脏是如何治好的啊？夏文玉道：仙木灵心，此乃雨花宗3大至宝仙器之一，可助木修木系道法精进数倍。林七羽运转灵气，就发现自己通灵的灵兽与花妖们战斗力皆提升了一阶，自己的百灵之子神通赫然提升为了千灵之尊。千灵之尊能够将神魂与周围千里的自然生灵融合，对3阶以下的妖兽可无需交流，直接操控。林七羽心中狂喜，对雨花宗的腐蚀难度变得更低了。3个仙器中的2个都被自己消耗掉了，实力进一步下降。且看顾青鸾这样子，也会无心继续操劳宗门事务。永宁州已经没有人能挡住预知道魔修的扩张势头了。然而事情真的会如林七羽推测的一般简单吗？魔道和正道相互之间的惨烈厮杀，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林七羽不断迭代新打法的同时，正道这边目睹过欲望如何吞噬掉一个个国家的修士，也会更加警觉。4长老天宝医圣从未停止对永宁州预知道邪修活动的调查，青梅仙子也在秘密的四处搜集情报。预知道扩散的痕迹是很难掩盖的，只是很少有人留心观察。接过卷轴，天宝医圣心脏就是咯噔一声。半年来，永宁州新增青楼470座，酒庄1100家，赌场2300家娼妓，平均年龄下降8岁，面容娇美者不计其数。贪污受贿案环比增加80%，小官巨贪比例增长200%。偏远乡镇出现大量吸食成瘾性香膏的案例，部分村落被邪教所掌控，甚至有活体献祭的痕迹。宗门内有3个以上道侣的人环比增加70%，平均1个月换一个道侣的修士数量增长300%，能接受暴露性穿着和多位道侣的人数增长400%。已经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天宝圣医笃定地说道：像，太像了，就和地法国灭亡前1年时发生的事一模一样。所有欲望灾厄即将爆发的先兆都出现了，我需要与宗主商议此事。却是听青梅仙子道：师父，
宗主他最近有些忙，心脏移植结束后，他就一直在灵气宇房内，已经4天了。天宝医圣皱眉，不可能，仙气移植后，一般1昼夜便能苏醒，怎多了3昼夜？忽然，天宝医圣想起了顾青鸾曾被下了玉蛊，半年前其还常来询问医治之道，后来越来越少。一个令天宝医圣毛骨悚然的恐怖猜想在其脑海中浮现，吓得他直接从蒲团上跌落。青梅仙子忙上前搀扶：“师傅，师傅，你没事吧？什么事把你吓成了这样？快，取纸笔来！”天宝圣医喊道。青梅仙子取来纸笔：“师傅，怎么了？虽然的确有预知到邪修活动的踪迹，但也就2、3人而已，还都伏法了。”接过纸笔，一边奋笔疾书，一边道：“预知到就像癌症一般，拥有极强的传播性和隐蔽性。当你发现症状的时候，已然病入膏肓，必须在其扩散到全身，彻底无法根治前就下猛药。我们现在还推测不出来预知到邪修的规模，但一定比我们想象中的大。现在开始，你谁也不可相信，拿着这封书信送往圣法树下找招天众。”接过信，上写一排大字：“急！永宁州魔道腐蚀已成燎原之势，滥交、贪污、拜金、奢靡等邪欲洪水破堤之势已成，人伦有倒悬之危，道德有崩殂之险。特此申请调派天道司灰修士镇压。”永宁城的大门缓缓打开，大批身穿灰色道袍、穿着朴素、面色严肃，仿佛身上不带一丝情感流露的修士走入了城中。远远的看去，还以为是一群清贫的散修入了城一般，但他们队列齐整，令行禁止，每一步都走得稳健沉着，安静的就像是一群挺拔的青松。林七雨站在天香阁的顶楼，4大花魁和秦儿分列其两侧。林七雨道：“灰修士们来了。”秦儿疑惑道：“师傅，他们很难对付吗？”林七雨点头：“数万年前，最早种下圣法树的人一共有7人。在上古之战时期，第二魔尊出世，率领10万怒之道邪修与100万兽潮一度打到了距离圣法树不足30里，为阻挡2哥的攻击，这7人组成了最早的招天7人众，召集了天下所有正道修士，成功阻挡了第二魔尊的进攻，并在12道天险之上修筑了12道防线，史称天绝12关，阻挡魔修对圣法地的入侵。为防止魔修再次卷土重来，其建立了3个受招天众直属管辖的部门：天道司、地灵官、守夜军。守夜军负责镇守12道关卡，抵挡正面袭来的魔修军队；地灵官负责监视、调查魔修的活动，并阻止魔修信仰在惩罚的蔓延；天道司则是专业的反魔修精锐，一旦出现的灵官搞不定的大规模魔修渗透，他们就会立即前往，无情镇压。他们身着灰色道袍，人人都受过严苛的训练，能稳定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喜怒哀惧、爱物欲所困扰，故此也被我们魔道称为灰修士。他们极其难缠，难以腐蚀，有着与魔修对抗的丰富经验。灰修士作为专业的反魔修精锐，一进入永宁州就立刻发现了当地的社会氛围已经遭受预知到的腐蚀，和以前林七雨遇到的那些看见了魔修就冲上来喊打喊杀的不同。他们是明白治标先治本这个道理的。首先第一步，打击奢侈腐败，把被预知到腐蚀的贪官拿了，直接剥皮，做成稻草人，放在各地府衙之外。这是灰修士们的第一个特权，先斩后奏，审案才需要证据，评判只需要地址。遏制住奢靡腐败的源头过后，第二步，打击黄赌毒，先把预知到发展信徒的3驾马车给掀了。而且他们不只是会砍人，还懂得疏赌结合，将预知到邪修如何腐化掉一座座城邦，第7魔尊怎样诱惑人自我毁灭的故事编成小说发给大家见看，而且还是免费的，给作者打赏，点点催更，还能加更。劝诫众人千万管控好自己的欲望，不要被欲望所吞噬，否则没有好下场。第3步，对已经被腐化的村庄发动特别伏魔行动。伏魔行动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了，全永宁州的至强正道修士在邪域峰上围剿林七雨，但动用如此庞大的人力很费时间，况且人家宗门凭什么听你天道司的？人家宗门是自主产业，反魔修是义务，又不是本职，你天道司又不给他们开工资。预知道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传播性，漏掉1、2个信徒，过几个月就会又冒出来新的地下教会。所以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发明一个新词，特别伏魔行动。由于事态过于紧急，我们必须不按规矩自行前往伏魔，只要确认一片区域内被魔修暗中控制，就不管里面的人是不是魔修，直接屠村屠镇，从而防止外溢效应的出现。虽然很残忍，但的确是遏制魔修信仰，特别是预知到信仰传播的最好方式。专家出手，果然是老神仙放屁，非同凡响。3板斧砍下来，竟是真的阻挡了预知到信徒的进一步扩散。林七雨下达了让信徒们收缩、停止活动的命令，保存有生力量。由于预引开始传播还不到半年，大部分信徒还是能控制自己的，
少部分不听指挥的都成了天道司的业绩。这也在林七宇的计划中让他们有成果，并且在面上预知到的确停止了活动。按照林七宇以前的经验，现在他们就该回去报喜了。然而这群灰修士却异常的负责，他们在客栈中举行了一次会议，林七宇借助阳台上的盆栽，全程旁听了他们的谈话。领头的灰修士名叫李江，其说道：此次剿灭行动卓有成效，果然就如同我猜测的一样，预知到的魔修抵抗之羸弱，完全不及其他魔修，才半月就搞定了。李总旗万不可大意。说话的少女相貌美丽，宛如一座冰山，冷艳而不可侵犯，肌肤如雪，白皙中透着一丝清冷，仿佛是冰雪雕琢而成，眼眸深邃而冰冷，让人不敢轻易窥视。她的嘴唇微微上扬，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反而增添了几分寒意。虽身着一身朴素灰衣，却丝毫压不住其美貌，宛如仙子下凡。更令林七宇没有想到的是，她身上赫然有9寸天道气运，乃是一气运之女。她独自一人站起，仿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我在天山关长大，亲眼目睹了娘亲的堕落，她在欲望中迷失自我，献祭了所有叔叔阿姨，生皆为了血灵女帝。预知到极其难以根除，而且十分隐秘。我们杀死的那些魔修虽数量巨大，但修为极弱。我怀疑有人在指挥他们，这只是器族保帅，连汽车保帅都不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调查。林七宇微微一笑，我说这姑娘怎生得如此眼熟，原来是天寒雪的女儿。这是什么复仇小说剧情吗？魔头腐化了其生母，害死了他所有的亲人，独自一人艰难逃生，10年历练入了专业的反魔修精锐，在外出执行任务之时碰上了害得他家破人亡的魔道，本着对魔道的憎恨，坚持一查到底，最后见到了自己仇恨的大魔头。只可惜我不会傻到让手下一个一个来给你送，我会亲自出手，让你和你母亲在我卧榻上团聚。1天之后，宗主殿内，顾青鸾皱眉说道：什么意思？天道司的那帮混账什么意思？说要来我们雨花宗小住片刻。一旁的侍女道：也许是想要来我们雨花宗购买仙露蜜琼，以作纪念。顾青鸾却是一拍桌子：谁不知天道司所至皆有魔修，他们说要来我们这小住片刻，只是客套。他们言外之意是觉得我们雨花宗内有魔修，这话传出去，我们雨花宗还有何颜面在这惩罚的立足？一旁的侍女道：他们说永宁州这一系列怪事的发生，皆是从雨花宗闹魔修开始的，他们想要过来看看第一位魔修受害者。顾青鸾先是嘴角弯曲，好像是气笑了，然后嘴角往下，怒火中烧。他们的意思是本尊的儿子也通魔，那他们还不敢？他们已经敢了。林七宇看似面无表情，心中却是震惊。怎会如此？雨花宗内部之事，外人居然会知道的这么多，而且还专门要来过问此事。我明白了，专断案查组来是有人越过了我们，往更上面上了书，这人就在雨花宗内。他们之所以拐弯抹角，就是因为天道司有规矩，不可泄露举报人信息，防止被魔修报复。此时天宝圣衣和林七宇都相互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但都还未查出对方是谁。但林七宇丝毫不慌，有极域魔童在，可以通过查看其他人的记忆知道是谁写的信。于是林七宇拱手道：咦，不必动怒，我去会会他们，我猜测此事恐与大长老有关，他希望以此来嫁祸于顾天明哥哥，以此为掣肘来扳倒您，你大可不必出面，我来解决此事。听闻此话，顾青鸾点了点头，果然还是妻儿懂事，聪慧过人，立刻就猜到了缘由。林七宇其实不觉得大长老会写那封信，原因在于原主的灵根是被他毁的，找专案组一查到底，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但林七宇准备让这老头当自己的替罪羊。林七宇走出大门，吩咐了几件事，随后便出门迎接灰修士们。走出宗门，见一群灰修士们正在门外等候。林七宇面带和善的微笑，背后是数百位雨花宗的女弟子，她们穿着华丽，相貌俊俏，和面前这批穿着朴素的灰修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诸位辛苦了，仪塔有事暂在闭关，就由我代为接待诸位，为诸位接风。林七宇一边说着一边道：这是一点土特产，望诸位收下。说罢，侍女们拿出了50瓶仙露蜜琼，终极豪华版，给每位灰修士送上。李总旗面色严肃，拱手说道：林少果然出手阔绰，上来就给我们每人送了6万多灵石的见面礼，只恐我等担待不起，望林少见谅。林七宇非常清楚这一招不好使，专业的反魔修精锐可不是这般容易被腐蚀的，但林七宇仍然只有腐蚀这一条路可以走。别看天道司只来了50人，但他们都是受招天众直接管理的，只要林七宇杀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下次来的可就是100户和1000户了。林七宇以前也秘密干掉过正道修士，但这次不行，杀锦衣卫和杀香勇那完全是2个故事。但林七宇也非常清楚灰修士们的弱点，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当灰修士的，
一来加入天道司的要求非常苛刻，必须与七情划清界限，修行戒律极为严苛，大部分人吃不下这个苦。二来他们的临时收入并不高，虽然权力巨大，但由于与七情划清了界限，自是不会贪污，且组织纪律严格，几乎没有油水。大多数有他们这个实力的，去任何一个宗门都能当个内门弟子，谁愿意吃那个苦啊？所以灰修士的兵源一直都是令天道司头疼的问题。他们只得四处搜寻有修炼之资，但却家境贫苦，无资源修炼的孩童，或者干脆就去收锅。能成为灰修士的大多出身贫寒，终身清贫，且常年需要与魔修进行高风险战斗。而林七羽就抓住了这点，他要尽情展示不当灰修士能有多少享受，多少美人，多少富贵，来乱他们道心。50个人，只要有人心动，林七羽的连招就能放出来。林七羽拱手说道：“不愧为李总旗，不过我送礼从不收回。这样吧，把这些仙路蜜琼都赏了。”一听此话，跟在林七羽背后的一大堆美人，那是笑得宛若一片灿烂的花田。他们七手八脚争抢，时不时给林七羽一个吻。林少威武霸气，最喜欢林少了。林少，我要和你生猴子。林七羽微微一笑，面前的灰修士们都不露声色，但林七羽已经看到有人心动了。一脸上带着刀疤，看上去颇为凶恶的副总旗何同成，其看着那数百萦绕林七羽满脸甜美笑容的绝色美人们，眼神发直。林七羽的极欲魔瞳看出了对方心中的渴求。好美啊，这些美人我都40了，熬到服役期结束，我也想娶个美人老婆。服役期是对灰修士的铁律，毕竟如果某个灰修士被从小训练到大，有了实力后辞职跑路了，天道司不就变成慈善机构了吗？所以如果是从小就被天道司抚养长大的灰修士，必须服役20年才能申请辞职。而天道司的灰修士普遍婚姻状况比较一言难尽，要满世界的追着魔修玩命，1年半载不回家，甚至遇上高战斗力的魔修还有生命危险。能结婚的都是真爱，而这位在与魔修战斗中毁了容的何同成，显然找真爱的难度比较高。而他也深知这一点，他在等待服役期结束，辞职后去找个宗门当内门弟子，有钱有资源后再抱得美人归。而何同成已经到服役期的最后1年了，见林七羽被数百美人簇拥，心中暗道：哎，如果明年退役，我也能有1美人在怀就好，哪怕相貌与这100人之中任意一女容貌一半美艳，我就知足了。极欲魔瞳看出了他的想法，林七羽微微一笑，突破口找到了。林七羽看着出神的何同成道：何副总旗，你看上去气色不佳啊，不知是看上我雨花宗哪位弟子了？这样我来做媒，能得何副总旗这般高能修士，乃是我雨花宗之喜啊。听出了林七羽话中的封官许愿之意，满脑子都是明年可以退役。退役去了，哪里有钱有资源有美人的何同成简直挨了一击暴击。林少爷过誉了，哎，我这些年一直修为难得精进，医师常说我是暗疾发作，我也觉得我在除魔之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看似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如果不是周围有人在看着，何同成已经要一口答应明年退役就来雨花宗上班了。林七羽却是哈哈大笑：我们雨花宗草药甚广，还与云丹宗是世交，什么病都能治，如果暗疾发作，我可以帮你看看，你也好除魔卫道，保一方平安不是吗？此时忽见一相貌绝美的冰山美少女拦在了林七羽与何同成之间，其瞳孔宛若平静的湖水，看着林七羽道：总旗，要我拿下他吗？这人满嘴都是诱惑，相貌更是俊俏，沾花惹草，完全符合书中对玉之道邪修的描述。见这气运之女冒出来了，林七羽嘴角抽了抽，一旁的李总旗赶紧将其拉过来，低声道：给你说了多少次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别说这种话。满嘴跑火车吹牛逼，还有一堆异性在其身旁倒贴，全盛法地的富二代都符合这些条件。按你的说法，那都该拿了杀头吗？虽然的确这些人面对玉之道时最容易被腐化，但容易被腐化和已经被腐化完全是2个概念。听好了，这人是永宁州第2大宗门宗主的侄子，第1大宗门宗主的女婿，强龙不压地头蛇，得罪了人，别人给你使绊子，我们就更难查出谁是魔修了。到队伍后面去。训斥完后，李总旗满脸堆笑：哎，林少爷见笑了，天子莫他，自有丧父。亲眼看见玉之道魔修如何腐蚀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看见他们如何堕落疯狂，最终献祭升阶，留下了巨大的童年阴影。玉之道邪修魔化后都会变得极其美艳，所以他的审美在那场恐怖的献祭后变得有点怪。越是俊男靓女，在他眼中越是丑陋恶心，在他眼中林少恐怕是天下最丑的人了吧，哈哈哈哈。林七羽也笑了：无妨无妨，走吧，我为你们安排了最好的住宿，先歇息几日。李总旗却是道：林少爷，公务在身，不多叨扰了，就是想到处转转，我们带了郎中帮你看看你哥的病情，安抚一下半年前那些遭魔修之难的修士。林七羽面色逐渐凝重，
这个李总旗圆滑而不失底线，话说得好听，却总想着怎么查案，给出的还全是无法拒绝的理由。这是个难对付的老油条。林七宇看似与他们吃过晚饭后就回房歇息了，实际上一直在用千灵至尊的神通，通过雨花宗内大量的花草虫鱼高强度的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夜晚，他们相互对其调查信息的时候，林七宇又通过他们桌上的盆栽，全程旁听了会议。李总旗首先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被预知到邪修害死的，他们在受害前都出现了明显的为满足欲望行为走向极端的表现。其次，这次的邪修不一般，明显是高等级的邪修。这里给大家复习一下预知到的冷门知识点。六欲天有6层，欲望之主的法相是第6天大魔王。欲骨有6种形态，分别对应欲望本身和衍生的邪念、贪嗔痴慢疑。预知到的原生道法有6种：欲骨术、暴食术、醉仙术、合欢术、衰赌术、毒香术，正对应欲望本身和衍生的恶习，吃喝嫖赌抽。见天子墨低下了头，李总旗安慰道：除去这6大邪宗外，还有血灵门这种旁支的战斗力也不俗，但他们的剑法不属于欲望的分支，而是天山剑法这种正道法术被欲望腐蚀后产生的衍生剑法。总而言之，6是预知到的圣术，而我们剿灭的地下教会，他们每6天就以6为倍数的人数开 impa， 明显不是散修，有高阶邪修在指导他们。推测是顾青鸾杀死了第7魔尊，其手下的追随者潜入雨花宗报复，并策反了雨花宗内的部分修士干的。接下来他们分成了2派，合同成一派，我们认为幕后黑手是大长老，因为其所在的峰出现了金丹期邪修突破时的劫雷，这也和我们的推测永宁州闹事的预知到邪修至少金丹期才能闹出来这么大动静。李总旗一派，我们认为主谋从未露面，但匪情是线索。首先，他勾引自己道侣的弟弟，且相貌美艳，常年拍摄各种低俗流影。同时，从受害者山月期的口供来看，顾天明害他的时候还有其他魔修在身边，而他的道侣正是匪情，出卖色相，勾引男人，诱骗道侣堕落，这完全符合合欢宗妖女的特征。林七宇笑了，很好，看样子他们水平也就到这了，不是把我当做了受害者，就是没怀疑到我身上。此时忽然天子墨站了起来，我认为始作俑者已经现身，就是雨花宗主的侄子林七宇。什么？包括林七宇在内，全场震惊。天子墨却是说道：你们没发现一件事吗？大部分魔修闹事的案卷中都有林七宇的身影。最早的宗主儿子通魔事件中，其灵根被废，实力低微，又是宗主最宠爱的侄子。如果预知到的魔修真的是为了报仇来的雨花宗，那么一个实力弱小、内向寡言、存在感不高，还到处乱跑的高价值目标，应该是第一个被干掉的，而他居然活到了最后。何同成拍案而起：你什么意思？你可是在怀疑圣法的最富有的宗门未来的接班人？证据呢？就凭你一张嘴。听闻此话，李总旗道：够了，大家继续搜集情报吧，散会。林七宇起身，他知道自己必须开始行动了，这个气运之女必须尽快解决。何副总旗走在雨花宗内散步，看着美若天仙的众多女修士，心中颇为感慨。唉，要是我儿时没有赶上灾年，入了宗门，没有去天道司，我是否不会被毁容？又是否已经有了一个美娇妻？林七宇此时正好在一个小径与何同成偶遇。林少爷，哎呀，这要巧啊，你也出来散步啊？是啊，何总旗，你这是要去何处啊？回去睡觉啊？咱雨花宗的夜市可是最美的，今晚我想去钓鱼，何总旗不小酌2杯吗？唉，我这公务在身，不便外出喝酒。林七宇却是握住了何同成的手腕。你确定吗？想要请我喝酒的人，可以从雨花宗排到永宁城，多想想你明年退了过后要去哪当差啊？何同成满脸堆笑，哈哈，如果是别人，那自是不行的，但林少赏光，我可不敢推辞。接着，林七宇带着何同成来到了天香阁。何同成一脸疑惑，哎呀，不是说钓鱼吗？林少你怎么带我来青楼了？我们总旗要求严苛。林七宇微微一笑，那你为什么还进来啊？不扭头就走，说实话吧，你心就不在天道司，而且我没骗你，钓美人鱼也算钓鱼啊。何同成笑了，哎呦喂，林少，你这么有钱，还有一绝美萝莉老婆，为何还有此等爱好啊？林七宇一边倒酒一边道：我那老婆买来的，一送了1仙器当彩礼。两人干了一个。何同成道：真是大手笔啊。林七宇摇了摇头，继续倒酒，看样子你对行情一点都不了解。这一般女修士彩礼50万起，如果是我们雨花宗内的那种绝色美人，100万都打不住。这还只是彩礼哦，还要送礼，还要追求。今天那6万多一瓶的仙露蜜琼，你看见了吗？卖的可好了。何同成喝了几杯，这酒可不一般，是林七宇根据醉仙宗的邪术炼的魔酒，名曰3杯醉。这酒后劲贼大，
喝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但醉意来的甚是凶猛，而且在喝醉的情况下，对欲望的控制能力会急剧下降。两人推杯换盏，彩灯摇曳，但娶的美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何同成忽然道：“我其实早就想退了，这世上的邪修杀得完吗？每天累得和狗一样，比不得这些婊子，一夜就是几千几万的零食。”林七宇看着何同成：“何兄，此言差矣，除魔未到，乃是大义。”何同成啧舌：“大义值几个钱？谁爱要谁要，我就想美人在怀。”林七宇打了一个响指：“说得好，何老哥，你可真有修魔的天赋啊！玉门讲究的就是清苦守节才会下18层地狱，逍遥法外方可大罗升仙。”这响指一结束，4位美人走入房内，就见其乃是林七宇专门调教的4大花魁，他们抚琴奏乐，翩翩起舞，歌声悠扬，婀娜多姿。欲知道，合欢树，仙人跳。何同成喝多了，看着这些美人不断的向前伸手在空中抓，太美了，太美了！我这是升入了天宫吗？这么多的仙女。与此同时，更多林七宇手下的合欢宗妖女走了进来，继续劝酒，推杯换盏，拉拉扯扯，摇曳灯火，红粉交织，骷髅淫笑。一夜之后，何同成醒了，其倒吸一口凉气，就见自己床上躺了10几个妖艳美人。见此情景，何同成面色苍白，起身推门，却是见林七宇正在大堂等候。怎么样，何总旗，今晚还想来玩吗？这天香阁美人如烟，缥缈迷醉，只待郎情。何同成一脸震惊：不来了，我只是……林七宇眉头一挑：那可不好意思，昨夜那么多人见你和10几个美人入了内房，我不帮你给封口费，多人运动之事，可是动了欲念，严重违反灰修士的戒律。最后1年没有忍住，被逐出天道司，我可没办法帮你安排你退了过后到雨花宗担任重要岗位。你是想1年后天天夜夜笙歌，还是想最后1年了断前程，前30年的修炼前功尽弃呢？何同成猛然下跪，愿听叶少调遣。林七宇道：很好，回去查案吧，放心，只要最后查出来的结果是大长老通魔，少不了你的好处。副总旗已经腐蚀成功了，林七宇的下一步就是腐蚀总旗。李江可不像何同成这般好对付。林七宇拿出了酒坛子，开始以酒炼蛊。欲知道，醉仙术，猎魂。欲知道，御蛊术，蛊容于酒。李江这样的老油条不可能那么容易上当，如果直接下蛊，其道心过于坚定，恐怕会失败。所以要配合醉仙宗的酒，麻痹其神魂，同时放大其心中的欲望。林七宇将小美女穷奢极欲蛊和大鼻涕虫贪得无厌蛊放入其中。酒坛子是没有欲望的，所以这次是公平决斗。穷奢极欲蛊胜出，炼出了3阶蛊虫奢靡腐败蛊。奢靡腐败蛊变得更加漂亮了，身上除去各种妖艳美丽的宝石外，外壳变成了土豪金色，背上镶着1枚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6根节肢变成了天山翡翠，藏在外壳下的吸盘变成了10多个美人的烈焰红唇，但每一个红唇中都是更加锋利的丑陋倒钩和口气。林七宇尝试过多次用极欲魔瞳看对方的欲望，但却只是模糊的看见1老2少3个人，这就是道心坚定的表现，心中最大的渴望被掩埋得很深。林七宇要搞清楚那1老2少3个人影是谁，于是询问了何同成，话说有没有什么人对你们总旗十分重要啊？老人、年轻人什么的。何同成道：这还用说吗？他的老娘和儿子。总旗这人很惨的，他常年在外，儿子出生时其妻子难产死了，是其老母将孙子拉扯大。咱们灰修士都过得清苦，他儿子总是和他闹矛盾，说母亲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他这个老爹常年在外，从不回家。堂堂总旗，拿回家的零食就那么多，他觉得自己老爹在外面养女人，所以才害死了母亲，害苦了奶奶。实际上咱工资低，出生又卑微，没啥底蕴，哪有那么多零食啊？3日之后，李江正在雨花宗内四处调查，忽的就见一少年走在一群穿着雨花宗弟子装作的人群中。李江倒吸一口凉气，那少年赫然是自己的儿子李玄。李玄！李江大喊一声，将其拉到了队伍外。你干什么？你为什么会穿着雨花宗内门弟子的服饰？李玄鄙夷地看着李江道：那当然是我修为精进，被雨花宗看上，800里加急派人来招揽于我。李江皱眉：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炼气2层可以入雨花宗内门。李玄洋洋得意：的确，宗门考核时我实力不济，但我在比试主官题中得了满分，直接破格提拔到了内门，奶奶也被我接了过来，现在也在烧火房做了厨子，每月8000零食的月钱。李江皱起了眉头，抓住李玄的手：混账东西，你傻了吗？做个饭8000零食的月钱，你看不出来有问题吗？可能是邪修的诡计。现在立刻带着奶奶离开雨花宗。然而李玄却是奋力挣脱道：李江，你疯了吗？
天天邪修前邪修后的，哪有那么多的邪修？你总是一句邪修闹事，然后一出门就是1年半载不回家。娘死的时候你在哪？我被人欺负骂有人生没有养的时候你在哪？奶奶累出病来你又在哪？我现在长大了，有实力了，1个月3万零食，赚的比你还多。你爱干嘛干嘛，死外边我都不会哭一下，但奶奶苦了一辈子，该跟着我过好日子。说罢，李玄转身就走，徒留李江一人面色凝重，泪水沿着脸颊滑落。接着李江找到了林七雨，就见林七雨躺在椅子上，几个妖艳美人正好生伺候着。见李江进来，起身说道：李总旗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魔修找到了吗？李江看着林七雨，你什么意思？林七雨皱眉，什么意思啊？李江说道，我儿子和老母被你接到雨花宗了。林七雨继续说道，哦，这是啊，怎么了？我们雨花宗是府衙，还是什么受招天众指挥调遣的官方职能部门吗？我们招人需要给你们打报告，获得你们的同意吗？不需要吧。至于你儿子，他是通过了考核考进来的，怎么命考题也是我们的事吧。至于破格提拔，安抚家眷，敢问李总旗，我这是犯了哪条天条啊？李江刚想说你这算行贿，但是立刻意识到林七雨要是判行贿，自己可就判受贿了。唯一的解法是让自己那废物儿子现在就走，但是他不会听自己的。如果是其他亲戚，自己早就上去一顿好打，打到他滚蛋为止。但唯独儿子和老母，自己欠他们的太多。李江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他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老友，当年一起加入天道司的何同成。何弟，你帮我一件事，你以副总旗的身份向上级写信，就说我需要避嫌，雨花宗内有修士是我亲人，让他们调其他总旗来。何同成一脸疑惑，大哥，你疯了，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就拱手将功劳让出去。李江则是说道，这次永宁州之行邪门异常，到现在我们还抓不住幕后黑手的线索，我担心继续查下去会祸及家人。那林七雨招数更是诡异狠辣，但不管如何，他已然拿住了我的把柄，现在我立刻离开，才能防止我儿子和老娘卷进来。何同成写好了书信，然后派人传书。此时李江心中忐忑放下了一些，可他哪知道何同成已经被色欲腐蚀，派去的人没有去天道司，而是去了林七雨房内。松了一口气的李江坐回了椅子上。何同成继续说道，大哥，咱喝一杯吧。李江却是说道，现在在查案呢，你喝酒干什么？何同成说道，大哥，我们30年的交情，一同趟过了如此多的浑水，你调走了，咱们下次见面是何时？兄弟，我们30年的交情，就一杯酒不值吗？李江想着自己估计过几天就调走了，于是放下了警惕，面对30年的老友道，当然不是了，少喝点。接着两人去往了酒楼，下人拿出了2坛酒，何同成将融入了奢靡腐败骨的那一坛递给了大哥。两人喝了不少，见李江晕乎乎的，时机差不多了。就在此时，李江忽然大喊，店小二，你们这小鸡炖灵蘑菇咋回事？里面居然有苍蝇！何同成猛然起身，出门嚷嚷道，这可是500零食的大菜，退钱！坏了我大哥的雅兴，你们担当得起吗？店老板来到何同成身边，低声道，两位道爷，不好意思，这是500零食，都在那戒里，请收下。这纳戒就当小的赔罪，一并送你们了。何同成坐回位置，两人继续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两人抢着给钱。大哥，你过几日就走了，我来给。什么话？何弟，大哥给。最后李江给了钱，何同成则是将纳戒交给了李江。我刚刚看了，老板还是诚实的，里面500零食没有少，退的钱大哥收着吧。李江收下，两人各回房间。第二日，林七雨敲响了李江的房门。李江开门，见是林七雨道，林公子，此次前来是有何事啊？林七雨微微一笑，当然是来问问我们俩的事了。李江一脸疑惑，什么事啊？我们俩有什么事吗？林七雨继续道，这还用问吗？你收了我50万零食的贿赂，我帮你给你老娘和儿子安排工作，高薪收入的那种。你帮我嫁祸大肠，老式魔修，50万零食，昨日我派店小二给你送来的。听闻此话，李江立刻意识到不好，拿出那戒一看，里面赫然是50万零食和林七雨给自己的书信。此时何同成推门而入，手中拿着流银水晶。好啊，大哥，你居然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收了雨花宗主之职50万，现在人赃并获，还有什么好抵赖的？林七雨微笑着转头看向了何同成，何大人别这么见外嘛，当差的就是要和光同尘不是？何同成微笑着看着大哥，是啊，大哥，你怎么看林少的这话？李江已经看明白了，你们套路我。林七雨说道，谁套路你了？谁敢害李总旗？我林七雨第一个和他过不去。听闻此话，李江嘴都气歪了。林七雨却是微微一笑，李总旗，你可想好了，
50万灵石捅出去，我行贿数额巨大，也就判3年，出来后自有小姨照顾，我还是纨绔公子。但李总旗这受贿50万，高低的判个20年。多想想你儿子，再多想想你老母，他们要是被辞退，又没了你。你儿子沾了污点，还有其他宗门会收吗？你老母听说你进去了，心脏不好，还能活吗？李江看着林七雨，心中悲伤。你到底要干什么？林七雨笑了，我就希望你们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大长老通魔，失去大长老，长老一派就完了。等我当了圣子，将来就是雨花宗的宗主，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此时奢靡腐败谷开始啃食李江的道心，他脑海里出现了一片幻觉，老母亲和孩子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自己手上有的是灵石，李玄拿着海量的天材地宝和丹药，前途光明，不再记恨自己。母亲有下人照顾，颐养天年，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自己终于弥补了对老母和儿子的亏欠。有了钱过后，自己也能坐豪华的飞梭，住进巨大的宫殿，家人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李江道心开始动摇，我只是被胁迫的，对，我被要挟了，所以答应的。林七雨笑了，这支灰修士的总旗和副总旗都已被腐蚀，接下来这总旗会议可就相当于自己在背后遥控了。当晚，第2次有关查明预知道魔修作乱的情报交换会议召开，还是李江进行总结性发言。前3日，我们的调查都毫无头绪，我认为是大长老在从中作梗，现在我们不能再分散调查，集中精力搜查大长老。听闻此话，天子墨猛然起身，总旗，你这犯了调查的大忌，你心中已有答案，却要我们去验证你的结论。宗门权力斗争，谁能说自己干净？这样会让魔修逍遥法外的。李江一直非常宠天子墨，其道心还没完全被腐蚀，只是沉默。但何同成不一样，他已经被彻底腐蚀，哪里还有什么对不对的？脑海里只有色欲，他满脑子都是天香阁里面的美人，那些美艳至极的妖女，丝袜高跟粉吊带，红唇细腰小皮裙。劝君莫管交心事，与我共练合欢功。何同成一拍桌子，起身骂道：领导要查大长老，你不查大长老，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进步了吗？你是在给领导上眼药吗？你是不是对圣法帝的体制有什么怀疑？说谁指使你的？抓了大长老这魔头，帮助雨花宗除了要挟，那是大功一件，宗主及其侄子没了心头大患，自是少不了首富宗门的感谢。人人都有好处，这么大的福分，你为什么不享受？为什么不和大家和光同尘？小姑娘哪受过这等委屈，看着李江，李江则是撇过了头去。何同成走到了天子墨面前，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收了邪修50万，要搅乱查案进度？没有。天子墨怒道，你们简直就是胡来，魔修逃脱伏法，那是对整个永宁州万千百姓不负责。何同成指着天子墨的鼻子，你这什么话？你不服气是不是？顶撞上级，耽误查案，老子罢你的官，及你的职，现在你所管的小旗归一起管。天子墨看着李江，发现对方只是沉默。李江此时想救天子墨，他从最近心境的变化已经感受到，自己恐怕已在不知何时被腐蚀了。总旗和副总旗被腐蚀，整个总旗被腐蚀，只是时间问题。那些默认和光同尘的人已经没救了，都会成为林七雨提升修为的血石。赶走这小姑娘是在救她。李江怒道，滚回房间去面壁思过。林七雨则看出了李江的想法，好人啊，我亲自设计陷害，还用上了奢靡腐败谷，还能保留一丝良心。只可惜你算错了，李江。这小姑娘心中对玉知道的仇恨是挡不住的。前文说过，欲望放大有2种，一种是不断满足，一种是求而不得。天子墨想要向玉知道复仇，但却处处受阻，复仇欲反而在越变越大，已经在走向失控了。天子墨气的转身就走，躲入了草丛中生闷气。而林七雨抓住这个机会，将悲痛欲绝蛊下在了其身上。天子墨抓着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为什么又是这样？我难道谁也救不了？作为世代守护天山关的天山剑法传人，未能阻止母亲的堕落，未能阻止天山关被攻破，而现在我没有阻止师傅们的堕落，也救不了永宁州。难道我真就这般废物吗？悲痛欲绝蛊开始啃食天子墨的天道气运，但吃了1寸就停下了。天子墨可是通过了灰修士的考核，道心十分坚定，迅速整理心态，重振旗鼓。不行，我是拯救这一方生灵的最后希望，如果我就坐在这里生闷气，那林七雨就真的得逞了。林七雨一定是他，潜伏的预知道魔修一定是他，只要我成功屠魔，就能阻止永宁州被完全腐蚀。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杀了他，先斩后奏，圣法特许，我直接去杀了他，哪怕以后被治罪，也要救永宁州。林七雨心说，这气运之女算是自己遇上的所有气运棒体的人中3观最正的，果然是天道司训练出来的精锐，居然找到了目前唯一的解法。
越级上报，不可能，因为他找不出任何证据说林奇宇是魔修。以拖代变，大厂老坟头草都半米了，只有不讲道理，不讲证据，直接斩妖除魔，才能阻止玉之道继续扩张，但却正中林奇宇下怀。林奇宇做好了准备，让晴儿布置好了陷阱，等待猎物上钩。天香阁内，高冷清秀的天子墨推门而入，走入这龌龊之地，看着周围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以及一众身着婀娜情趣内衣、妖艳美丽的合欢妖女，其衣身素服，面色冰冷，就如同纯白的天山雪莲，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天子墨皱眉，果然是这样，此地所有女人都是合欢宗的妖女，所有的男修都已经被色欲腐蚀，必须净化这里。一旁一个秃顶壮汉光着膀子扑向天子墨，赞美第七真仙，小姑娘，咱们一同飞向自在天吧。只见天子墨手起刀落，直接砍掉了壮汉的头颅。杀人了，这丫头干什么啊呀！周围的男男女女们纷纷转身逃跑，让出了一条直通厅堂中央的大道。只有少部分的合欢宗妖女拿起武器，面露邪笑，警惕地看着天子墨。高台之上，林奇宇躺在宝座上，四大花魁一人揉腿，一人捶背，一人吸枕，一人喂着葡萄。林奇宇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人生而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生而烦恼，若不纵欲，苦熬终生，了无生趣，那便是枉活一世。诸事皆为泡影，终是彻底破灭，一去不复返。那何不顺应本心，纵情狂欢，活在当下，一遇正道，同飞自在天。周围的邪修们高呼：世尊说的对，哈哈哈哈。那 Impa 继续，配合周围众生堕落放纵，青楼勾栏的歌舞升平，红烟情趣的灯火摇曳。第七魔尊欲望之主的压迫感、蛊惑之气，在那四大美人相怀中的俊俏少年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天子墨看向林奇宇，终于不装了是吧？我今日便要剿灭你们这些蛊惑人心的邪道。林奇宇笑了，哈哈哈哈，你和你妈还真像啊！你这丫头，2次从我嘴边逃脱，第一次，你母亲靠着最后一丝理智将你丢出天山关；第2次，李江意识到自己和总旗即将堕落，让你离开。只可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你和你妈一样，终是逃不出我手心。听到此话，看着林奇宇眼中冒出的紫色魅惑气息，天子墨心中无比震撼。不可能，你为何知道此事？你难道说你是那个魔鬼？欲知道拥有极强的腐蚀性和隐蔽性，很多被欲望吞噬的组织大都处于鼎盛。欲知道会隐秘的从各个方面腐蚀掉这些组织，然后一夜之间整个帝国轰然倒塌。幸存者们所见的升阶仪式非常的恐怖，整个国家群魔乱舞，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和道德，死命追求奢靡享受，开着一场极度纵欲享乐的末日狂欢。众人在欢声笑语中彻底走向毁灭。那诡异的美，那一夜之间由盛转衰的巨大反差，会成为目睹升阶者一生的梦魇。这些幸存者大多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们十分恐惧林奇宇，甚至不敢说出林奇宇的尊号，只敢用那个魔鬼来代称。前面的叶枫兄妹也是如此，认出了林奇宇。此刻的天子墨甚至被吓得不敢动手，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天子墨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不可能，圣女应该已经将你斩杀了才对。在欲望献祭中幸存下来的人都称呼顾青鸾为圣女，圣女斩杀了那个魔鬼，将他们从欲望的恐怖支配下拯救了出来。然而林奇宇却是说道：哦，姨啊，他也被我腐蚀了。林奇宇连完整的第6天大魔王都释放不出来，实力不足上一条命的1/1000。那晚被骑的是他，但这并不妨碍林奇宇这样吹，用来动摇天子墨的道心。圣女也被欲望所奴役了，这恐怖的想法让天子墨感觉天塌了，悲痛欲绝骨，趁机又吃掉了他2寸天道气运。天子墨摇了摇头，不行，不能上当，欲望之主满嘴谎言，绝不可信。林奇宇，你这天杀的妖邪，休想骗我！天子墨用剑划伤了手臂，用痛觉强行让自己挣脱恐惧，这是对付巨之魔尊的技巧。接着天子墨那纯白的衣襟飘摇，伴随着其向前猛然冲出，交汇闪烁的纯白剑气在其身上迸溅开来，无数飘摇白雪向着周围飞散开来，好似让这欢乐场中下起了一场白雪。天山剑法，冰天雪地，极冻寒意瞬间负压万里，将周围的魔修尽数冰冻。寒气一闪而至，四大花魁尽数惨死。天子墨闪至林奇宇面前，手中长剑横斩，刺穿了林奇宇的胸膛，踩住林奇宇脖颈。你这魔鬼，放了我妈妈！林奇宇连连求饶，好，我放了你母亲，我这就把她恢复原状。接着天子墨来到了天山关，恢复原状的天寒雪抱住了天子墨，
女儿，谢谢你，你救了我们，我们终于团聚了。”感受着那熟悉的温暖，天子墨忍不住流出了眼泪。那些在献祭中被当作贡品的家人和朋友都复活了，他们围在自己身边，久违的温暖再次浮现。天子墨是大英雄，拯救了天山关，以后我们将继续镇守这里，天山关将永世不倒，魔修休想再来进犯，世间已然和平。接着他们将林七羽绑在了十字架上，点火焚烧。林七羽在烈火中哭嚎：“女侠饶命啊，女侠饶命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俯视任何人了，求你饶了我吧。”此时天子墨手中的宝剑落在了地上，眼中泪水溢出：“妈妈，你得救了，这魔头死有余辜，我终于复仇成功了。”然而林七羽自始至终就斜躺在4位美人的怀里，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天子墨只是站在原地，口中喃喃自语，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早在林七羽眼中紫色魅惑之气闪动之时，天子墨就已经中了极域魔瞳，除了丢掉手中的剑那一下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幻觉。林七羽微微一笑，拿了它送到我房间来。天子墨的美梦还在继续，他统领大军，仗剑走天涯，将天山剑法发扬光大，将一切魔修尽数屠灭。预知道的邪修被自己杀得彻底绝迹。站在夕阳之下，天子墨心中平和，终于再也不会有人被腐蚀了。忽然天空开始碎裂，面前的夕阳消失了，自己赫然出现在了一间红色的小房间里。天子墨瞳孔震动，自己手脚被锁链束缚，面前是一面落地镜，镜子中的自己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头发被绑成了双马尾，身上是一套极其羞耻的衣服，透明洁白，一双过膝袜配合小皮靴，裙子与丝袜之间正好露出一抹勒出来的白皙腿肉。见过预知道吞噬掉天山关守军的天子墨十分保守，从未穿过这种暴露的衣服，其面色羞红，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哪？谁给我换的衣服？”林七羽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当然是我了，高冷无口美少女，最配的就是 JK 白丝小皮鞋。”天子墨见林七羽在侧，心中悲凉：“不可能，我应该已经杀了你了。”林七羽笑了：“我也不知道啊，也许刚刚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吧。”听闻此话，天子墨愣住了，什么击败欲望之主，什么拯救了母亲和天山关，都是假的。自己连第7魔尊的一招都接不下，就落入了幻境，还被生擒。刚刚在美梦中有多高兴，被冰冷的现实所拍醒，现在就有多悲伤。悲痛欲绝骨，肆意地啃咬着其心神，又吃掉了2寸其体内的天道气运。林七羽缓慢地伸出右手，抚摸着面前少女的双马尾：“你很适合日系校服，而你母亲很适合叫师装，将来带你去找她团聚。”听闻此话，天子墨怒了：“不许侮辱母亲。”林七羽则是说道：“她还需要侮辱吗？都成为我这魔尊手下的得力干将了，你也不会例外。你找死！”天子墨不断的挣扎，但怎么也没用。仇人就在眼前，但怎么也无法报仇，任由对方肆意侮辱自己，其心中的复仇欲不断的放大，但无济于事。林七羽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又给对方下了一个2阶蛊虫极乐自在蛊。极乐自在蛊对上了悲痛欲绝蛊，但这悲痛欲绝蛊身上有14寸天道气运，同阶都是一达10级起步，一口就将其吞了。悲痛欲绝蛊练成了恶堕失真蛊。林七羽说道：“你那可怜的道心救不了你，你终将与你的母亲一样永堕自在天。”经历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折磨，天子墨非常的愤怒，但却无可奈何。他眼中一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白皙的脸庞上留下一道泪痕。由于儿时的童年阴影，他眼中的林七羽极其丑陋，从他的幻觉中也可看出林七羽在他心中的形象十分猥琐。心中的怒火不断的上升，他梦中的复仇快感是那样的遥远。林七羽在他耳边低语：“你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拯救不了。天山关，你的母亲，你的同门同齐永宁州，你一个邪修也杀不死，只能供我取乐，你就是一个炉鼎。”此时恶堕失真蛊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吞噬其体内的天道气运，不断撕咬着他的道心。天子墨哭喊了起来：“不，我不是，我没有。”林七羽侧身让开，让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那你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天子墨的道心快要崩溃了，林七羽则是拿出了他的灰修士制服。这件灰修士制服被合欢宗妖女们裁剪得极其亵渎卑贱，此时的灰道袍就像天子墨在欲望之主手中破碎，变成了堕落的形状。一辆花车推入了天香阁的大堂，各层各楼挤满了预知道的邪修。他们看着花车上穿着那暴露灰色道袍的天子墨，肆意的狂妄大笑。天子墨的背后插着3根目标，分别写着：天山关最后的希望，天寒雪之女，立誓拯救天山关，扬言要消灭所有预知道魔修的高冷女侠，实际上就是第7真仙的炉鼎。这些名号配上那穿着要亵多毒友多亵渎，
下面的邪修们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天子墨眼中泪水溢出，在这场游行中，他不断的咆哮：不许笑，不许看，不许看！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你们这些魔道！终于，他的道心不断的遭受着煎熬，他想要杀光这些魔修，但是别说杀死下面任何一个了，连不被他们肆意用邪恶的目光看着，用猥琐的笑声嘲笑着，都做不到这样的无力，这样的痛苦，那样的熟悉。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雪夜，天山关、天剑烽火台的守军们都疯了，堕落的欲望在此蔓延。母亲被杀戮欲吞噬，见人就砍。将军，冷静啊，我们不是魔道，不是妖兽啊！将军，不要啊，求你了，别杀我啊！浑身是血的女人走入帐内，但当其看到自己时，她的眼神瞬间清澈。她抱起了年幼的自己，将一本剑谱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对不起，对不起，妈妈要疯了。那个魔鬼的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欲影越来越强烈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彻底堕落，快离开这里！无尽的羞辱之下，天子墨道心破碎了，蛊虫的嘲笑声连绵不绝，气运被彻底吃干抹净。他好像那雪夜中被预知到邪修们追杀时一般，像小姑娘一样哭喊：妈妈，妈妈，救救我，救救我啊！预知到的邪修追上来了啊！不要，不要碰我！求求你们把妈妈还给我，把那个温柔的妈妈还给我！我投降，我求饶！嘲笑声、辱骂声不绝于耳。天子墨被邪修们用垃圾果皮随意的砸着，衣服上沾满了污秽。终于天亮了，林七雨来到了一片狼藉的花车旁，抓起天子墨的头发，看着对方半翻的白眼，嗤笑流着口水的嘴唇，再没有那过去的高冷。林七雨问：你是什么？天子墨答：我是第七真仙的炉鼎。砰的一声，就见大门被击碎，李江冲了进来，吼道：林七雨，把他放下！时间回到10年前，天山关破的前夕，一位娇小的少女躺在地上不断的挣扎，两个预知道的邪修正在撕扯她的衣服。赞美第七真仙，赞美欲望之主，拥抱色欲吧，可爱的小姑娘！咔嚓一声，只见两位邪修的脑袋被一刀斩下。年轻的李江看着面前死掉的两个邪修，这一路上甚是邪门，到处都是预知道邪修，为何他们都穿着天山关守军的衣服？年轻俊俏的河童成道，他们被腐化了。第七魔尊能腐蚀人心，诱惑正道修士堕落为邪修，万不可掉以轻心。拿着这个天灵18镜，不要看欲望之主的眼睛，利用镜面反射观察他的行动，以肉搏战击之，不必畏惧。他是7位魔尊中体术最差的。李江扶起了这个单薄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一动不动，眼神迷离，哭着说道：我愿意当炉鼎，和妈妈一同侍奉第七真仙，我投降，我求饶，求求你们把妈妈还给我。何同成拔出宝剑，他也被腐化了，只不过比较轻微，还有连贯的逻辑，必须斩草除根。李江抱住了这少女，你疯了吗？她还是个孩子。忽然又有几个守夜军的士兵逃了过来，李江喊道：你们怎么跑回来了？天山关战事如何？那几个士兵一边喘气一边说道：大将军被腐化了，他现在见人就杀，献祭了白雪天山卫。天剑烽火台的守军都疯了，防线出现了连锁崩溃，怒之道的血兽军正在向西岸前进，我们要向冷都撤退。此时大批兽军乌泱泱一片向前涌来，几人只好躲入了一旁的草丛之中。这是怒之道谪香的邪修，他们会变得无比高大强壮，身体部分器官兽化，变得半人半兽，最终会变成失去人格，只有兽性，化为野兽，任由狂怒与杀戮主宰心智。领头的虎妖教头道：话说为啥血帝让我们到灵沙就不动了啊？一旁的狼校尉道：欲望之主会从内部腐蚀天山关，策应我们的进攻，他要腐蚀地法国，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红军城，整个交界地以南就是我们魔道的天下了。然后我们再向北与第4魔尊巨魂可汗会合，彻底控制交界地。虎妖教头道：我讨厌合作，那群蛮子天天抱着骨头当宝贝。预知道的杂碎则是一群娘炮，没有任何荣耀可言，他们只会偷袭和欺骗。真男人就应该用手里的刀斩杀一切不服。天寒雪是一个强悍的战士，他应该荣耀的战死，用鲜血和愤怒献祭血帝，而不应该被一个比他弱不知道多少倍的小白脸按在床上随意欺辱。狼教头道：我同意。听见天寒雪的名字，李江怀里的小萝莉眼泪不断溢出，呜咽地哭了起来。妈妈，把妈妈还给我！呜呜！谁？那虎妖教头转身，大刀带着破空之声砸来。何同成高呼：快带小孩子走！其举剑抵挡，却见那巨刃直接砍穿了其剑，在其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经历了惨烈的厮杀，两人成功带着天子墨逃出升天。李江带着天子墨回到了天道司，经过医师检查，他没事，并没有中域之道的邪术，也没有着香的迹象。
但受了不小的惊吓，恐怕会变成痴呆。可能是目睹了预知到升阶的邪恶一事所造成的，且从前线战报来看，那个升阶的是他的母亲，那些被献祭的是陪伴他长大的伙伴和家人。李江看着小姑娘，心中颇为悲伤，他低下头，泪水一点一点的滴落。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们来晚了，如果我们早点到，也许能迟缓预知到的腐蚀，都是我害你变成了这样。日子一点点过去，李江时而给天子墨送来布娃娃，时而带着他一同外出郊游，有时又会笨拙地给他做一顿饭。忽的一日，天子墨居然开口正常说话了：叔叔，谢谢你。这一刻，李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仿佛是为自己迟到的救援做出了一点救赎。春日，他们漫步在花海；夏日，他们一同下河抓鱼；秋日，他们在枫叶中练剑；冬日，他们在雪地中扎马步。李江猛然醒来，眼中尽是疲惫。10年了啊，已经10年了。他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帅大叔，这是预知到这香的表现。李江沉默良久，这是他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他心中林七羽没能看清的3个人影，分别是儿子、老母亲和天子墨。贪污腐败捞一笔，拿了林七羽的钱留给这3人，然后再彻底疯狂前自首。虽然会面临死刑，但至少可以拉着林七羽一起下地狱。我不是个合格的会修士，我去晚了，但至少我不是一个也没救下。他还有最后一步，把天子墨调走，远离这趟浑水，然后我就去找林七羽拼命。子墨，子墨，敲响了天子墨的房门，却发现没有人开门，砸门而入，就见面壁的那赫然是一个稻草人。李江倒吸一口凉气，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冲向天香阁。时间回到现在，林七羽，放开他。林七羽则是说道：什么放开他，是他自己要留下的，对不对？天子墨面色痴呆：我是第7真仙的炉鼎，求你了，把妈妈还给我。我什么都听你的，把妈妈还给我。林七羽道：乖，你和你妈妈会在我的卧榻上重逢的，我还等着 JK 家老师的母女盖饭呢。这一刻，李江想起了那恐怖的血液，几乎瘫倒在地，自己到最后一个也没有救下来。林七羽看见李江心碎的表情，笑道：在欲望面前，哪怕出发点是好的，动了念头都将万劫不复。我的极欲魔童早就看光了你的想法，拿了钱自首，想赌最后一把，没那么好的事。我预知到可是正统的7大魔修之一，不是慈善机构。一直躲在幕后的晴儿终于现身了。10赌10骗，有云如客人信念坚定，愿赌最后一把，拿钱就走，那就直接关门，痛打赌客，从庄家原地改行当劫匪。李总旗，此地的陷阱不是为这柔不求准备的，而是你。晴儿一边掐诀一边道：预知道，最先读香术，天地烟酒局。晴儿是林七羽的意外收获，最开始只是因为其与自己入魔的经历相同，林七羽才收了他。然后林七羽是比较失望的，其一直布着香，这不利于修炼预知道的邪法，因为其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比如色欲特别强的人，折香后色欲会不断翻倍，和欢宗功法精进速度也会成倍增长。但是晴儿不着相，所以没办法在某一特定的预知道功法上精进到绝顶。但也正是如此，他所有预知道的法术都能学，且可以保持理智不会疯掉。他居然做到了把不同法门的预知道法术进行融合。随着晴儿掐诀念咒，周围阁楼之上无数的冰乐高散溢而出，一个个酒坛炸开，如同洪水一般香甜的美酒滚滚而下，如若青烟瀑布。此刻灯红酒绿的天香阁内，阁顶香烟缭绕，飘渺如仙境，如梦似幻。大堂花酒滚滚，香甜如甘霖，醉人心弦。阁楼宝殿中，无数合欢宗妖女从闺房中走出，她们千娇百媚，体态娇柔，吹拉弹唱，妖娆噬魂。红唇粉黛如花开，担着肚兜入玉间，吞云吐雾烟中笑，玉足高跟踩酒屋。与此同时，奢靡腐败谷也迅速展开联动。猛然一发力，只见娇娥身影下，天地烟酒中赫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无数的金元宝、大宝钞如同倾盆大雨滚滚而来。李江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铜钱窟窿，这钱眼好似漩涡，将李玄卷了进去。无数的美人、美酒、烟香与自己一同下坠。看着面前烟雾缭绕，酒气冲天，和欢宗妖女狂舞的沙阵，林七羽一边笑一边玩着天子墨的秀发。烟酒财色四邪侵体，没人能在这样的沙阵中脱身。李江在烟酒财色的漩涡之中被卷得越来越深，他感觉自己的道心摇摇欲坠，脑海里全是妖女的低语。这里多舒服啊，为什么要出去呢？留在这里，越是往下沉就越是爽，越是爽就越是浮不上去，多么艰难啊，还是不要出去的好。李江只感觉到绝望，自己出不去了。那魔修能有如此手腕，难不成是传说中的第7真仙？又来晚了，自己又来晚了。和上次不同，这一次
自己未能坚守道心，动了和魔修做交易的欲念。对方技高一筹，自己该死。李江闭上了眼，只觉心中还有微光在闪耀，那是天子墨，从痴呆愚傻，如同受了极大刺激的受伤小兽，到能开口正常说话，与自己一同练功修道，再到他成为天道司的一员，与自己一同在接榜时欢呼。这10年走来，他已然是成为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最可爱、最纯洁的存在。自己犯了错，但他不该这样，不该被那个魔鬼折磨成炉鼎。这最后的一丝信念帮助其守住了道心。只见一股强劲的灵气汇聚成龙，冲开烟酒财色，宛若拨云见日。一道寒芒，宛若闪耀的星辰，在林七羽侧身的瞬间直插林七羽胸口，却是见林七羽胸口之上，一股翠绿的龙鳞微波荡漾开来。那盘龙银枪赫然腐败，沿着坚刃快速生长出腐败的霉菌。这是什么法器，竟能有如此毒性？李江心中困惑，还真是道心坚定啊。林七羽道：居然能。话还没说完，却是见李将丢枪反身，虎袍拳直冲着林七羽的面门砸去。却是见这一拳直接将林七羽打成了一团漆黑的剑气，向着周围无死角击射而出。天人五衰剑术，道剑气迸溅而出，小五衰，月升不起，身光微媚，遇水着身，着劲不舍，身虚眼顺全部显现。秦儿的法阵还是不错的，灰修士道心坚定，抵抗力非常强，而他一瞬间就出现了5种衰弱迹象，可见道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忽的，李江听到了背后传来林七羽的声音：打人不打脸，不知道吗？林七羽手中斜剑向下刺去。林七羽不会剑法，这是为了虚张声势，只要对方回头，自己便能与其对视。极域魔瞳会打穿他最后一点道心。为了确保对方会转头，林七羽又使用了激将法。敢打我，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宝贝干女儿遭受1000种合欢功法的折磨，彻底变成一滩烂肉。李江没有回头，那一夜天山关破是他一辈子的梦魇，每一个细节他都熟记于心。拿着这个天灵18镜，不要看欲望之主的眼睛，利用镜面反射观察他的行动，以肉搏战击之，不必畏惧。他是7位魔尊中体术最差的。只见李江周围出现了18面漂浮的宝镜，反射出背后林七羽所在的位置。林七羽立刻意识到不妙，准备掐诀通灵，却是见李江闭眼转身，地阶5技降魔踢斗士，这一腿直砸在林七羽脖颈上，将其砸翻在地。林七羽根本来不及起身，却是见李江飞跃而起，右腿向下直砸，天阶5技伏魔千金坠。只见李江全身金光焕发，汹涌的金色宛若破晓的阳光，伴随着连绵的钟声，惊得一众合欢妖女四散奔逃。你夺了我们的一切，夺了子墨的童年和人生，今日我便要全部取回。砰的一声，整个花车瞬间崩裂，大厅的舞台向下被砸出一个3尺大坑，整个1楼的地板全被震碎，化为碎片倒飞而出，刺入天花板中。烟雾缭绕，李江缓慢走出，向天子墨伸手：没事了，我带你离开这里。天子墨眼中有了一丝希望，却是瞬间消散。那个魔鬼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哪也走不了。却是见林七羽毫发无伤，扭曲天道在其身遭显现，其背后出现了一根漆黑的脊椎，脊椎反长出肋骨，将林七羽包裹其中，挡下了那一击。黑骨不断变大，漆黑的骷髅头逐渐勾勒而出，6只黑骨手臂舒展开来。亵渎的梵文金声嘹亮，如泣如诉，似众生放情纵欲的欢笑，又如欲壑难平的悲鸣，万千邪欲浪叫相复合，亿万欲望法门在其中传颂。扭曲天道，欲知道。第6天大魔王。林七羽完全不慌，到达结晶后，第6天大魔王可以持续30秒，其可以轻易打穿对方的道心。第6天大魔王百尺身躯纹丝不动，右手缓慢向前伸出。李江被这巨大的黑骨天魔所震撼，转身扑向天子墨。然而第6天大魔王的黑骨就如同居然抓住一只小鸡一般，抓住了李江。李江一边向着天子墨伸手，一边哭喊道：子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还是没放下，我穷怕了，求你了，地气真仙，我怎么样都可以，放了这小姑娘。接着其一回头，就看见了那宛若城楼般巨大的漆黑骷髅头，自己仿佛坠入了那骷髅头漆黑深邃的骨眼中。李江猛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豪宅中，周围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人们都称自己为李员外。老母身着华服，躺在摇椅上，红光满脸。李玄和天子墨赫然一副大少爷、大小姐打扮，自己贪污腐败没被发现，林七羽也被自己打死了，自己保住了名誉，那50万赃款成功收入囊中，自己已然退休，安全落地，自己的家人脱离了贫苦，自己想要保护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太幸福了。幸福的李江彻底走向了他化自在天中的幻觉，心魔反噬，被第6天大魔王丢在了地上，再也站不起来。黑骨消失，
林七羽落在了李江身边，抓住对方的心魔，顷刻炼化，修为提升到结晶中期。天子墨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又到绝望的反复折磨，看见那个魔鬼缓慢地走向自己，心如死灰。林七羽道：我就是世间一切欲望心魔的化身，只要心中有走向极端的欲望，就逃不出我的手心。李江最后被欲望吞噬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最深的渴望是既拿了50万贿赂，又保下了家人，还干掉了魔修。后2项没问题，但他已经有了受贿没事，只要不被发现就好的想法。他就算赢了我这一会，邪欲不抛，欲骨不死，他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被心魔反噬，然后被可以无限夺舍重生的我吃掉。他在看见那50万贿赂时心动了，就已经输了。他想要救下你，一度已经成功了，但当他救下的时候，脑海里第一反应是林七羽被干掉了，那这50万我不就落袋为安了吗？这也是为什么第6天大魔王展开的时候，他直接放弃了抵抗。原因在于那一刻他才确认自己还是放不下那50万，自己从头到尾就没有赢的机会，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你。天子墨眼中含泪，他脑海中回想着李江最后绝望的哭嚎：子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还是没放下，我穷怕了，求你了，第7真仙，我怎么样都可以，放了这小姑娘。天子墨的泪水大滴大滴的滴在地上。叔叔是好人，妈妈也是好人，你要我说什么？认可你，这世上之人都逃不出你的手心吗？认可你，让我亲口说出叔叔和妈妈是坏人吗？你做梦！林七羽耸了耸肩，怎么诱惑你们是我的事，经不经得起诱惑是你们的事。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话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跪在我面前的人。7日后，雨花宗魔修事件结案，被练作肉魁的李将和被林七羽彻底腐蚀的何同成主持了这场会议。他们宣布，经过这次总期的调查，确认雨花宗主大长老就是通魔的罪魁祸首。在大长老大喊冤枉的惨叫中，逮捕行动顺利完成，天道司大胜而归。天子墨则留在了雨花宗，辞去了徽修士的职务。李江担负了天子墨修炼的一切费用，所以天子墨不算是天道司养大的，没有服役要求。这也是李江留给天子墨最后的礼物。他看见了自己的老友何同成因为服役实现，无法去其他宗门过逍遥日子的痛苦。他希望天子墨没有忧虑，如果有一天想要离开，可以无拘无束的离开，这是自己欠他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没钱养家的原因。然而，这却成为了天子墨噩梦的开始。林七羽推开自己房间之下地窖的大门，在第7真仙的塑像前挂着天子墨的灰袍。刚来之时，穿着这衣物的天子墨意气风发，天道气运加持，乃是高冷美艳、芳华正茂的少年女侠，充满了活力，立志要打败第7真仙，消灭所有预知道的魔修。而现在，被束缚在雕塑前的天子墨面容崩坏，穿着残破的 JK 装扮。被林七羽用合欢道法折磨了7天7夜的天子墨，已经不记得任何豪情壮志，眼中只有小狗对主人的摇尾乞怜。林七羽道：他们已经走了，带着腐蚀走的，你的辞职信我已经转交了，现在还反抗吗？天子墨疯疯癫癫，乖巧得很，语气中全是恳求和急切。我是第7真仙卑微的炉鼎，我什么也不是，我脑海里只有如何当好一个炉鼎。恶堕尸真骨从其脑后爬出，用蛇尾做了一 OK 的手势。秦儿道：恭喜师傅，终于摆平了此事。林七羽道：还没完呢。秦儿道：师傅法力无边，世间一切欲望都是您的帮手，有何担忧？一边说着，秦儿一边走到天子墨身边，扶起他崩坏的面容，皱眉说道：这已然着香了吗？这世道真是不公，这烂肉都已着香，我却还未着香。林七羽则是说道：他和他母亲犯了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天天想着要杀死魔修，想到产生执念，思想变得极端，行为变得疯狂，出现着香与腐蚀。而晴儿你的情况则是相反，你虽然天天在炼蛊、烧毒，诱惑人入我玉门，但你这么做只是因为你答应了我要做我的徒弟，为我办事，你的思想没有走向极端，所以你这不了相。晴儿扶着下巴开始做起了笔记。正道论迹不论心，魔道论心不论迹。纵使是做好事，但只要心走向了极端，也会入魔；纵使做的是坏事，但心不走向极端，也不会入魔。天香阁内，林七羽眺望着永明州。晴儿上前道：师父，下面的教会多次上书询问，何时可以继续开展预知道仪式？林七羽道：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开 MPA， 我就砍了谁。晴儿道：师父，我不明白，天道司已经离开，为何我们不继续扩大预知道的腐蚀范围？林七羽叹息一口气：天道司是走了，但是把天道司引来的人，我们还没有找到。林七羽已经推测出，有人越级上访，把永宁州的情况捅到了天道司。如果不揪出这个人，就让预知道继续活动，那么只会引来更多的灰修士。林七羽面色凝重，现在我们还压得住这些教会，但欲望具有无限扩张性，迟早他们会不听指挥，
届时还是会引来天道司，咱们得快点找出那个人。与此同时，天宝医圣仍然在山巅修行，他吩咐自己的徒弟青梅仙子，万不可将与天道司有书信来往的事告诉外人。随后便开始打坐，他亲眼见过地法国的毁灭，深知预知到邪修有多难缠。他们就像癌症，当你看见癌变迹象的时候，腐败已然深入根基，邪修极有可能没有清理干净，或者干脆就是抓错了。那么这位潜藏在宗门内的魔修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且正在寻找自己。自己早已严格封锁消息，只有自己和青梅知道这事。只要自己不被发现，时间拖得越久，忍不住要放情纵欲的邪修就会再次露出马脚。如果彻底没有了邪修活动，自己也就算是成功拯救了永宁州。而且他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恐怕当时邪域峰上的魔头没死，就潜藏在宗门内。第七魔尊能看透一切欲望，于是自己也针对性的做了部署，不告诉青梅自己的这一系列猜测，还专门说了绕过宗主向天道司上报情况，纵使抓了大长老是大功一件，但让宗主知道了，定然遭受责罚，弊大于利，万不可想着利用此事牟利，从而防止这件事被极域魔童看穿想法。青梅仙子回到房内，剑子兰此时正在家中修炼。剑子兰见自己道侣回来，于是便拿出了仙露密琼扣篮板，道：你回来了，看，为你带了礼物。青梅仙子接过，面色凝重，哎，我这命苦，那当婊子给人拍留影的贱人都有支砧板，我却只有扣篮板。此时林七羽营造的拜金主义氛围开始暗中帮助林七羽，欲望之主，一切走向极端的欲望都是他的帮手。剑子兰听出对方这话是在埋怨，道：那你也去当婊子好了。青梅仙子皱眉，你这什么话？我们这日子过的在这最富有的宗门内，你这都当了5年百花铁卫卫队长了，还不见升迁希望，你也不曾想想办法。剑子兰拍案而起，我能想什么办法？去给你偷还是给你抢？二人的房屋十分高档华贵，紫金木的桌椅在两人吵架的时候被拍得砰砰作响。欲望具有无限扩张性，它会蒙蔽人的双眼，让人不去想有什么，而是想没有什么。两人吵了一夜，终是吵累了，逐渐冷静下来。剑子兰道：说句实话，机会也不是没有，宗门内的实力平衡在大长老被抓后将迎来一次大洗牌，宗主一派即将得势，林七羽恐为圣子，如果我们能搭上这条船的话。听闻此话，青梅仙子道：敢问林七羽为何要搭理你？你能推测出来，别人推测不出来吗？想巴结他，现在你排队都要排到明年。忽然青梅仙子想到了一件事，自己帮师傅送信的事。天宝医圣曾千叮咛万嘱咐过，万不可动以此事牟利的想法，否则恐万劫不复。青梅瞳孔倒映着仙露密琼，想着拿到更贵的、更有面子的、更好的。这天天跟着师尊，今日找预知道魔修，明日找预知道魔修，哪来那么多魔修？更何况天道司都能结案，他还忧心忡忡。抓了人后，一没富贵，二没权柄，还要我守口如瓶，天天起什么除魔味道的高调，永宁州还能灭了不成？于是青梅道：我有一计，可得富贵。这次天道司来是师尊写信，我去送信，信的内容咱们编一下，就说是我们发现了大长老是魔修，于是去了天道司上报，有通关文牒为证。林少，你能当上圣子，我们也是出了力的。听到这，剑子兰一拍大腿，好啊好啊，夫人果然聪慧过人，搭上宗主侄子这条线，还能没有好日子吗？升官发财，零食满楼，你我就是神仙眷侣了。青梅也是欣喜若狂，将来我要用仙露密琼沐浴，地板要换成大理石的，家具要檀香木的，就是擦脚的麻布也要用那锦兰丝绸的。一边说着，青梅还一边对着房内指指点点，仿佛已经是阔太太了一般。第二日，剑子兰找到了林七羽，林七羽看着他，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天宝医圣总是强调，万不可想着利用此事牟利，因为一旦想着牟利，就是欲望，是欲望，林七羽就能看穿。都不需要等剑子兰开口，林七羽就已经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洞悉。林七羽笑了，作为这个7个终极大 boss 中最脆的，李江那一脚虽是地阶，但着实把林七羽打疼了。他报复心极强，天子莫羡还在终日遭受自己合欢道法的折磨。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现在得知谁引来的天道司，林七羽脸上的笑容是那般的温婉和煦。林七羽笑得越温暖，后手就越残忍。剑子兰吹的是天花乱坠，仿佛自己帮了林七羽天大的忙一般。然而林七羽默默点头，一拍对方的肩膀，奢靡腐败骨已下在了对方身上。林七羽道：放心好了，子兰兄，你能如此帮我，我甚是欣慰。你和你道侣的好日子不远了。剑子兰与林七羽在山间对饮，酒过3巡，菜过5味。林七羽道：谢谢子兰兄，如此甚好甚好，我有一事正需你帮忙。
夹了一口猪耳朵，林七雨继续说道：“等将来我当了圣子，就让你来管这百花谷。”一旁的晴儿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心中暗道：师傅又开始了，呵呵，许诺各种美好的未来，诱骗人产生欲望，突破自己的底线。却殊不知，只要你心中欲起，玉骨便会扎根，往后便是万劫不复，连神魂也会被吞噬。想要富贵的匪情，沦为拍片的小姐，挣的钱90%归师傅；想要道侣回头的可心，献祭了自己的爱人。那可怜的李江，50万一分没拿到，被师傅夺了回去，还亲眼看见自己疼爱的养女被炼成炉鼎。不知这位是否是师傅的对手，却是渐渐紫兰直接给林七雨跪了：“我见紫兰漂泊半生，为遇明主，愿拜干爹，矢志不渝。”晴儿眉头抖了抖，转身离开。哎，又死一个，没救了。林七雨哈哈大笑：“好好好，见紫兰有这话，那我便说了。藏宝阁内有一件法宝，我甚是想要，不知紫兰兄可否助我一臂之力？”听闻此话，见紫兰连连点头：“干爹，儿子愿肝脑涂地。”下午，林七雨来到了藏宝阁，见了看管此处的账房道：“李账房，多日不见，我想要那天山白雪果，不知需要多少宗门贡献啊？”听闻此话，李账房道：“哎呦，这天山白雪果可是天道金丹所需的灵宝草药，珍贵无比，需要1000万宗门贡献令。林少，你的宗门贡献远远不够，别难为我了。”林七雨拿出了一个纳戒刀，在将其交到账房手中之时，将贪得无厌蛊下在了对方身上。里面是50万灵石，你收下，一会儿放把火，就说仓库失火，那宝要被烧了，我再去小姨那美言2句，你脱罪离山，这50万保你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可不比在这当个仓管好吗？听闻此话，李账房心有余悸，但贪得无厌蛊已入其神魂，他只觉这50万熠熠生辉，宛若金山压顶，人掉入了那万千金钞的前沿。小的这就去放火，林少，要是你拿着去拿吧，咱们动作快，别被百花铁卫发现了。李账房刚一拿出火把，却是见林七雨入了藏宝阁，直接开始零元购，什么值钱拿什么。李账房大惊：“哎，林少，这些东西价值不菲，如若也写成失火烧了，小的恐人头不保啊。”林七雨笑了：“你拿了那50万，还觉得自己有命能活过今天？谢你以命抵债，帮我平了这账。”李账房，不用命平账，可惜了这名字。只见百花铁卫光速出警，见紫兰出现在其面前道：“好你个李账房，贪污敛财，监守自盗，倒卖宗门价值数十亿灵石的珍宝，我等来此查账，你畏罪放火，妄图毁灭证据，为防火势蔓延，被我等一箭射死。”李账房一脸懵逼，疑惑道：“我还没放火呢，什么箭？”话还没说完，只见一名百花铁卫张弓搭箭，一箭矢就将其喉咙贯穿，徒留下来一具拿着火把的尸体。接着这些百花铁卫开始一边放火，一边在藏宝阁中大肆抢夺珍宝，因为不管他们今天拿多少，都可以在案卷中写成是李账房贪污了，或者被火烧了。这些百花铁卫都是剑紫兰的亲信，职务不低。原本用于保卫雨花宗的宝剑劈开了宝箱的，一铁卫飞扑入灵石宝库，张大怀抱要抱走所有灵石，但张得太大就抱不稳，缩得太小又拿得少，索性干脆脱了衣服，赤裸着身子，以衣带包，使劲装。2名铁卫争抢着一本地接功法，大打出手，打得门牙乱飞，鲜血狂飙。一名铁卫拿着袋子一挥手，扫落疑惑架上的所有宝物，往那袋中塞。剑紫兰使劲地抱住一个着火箱子，里面全是鲜露蜜琼。由于太过用力，不少瓶子碎了，引燃了火，但其任由烈火烧灼自己的身体，兴奋地高呼：“我的，都是我的！”哈哈哈哈！林七雨从人群中走过，脸上带着笑容：“拿吧，都拿吧，拿得越多，腐蚀的就越快。”火焰在其背后蔓延，将这些被腐蚀者的影子拉长，在那烈火下漆黑地舞动着，如扭曲天道一般，黑若墨，鬼若妖，似禽兽，若人形。林七雨这次来1楼就拿了2样东西，分别是天山白雪果和一大袋的仙品红缨子。但这世间罕有之宝并不是林七雨最想要的，林七雨真正想要的东西在2楼。在新世中，御法国解体，最大的5个御之道法门分别进献了一至尊魔器为第一次御刻。这5件魔器与1件林七雨的伴随魔器共同组成了林七雨最厉害的6件法宝，分别对应御、吃、喝、嫖、赌、抽，每一件都内含9寸扭曲天道。这6件法宝在林七雨死后和他的4枚舍利一同被分给几位正道大能镇压。雨花宗为首功，同时有舍利和法宝2件，林七雨已经夺了舍利，现在就差这法宝了。打开2楼的密室，林七雨就见那面前是一玉葫芦，那墨玉青花葫芦上润着无尽沧海，丝丝飘香，晕开的墨色如海浪翻涌，宛若墨画海牙。林七雨收了这葫芦道：“罪无酿，
对应欲望6法中的喝，用其酿制欲之道。最仙术的酒可使其功效大增，瓶中可装1海的酒。那酒香清谷，越喝越醉，越醉越喝，毒人神魂，灭人道心。林七雨露出了笑容，接着下了楼，招呼剑子兰和众百花铁卫，差不多了，开始灭火吧，否则被人看出马脚，咱们就露馅了。剑子兰第一次感觉如此的舒爽，谢谢干爹，如果不是你，我何来此等富贵？从今往后，干爹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哈哈哈！林七雨笑了。百花铁卫这个重要的雨花宗执法机构也被自己腐化了。天香阁内美酒摇曳，林七雨与被腐化的众多百花铁卫一同举杯畅饮。那剑子兰笑容满面，已然忘却了今日的血与火，醉与贪，沉溺在一掷千金、娇娘媚笑的甜蜜中，看着台上一茬茬上上下下吹拉弹唱的美人，欣赏着他们的舞姿曲调。剑子兰欢笑着挥手，哈哈，赏赏都赏，都过来给我请安。接着剑子兰大手一挥，灵石、仙露蜜琼、灵药一挥而出，那无数的妖艳美人立刻上前跪在剑子兰的面前抢夺。剑子兰眼中妖艳欲火焚烧，这可比回家见那臭婆娘的丑脸欢喜多了。周围被腐蚀的百花铁卫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吸着冰月糕，怀抱美人摇摇晃晃，将桌上的美食一盘盘的往嘴里倒。林七雨看着剑子兰愈加疯狂，微微一笑，好了，咱们该撤了，早点回家休息吧。听了此话，剑子兰还不尽兴，玩，接着玩，我现在有的是零食，继续玩啊！哈哈。林七雨道：今日失火，明日你需对答此事，万不可节外生枝。回了。林七雨起身就准备走，剑子兰醉酒失性，起身甚至要和林七雨对骂，却是被一旁的2位妖女拦住。其中一女道：少爷别动了气，你看上谁了？我们跟你去了便是。对啊对啊，我们跟你走。见此情形，周围的百花铁卫们的兵长们也纷纷上前劝剑子兰醒酒。林七雨却只是邪魅一笑，转身离开。事情如此，剑子兰只好作罢。出了门，剑子兰只觉天旋地转，周围都是妖艳美人在围着自己转，那是一种得了大财之后的报复性消费。他使劲拉着周围的美人，你们还敢笑我吗？还敢说我没钱吗？我有的是，有的是，我给，我都给，拿着，拿好了。一边扔着零食，剑子兰一边狂笑，拉扯着簇拥的小姐一路往前，摇摇晃晃不肯倒，低头只见美人足，转转停停不肯歇，抬头已到家门口。剑子兰推门而入，怀抱娇俏美人，高呼道：来人，来人啊，给我备房，备房。被吵醒的青梅推开房门道：剑子兰，你怎么喝这么多？这些女人是谁？剑子兰一边往前走一边道：我没醉。青梅道：搭上林七雨这条船了吗？他不是说带你挣大钱了吗？钱呢？剑子兰一拍桌子：钱钱钱！你可曾问过我今日烧伤与否？你心中没我这个道侣，只有零食。我清醒得很，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咱们俩结束了，我有的是零食找比你更好的。此时林七雨正躲在暗巷中观察，这青梅心中邪欲，只求能当那阔太太，却不知自己分量。如若剑子兰真阔了，可有的选择那就多了，她是否是那太太就难说。如若此时她幡然醒悟，要去状告4长老，我便出手将其杀之，再做其他打算。然而青梅的表现比那剑子兰更让林七雨满意，就见青梅直接一耳光打在了剑子兰脸上。你别忘了，你这主意是我出的，如若有朝一日你升官发财，不带我同享富贵，我便要去告发你，我要做那比仙子还贵的贵妇。这一耳光下的周围的小姐纷纷逃窜，顺带还关上了门。剑子兰转身咆哮：你这恶妇，我的美人！青梅却也是怒而尖叫：我的钱，你今日挣的零食呢？那显是我轻奢美人典雅富足的仙露蜜琼呢，拿出来给我。剑子兰泥牛翻身：赏了，我都赏了，赏给了那能给我笑脸的好女人们，你给我滚！青梅仙子彻底怒了，上前掐住剑子兰的脖子：你这个混账，那是我的，我是阔太太，我要荣华富贵，给我，给我！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剑子兰一怒：老子这就给你！只见手起剑落，那青梅仙子的人头直飞出去7、8米。这一刻世界安静了，剑子兰看着面前的尸骸，迷迷糊糊的，酒瞬间就醒了大半。不好，我杀人了！其刚一起身，就见林七雨推门而入。怎么了，子兰兄，这么慌张？剑子兰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失手杀人了，我这可如何是好啊？林七雨见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内，继续道：你可是百花铁卫的总管，给手下兄弟们传个信，做成意外死亡不就好了？剑子兰道：他可不是那外门的账房，他是4长老唯一的亲传弟子，那4长老生性多疑，定然会来查的，到时候
只会纸包不住火。林奇宇终于露出了獠牙，他这一整套套路的目的直接脱口而出，将那四长老天宝医圣引来，你派遣亲信的百花铁卫埋伏，然后我们一同将其围杀不就好了？剑子兰道：这杀长老，这会不会太……林奇宇继续说道：你还有其他路可以选吗？剑子兰定了定心神，是的，自己要是死了，还怎么玩得更嗨？还怎么依靠职权享受那奢靡的生活？剑子兰笑得面目狰狞。对，只有这么办法了，杀一个账房是杀，杀一个长老也是杀。我要更多的零食，更多的美人，在我身边前呼后拥。我要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就是要。林奇宇微微一笑，看着剑子兰的面容变得越来越俊朗，笑道：哇，你这香了，恭喜你开悟了。我会告诉你我的真名，向我祈祷，向我献上贡品，你想要的都会有的。夜晚，四长老天宝医圣正在打坐，却是见翼灵鸽飞来，接过一看，赫然是请帖。席设双燕镇，时间3月1日，恭请天宝医圣为剑子兰青梅举行婚礼。天宝医圣想着自己自欠了那个魔鬼毁灭地法国，随后便清心寡欲，终日在山顶锤炼道心，少有下山。但7日后是自己唯一爱徒与他道侣结为夫妇的大喜日子，自己不去，被人又说是老古董事小，伤了那小妮子的心，也确实难堪。罢了，跟着我满永宁州查狱之道邪修，他吃了不少苦头，这还不去，就太没师傅的样了。双烟镇留园外的大院内，唢呐声声报贺喜，酒香醇醇惹人醉，鞭炮连连谱红道，菜肴香香挂灯彩。开宴了，开宴了！拿着喜糖的少年少女们从挂着大喜红灯笼的彩灯前蹦跳而过，敲锣打鼓之下，人人穿着艳丽，脸色神采奕奕，唯有一个走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乃是雨花宗四长老天宝医圣。四长老行至门前，推门而入，踩过满地的瓜子花生皮，看着满堂尽欢的宾客，皱起了眉头。林奇雨迎出门来道：四长老，你终于来了，本次婚礼的司仪非你莫属啊。四长老拱手道：啊，原来是林少爷啊，宗主呢？林奇雨道：哎，一不是派我代表他来了吗？四长老皱眉：三长老在外出历练，那二长老呢？他可是剑子兰的师傅啊。林奇雨继续道：哈哈，这还用问吗？二长老正在后堂招呼剑子兰呢。来，四长老请上座。跟着林奇雨一边往前走，四长老一边疑惑的道：话说这婚礼举行也太仓促了吧？林奇雨心说，这老头果真是警惕性十足，一点不对就问个没完。哎呦，四长老，我给你交个底吧，青梅她有喜了，未婚先孕，你老家椒盐，怕你怪罪，不收她做关门弟子了，所以匆匆举行了仪式。听到这，四长老严肃的道：未婚先孕，他找打，我多次教育他，万不可放情纵欲，给了那邪欲钻心食魂的空子。林奇雨道：四长老，这大喜的日子不说不高兴的。四长老面色不悦，看向周围，如此婚礼只有我一位长老来了，来的宾客更是怪异，全是百花铁卫，没有一其他的名门望族，而且为何选在双烟镇这偏僻之地？林奇雨心说，这古板老头就是难骗，每个城邦、国家、州郡都有这么一帮子难啃的老骨头。于是林奇雨笑着道：剑子兰是百花铁卫总管，兄弟们不该过来捧捧场吗？为何选在双烟镇？那是因为我与剑子兰兄弟情深，将这宅邸赠予了他。至于为何只有你一个大人物来了，那是因为只有您老最守时，其他人还在来的路上呢。您担心过了，何来那么多预知道的邪修？你看看这大喜的日子，你难道要追入青梅的闺房，掀了他红盖头质问吗？听到这老东西总算是半信半疑的入了座。林奇雨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这老头太谨慎了，如果不是自己亲自迎接，怕是难哄的入座。来人啊，给四长老上好酒。林奇雨如此说着，接着就见一妖艳美人穿着清凉，抬着一坛美酒就扭到了四长老身侧。然而四长老完全不看那美人一眼，只是在那默默端坐。林奇雨给了那美女一个眼神：哎呀，我脚崴了。说罢，这美人就往那四长老怀里钻，却是见那四长老中气十足，喝道：哪里来的妖妇，穿着不知检点，在我徒弟的婚宴上搔首弄姿，滚！美人只好退去。林奇雨一边倒酒一边道：哎，老爷子息怒，这可是仙品红英子酿的仙酒，那酒香清鼻。四长老仍然不为所动：我不喝酒。林奇雨道：哎呦，四长老，大长老死了，位置空着，我最近一直在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四长老道：我没这个想法，你去寻别人吧。林奇雨翻开酒坛，却是见里面有一那戒道：哎呦，大长老好运气啊，这是喜戒，这一共108坛酒中，有一坛内封着50万灵石的那戒，居然被您中了头彩。四长老道：哎，林少，这是你开的酒啊。听到这，
林七羽已经汗流浃背了，九色财拳已经使了个遍，这老头不为所动，道心坚定，完全不给林七羽使用预知道法的机会。预知道的道法强弱，完全取决于对手道心的坚定程度。不坚定的，越2个大境界都能腐蚀；非常坚定的，同阶的都难啃。更何况这老头比林七羽高2个大境界了。确定接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的林七羽改变了战术，腐蚀不了你，我还腐蚀不了你身边的人，老子人多打你人少，群殴你。林七羽举碗道：诸位兄弟姐妹们，拿起你们手中的碗，我在此代表宗主敬大家一杯。接着108坛仙品红缨子酒全部打开，酒香四溢，香飘百里。闻了酒香，不少百花帖未忍不住上前开始倒酒。然而这酒可是林七羽用醉无酿制的，用仙品红缨子酿制的仙品魔酒预制道，醉仙术，魂乐9天酒。喝了这酒，可直接在其体内生成对应对方心魔的3阶玉骨，同时就算不喝酒，酒香也能让人感觉到极端的舒畅，有一种如梦似幻、欢喜异常、乱性失心的效果。这108坛酒同时开灌，那酒香瞬间沁人心脾。四长老皱起了眉头，他眼中的世界变得异常诡异。那些百花铁卫都变成了吐着蛇信子、身材妖娆、相貌俊朗，但却透露着丝丝邪气的诡异怪物。这些怪物与林七羽举碗畅饮，数不胜数的妖魔鬼怪在喜堂上舞蹈，越来越多的妖艳美人出现，他们在这桌椅上直接开始打扑克。乱了性的人高声喧哗叫嚷，甚至有人开始争夺钱财、食物、美酒。有人嚎了一嗓子：救命，杀人了！你这宝贝法器我看上了多久了，给我，我要！咔嚓一声，那鲜血狂飙，人头落地。什么？四长老起身，却发现周围一切如常。林七羽微笑着说道：长老，该你上台主持了。长老站上了台，却是见这背着新娘子的剑子兰已然入了门。然而那背上穿着红嫁衣的女子却是用红绳绑着，那剑子兰胸口的大红花不断地往下滴着鲜血。剑子兰进门后道：欢喜欢喜，娶了美人，还有了大宅，嘻嘻嘻，那些礼金都是我的。接着剑子兰疯了一般的扑向了那前台，开始抢夺宾客的礼金。够了！四长老猛然爆发出强劲的威压，一瞬间周围的酒气全散了。酒气散去，四长老瞳孔微微颤抖，却发现周围一切如常。四长老瞳孔左顾右盼，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背着新娘子的剑子兰道：四长老，你这是为何啊？四长老开始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他额头上冷汗下来了。一瞬间周围的人都在叫骂：老头，你别不识抬举，这是你唯一弟子的婚礼，这般闹事真是不识风雅，你这孤僻老头活该一辈子孤家寡人。我明白了。四长老看向一旁的林七羽道：你那酒香有问题，现在是真是假？我天宝医圣一丹便知。说罢，天宝医圣拿出一颗一品静心丹，吞服而下。一瞬间一股无形威压将林七羽弹飞了出去。林七羽落地，单手扶着左眼，一道血流顺着眼角溢出。师父！晴儿一旁上前扶住林七羽，而周围的一切都已瞬间巨变。天宝医圣冲开了林七羽的幻境，看见了真实的喜堂现场，就见血流成河，酒盘倾倒，吃食聘礼礼金掉了一地，无数已燃着香被彻底腐蚀的百花铁卫正在疯狂屠戮那些醉倒在原地的百花铁卫。部分百花铁卫已然在堕落的道路上狂奔，他们与那些不知何处冒出来的合欢宗妖女成欢成双，有的开始趴在地上如牲畜一般抢夺美食美酒，有的则是相互厮杀抢夺对方身上的财物。整个宴会厅变成了一场极度纵欲的末日狂欢。天宝医圣瞳孔剧烈地震，不会错的，与那地法国毁灭之时一般无二。看样子你就是那个魔鬼，对吧？林七羽起身抹去眼角的血，老头，死在幻境中不好吗？刚刚我以那108坛酒香配合3阶极欲魔瞳，结果还是压不住你。如此坚定的道心，厉害！你是我夺舍以来第一个抵得住各种诱惑，不为所动来到我面前，逼得我不得不与你正面交战之人，请允许我授予你最大的敬意，斩尽杀绝。说罢，林七羽拔出天人五衰剑。天宝医圣看着已经彻底疯狂的喜堂道：世人皆有疑问，欲知道邪修如此之弱小，且放秦纵欲失了智，不懂掩藏，为何还具有高隐蔽性？原因在于欲知道邪修只是疯，并不笨，会在教众发展到掩藏不住时，用贪腐诱惑、和光同尘、烟酒财色、纵情放欲，优先对监察和司法部门发动腐蚀。如能全部腐蚀那最好，如不能全部腐蚀，那就利用已被腐蚀的人对道心坚定者群起而攻之，彻底将意识到问题和想要反映问题的人干掉，以此掩盖如洪水猛兽般攻城略地的欲望腐蚀。
今日之事，我早有预料，你迟早会找上我，我也一直在准备。说罢，2个巨大的药葫芦缓慢飞出。林奇宇道：原来是老相识，那我就不客气了。林奇宇率先出招，手中含有9寸扭曲天道的醉无酿赫然升起，化为一具大酒葫芦。那酒葫芦中滚滚魔酒如海啸一般涌出。欲知道，醉仙术，狂欲。林奇宇准备足足1吨的狂欲美酒，那酒令所有的被腐蚀的修士们沉醉，饮下这酒后，他们心中的欲望再次膨胀，赭香程度更深，变得更加美丽，法力大涨，对着天宝一圣群起而攻之。天宝一圣也是具灵气丹修，猛然抬手，天阶灵火离火，那蔚蓝的火焰瞬间点燃了周围的魔酒，以其为圆心，向着周围焚烧而去，烧得周围的邪修四处奔逃。就见4大花魁猛然跃出，舞姿妖娆，媚态动人。欲知道，合欢功法，魅惑。却是见天宝医生不为所动，靠走的就直接穿越了这魅惑的紫气，手中烈火翻涌，将4位妖女炸飞。林奇宇道：别白费力气了，你们退下，这老头道心坚定得很，让我用正道法术来打他。说罢，林奇宇赫然掐动法诀，天阶木属性道法，佛木孔雀王。在千灵之尊大神通的加持下，林奇宇身遭万木生长，树木枝叶交织，赫然是在林奇宇背后形成了一尊千尺木雕。那木雕上的女菩萨面容严肃，背后宝座乃是千万孔雀尾羽，每一个花斑都如同一黄绿红3色叠加的人眼，千万灵眼散发出金光，数以万计的木锥向着天宝医圣射去。天宝医圣见此天阶道法，赫然是吃了一惊，你这邪修居然会用正道法术！一边说着，天宝医圣一边掐着法诀，天阶道法，烈火焚天，熊熊燃烧的烈火烧灭了面前的木锥。却是见月季3姐妹赫然出现，毒雾、寄生、藤蔓将天宝医圣困住。蛙飞张弓，千岁至剑，一柄巨大的独木剑冲破火焰，直照着天宝医圣袭杀而去。在佛木孔雀王的加持下，众通灵美人实力暴涨，这一剑赫然将天宝医圣击落。下一瞬，千岁使用奇雨，倾盆大雨天上来，浇灭了滚滚的烈火。见有圣机，周围被腐化的修士们立刻群起而攻之。却是见金光一闪，天宝医圣赫然而立。见了那金光，林奇宇笑了，甚好甚好，9转还魂丹，你还有多少？天宝医圣道：9转还魂丹，濒死服用，可起死回生，恢复全部伤势和体力。我有丹方，共有8枚，可别小瞧了我这天宝医圣的名头。林奇宇道：看样子我的后手没有白准备，剑子兰该拜堂了。此时天宝医圣才发现，剑子兰早已疯癫，正在磅礴大雨中于酒水里滚来滚去，满地捡礼金。我的都是我的，哈哈，这些还不够，这些还不够，我还要更多更多。升阶。说罢，剑子兰赫然掀起了自己背上老婆的红盖头。就见红盖头下，那青梅仙子眼中血丝密布，面色惨白，脖颈用线缝合，在剑子兰剧烈的运动下，呈现90度诡异的弯折，赫然是死不瞑目。那淡妆浓抹，配上大红嫁衣，更是瘆人。剑子兰高呼道：给我钱，给我酒，给我更多美人，赞美欲望之主，赞美欢愉，一切欲望献给第7真仙。紫色的妖媚之气在空气中滚滚而过，通天的紫色气息向着天穹翻滚而去。剑子兰升阶完成，赫然变为一邪魅男子，其左手拿着酒坛，右手持剑，那剑身蜿蜒曲折，好似9曲18弯。那新郎的大红喜服宛若血染，眼中满是欣喜，其献祭了自己的所有手下，将所有百花铁卫全部献祭。整个喜堂上百花铁卫数以万计，竟是化为俊男靓女，被欲望腐蚀。那一双双妖媚的紫色瞳孔从4面8方闪耀着，包围了中间的天宝医圣。师傅，你看见了吗？不跟着你，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拜了堂，我就是阔太太了。这妖艳的女生听得天宝医圣头皮发麻，就连林奇宇都吓了一跳。只见穿着红嫁衣的青梅，任被绑在剑子兰背后，红绳丝丝往外渗血，那缝在脖颈上的人头倒吊着，诡异的扭成180度。此时天宝医圣眼中泪水溢出，徒儿啊，被人砍了头，穿着新装绑在背后当尸魁，这样的阔太太你也要当吗？你这天杀的御魔，竟将我徒儿腐蚀成这样。林奇宇眉头抖了抖，老头，这不是我干的，我还没给他下蛊呢。这疯婆子真是疯出境界了，死了后残留在躯体中的冤魂都还想着要当阔太太，以至于在升阶的过程中欲念足够强烈，一同成了魔。厉害，他还真达成了剑子兰阔了，死也要分一杯羹的誓言。当然这对林奇宇来说是好事，剑子兰和青梅都是金丹初期，升阶后共同成就了金丹后期，2个金丹后期的妖邪助阵，林奇宇胜算又大了不少。
剑子兰与青梅共同升阶，双魂一体，预知道魔头师神夫妻升阶成功。剑子兰率先而动，跃身而起，手中蛇剑朝着天宝一圣砍去，却是见天宝一圣后退半步，手中灵火萦绕，向着剑子兰袭杀而去。此时青梅仙子道：郎君，我来助你，我们同富同贵。青梅仙子打开药壶，丢出10枚3品辟火丹，让剑子兰吞下。吞下丹药，剑子兰撞开火墙，好好好，我杀人放火，你出谋划策，咱们共图富贵。剑子兰宝剑横斩，预知道喜花剑法翠香斩，这是一个全新的剑法，林七羽都没有见过，由雨花宗的独门剑法千花剑法被预知道腐蚀后转变而来。那剑刃甩出的剑气歪歪扭扭，飘散着红纸，正中天宝一圣胸膛。天宝一圣再服下一枚9转还魂丹，却是剑子兰还未停下脚步，继续冲杀，而他背后的青梅则是不断的拿出丹药，强化自己夫君。剑子兰刀刀致命，且在这相后，感官变得异常灵敏，旋转跳跃，躲避翻滚，动作十分敏捷。天宝一圣神经紧绷，以烈火阻挡，还要忍受自己爱徒的嘲弄。师父，我不过是想要长老亲传弟子的身份，这样才能混入内门，靠美貌结交雨花宗高官。你不过是我的垫脚石，而且是我最厌恶的垫脚石。你从不收人钱财，也不带准我谋取私利，这炼丹不赚死人钱，徒儿好生厌恶。你阻了我荣华富贵之路，现在我等开悟，要追随第7真仙，同登极乐，还请师父去死。林七羽急走上前，手中天人五衰剑横砍而出，却是见天宝一圣吞下1枚静心丹与1枚神速丹，其速度瞬间变快，烈火以其为圆心崩裂开来。这一乍之间，林七羽瞬间消散，化为摇曳的剑气，向着周围扩散飞出。来不及躲闪的天宝一圣中了小五衰，状态迅速下降。小五衰中有一邪能，名曰遇水着身，就是说修士即使站在水中，身体也不会被打湿，但中了遇水着身后就能被打湿。这样一来，林七羽的魔灸迅速打湿了天宝一圣的身体，从皮肤向体内渗透。这一刻，天宝一圣感觉眼中摇曳晃动，面红耳赤，醉意冲脑，但其道心坚定，并未被腐蚀，怒道：你这玉魔，该死！此时佛目孔雀王背后那已经闭上的千只魔眼再次睁开，这个大招的冷却完毕了。只见数以千计的万丈道光摇曳，再次激射出数千木锥。天宝一圣以灵火护体，却是剑子兰从酒海中猛然跃起，青梅为其吃了1枚聚魂丹，令其实力暴涨。那剑刃一挥而下，天阶道法预知道喜花剑法残花落。那一剑带着血红污秽的邪气，伴随着唢呐鞭炮的齐鸣，好似有人声喊出大喜。一瞬间，天宝一圣被背后偷袭，火焰消散，无数的木锥将其钉在了酒池中。天宝一圣狠灌了一口毒酒，挣扎变得无力。兄弟们，杀了这老头，共谋富贵，烟酒财色要多少，我们有多少。周围被腐蚀的百花铁卫疯了一般的冲上前，他们围着被钉在酒池中的天宝一圣，无数刀枪剑戟不断捅刺。终于烟酒散去，林七羽来到了奄奄一息的天宝一圣身边，发现他还妄图伸手去拿那把葫芦。林七羽夺了那葫芦，这是天宝一圣的药葫芦，能装更多丹药，并且保存其中的丹药效力提升20%，里面还有没用的7枚9转还魂丹。林七羽找了找，从其那戒中找出了2个仙品丹药的药方，一个9转还魂丹，一个神速丹，收获还是不菲的。有了这2个丹方，就可以去找夏文玉炼丹了。此时天宝一圣看着林七羽，到底要如何才能战胜你？你这死多少次都会回来的魔鬼！我静心打坐5载，切断欲念，日日警告身边人不可动欲，但结果还是如此。林七羽道：我虽仍保有成为魔尊前的心智，但我的神魂却早已不是人，是大量欲望心魔的聚合体。我的存在更接近于欲望这种情感的能量汇集，能量无法被消灭，只会在一种形式与另外一种形式之间转化。你光靠自己清心寡欲没用，还得劝诫天下人心中不要有邪欲，心中欲望不可向恶，要向善。届时我自会无人可夺舍，无心魔可炼化，或是因组成我神魂的欲望都是向善的欲而被转化。天宝一圣看着打败自己后尽情放纵的被腐蚀者们贪嗔痴慢疑，吃喝嫖赌抽，尽是无边无际的邪欲。他合上了眼，难，接着便断了气。林七羽得了天宝一圣的天阶灵火，又得了2个仙品的丹方，但自己又不会用，但好歹有云丹宗的炼丹天才极品萝莉老婆一只，让他去炼就好。推门而入，只见夜深人静，夏文玉补了一全妆，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身妖艳的轻薄透明纱裙穿上。林七羽转过头向窗外看去，远山生白雾，缥缈见桃树，直接就给了林七羽当头一棒，看得林七羽吞了一口唾沫。欲望衍生的种种恶行，赌博、吸毒、贪腐、奢靡、
拜金、堕落，哪一个滴溜出来都比色欲毁灭力量强100倍。色欲虽然名头很响亮，但在玉之道中的地位非常低，和欢宗妖女更是闲时呼来喝去，战时甜馅宝宝。但这世间从不缺乏美到令人窒息，一跃从前台小姐干成董事长夫人的传奇。特别是玉之道这种越是邪法修得深，外貌越是美艳魔道中，娇额粉黛如芙蓉，身娇体轻着轻纱，白袜过膝盘卧榻，蒙蒙大眼生情愫。再配上那绝美的面容，看得林七羽心中一颤。完了，这小萝莉在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已经自学成才了。估摸着晴儿整理出来的那千种合欢宗法门，已经学得入心入脑，游刃有余了。林七羽道：“今晚我还有事。”砰的一声，大门自动关上。夫君连日在外操劳，万不可缺了双修这一重要法门。夏文玉眼中紫色的魅惑之气，合欢宗大能之势已不可阻挡。林七羽被这一盯，只觉心肝乱颤。3日之后，山月七推着轮椅将那林七羽推至向阳处放风。林七羽一手扶额，总算是说服他愿意帮我炼丹了。收了那天接灵火，他更是高兴，又伺候了数日，一边炼丹一边伺候。不管如何，金丹所需的一品3花丹，他总算是给我炼了。虽然这个老婆比较猛，但炼丹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要知道，天道筑基用的一品筑基丹，林七羽都费了老大劲了。这突破一品金丹所需的一品3花丹，更是有价无市，上亿灵石都不一定买得到。但夏文玉直接就可以炼，可给林七羽节省了不少资源和时间。当然，累是真的累，这老婆已经一天比一天生猛了。这才18、19岁正芳华，就能让你下不了床。将来到了30岁，那更是不敢想象。山月七道：“主人，宗主手谕已至，大长老被捕，4长老离奇失踪，2长老被歧途说服，3长老又在外地练。您已经是新的圣子了。”林七羽道：“当了圣子，我就是名副其实的雨花宗第2人了。”说着，山月七拿出了一纳戒，道：“主人，这里面有您成为圣子后宗主派人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味药草乃是突破金丹所需的天才地宝天血葵。”林七羽点头：“甚好，甚好。还有什么事吗？”山月七道：“每一位圣子都需进行一试炼，那便是种百香莲。”说罢，山月七拿出了一枚莲花种子。这百香莲的种子极其难以开花，是公认的天下第1奇花，但清香扑鼻，莲中生香，能助人修行，是用于锻炼圣子培花育草能力的。听到这，林七羽笑了，哈哈，好好好，我正需这宝贝呢。说罢，林七羽便将那莲花种下，但却并不是种在水塘中，而是种在了自己的法器醉无酿中，用欲望毒酒灌溉。几日后，林七羽能下地了，便前往了后街市，开始寻购用于种植培养这百香莲的药草。林七羽急欲魔童毒蜡，能看出对方心中的底价。标价17万灵石的3阶机关蛇内丹，林七羽7万灵石拿下；标价50万灵石的4阶拜血狼毒牙，林七羽25万灵石拿下。然而，林七羽心中还是有些许失望的。圣法的哪都好，就是邪祟太少了。这百香莲想要腐蚀，可不是那般简单的事，但监管严厉也是没办法的。却是在走过一阴暗小巷，转身，何人跟踪我？速速现身。却是见一半人半鼠的矮个子自下水道中钻出。圣子为何四处寻毒物？只怕要百香莲开为毒花吧。那些成法地的邪物，可连末法地1/10都无法望其项背。见到对方这造型，林七羽道：“半兽人，你们是2哥的人？”耗子道：“我等不是人，而是修炼出人形的妖兽，干的是在圣法末法2地来回倒卖的生意。你若想寻末法界的邪祟，可来我牙老板处寻。”听闻此话，林七羽沉默了一会儿，跟了上去。入了他们所在的商会，却是见掌柜的赫然是一只鳄鱼。林七羽皱眉，早说有意来回穿梭2界的牙老板，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道。你的老鼠遍布9州万方，寻那情报倒卖。说吧，有什么生意要谈？林七羽眼神锐利，他倒要看这不知死活的鳄鱼到底有什么要谈的。那鳄鱼一边掀开一箱子，一边道：“少年郎买片吗？”接着这鳄鱼拿出了一堆的流银水晶，这都是我们的耗子四处偷拍得来，有个大宗门的最美仙子更衣沐浴，与那道侣修炼。林七羽眉头抖了抖：“你再这样，我现在就走了。”却是见那鳄鱼笑道：“哎呦，第7真仙大人真是不给小店面子，算了，我直说了罢，鄙人牙牙川，这是见面礼。”说着，那牙牙川拿出一邪物，乃是狂血蛛的毒牙，这是末法的独有的邪祟妖物才能有的。收了这毒牙，林七羽很满意，上来就送5阶妖兽的毒牙。说吧，我考虑考虑。牙牙川说道：“那收了挣到50万灵石的友达，帮助夜湖牵线搭桥。目前他们获了招天众援助的资源和武器，已在灵沙复国。夜湖自称天玉皇尊，就是为国教。”砰的一声，
林奇宇一掌将面前的桌子拍了个粉碎，转身就走。一旁的老鼠道：“老板，他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牙牙川道：“你觉得第7真仙会允许夜壶继续闹下去，闹得预知到2次解体，甚至发展成第2次内战吗？他只是一直下不了杀夜壶的心，毕竟那是他最狂热的信徒，他已权衡好利弊，伤到被复国派阻拦之事会解决的。”夜晚，林奇宇来到了顾青鸾的房内，见林奇宇来了，顾青鸾面色一羞：“七儿，这夜深人静的，你来我房内干什么？”林奇宇却是上前：“姨，都给你说了，在外人面前叫我七儿就好，没人的时候要叫我好哥哥。”顾青鸾立刻面色严肃：“没大没小，我乃永明州女帝，你这小家伙还想骑到姨的头上吗？”30分钟之后，好哥哥。卧榻之上，顾青鸾抱着林奇宇，满脸的幸福。林奇宇则是道：“姨，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可否答应？”顾青鸾道：“好哥哥，你说吧，我都答应你。”林奇宇继续说道：“下次宗门大比拼，我希望你将我的名字报上去。”听闻此话，顾青鸾吃了一惊：“你疯了！我告诉你，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你可知这宗门大比拼可是要前往交界地？你可知那末法地有多凶险？所有修士都是魔修，道德、理性、秩序在那地早已灰飞烟灭。”林奇宇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就是灵沙出生长大的，于是说道：“姨，我去是为了变强，这样我才能保护好你啊！而且这次我们不是要前往灵沙，而是在西岸晃一晃，不危险的。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去灵沙，这样总降了吧？”听到这，顾青鸾眨巴着眼睛思考了起来。林奇宇继续道：“姨，我知道你担心，但抵御魔道是我们正道修士最大的责任。每次宗门比试，各个宗门的圣子和圣女都要参加，我要是不去，那我们雨花宗会被人说闲话的。”听到这，顾青鸾重重地叹息了一口气：“好，既然你意已决，那就去吧。但记住了，不管遇到任何事，确保自己的安全，万万不可逞强好胜。”林奇宇在顾青鸾脸上盖了一个章道：“姨，你最好了，再来奖励一下。”“好哥哥，你又来。”就这样，林奇宇开始做前往灵沙的准备。先是将所有的毒物放入酒中，就见百香莲的虽还未开花，但已然满是毒酒的香气。另外一边，林奇宇准备了大量的丹药，堪装满天宝医师王葫芦，就不再装了。1个月后，宗门比拼试炼开始了。林奇宇来到一艘仙舟之上，这里密密麻麻挤满了准备前往交界地试炼的人。台上3位导师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交界地的地势、人文、魔修的分布。大家记好了，就在西岸活动，万不可过河。河那边的灵沙是真正的末法地，凶险异常。林奇宇面色严肃，他深知末法地的凶险，这导师讲得不错，很细致到位。然而，下面这些各个宗门选拔的年轻天骄们却是有说有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去郊游的呢。听说那边都是玉之道的魔修啊，玉之道有何可怕的？要不我们北上去红军城找怒之道的邪修吧，他们能打一些。对啊，没准我们还能解了地灵关之围，光复天山关。林奇宇见此情景，摇了摇头。这些人对末法地的凶险一点都不知道，没有这些导师在，估计都得死。飞船翻越了一座高达万米的高山，林奇宇屏息凝神，开始调息。来了，那熟悉的感觉。翻越飓风的一瞬间，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瞬间充斥所有人的脑海，每一位修士的心脏都感觉到被人狠狠地捏了一把。不少的天骄面红耳赤，甚至有人原地吐血，大部分则是鼻血狂流。进入交界地的第1关，灵气缺失。由于圣法术的重下，世界灵脉向圣法的汇聚，末法地的灵气十分缺乏。由于空气中缺乏灵气，第一个衍生问题出现了，呼吸困难。有人面色发紫，嘴唇干裂，倒在了地上。医师，医师！有人如此喊着，有人晕倒了。然而3导师之一的刘伯则是说道：“不用喊医师了，差人送回去。”一旁剑宗的小公主柳若道：“这次宗门比拼姿势体大，他还一个魔修都没杀，这样灰溜溜的回去，你们太残忍了。”刘伯说道：“我在救他的命，连呼吸困难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要去末法地杀邪修，要知道再往后的路，灵气含量只会越来越低。”就这样，那些豪言壮语要去末法地痛揍魔修的天骄们，还没开打，就减员超过10人被送了回去。一旁的晴儿也坚持要来，林奇宇就将其带上了，扶起晴儿。林奇宇一边教对方呼吸的技巧，一边道：“放慢呼吸，让心脏慢下来，别深呼吸，会晕的。”晴儿学得很快，适应的也很快。林奇宇接着道：“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在圣法的当最下贱的妓女，也比在末法的活着舒服。西岸灵气含量高达70，已经属于宝地了。要是到了灵沙那正统的末法地，
灵气含量只有50，最极端的极北高原灵气含量不到30，光是呼吸就能直接要了人的命。相信我，呼吸困难还是最容易克服的困难，下一个困难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此时受全宗的圣子曲意肚子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不可能，我早已达结晶期，辟谷之后从未饥饿口渴，这是为何？灵气缺失的第二个问题，辟谷失效。辟谷通过吸收天地精华，从而让修士不会饥饿口渴，可这呼吸都困难，有个屁的天地精华。这个其实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林七羽从那戒中拿出了肉干递给晴儿，这是灵兽肉干，灵气充裕，可缓解饥饿和缺少灵气的问题，让你呼吸不困难。见林七羽有吃的，腹中饥饿的众多天骄全部围了上来。喂，那边那个分几块肉给我们。剑宗的小公主柳若更是理直气壮，给我食物。本小姐所在的剑宗可是惩罚的第一大宗门，吃你的东西是看得起你。林七羽则是笑了，给你们，告诉你们吧，吃的在此地乃是千金不换，连这点末法地的常识都没有，就闷头往里面钻，现在跳船往回跑还来得及。我直说了吧，你们这些人一半以上都得把命舍在这，我不在死人身上浪费资源。见林七羽不给，小公主柳若的闺蜜枕鱼赌气道，不给就不给，吃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到了西岸我们自己找吃的。林七羽听了这话，只觉得这姑娘天真的好笑，但也不说话。地狱无门，偏要往里闯，非要去送死，神仙难救。灵舟向前缓慢飞行，到达了西岸。这一刻，所有人吓得面色惨白。只见那一望无际，全是茫茫戈壁，除了翻滚的滚风草，就只有无边无际的黄沙。柳若吓得面色惨白，道：怎会如此？此地只有黄沙废土，城镇呢？集市呢？何处寻食物？此时灵舟路过了一个小村落，却是见其中黑烟飘渺而起，几个修士腾空而来。柳若高兴地说道：有老乡们来了，去找他们换些食物。然而林七羽和3位导师则是额头上冷汗溢出，面色警惕。这都到交界地了，而且还是遇法国解体后的西岸，能腾空驾风而起的老乡还能是好人？这明显是邪修打过来了。林七羽皱眉，不对啊，我没安排手下人接应我啊，这来的是谁？只见那7个魔修跃上船体，他们一个个长得恐怖至极，青面獠牙，全身无皮，关节倒长出血色骨刺，部分肢体已然化为刀盾，眼眶中无眼，手中拿的法器更是骇人，人皮、人骨、筋肉所炼的法器握于手中。刘伯道：诸位学员，万不可悚惧，此乃第4魔尊的手下，俱知道邪修，他们崇拜死亡，以血肉炼制法器，他们手中的法器能吞噬恐惧情绪，不可被他们这恐怖的这香所吓倒，否则他们手中的法器会越来越强。那领头的南夜叉，左手拿着一血肉人皮幡，右手已是一股钝刀，这么多的新鲜血材，砍作块，剥皮剔骨，可炼不少法器。小美人也生得清纯，可做那血莲花，哈哈哈哈。那领头的女夜叉却是道：阿骨达，退下，我乃第4真仙手下大将完颜乌英嘎，奉命来此寻人，将你们中最帅的那男子交出来。此时刘伯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好，怎会如此？那第4魔尊的大将应当在北部，为何千里奔袭来到这南部，还在此等候多时？咬死这船上有他们要寻的人。刘伯运转真气道：哪里来的妖邪，还不速速伏法？说罢，刘伯手中法诀掐动，一时间飞沙走石，却是见阿骨达手中骨盾瞬间放大，轻松接住了这一击。乌英嘎腾跃而起，高呼道：小小金丹，可笑可笑！手中赫然幻化出一把用人脸皮缝合的琵琶，琴弦之上赫然是无数血肉人精，接着便弹奏了起来。那琵琶声响恐怖至极，好似活人被扒皮抽筋时发出的惨烈哀嚎，吓得周围人不敢动弹。然而周围的敌人越是恐惧，这具知道的法器就越强。只听得那琵琶声越来越大，同时其余邪修跃入阵中，在众多天骄中冲杀。这几个邪修没有那女妖厉害，我们杀了他们。柳若道却是发现自己挥出的剑气威力大大下降，这便是灵气缺失第3个问题。此地灵气过于稀薄，所以灵气含量过低与呼吸困难带来的疲惫感会削弱修士的道法，而这些魔修则没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常年在此地生活，早就适应了此地的气候。那些邪修冲入队中，手中刀剑挥舞，将那些被击杀的正道修士一个个活生生扒皮抽筋，惨叫声不绝于耳，惊得他们不敢动弹。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了，林七羽掐动法诀，召唤出了花妖3姐妹。林七羽掐诀的速度丝毫没有因为灵气缺失而受影响，原因在于他也曾常年在此地生活，深知如何通过调息来抵御灵气缺失带来的气候影响。然而
林七羽却是没有对那些巨知道邪修出手，花妖的藤蔓刺穿了那些因为恐惧而不敢砍杀的天骄们的小腿，剧烈的疼痛让他们嚎得撕心裂肺。林七羽，你疯了，打我们干什么？林七羽则是喊道，自己选，是让我杀了你们，还是冲上去拼了？林七羽没有开玩笑，和巨知道邪修对抗，万万不可恐惧，越是怕，他们手中的法器就越强。如果出现队友被吓得不敢上前战斗，那就干掉队友，否则让他傻愣在原地不断制造恐惧情绪，帮不上忙还会让敌人越来越强。在林七羽的死亡威胁下，这些天骄们总算是拼命发动了反击。由于恐惧情绪被死亡冲锋所压制，反而轻易地靠着以多打少稳住了阵脚。乌鹰嘎道，好小子，有眼力，不知是不是可汗要找的人阿骨顶针。只见一瘦削年轻的夜叉一跃而起，额娘休慌，阿爸休乱，孩儿来擒他。阿骨顶针手握一法杖，那法杖上插一种杖肉瘤，其上长满了还在活动的人眼。其将那人眼法杖向着地面上一插，念起口诀，具知道镇魂术。古语，就见天穹之上，无数骷髅人头如滚滚大雨一般向着人群中砸落。那些骨头落入人群，瞬间炸出一团团毒气，一个个骸骨兵从毒雾中走出，手持骨刀冲入阵中挥砍。天上古雨如泣如诉，每一个骷髅头都在悲鸣嚎叫。林七羽手中法术掐弄，却是还没有完成。就见乌鹰嘎手中人噼噼啪波动，具知道镇魂曲。撕肉绝响，这一首曲子响彻天穹，随着琵琶声响，连绵不绝的音律在空气中组成一股强大的烈风，烈风之中无数冤魂嚎叫，令人头脑炸裂。三位导师被这惨烈的尖锐琵琶声弹飞了出去，当场一死两伤。这一刻，恐惧彻底地占领了除林七羽外的所有天骄的脑海。三位金丹长老一招就全秒了，这是什么修为的邪修啊？怎么办？怎么可能战胜这样的邪修大能啊？林七羽则是皱起了眉头，不对，这女夜叉原本可以一击就毁了整个飞船，为何她不这么做？哦，我明白了，他们是来接我的，四哥有事找我，但他们又找不准我是在哪个人身上夺舍了，于是假装要绑架最帅的。乌鹰嘎一跃而下，单手掐住曲艺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阿骨滚道，老婆，这小子相貌不错，别杀错了人，又要在这酷热之地再寻半年。乌鹰嘎丢下曲艺，哼，你是不是这船上长得最帅的？曲艺大喊道，林七羽是林七羽，你们去找他，他就是最帅的那个。此时周围被吓破胆的天骄们一个个纷纷让开，抬手指向林七羽，就是他，就是他，求求你们别杀我们啊！被千夫所指的林七羽一点都不慌，周围的这些天骄完全理解错了现在的情况。怒之道、具之道、玉之道三位魔尊共同策划了对交界地的全面入侵。这些人是队友派来接林七羽的，他们不知怎么得知林七羽在船上的，也不知道林七羽在哪人身上夺舍了。但玉知道邪修着香后都会变得极度美丽，那么祖师爷肯定就是全天下最帅的男人，所以他们不是要练什么特别的法器，需要一个帅哥做血肉零件。他们捏死这一船人，就和捏死一只蚂蚁般容易。正是因为林七羽在船上，他们怕杀错了人，才在这慢慢磨。林七羽一走，这一船人才彻底死定了。周围的天骄们争先恐后的喊道，林七羽，你就跟他们走吧，死你一个，救活我们全船人。是啊，林七羽，你就当为我们牺牲一下吧，快跟他们走吧，否则我们绑了你，打你一顿，让你走。林七羽却是对乌鹰嘎喊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有一个要求，把这他带上。说着，林七羽大拇指指向了晴儿。乌鹰嘎点头，示意将两人带走，却是见柳若兰在了晴儿面前。林七羽，你还是不是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他们要的是你，你却要带上一柔弱女子，要死你死，欺负人家一个女孩干什么？晴儿却是不怕，知道师父反抗绝对是能走的，却要跟他们走，其中定然是有深意，于是道，没事的，我和师父一起走。柳若道，你这不识好歹，我再救你，你却不懂站起来，真是可怜可笑。接着就见一股黑气萦绕，众邪修带着林七羽与晴儿一同远遁天骄们，才松了一口气，心说的救了。就见天空中一巨大的焦黑骷髅直砸而下，将整个飞船砸碎。紧接着漫漫黄沙随风起，灾劫来了。这灾劫和魔修突破之时的天谴不同，是末法地的气候灾难之一，不同地界的灾劫不同。西岸和灵沙的灾劫名为灵气沙尘暴。灵七羽被带入一山洞中，看着外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飞沙走石，漫漫黄沙中一只巨龙的影子若隐若现，龙鸣声响彻。乌鹰嘎半跪下身，第七真仙，刚刚得罪了，可汗下了死命令，我们必须将您带到，否则我们死罪难逃。林七羽拿出肉干给了晴儿道，四哥也来了，
乌鹰嘎道：“不止可汗大人，血帝大人也到了，他们都在阿卡恩神庙等您。沙尘暴一停，我们就护送您前往灵沙。”林七羽道：“不必了，灵沙与西岸地下路网交融，走地道更快。”说罢，林七羽在前带路，沿着山洞的暗道进入地下，走了大约2-3个时辰，进入了灵沙地道。然而和晴儿所想象的地道不同，这地道四通八达，宛若一地下都市，到处都是烟火气。人们生活在地道中，有商店，有餐馆，有民居，甚至有孤儿院。其中一位裹着面纱的老妪迎出门来道：“诸位修士，那些正道可否被赶走？你们劳累了，这有些灵蛆，你们带走，路上吃。”晴儿差点直接吐出来，就见那老妪面黄肌瘦，屋中倒挂着无数腐尸，臭气熏天，苍蝇乱飞。下面是脏兮兮的小孩正在玩着黑色的泥巴，而那些被切出伤口的腐尸上满是钻来钻去的蛆虫。老人刮下一团，用纸包好，送给林七羽。林七羽准备接，那老妪却是忽然拉住林七羽的手：“是你吗？你回来了，七儿，再保护大家一次吧。”林七羽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一言不发就走了。几人继续前进。晴儿道：“这送礼就送礼吧，怎么送这种恶心人的东西？”林七羽道：“由于惩罚树种下，灵脉扭转，末法地不生灵草，灵沙百里废土。灵蛆不单是食物，还是货币，10条灵蛆等于1枚灵石。刚刚他给的是他和孤儿院孩子们1周的口粮。”几人走到了一商铺前，林七羽拿出灵蛆道：“来2瓶奶。”接着晴儿看见了更加骇人的一幕，就见这商家的仓库中赫然捆着2个怀孕的女修士。这商贩直接去挤了2瓶人奶。林七羽接过奶，晴儿连连摆手：“这不喝，不是给你喝的。”林七羽道：“是一会儿送人用的。废土之上何来干净的水？这是合欢宗那帮女疯子们想出来的，拿了那些入侵灵沙的正道女修士，产出可能有灵根的孩子，用合欢道法催之，用人奶充当干净的水，卖作高价。这是灵沙特产，没了这产业，这地道不知饿死多少人，多少孩子要夭折在这里送灵奶，就像在惩罚的送酒。咱们东道主之意，还是要敬的。”林七羽将灵奶送给了乌鹰嘎和阿古滚。一旁的店老板愣了一下：“你们是来打正道修士的？那这灵蛆我不能收，这灵奶全当送的，你们收下便是。”和在惩罚的魔修们遭人唾弃不同，这末法地人见了魔修，无不单似胡浆，以迎王师，打死那些正道修士，灵沙屹立不倒。英雄们，加油！烧了圣法树，灭了昭天众，还我末法地大好河山！一定要赢啊！我的2个儿子没有修道，只因那日正道发动特别伏魔大会，就一同被杀了，为我的儿子报仇。他们阻了我们修道之路，却又怪我们修魔。看着这地道中扭曲诡异但却无处不在的烟火人情，晴儿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害怕还是该欣喜。阿卡恩神庙是末法地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其间供奉着7位魔尊的神像，众末法地人无不顶礼膜拜，满斗焚香，高烧宝烛，祈求7位真仙能带领他们打败正道，烧掉圣法树。晴儿跟随着林七羽走过千步梯，向上便是一座恐怖的神庙。神庙壁画诡状离奇，夜叉、兽人、僵尸、妖艳妖女等妖魔为祸人间的彩绘直通大殿。大殿中7尊巨大的雕塑围绕7方，其他6具晴儿皆不认识，但唯有一尊晴儿一眼便知。只见那雕塑雕的是一俊美男子，背后画着第6天大魔王，美丽邪魅的男子头戴兜帽，看不清面容。周围是无数美艳妖女的雕塑，她们身着清凉，姿态魅惑，妖娆妩媚，正向这位男子献媚。下书：第7真仙欲望之主灵七欲法像。由于欲望信徒最多，所以灵气雨的雕塑下香火最为旺盛，其上求签问卜之符尽显人间欲火。有写要100个老婆的，有要用不完的钱的，有要成为天下第一权势之人的。灵气雨道：“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就回。”此时神庙大厅只剩下晴儿和几位具知道邪修。晴儿和这群相貌狰狞恐怖的诡异夜叉共处一阴森恐怖的神庙，被他们吓得胆寒，想着聊聊天缓解一下。那啥，几位恶鬼朋友，我不知我师父与你们可汗还是朋友。我原本以为邪修之间道不同则见面就是刀剑相向了，就像上次平躺山一样。乌鹰嘎道：“几千年来一直是如此，直到10年前，不同修炼法门走向不同的心魔，有的完全相反，但有些则相互共生。比如战争会带来杀戮、毁灭、愤怒，而战争带来的恐怖威胁、惨烈血腥的场面，在被老百姓看见后，又会衍生恐惧。战争会摧毁秩序，人们陷入混沌、迷茫，最后任由欲望主宰自己，只为自己而活。所以，有些情感会因为特定的事件相互衍生，魔尊也就有了一边相互提防对方，一边共同合作的基础。”阿古滚道：“怒之道，军法严明，则相后体型庞大，外现兽相，
即使彻底化为邪兽，也是令行禁止，凶猛异常，能以成建制的几十万大军，100万兽巢冲击正道防线，正面作战能力极强。缺点在于陆之道邪修极为倔强，对与强者战斗有着一种病态的痴迷，并弃一切法术，脑筋不太会转弯。据知道主要分布在各个蛮族部落，蛮骑彪悍善战，以拜古教为尊，有血肉尸骸崇拜、炼活体法器之才，以恐怖祭祀威慑人心，有奴役生灵之能，大能修士，能快速潜入，以恐怖法术震撼人心，无差别大范围杀伤平民，配合数万蛮骑袭扰边境，可快速散播恐怖，令敌人心惶惶，越打越强。说着，阿骨滚看向了自己已经化为盾牌的手臂，但缺点是折向后化为恶鬼夜叉，身体会部分武器化，甚至彻底化为一个血肉法器。且血腥祭祀不得人心，蛮族甚爱，却人数稀少，故信徒微薄，善游击而不善大兵团作战。乌英嘎看向晴儿，欲知道邪修，放情纵欲，各类法术能诱惑人堕入魔道，享乐教义之下，信徒众多，田山连海。且欲知道邪修着香后，相貌美艳，远比莽夫邪兽、丧尸瘟疫、夜叉恶鬼更具迷惑性，能让人产生好感，是唯一可以进行大规模敌后渗透，并从内部腐坏掉一个组织的邪修。缺点在于作战意志薄弱，组织结构松散，信徒们对魔尊听调不听宣。晴儿道：我明白了，怒之道、惧之道、欲之道，三者利益分配互不冲突，战术战法上高度互补，外有强敌入侵，血战连连，内有恐怖散播，民众惶惶，各阶层遭欲望腐蚀，沉迷享乐，国恒亡。三者合一，可形成一套武装暴力侵略、血腥恐怖奴役、娱乐至死洗脑的完美战争机器，迅速打垮正道。万年防线天山关、千年帝国地法国都是这么亡的。乌英嘎点头，理论是完美的，但具体执行起来到处都是问题。三位魔尊制定了迅速吞并整个交界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率先出问题的是怒之道，血帝的手下沉迷杀戮强者，认为撤退的守军是懦夫，追击力度薄弱，于是大量正道在天山关破后成功逃回地法国，以至于腐蚀地法国的第七真仙遭遇大量灰修士追杀，进攻矛头在西岸受阻。北部据知道第二个出问题，先锋精锐已攻入安东城，却因天公不作美，白灾大雪封山，后续支援无法赶到，正道修士拼命炸毁栈道，进攻迟滞，双方转入僵持。好在第5年，欲望之主成功腐蚀地法国，血帝率守军北上，在恐惧的正性下，安东城主被恐惧吞破。此时盛世已现，两路大军前后夹击的灵官。然而第三个出问题的是欲之道，欲之道邪修贪污腐败严重，欲法国存在7日便解体欲望之主改，就是为新式力挽狂澜，稳住阵脚，却因友达的出卖，夜壶背叛，被雨花宗女帝所杀。欲之道在残酷内战中偃旗息鼓。此时正在攻坚的血兽军后方失火，进攻迟缓，收了正道援助的复国派断了其与更西方魔国的连接。据知道蛮族战成不懂治理，恐怖祭祀不得人心，在北方陷入相拥反抗，进攻再次迟滞，情况愈发不妙。晴儿听到这，总算是搞清楚了整个交界地宏观上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个会议的内容，晴儿也大概猜出来了，为什么拼死拼活一定要把自己师父找来。原定1小时22分钟吞并交界地的计划，如今已经打到第10个年头了，情况正在愈发不妙。特别军事行动打成了特别军事互动，马上就要打成特别军事被动了。3位魔尊必须亲自到场，开特别分锅大会，并商议出到底该如何盘活这个烂摊子的办法。阿卡恩神庙圣顶，大祭司身穿红袍，念诵经文，祷告片刻，虔诚起身道：时辰已到，焚香迎真仙。那彩香熠熠，正午的阳光赫然当空，直射阿卡恩神庙顶端。顶端内有彩窗，窗下万千雕刻精美的透镜相互折射，其机关之精巧，令天下手艺人艳羡。竟是在地板上投影出一个具特色的艳丽7层光晕，每一层的光晕都如立体彩绘一般，圆环不断流转，好似一幅幅真实的动画。大祭司猛然下拜，高呼：恭请第2真仙。那童儿敲出2声磬响，只见1-9尺壮汉猛然闪现，他身着秦制玄铁红甲，头戴赤红尖刺战盔，面甲苍白，只露出一双冒着血光的双眼。其全身战甲尖锐，如一柄柄血刃，乃是用被其击败的敌人断刃所铸，背后血气凝聚成一披风，飘扬飞舞。其双手抱胸立于第2圆环，勇气与胜利圆环之上。那光晕流转，其脚下士兵英勇善战，胜了又胜，以致战火焚尽世界，社稷化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恭请第4真仙。那童儿敲出4声磬响，只见妖雾乍现，雾中走出一无皮夜叉，他头生双脚，血面獠牙，脖子上戴着12颗人头串成的项链，左手拿一骷髅法杖，
右手拿着一柄古刃斩马刀，身上无数鬼魂缠绕。其漫步于第4圆环，狩猎与秩序圆环之上。那光晕流转，其脚下奴隶焚香礼拜，跪了又跪，以致蛮旗跨过长城，文明被野蛮统治，血肉祭祀，骸骨直通天际。恭请第7真仙。那童儿敲出7声庆响，林七羽从黑暗中走出。那少年身着青衣，腰挎宝剑玉壶，宛若大如书画中走出来的绝世美男子。他浑身散发着令人犯错的魅惑气息，仿若异性一看便忍不住与其坠入爱河。其微笑立于第7圆环，美丽与欢乐圆环之上，那光晕流转，其脚下美艳妖女与儒雅奸臣当道，赢了又赢，以致纲常不在，伦理不清，众生开着一场无尽的狂欢，娱乐至死。3位魔尊的压迫感令红衣主教全身痉挛，畏畏缩缩，颤抖着说不出话来。第2真仙血帝怒视对方，咆哮声带着无尽的愤怒。滚！吓得那老道拉着童儿就走，顶端只想剩下了3人。原定1小时22分钟踏平交界地之特别军事行动，今日已打到第10个年。特别分郭大会在阿卡恩神庙圣鼎召开，与会领导人第4魔尊巨魂可汗帅先发表意见。林七玉，你怎么搞的？手下人都管不住，欲法国原地解体，你拿了4000亿，100万大军打不过10万正道修士。我要是有你这么多的手下，朝天重10条命也不够杀的。林七宇道，就是因为你管得严，所以才没有我信徒多，你还好意思说我？什么蛮族大军，下点雪就打不动了？巨魂可汗，你这男人懂个屁！那草原上的雪能叫雪吗？那叫白灾，能冻死一切暴露在空旷地带的生物。林七宇看着血帝，还有你，我给你创造了那么好的进攻条件，你呢？放了10万守军逃出包围圈，还有1万会修士，我这边压力至少增大了20倍。血帝淡淡道，兵无忌，将之过，我也就晚了半个时辰。你呢？足足消失了半年多，音讯全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死了呢。林七宇道，我损失惨重，是去重新聚集信徒，汇聚力量去了。血帝一挑眉，人在永宁州已经嫖到失联，也叫汇聚力量。林七宇道，你这莽夫懂什么？给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叫双修。经过8小时坦诚的意见交换，3位魔尊总算是停止了相互指责，倒不是说和解了，而是用来骂猪队友的词已经被用完了。3位魔尊总算是冷静了下来，进入了正题，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怒之道不单单是能打，军事指挥才能更是出众。血帝道，四弟，你那边不要再与那地灵官缠斗了，退回安东，结印寨打呆仗，利用骑兵机动性建立弹性防线。你占了别人故土，那正道定然会来收复。袭扰之，让他们来吃白灾寒霜带来的非战斗冻伤减员。七弟，你赶紧去收拾复国派那帮人，重新打通灵沙与西岸的连接，我的援军才上得来。有了援军，我才能继续猛攻的灵官，借你4哥之围。林七宇点头，放心，我来这就是为这个，我要亲自把叶狐的脑袋拧下来当夜狐。2哥你也冷静点，往西攻击红军城，那北部栈道已经被毁，你只要拿下红军城，地灵官就要断顿。总算是确定好了各自的新战术部署，正当准备散会的时候，林七宇准备讹一下2位大哥，道：哎，最近金丹的材料也不好找，这死一次重新修炼也是费劲。林七宇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被对面打野抓了，零杠1了，队友呢？队友救一下啊，不然我这路崩了，你们也没好果子吃。2位魔尊看着林七宇，又对视一眼。血帝拿出一天魁果，拿着这东西，此物是突破金丹的天才地宝，能避灾转劫，可助你提升实力。巨魂可汗拿出了一血肉法器，这法器宛若一肉杯，顶端开口乃是一红唇美妇的樱桃小嘴。此法器名曰圣杯，安东城主在炸毁栈道一战中被我斩杀。他有一少妇美妻，金丹修为，名斐济，得了城主之位，惧怕民众非议，血腥镇压之，恐惧在群众与其心中蔓延，以致我一心腹在城中升阶成功，将其炼为此血肉法器，可将敌人吸入其中。林七宇拿了这法器，却是见那红唇微张，你找死，手轻点，你也疼本宫了。林七宇皱眉，四哥，你这斐济杯，呸，圣杯还会骂人啊？可汗道，着实嘴臭，平时我都是堵住，得意安宁。林七宇皱眉，你这都用过了，还给我？可汗怒道，我说的是用棉布堵嘴，你准备塞什么进去？总而言之，得了1金丹修为的血肉法器，有了金丹突破的避灾天才地宝，林七宇总算是心满意足的散会离开了。妖妖艳艳进邪域，4门皆是食肥客，吃百醉汉传号令，和欢妖女当道行。头子声声响满街，毒夫开门烟寂寥。要问此地何处去？西岸圣城玉冷都。冷都曾经帝法国的皇都，被腐蚀后成为了玉之道圣城。位于中间山顶的天玉皇城，
以改名小自在天。两位合欢宗妖女正行于进宫之路上。那老妪妖女驼背白发，手持法杖，头生灰色兔耳，乃是合欢宗关心祭祀，就是中为了搞钱开 IMPA， 把预算加到300亿那位。一旁乃是其正当好容颜的孙女，一只化为人形的合欢魅惑兔。那兔子今生的妖娆妩媚，足下是黑色的高跟，下身一条渔网袜，穿的是透黑薄纱，护胸乃是2朵红玫瑰，头生一双兔耳，尾出一白色绒球。其看着同样有着兔耳朵的老妪道：奶奶，这夜壶真是望之不似人君，去了一趟圣法地，乃至那会同馆免费洗衣，竟是差人带了4箱衣服去。老妪道：玉儿，休得无礼，那夜壶终不可言。正道修士近年来被玉之道腐蚀，弄得狼狈，昭天众提供援助，是为了在已经彻底失守的交界地南插入一颗钉子，防止继续西进。那新事乃是一帮乱臣贼子的胡言，真仙被蒙蔽了。我们是在清除真仙身边的乱臣。然而玉儿却是皱眉：奶奶，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真仙消失了如此之久，那夜壶又只是一面之词。老妪点头，是与不是，试试便知。玉儿与奶奶分头进了小自在天，其凭借矫健的身手绕过了守卫，一跃上了房梁。只见那夜壶乃是一俊美的龙人，头生龙角，身穿道袍，他手握如意，面色妖艳。玉儿心中赞叹：好强的邪气！这龙血之人腐化之后，皆是外化龙角，体生龙鳞，法力强大。合欢宗大祭司取出了一枚舍利，那舍利昭天众给了，可曾寻得真仙的消息？夜壶转身看着那放在天鹅绒枕上的舍利道：这舍利之中内含大量第7真仙的扭曲天道，有舍利在，寻回真仙小事一桩。夜壶开始对那舍利施法。此时那老妪赫然用了合欢宗的大神通，欲知道合欢术清心。那老妪的神魂赫然入了夜壶的心神。只见那是1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年幼的夜壶是帝法国的2皇子，他从小生性孤僻，懦弱猥琐，生得丑陋，而他的大哥太子叶枫却是仁爱之礼，相貌俊朗，有人君相。那满朝文武，全国百姓无不对那叶枫偏爱有加，在他们眼中，那叶枫才是真龙天子，夜壶不过是一混了龙血的纨绔。夜壶全不在意，他终日寻欢作乐，与城中浪荡女子混在一起。他总是看着那城防军的娇花，一冷傲娇艳的巾帼美人着迷。他多次搭讪，却被其言语辱骂，一好色纨绔，懦弱无能，死开。不知何时，他得了一本《春风图》，对其中合欢功法的描述十分着迷。夜壶终日苦思，日日看着那合欢道法聊以自慰，日日梦中都是用那道法训的那冷傲之花服服帖帖跪倒拜服。夜壶做出了出格之事，他偷偷前往了灵沙，向那阿卡恩神庙之中的邪仙祈求。他不是被腐蚀的，而是自己找来玉之道的。他向第7真仙的雕塑顶礼膜拜，高呼自己入了色欲之门，望真仙点化，助他将那美人炼作炉鼎。然而合欢宗大祭司看出，真正的被色欲腐蚀之人是不管高矮胖瘦，美丑男女，甚至是动物都不挑食。而夜壶对身边那些倒贴的妖艳贱货毫无兴趣，唯独对将那拒绝自己的高冷美人十分饥渴。夜壶的欲不是色欲，而是所有欲望中地位最崇高、毁灭能力最强的权力欲。他要的不是那女人的肉体，而是那女人的臣服。他的确需要点化，但不是合欢宗，这种欲望太稀有尊贵了，必须真仙亲自点化。回到帝法国，夜壶竟是在一位前来援助的正道修士的引荐下当上了旗长。夜壶在首日大会上入座，放眼望去，10名修士对自己言听计从，端茶倒水。一瞬间，夜壶心中狂喜，那从小到大被冷落、被蔑视、被欺辱的记忆，在这一刻仿若报复了回来。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众人皆言，那夜壶被神迹所赐福，他变得越来越俊美，懂得察言观色，仿若对任何人的情感流露都了如指掌。他的笑容不再猥琐，变得春风和煦，一笑就让人有好感。他变得愈发出色，建设、民生、练兵，一样比一样厉害，不断放大的对权力的追求欲望，转变为了他革除恶习、努力建功立业的动力。他的风评一天比一天好，但内心的腐蚀却是一天比一天深。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变得愈发变态。那华而不实的建设下，是累死工人累累的白骨；那一场场胜利之下，是无数直通天际的血海。那终于被他娶回家的高冷美人，被其炼成炉鼎，供将士们享乐。他看见了自己心中的欲望，才不是卑贱的好色之心，而是喜欢看人向自己臣服，谁敢不从，就是生不如死。他总是娶妻，一个比一个美，但都不碰，而是用来折磨。接着再在那外人面前展示别人眼中的女神，自己手上的玩具
享受那种展示奖杯时被仰视的感觉。他愈发疯狂，势力也愈发强大。终有那一日，在上朝时，他不再向父王跪拜。他看着母后，那是更美、更漂亮的奖杯；他看着父王，那是更大权力、更多人跪拜的位置。他这香了，他冲上了王座，刀刃刺穿了父皇的胸口。他的手下冲入皇宫，开始大肆屠杀。而欲望之主早就猜到了会如此，早已从各个方向腐蚀帝国的邪修全部开始行动。一场盛大的献祭摧毁了帝国。来到阿卡恩神庙，叶狐上了3炷清香。忽然，他看着那真仙雕塑下跪拜的修士，他向着那雕塑所在的位置伸出了手。更多，我还要更多。叶狐竟然是开始吸收那属于第7真仙的舍利。这一刻，老妪吓坏了，转身高呼道：叶狐疯了，他骗了所有人，复国派就是派，想要嵌入钉子的正道修士都被他骗了。这叶狐要用整个灵沙所有生命的血肉做他登神之路上的血石，他要当新神。然而吞掉舍利的叶狐转身一剑砍死了那老妪。没人能阻止我，魔道不能，正道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我将统治整个灵沙和西岸，或是看他化为一片焦土。房梁上的玉儿眼泪一出，他非常清楚叶狐这事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狂妄，就是追随者虽与心事追随者水火不容，但都参拜第7真仙。虽念的经文不同，但拜的都是同一个祖师爷。但叶狐要的是将那神庙中祖师爷的雕塑拆了，换自己上去。此时大门打开，2名城防军总管走了进来，分别是威尔和干慈。他们见合欢宗大祭司倒在地上，面露惊恐。叶狐大统领，这是怎么回事？是啊，大祭司被杀了。叶狐道：大祭司是正道修士派来的细作，他也是蒙蔽第7真仙的叛徒，我已铲除。你们速速去取那天穹铁来，炸了阿卡恩神庙，现在就向灵沙进军。2位总管面面相觑。这不好吧？炸整个末法地最大的神庙，还要对灵沙发动全面进攻，我们这西岸的定居点还没有稳固啊！第7真仙会生气的吧？而且这合欢宗大祭司也是正道。叶狐怒目圆睁。我说了，真仙被正道蒙骗了，我是在带领你们去救真仙，清除真仙身边的乱臣。你们对我的命令有质疑？房梁上的玉儿心中悲伤，最后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奶奶尸体，眼中含泪，拿着流银水晶化为一只兔兔遁入草地。玉儿心中道：那叶狐如此着急要进军灵沙，定然是真仙已然归来，我不可死在此地。叶狐欺骗所有人，妄图篡夺权柄的证据，我一定要带出去。视角回到了林七羽这一边，林七羽刚刚离开神庙，就见一巨大的钢叉直砸向了背后的神庙。一瞬间，整个灵沙为之震动，无数居民悲悯哀嚎，他们眼睁睁地看见阿卡恩神庙的顶端被炸出一个窟窿，紧随而来就是一踏空而来的矮小胖子，乃是一金丹邪修，其面相奸恶，身材矮小，捂着钱袋，眼中乃是无尽的吝啬、贪婪、狠毒。那邪修高叫道：我乃第7真仙手下大将，复国派先锋有达，奉命来此拆毁神庙，尔等异端还不速速下拜。林七羽轻蔑地看向了有达，就是你为了50万灵石出卖了我是吧？长得如此尖酸，可见以前的你有多丑，欲知道这香都救不了你。拆老子的庙，打着老子的旗号杀自己人，找死！然而有达丝毫不惧，何方草包敢在此地出言不逊？看法宝！只见有达手中钢叉高举，招天众援助的天阶法宝天穹铁。那法宝一举，天雷滚滚，飞出数以千计的钢叉，向着地上林七羽插去，天雷地火连环爆炸，炸得整个灵沙百姓抱头鼠窜，死的死，逃的逃。有达仰头，哈哈哈大笑。忽然笑容凝固，只见此时他已坠落在地，那数千钢叉并未击中林七羽，也未伤到灵沙分毫，反而是将自己穿成了刺猬。有达心中慌乱，大呼不好，刚刚都是幻觉，我中了极域魔瞳。再抬头，只见林七羽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面前，一瞬间有达吓得是裤裆走水，屎尿横流，面色惊恐到了极致。真仙饶命，真仙饶命啊！我也是受了那夜狐的蒙骗，我以为我在救你呢。林七羽却是面色阴冷，不要在我面前撒谎，我能看见你的欲望。你就是复国计划的最初制定者之一，哪些人是被夜狐骗了，哪些人是元凶，我都知道。接着林七羽夺了天铁穹的法宝，那有达涕泪横流，嚎哭道：饶命啊，真仙饶命啊！林七羽催动天穹铁，只见那插入有达体内的钢叉瞬间全部爆炸，天雷地火滚滚而过，将其抹去，灰都不剩。林七羽得了那天穹铁，又多了一个远程攻击的好法宝，但问题已然愈发严峻。接着林七羽继续向西岸前进，去寻夜狐。
晴儿跟在林七羽的背后，忽的，林七羽发现了面前一片连绵的残骸。那残骸的外形赫然是一庞大的巨龙骨架。林七羽瞳孔瞪大，这是杀龙，叶狐居然连他也杀了。仔细观察，借助那巨龙的残骸遮阳避风，赫然是建成了一片城镇，灵杀地面城镇，杀龙镇。然而就在此时，林七羽忽然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居然是当初船上那一批人的幸存者，领头的赫然是那剑宗小公主的闺蜜枕羽。他见了两人，一边挥手一边喊道：“是你们啊，你们也逃出来了，太好了。”晴儿皱眉：“你们还活着啊？”枕羽毫无心机道：“我有一法宝，唤作抗风丹，能在灵气沙尘暴中来去自如。我救了我身边几个闺蜜，却与小姐走散了，目前正在寻找。”林七羽眉头一挑，心中暗道：“这宝贝我要定了。”于是道：“这样啊，那我们一同前行吧。”枕羽捂着自己的肚子，低声娇滴滴地说道：“那你能把食物分给我一点吗？”林七羽点头，拿出了灵躯。一看这东西，枕羽立刻呕吐了出来。这东西能吃吗？还是活的？就不能给我点正常的吗？林七羽摇了摇头，当然不行了。如果要的话，我可以卖给你50万一个包子。林七羽并没有开玩笑，这末法地由于无尽废土，蛆虫和人奶才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主食。正常食物，哪怕是包子，也是极其罕见。50万真就是市场价。然而枕羽完全不领情，哼，奸商，这时候了也不懂怜香惜玉，我去那镇中买。那枕羽一边说着，还一边对林七羽做鬼脸，哼，等我买了大餐才不分给你呢。林七羽拿出一轻薄白纱掩面，同时拿出一罩子，上面密密麻麻的点着通气的孔洞，递给了对方。神羽不解，我才不带这东西呢，这是魔修不识正道法门，羞辱压迫与女性的恶行。晴儿最开始也如此认为，此地的女人都戴罩帽，这对于惩罚的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修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认为是野蛮和不识正道法门都是魔道的错。然而晴儿在此地走了一遭，便已知为何。末法之地，百里废土，资源匮乏，还面对招天众的特别伏魔行动，早已是没有社会秩序，人命如草芥。女人随意展露美貌，只会引人来奸杀于你。用罩子蒙面是在保护自己，同时此地风沙巨大，烈阳高照，不遮面防晒会被晒黑，这也是一种爱美的表现。你不戴罩子，别人见你还肤白貌美，一眼就能认出你不是末法地人，那么他们便知害了可夺你灵根，赚取财富。晴儿一边戴上罩子，一边道：“枕羽，你就听一句吧，戴上罩子，然后速速离去。灵气缺失已然让你实力大减，此地凶险超乎你的认知，10000种你无法想象的生不如死的折磨在等着你。”枕羽却是挺胸抬头：“我带来了惩法地的天道与正义，来此地除魔卫道，拯救受苦百姓。放心，就算有魔修，将其铲除便是，然后这里的女人就都不用戴罩子。”晴儿感觉与他的对话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此地的女人戴罩子是因为魔道吗？是因为惩罚术扭转灵脉，此地变得极度贫瘠，然后正道的特别伏魔行动又打此地名声凋敝，正道的战乱和贫穷才让此地变得如此极端。而他什么都不懂，不懂人文，不懂地理，一句因为我是正义的，所以邪恶必败，我一进去，那定然是丹似湖江，以迎王师，却殊不知他去了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他本就只有筑基期，缺灵让其实力下降到炼气，能在末法地活下来的都是狠人。枕羽穿着青春靓丽，不戴罩子，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自圣法地。入了阵，别说邪修了，当地老乡就能将其吃干抹净，尸骨无存。夺了灵根过后，还能用来生孩子，挤灵奶，生不如死。好不容易成了死人，又要被切作肉块，用来喂养灵躯。晴儿那是苦口婆心的劝，奈何枕羽就是不听啊。见枕羽大步前往，林七羽一边用白纱蒙面，一边道：“我试过无数次向圣法的解释，此地的魔道从何而来。然而他们的回答每次都是末法之地，众生蠢笨，不识我正道之玄妙，多贪多杀，才落得此番。从那以后，我行事便再不向人解释。”呀啊！阵中惨叫声响起，只见当地老乡那是拿着砍刀围追枕羽，还有好几个筑基期的魔道修士也冲了出来。晴儿叹息，那枕羽只是刁蛮不懂事，却要这般。林七羽道：“那敢问特别伏魔行动的时候，灵杀的孩童就该躲在地道受苦，他是人，末法地人就不是人了。这些老乡思想就是如此淳朴。”那枕羽遭人拿下，先是夺了灵根，赏了当地成绩较好的优秀魔修少年，然后就是全镇人上场论剑，用合欢道法摧产如品。这一刻，终于看清末法地恐怖的几位少女，吓得腿肚子发软，意识到此地魔道都还是后话，废土、饥饿、贫穷、野蛮、愚昧、灵气缺失，
极端气候、杀人如麻的老百姓，哪一个都能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或生不如死。他们才终于听懂了林七雨在过飓风时那句：“你们现在跳船往回跑还来得及”，是多么珍贵的忠告。这几位少女在圣法地，那都是何等风光的圣女，哪一个不是人人敬仰，精致娇嫩，地位崇高？现在却是纷纷下跪，环抱住林七雨的腰腿，哭得梨花带雨。林哥哥，你知道该如何在此等生存是吧？求你了，带我们离开这里。只要带我们离开这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你要什么，我们给你什么。是啊，是啊，求你了，只要带我们离开这就好。林七雨却笑了，在圣法地，林七雨抓人炼炉鼎还需要小心，别把灰修士引来了。到了这末法地，还有个屁的顾虑。哼，当初有机会不跑，来了此地，还讲什么条件？把你们炼作炉鼎傀儡，我要什么？你们还能说不吗？此时，他们心中的恐惧到达了极点。你也是魔修？只见林七雨拿出了圣杯斐济，那是高举过头，那血肉法器被取了口中的塞子，道：“我早就听不下去了，这些娇生惯养的蠢货，连此地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一头往里扎，真以为到了这还是小姐呢。”斐济一口将他们吸了进去，入了圣杯之中。三女只见无数触须将他们团团缠绕，被一层薄膜血皮套住头，无数浆液将他们淹没。林七雨进入村中，就见枕雨已被人带走。一肥头大耳的邪修正在暴饮暴食活人尸骸，一看就是暴食宗邪修。林七雨上前道：“你好，刚刚你们抓了一个正道女修士对吧？把她给我。”那邪修冷笑一声：“给你？凭什么？那妮子年轻，胸围不小，用到死，那可产100斤灵奶，怎么也得卖个50万灵躯。你说要就要啊？”林七雨道：“50万，最多40万。你以为我不懂此地物价？叫你们家老大出来见我。”末法殿，没灵根的女人还没有包子值钱，这是常识。那邪修笑道：“你可知我父亲乃是暴食宗宗主，就凭你，还要他来见你？你以为你是第7真仙灵凡啊？”晴儿都无语了，心说这话是不是自己以前也说过？林七雨冷笑一声，高呼道：“死肥猪，教育课了，给老子滚出来！”那邪修举手便要打，哪来的狂徒敢骂我爹？只见远处一沙丘赫然下现，从地下爬出100尺高的巨大肉山，那胖子身体臃肿，一口便能吃下110来号人。其一摇一晃而来，一耳光打飞了自己的儿子。见到林七雨，那胖子道：“这语气，你是谁？”林七雨眼中紫色魅惑之气萦绕，那肉山吓得立刻下跪，震得周围方圆10几公里飞沙走石。如此充裕的欲望扭曲天道，你回来了，真仙啊，你终于回来了！小的有失远迎，罪过啊！晴儿额头上冷汗一出，暴食宗宗主聚起，吃喝嫖赌抽中，第一法门吃字法门的掌门人，原本是圣城中的一乞丐，十分贪图吃食，是第一位追随师傅的魔道，也是第一位预知道信徒，忠心耿耿的大胖子。林七雨道：“哎，你他妈虽然是几个宗主中最弱的，但被撵到钻土里还是太难看了。预知道中暴食是最弱的，他们更擅长的是做菜，又没有营养，但十分可口的垃圾食品诱惑人不停地吃，最后长成一坨肥肉，实力大降，再被他们吞食。唯一的优点就是这些邪修体型肥胖，皮糙肉厚，比较耐打。”具体道：“真仙啊，我也不想啊，我这修为是所有魔头中最弱的，除了吃和做菜，我什么都不会。而夜狐升阶的时候，可是以国家为祭品的。但如若真仙是要去杀了夜狐那混账，我等就是放屁天风也在所不辞。”林七雨道：“有这份心就好了，反正心事签订后你自负盈亏，但玉课还是要交的。”具体道：“我们已经开发出全新的菜品，灵躯还是没少赚的，真仙请看。”接着这具体拿出了一块奶酪。林七雨道：“挺聪明的啊，更管饱，更好吃，也更容易让人肥胖。”具体连连点头。这地下有个私人地道，里面关了上千个掳来的正道女修，取名牧场。真仙要的话，万把个奶酪的玉客还是有的。林七雨却是道：“我不要奶酪，我要人。”具体道：“那是，悉听尊便。”接着具体将林七雨引入了沙龙镇的地下。只见此地那是一巨大的地下监狱，每个监牢里面都挤着10几个女修，她们面带绝望，衣衫褴褛，灵根被夺，已经在无尽的羞辱和折磨中彻底的失去了反抗意识。晴儿看得想吐，不愿进入。林七雨则不多言，心事有定，他们只要交得上狱课。林七雨不干涉各个法门的内部管理，来到监狱的第18层，那巨气也钻了进来，肥胖的脸几乎塞满了林七雨背后的走廊。林七雨一看，就见监牢中除了枕雨，还有另一位被俘的少女，剑宗小公主柳若。见此情景，林七雨道：“真是冤家路窄，又见面了。”具体道：“真仙小心，这小妮子剑法出众，我等还未晋升成功。前些日子
灵气沙尘暴吹来了一破船，上面的人大部分死了，少部分逃了。这小妮子昏厥，我们才将其成功关了进来，谁知他挣脱了镣铐，好在有这玄铁门在，才将其困住。林七语道：其他人呢？据起，男的都剁成腐肉，在灵区农场有个授权宗的圣子区役，实力高深，那产的蛆可多了。女的，你懂的。枕宇连滚带爬的跑到铁栅栏边，哭嚎道：林七语，你来救我们了。柳若却是说道：枕宇，你还看不出来吗？他就是害得我们如此的邪修，而且还是邪修中的大能，暴食宗宗主都对他恭敬有加。什么？枕宇倒吸一口凉气。林七语道：不错，想要离开此地，只有一个法子，你们做了我的炉鼎傀儡，便可离开。休想！那柳若面色冷峻，我就是自刎于此，也绝不堕入欲之道，与你为虎作伥。林七语笑了，有气势。不知道你们到了这末法地，没了辟谷，没了。说罢，林七语开始掐弄法诀，释放道法。欲之道，报时术，方便面。这方便面不是一般的方便面，是欲之道，报时宗道法炼出来的方便面。其对身体的毒害更甚，但香气更加诱人，味道也更加可口。林七语可不会自己吃，而是放出了被圣杯斐济所困的其他3位圣女。只见出来的圣女们双手比作剪刀，痴痴傻傻对林七语那头便拜：仙尊，我们是您忠诚的炉鼎，我们什么都听你的。林七语微微一笑，将那方便面给了他们。那3女吃得滋溜滋溜的，笑容满面。滋溜的吸面声与方便面的香气传入监牢之中。那枕宇吞了口唾沫，他饿了。这末法地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此时那狱卒走来，在餐槽中倒入了10几条灵蛆。吃饭了，吃饱了好下奶，等着你们产出奶酪的原材料呢。看着其他监狱中那些憔悴的女人们狼吞虎咽，吃着还活着在嘴中爬的蛆虫，看着那些臣服于林七语的圣女们吃着方便面。此时枕宇彻底在食欲的折磨和末法地恐怖的世界观下崩溃了。他趴在地上向林七语爬了过去。柳若喊道：枕宇，不要屈服。枕宇摇头：我们就不该来末法地。柳若，你还不明白吗？在这里，什么贞洁，什么尊严，就是没有一碗方便面值钱。我不要留在这里，我不要一辈子在如此折磨的恐怖地狱中生活。末法地就是人间地狱，只要能离开，哪怕是让我当狗都可以。监狱打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窗口，枕宇爬了出来，来到林七语脚边。主人，我什么都听你的。接着林七语拿出一碗方便面，他就这样趴在地上吃了起来。他大口咀嚼吞噬，任凭食欲主宰自己，堕入了欲之道，相貌变得更加漂亮。林七语也顺利拿到了抗风丹。此时远处一个地道大门被打开，一只兔子钻了进来，喊道：去起伯伯，那夜壶背叛的证据我找到了。那小兔子化为人形，赫然是一妖媚的兔女郎，急切地跑到巨起身边道：那毒妇民贼拿了招天众的援助，已闹得此地生灵涂炭数载，简直无法无天。玉儿心急如焚，眼中含着憋屈的泪。巨起却转头看向林七语：老兔子也没了，复国派们就要来了，地道里全是老人和孩子。林七语一言不发，转身向着地面上走去。晴儿第一次看见自己师父身上的杀气如此之重，其他人都去准备了，玉儿和晴儿开始招呼所有灵杀的百姓躲入地道中，却是在孤儿院听到了老妪的哭喊声。不好了，小桂子还没回来，他最喜欢去雅兴村玩，那地方距离战场很近，你们哪个好心人，行行好，把他带回来。然而地道中兵荒马乱，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除了晴儿。晴儿道：老伯伯，你先回去照顾好孩子们，我去寻他。晴儿和玉儿离开了地道。烈日烘烤着漫漫黄沙，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破败的村庄。晴儿走过破败的乡间小道，抚摸着断壁残垣，都是正道的法术摧毁的。这里发生过特别伏魔行动，却见一小男孩站在村中一口枯井之前，嬉笑着跳了进去。小桂子，回来！晴儿说着跑了过去，却惊奇地发现水井赫然是用泥沙封住的。晴儿瞬间感觉毛骨悚然，该死，明明看见他跳下去了。玉儿则瞳孔颤抖，这不会有错的，这里是第7真仙诞生的地方，此地定然有真仙的本名，知道真仙姓名就能升阶了。说罢，玉儿便开始挖开了被尘封的水井，进去之后就见其下是一个地道，里面满是骸骨与旧物，蒙尘的玩具，生锈的铁器，碎裂的水泵。晴儿左顾右盼，面露疑惑，这里好像有很多人生活过。走了2步，赫然发现玉儿愣在原地，她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沙画。就见那孤儿院的老院长走了出来：你们终于来了。玉儿道：你就是第7真仙的赞美老妪。老院长笑着点头，他不但是我接生的，还是我看着长大的，
想知魔尊真名，且听我细细说来。老妪指向了第一幅沙画。那一日，灵沙地下的地道中，一位男婴出生了。他一出生便能口出人言，说着众人听不懂的奇言怪语。我操！我穿越了，啥地方啊？穿越到末世世界了，人都生活在地道里。那孩子父亲早就死了，母亲也因为没有足够营养分娩，难产而死。为了消灭灵沙人，正道们封死了水井，却不知这水井其实是一个地道区的出口。人们被封死在地下，开始易子而食。壁画中的婴儿急呼：“别放葱花，我不喜欢吃。”等一下，怎么你们把我也放锅里了？你们这婴儿套餐里真有婴儿啊！各位祖宗，我有办法给你们找吃的。第二幅画中，婴儿口出人言，教导地道中的人们制造水泵打水，用腐蚀的血肉喂养蛆虫，用震动法捕捉蚯蚓。婴儿的智慧拯救了地道众人，被地道中人称为圣子。圣子还是口出人们听不懂的奇言怪语。该死，好不容易猝死了，怎么不穿越到修仙世界啊？让我开个后宫啥的，什么女帝圣女倒贴都没有，居然穿越到了末世世界。土木和生物这俩院种专业的知识还真有用，不至于饿死，也没个系统啥的。算了，看我靠我超脱时代的智慧，建立一个地下庇护所。圣子一天天长大，地道也越挖越宽广，已然遍布整个灵沙地下。在灵沙废土的漫漫黄沙下，圣子长到了10岁，他扶着下巴，又说出了人们听不懂的圣言。10年了，也不知道这个末世世界是为啥毁灭的，人们只能在地下生活。是生化危机，还是大洪水，或者是全球冰封，必须要去地面看看。第3幅图，圣子带人凿开了被封的水井，那是这位少年出生以后第一次看见天空。圣子仰头看着漫天的星辰，星光璀璨，银河浩瀚，茫茫大漠，孤烟飘渺，这世界原来这么大。地法国正道修士们御剑飞天，遨游天穹，俯视大地的身影高高在上。不甘、愤怒、怨恨，10年的苦难化作一滴泪水，沿着少年的眼角溢出，顺着脸颊流下。原来我不是穿越到了末世世界，我穿越到了修仙世界。末法地的灭世之灾名叫贫穷和战乱。第4幅图，一位修士来到了水井旁，其名雅信。雅信是一位来自成法地的老者，其须发皆白，穿着破烂，却颇有智慧。在雅信村开坛论道，教授人魔修法术，收留了地道中104个孤儿做学生。圣子是他最后一名弟子，第105个弟子，得名雅信105。修魔第一步竟是要夺正道灵根，依靠雅信老师提供的毒虫去偷袭毒害正道修士。雅信老师对雅信105偏爱有加，但却总是与爱徒发生分歧。第5幅图，雅信105被雅信请到了山边论道。雅信105，你对魔尊怎么看？你听说过预言吗？传说第7真仙会在交界地降生。不知道，修魔很厉害的魔头吧？魔尊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人们的思想走向极端，极端思想产生心魔，心魔组成扭曲天道。扭曲天道力量强大，常人触之即死，但魔尊却能肆意吞食，在于魔尊的神魂与扭曲天道相通。欲望是对现状的不满和渴求改变的动力，那么能主宰欲望扭曲天道的人，就是那说出末法地人民心中最大的不满，并带领他们改变的人。雅信105吓出了一身冷汗，起身道：我才不修魔呢，我想当个好人。雅信微微一笑，看着雅信105远去。当你爬出水井的那一刻，看向天空中高高在上遨游四方的正道修士，你心中的怨恨、愤怒、仇视，就是末法地人心中最大的不满，你迟早会说出来。那一刻到来时，你就是第7真仙。第6幅图，雅信105外出游历，最后一无所获，准备再回地道。然而正道修士的特别伏魔行动已至，他们腾云驾雾，层层叠叠，如若通天楼阁，高高在上，坐骑狂吠，好似世间主宰。雅信105冲入村庄，所见之处皆是尸骸，陪伴自己10年的地道老乡尽数惨死，雅信老师和其余104名孤儿学生全被屠戮。少年低下头，一句话在他的喉咙中打转，仿佛要喷发的火山。他低声道：凭什么他们要死？那正道道，末法之地，众生蠢笨，不识我正道之玄妙，多贪多杀，该遭此劫。你放屁！少年怒吼出声。凭什么？凭什么？就因尔等生于圣法界，就是大道玄妙，铲除奸邪，替天行道。我等生于末法界，就是众生蠢笨，多贪多杀，罪孽滔天。一时间，无数扭曲天道直冲云霄。只见天穹滚滚如黑潮，宛若倒悬的深渊，漆黑如墨的扭曲天道如同决堤的汪洋一般注入了少年的身体。第6天，大魔王的身影在其身后显现，欲望之主第7真仙诞生。赞美老妪看着第7张壁画，看着那背后显现出第6天大魔王的少年，高呼道：赞美第7真仙！
月儿和晴儿皆是被壁画的内容所震撼。第七魔尊原来是这么诞生的。取回我物，何罪之有？气不可用，使意节哀。这是噬魂法的口诀，是所有魔修的第一个法术，夺人灵根用的。晴儿一直用不好，在于没有顿悟这口诀的含义。现在他明白了，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错？哭有个屁用，让他们也节哀。时间回到现在，茫茫沙地上，大量的复国派邪修开始发动全面进攻。他们越过了泪河，向着灵沙而来。正在整军备战的灵沙人士气低落，他们战斗力本就不如复国派，支持他们的第七真仙却又迟迟不现身。队伍中到处是流言蜚语，第七真仙不会已经放弃我们了吧？也许灵沙也被他抛弃了，我们只是在垂死挣扎。那夜壶有招天众的援助，怎得有战胜的希望？忽然队伍中有人高呼：喂，那个傻子疯了吗？他怎么站在沙丘上？一位围着白色面巾的少年站在沙丘之上，他面朝茫茫黄沙，背向晴空万里，从腰间拿出抗风丹含在嘴中，双手藤蔓蜿蜒而出。周围的士兵吓得不轻，高呼道：沙尘暴现在是往东吹的，他还敢站在上风向？那小沙龙自从他爹死了过后，就与沙暴为伍，四处作风，就算沙暴不将其埋了，小沙龙也会将其吃了的。然而林七羽目光如炬，开始使用千灵之尊神通感向着周围感应而去。只见面前茫茫废土之中，平地起狂风，沙尘暴滚滚而来，一巨龙虚影在其中游走盘旋，小沙龙的龙吟之声响彻，向着林七羽的方向就冲了过来。却见林七羽一跃飞入沙暴之中，手中藤蔓飞出，绞住了小沙龙的龙角，将自己拉上了龙背。小沙龙仰天咆哮，翻滚盘旋，要将林七羽甩下身去，但林七羽就是死死地拉住龙角。下面的士兵都看傻了，只见那小沙龙赫然使出了天阶功法狂龙沙尘暴。一瞬之间，沙暴龙卷冲天而起，无数飞沙走石如同子弹一样向着周围飞散而出。小沙龙带着林七羽时而冲上云霄，时而钻入地下。黄沙漫天遮日月，飞土滚滚若江海，四方之象不可分，天地乾坤难割舍。只听得龙吟之声由远及近，那沙龙赫然是撞穿了一整个沙丘，砸入地面，离出一道10几公里的深壑。小沙龙停止了挣扎，而林七羽还在其头顶，其匍匐在龙首，全身鲜血四溢。士兵们都看傻了，他驯服了小沙龙？没有吧，我感觉他的气息很弱，死了吧？飞沙走石，上天入地，撞了几10公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活下来吧？林七羽已至弥留，走马灯一般，这一路走来，听过的声音在脑海中穿过。圣法之界，日日花开，时时果熟，人人皆有灵根，可修万千法奥，遨游四方皆可修仙。末法之界，国乱岁凶，妖兽横行，人人皆无灵根，唯有修魔炼妖，方可得一席容身之地。敢问造成这一切的人，谁来审判？他们断了我们修仙之路，又怪我们修魔。我一块灵石也不分给穷人。那毒妇民贼拿了招天众的援助，已闹得此地生灵涂炭数载。夜壶疯了，他要当星神，要用整个灵沙所有生命的血肉做他登神之路上的血石。复国派们就要来了，地道里全是老人和孩子。我的2个儿子没有修道，只因那日正道发动特别伏魔大会，就一同被杀了。你知道灵沙现在一个包子要多少钱吗？50万。此间皆是魔修，死不足惜。末法之地，众生蠢笨，不识我正道之玄妙，多贪多杀，该遭此劫。一时间，林七羽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了灵沙破败的水井口，无数熟悉的面孔，同门，他们纷纷注视着自己。雅兴上前拂过自己的脸颊，七儿，再保护大家一次吧。只见浴血的少年宛若死者复生，其右手拉住龙角，胳膊上青筋暴起，艰难起身，眼神尖锐，坚刚不可夺其志。招天众认为，只要给点狗粮，扶持个反贼，就能陨灭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我们也有话要告诉他们，我们绝不屈服。林七羽拔剑指向西方，灵沙屹立不倒，第七真仙犹在人间，我们还在抵抗。被招天众吓倒的人们在领袖的鼓舞下站了起来，他们高举武器。真仙没有放弃我们，他回来了。今日拔剑登龙首，欲与乱臣决生死，追随第七真仙，光复圣城。小沙龙仰天咆哮，龙吟之声震天动地，万里黄沙无不沸腾翻滚。周围的邪修紧随而出，发起了决死冲锋，宛若惊雷劈大地，飓风滚落石。小沙龙腾空而起，直砸入敌军阵之中。林七羽一拉骑龙角，一声龙吟直冲天际，滚滚而来的沙尘暴向西翻涌而去，将敌军阵冲散。聚起的身影在沙暴中由远及近，巨大宛若山岳的身体摇摇晃晃，手中掐诀。欲知道，报时数，高油高脂高碳酸，
只见其张口，无数炸鸡、汉堡、薯条、可乐如同流水一般被其吞入腹中。其身遭威压乍现，身体再胖一圈，如同皮球一般向着前方滚去。林奇宇的小沙龙跟在聚起的背后，向着两侧喷射出无数翻涌的黄沙。复国派的阵型被越冲越散。就在这一刻，一片湖泊拦在了林奇宇面前。林奇宇跳下小沙龙，道：“拦住后面的追兵。”晴儿和玉儿爬上高台，眺望而去。只见那湖水清澈，天空蔚蓝，白云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宛若是黄沙中唯一的宁静。玉儿眼神悲哀：“你从惩罚的来的，可能不知道。万载之前，交界地南原名为天乐净土，曾是富庶的鱼米之乡，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永宁州。然而惩罚数种下后，灵气缺失，造成天材地宝枯萎，草木凋零，没了林木，水气走失，鱼米水乡也就变成了万里黄沙。徒留一条贯穿漠法地南北的长河在此地入海。这一条河宛若漠法地流下来的眼泪，得名泪河。而此地作为入海口前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片淡水湖，得名泪湖。泪湖是整个交界地南唯一的水源，也被称为圣湖。圣城冷都就在它旁边，即是地法国的皇都，又是真仙签订新事和旧事的地方。夜湖无路可退了。看着圣湖，带着赵都的晴儿透过密密麻麻的孔洞，看着那一轮落日，这就是赵都下灵沙的落日吗？就像被关在监狱中一样，周围全是黑暗，只有几缕光从孔中照在少女眼眸上。沙丘、落霞徘徊着血气，废土、哀鸣迎合着清冽的土地，血红色的啜泣溶蚀在飞沙里。不甘心，可有谁人倾听？假前行，借天道行，抽血恶行。今朝走马光景，与过往何异？贫穷扎根，愚昧满地，一望无际。黄沙间，地道里，老哭鸡又流离。无人悲，无人听，无人问，无人愤。无尽轮回寺那走马反复历经。传说里，祖辈曾想安宁，未有霸权横行，麦田直通天际。而今目之所及，废土瓦砾，鲜血淋漓。这死水何时能有半点涟漪？谁能带领我们再见那鱼米之地？只见林奇宇踏入那泪湖，拔出天人五衰剑，扭曲天道的邪气在其身遭凸显。那脚下水流变黑，视角拉高，其身遭泪湖水变得洁白纯净。此时夜湖也已踏入泪湖，其拔出了招天众原著的带有天道气运的法器白龙枪。那脚下水流变白，视角拉高，其身遭泪湖水变得漆黑深邃。两人赫然是将整个泪湖染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八卦。林奇宇站在杨玉鹰眼上，周身黑，背景白；夜湖站在阴于阳眼上，周身白，背景黑。只见那夜湖一闪而逝，瞬间出现在林奇宇的面前，手中白龙枪龙吟响彻，刺穿了林奇宇的胸口。长枪反手一甩，血花与浪花齐飞，竟是将林奇宇钉在了地上。然而林奇宇只是微笑，下一瞬化为飘飞的黑烟。夜湖再一回头，只见林奇宇手中天穹铁一闪，无数滚滚刀兵宛若龙卷，自上而下刺穿了夜湖的。夜湖嘴角渗出黑血，笑容可怖。又是极域魔童，哈哈，师傅，你不要忘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传弟子，吞了你的舍利，就不止你会了。只见面前的夜湖赫然化作一黑烟消散，下一瞬，夜湖出现在了林奇宇背后，长枪洞穿了林奇宇的胸口。你这伪神，为什么要欺骗我，背叛我们当年共同立下的誓言？我们为了追随你，已经付出了那么多，而你却抛弃了我们。林奇宇嘴角渗出鲜血，10块灵石，3块归你们，7块归国库，我认了；4块归你们，6块归国库，我也认了。但你们还要多拿，国家就是会解体。林奇宇的身体渐渐地化为一棵枯木，语气逐渐加重。我已经完成了约定，带领你们建国，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下一瞬间，林奇宇出现在几十米外，其掐动法诀，佛目大明王拔地而起。宝座之上，无数孔雀羽纹宛若人眼看向夜湖。木灵气汇聚成滚滚而来的飞叶快刀，激射而出，将夜湖穿成了刺猬。夜湖漂浮在水中，浑身血污，化为一幅诗。林奇宇上前，面露凝重，带着些许悲伤，却是见夜湖七窍流血，高呼道：“师傅，为什么你要杀我？这不都是你害的？”下一瞬，无数尸骸从水中爬出，他们饿得骨瘦如柴，面容焦黄，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无头少肢，有的七窍流血。他们死死地拽住林奇宇，向着湖水中拉。他们的哭喊声撕心裂肺。真仙，你不是说要带领我们重建灵沙吗？为什么还没成功？我死了，我死了！总说什么和招天众斗争任重道远，我现在就要赢。夜湖忽然出现在了林奇宇背后，道：“师傅，我终于看清了你的心魔了，哈哈哈！
你觉得自己对不起灵沙老百姓，他们现在还在地道中苦苦求生，特别是那些被你下令去死的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末法地盛世再现了。你觉得自己愧对他们？林奇宇面色凝重，有进步，但不多。接着，林奇宇被这些枯骨拉入了深渊中。下一瞬，只见夜狐坐在高高的王座上，周围尽是美人在旁，整个灵沙和西岸的人民尽数跪拜。夜狐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心生恐惧，眉头紧锁，手中长枪对着自己的胸口就是狠狠地刺下。两人又回到了泪湖，山崖上的晴儿都看无聊了，怎么回事？都1刻钟了，他们俩就一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还不开打。玉儿道：战斗已经开始了，从刚刚开始到现在，双方一直在对拼幻术，也不知道谁赢了。此时夜狐右脚一滑，摔倒在泪湖中。见夜狐倒下，晴儿高兴地拍手叫好，师傅赢了。然而玉儿却是摇头。夜狐能从幻境中挣脱出来，其实就优势了。他的修为比真仙的这具身体高得多，能逃出极域魔童的幻境，进入对战阶段，他就赢了一半了。夜狐抹去嘴角的鲜血，死过一次，师傅，你变弱了。你说西晋，你拿什么和他们斗？招天重，兵强马壮，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文明灿若星辰。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的，他们就是该领导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口、资源。你就准备靠一帮个怀鬼胎，又蠢又坏，满是劣根的末法地人。林七语道：招天重用惩罚术收割我们的财富，掠夺我们的资源，扶持你这样的耗材来摧毁我们的家园，将他们掠夺来的富足称为文明的果实，将我们的苦难描绘为我们文明的劣根性。凭什么？就凭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强盗。如果这就是天道，那我就是逆天而行的魔尊。双方都已断定，既无法通过幻术打败对方，也无法说服对方，那就只能动手了。林七羽与夜狐近乎是同时掐动法诀，手中翻转宛若镜像，口诀几乎异口同声：欲知道，毒香术，冰乐高。只见两人同时变出3柱清香，向对方喷吐而去。下一刻，两人再次同时掐诀：欲知道爆石术，爆炒。只见两人同时从手中丢出一团火球，火球中油锅辣子翻滚，香甜异常，砸入毒气中，瞬间爆炸。整个泪湖之上，香烟美食气息飘荡，水面上翻腾着各种佐料。爆炸将两人向着反方向急推而出，下一瞬又是相同的出招：欲知道，合欢术，肉魁召唤术。夜狐面前香气缭绕，雾气乍现，从其中迈出一只踩着锋利铁甲高跟的美腿。那美人英气逼人，身着玄甲，手握一盘龙长枪，赫然是一巾帼英雄，曾经帝法国的城防军女将军少凤。不过其早已被夜狐练作傀儡炉鼎，曾经高冷的面容早已崩坏，吐着舌头，翻着白眼。主人的命令，我定会完成的。林七羽侧身也是一团云雾炸出，只见其中走出一少女，英姿勃发，手握宝剑，乃是少年侠女天子墨。天子墨也已是痴痴傻傻，言语不清。墨奴这就为主人取敌首级。晴儿惊了个呆，这夜狐竟能用多种预知道法，而且出招顺序和师傅完全一样。玉儿道：大权在握，那烟酒财色生杀予夺，不过就是一念之间。权力欲被称为欲望中的贵族，其可以向下兼容所有欲望。夜狐又是真仙除你以外唯一的亲传弟子，两人曾经亦师亦友，亲若父子。真仙的肉魁炉鼎是女侠剑客，夜狐的第一个老婆则是重甲将军，召唤的肉魁不一样，变招应该不同。林七羽手中法术翻转，灵气翻涌，欲知道，爆石术，辣条。黑色的灵气汇聚出一把辣条，天子墨一把抓住，随后吞下，直辣的全身发红，手中长剑染出一抹邪火。血灵剑法，狂火斩。那剑气滚滚而去，带起泪湖，水流冲天而起，直砸向少凤。夜狐长袖一甩，手中掐动法诀：欲知道，摔赌术，头宝。只见天空中3颗巨大的骰子滚滚而来，在水流中翻滚，赫然是滚出了3个6，3个骰子瞬间化为18层灵气头宝，就是摇骰子时候用的那个杯子形状的护盾，照在了少凤的身上。爆炸声连绵不绝，血、火、水、风在爆炸中直冲云霄。林七羽皱眉，招天重还真是什么援助都敢给你啊。夜狐举起腰间挂饰，那赫然是一只玉貔貅，此乃林七羽丢失的6件预知到圣物中的第2件赌无赢，其效果非常简单粗暴，带上这个玉貔貅，逢赌必赢。见到这个法器，玉儿额头上冷汗一出。摔赌术的道法很离谱，比如投宝，投出的骰子点数多少，其获得的护盾就有几层。摔赌术道法具有极强的随机性，可能比天阶道法还厉害，也可能比普通级的道法还弱。而有了赌无赢，夜狐的所有摔赌术
至少都有地阶实力，部分道法甚至能超天阶。只见叶狐已然迫不及待，手中法诀掐动，预知道摔赌术，麻将。那天空之中，无数如同山石般巨大的麻将，宛若天降石碑，直砸地面。紧接着，全向着林七羽的方向砸下，露出正面，赫然是东东东西西西南南南北北北二统二统，大四喜。一瞬间，天空中无数金银财宝直直地向着林七羽的方向砸了过来。这招威势之猛，震天动地，宛若是要将整个战场上的所有人活埋。林七羽反手从腰间拿出腰间玉葫芦，醉无酿，微微一笑，道：“该你出场了，小宝贝。”那醉无酿瞬间化为百尺之巨，一开酒盖，只闻得香气四溢，百种花香，千种佳酿从其中翻涌而出，滚滚酒水沁人心脾。只是酒香就让周围战场上不少士兵摇摇摆摆，晃晃悠悠，舌头打结。然而从酒中一同倒出的，赫然还有一朵莲花，粉嫩花瓣渐渐展开，从其中站起一娇小萝莉。那小家伙懵懵懂懂，赤足踩入酒中，一身粉淡贴身死酷水，那衣服粉得恰到好处，透着嫩白，一晃眼还以为谁家小姑娘没大人管，不穿就跑出来了。林七羽道：“百香莲，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小萝莉鼓着腮帮子，懵懵懂懂的点头：“爸爸放心，看我的厉害。”这小家伙刚想往前冲，脚下一绊，了个平地摔，双腿岔开，坐在酒池中嚎啕大哭，呜呜呜，疼疼，哦哦！只见那泪水融入酒中，酒池瞬间变得乌黑。这百香莲可是林七羽用毒酒灌溉大的，别看萌萌哒，实则毒性极强。机关蛇内丹、狂血珠的毒牙、败血狼毒牙，3种剧毒混入酒中，以百香莲为圆心，周围酒水瞬间被染得五颜六色，宛若彩虹。林七羽手中法诀掐动，玉骨术、醉仙术、酒池漩涡。那醉无酿中滚滚而出的酒海忽然卷起了一阵漩涡，将那金银财宝卷入其中，瞬间融化。晴儿看着泪湖中的战斗，只见佳肴漫天，酒色滚滚，佳人缠斗，赌性如虎，烟气缭绕，泉欲横流，吓得晴儿面色惨白道：“我还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师尊的忙呢，这阵势完全插不上手啊！光是靠近如此强的邪域之气，恐怕就会精神失常。”然而月儿却是说道：“哼，那夜狐还不知道，其已经是入了死局了。”说着，月儿手中法诀掐动，将那流影水晶中的影像直射向天空。刚刚真假第7真仙斗法引得天地大动，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头看天。忽的就见天空中出现了一段流影，合欢宗大祭司转身高呼道：“夜狐疯了，他骗了所有人，复国派就是派，想要嵌入钉子的正道修士都被他骗了。这夜狐要用整个灵沙所有生命的血肉做他登神之路上的血石，他要当星神。”吞掉舍利的夜狐转身一剑砍死了那老兔子，没人能阻止我，魔道不能，正道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我将统治整个灵沙和西岸，或是看它化为一片焦土。一瞬间，所有邪修大吃一惊，不少就视信徒下的跪坐在地，武器也掉在了地上。这大统领骗了我们，夜狐疯了，他要搞个新域之道出来。有的邪修干脆临阵倒戈，走，找夜狐算账去。那投影在泪湖的方向围过去。此时，所有预知道的邪修都围了过来，并对夜狐群起而攻之。夜狐被打得吃疼，险些跌落，高呼道：“你们这些废物，居然敢反抗我，都给我跪下，跪下！”然而根本就没有人在听他的话，攻击仍然接踵而至。夜狐的权力愈开始煎熬他的灵魂，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是星神，我是皇帝，谁敢不臣，都给我死！我要吃了你们的神魂！”只见无数黑气迸溅而出，夜狐彻底释放出了预设力中的扭曲天道。第6天，大魔王的血肉在其背后出现，但由于没有骨架，看上去就像是一坨泄气的肉山。那空洞无涯的巨嘴张开，黑气萦绕，竟是要将所有预知道修士的神魂吸走。周围的预知道邪修无不紧握自己的喉咙，摇晃翻滚，黑色的神魂不断地从七窍溢出。夜狐高呼道：“只要有了足够的扭曲天道，我就是神，就没人能阻止我了。”林七羽上前一步道：“夜狐，住手！你不就是想要扭曲天道吗？我给你。”如此说着，林七羽抬起右手，将体内的欲望扭曲天道向着夜狐的体内注入。夜狐欣喜若狂，不断贪婪地吸收着：“我的，都是我的，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玉儿跪坐在地：“不好，真仙为了救我们，将扭曲天道给了夜狐，这可如何是好？”然而晴儿却是摇了摇头：“夜狐死定了。”他到最后都没有参透那壁画上的信息。末法地人在贫穷和战乱中走向极端，极端思想产生心魔，心魔组成扭曲天道。
师傅本是凡人，只因说出了末法帝人心中的不满，承诺带领他们改变，然后拥有了魔尊的力量。魔鬼不能自然产生，只能被陷入极端痛苦的人一票又一票的投出来。而夜狐道果为因，认为只要有了扭曲天道，有了力量，就能暴力压制末法帝的人，臣服于他。他的欲望与末法帝人欲望的最大公约数不相通，强行篡夺权柄，只会惨遭反噬，爆体而亡。追求了一辈子权力，到最后仍未参悟权与力的本质，可怜可笑。只见夜狐全身漆黑，黑血不断地从他的眼中口中溢出，身体中的扭曲天道不断试图冲破他的身体，令其全身鼓胀。夜狐吼得声嘶力竭，不要走，我要将你们都握在我的手中。此时小沙龙腾空而起，落在了夜狐的面前。夜狐已是神志不清，老幼不分，错把小沙龙认成了沙龙。沙龙，你没死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接受和解，来人啊，向灵沙进军，接着炸。传朕的命令，再派人刺杀一次沙龙。小沙龙终于听到夜狐亲口承认刺杀了自己的父亲，愤怒地吐出一股汹涌强劲的黄沙。夜狐终于安静下来了，他全身的皮肤开始掉落，宛若偶像被砸碎，哭哭啼啼。那灵沙的百姓都被我赶去了地下，那西岸我有270个定居点。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当皇帝，不能当星神？不，干茨，威尔，别炸了，都别炸了，那灵沙我不要了。砰的一声，夜狐炸成了碎肉。漆黑的欲望扭曲天道全部飞回了林七羽的体内，林七羽找回了丢失的4个舍利中的2个，捡起夜狐的内丹和赌无营，回头望去，只见所有预知道邪修无不围绕在圣湖周围。林七羽一步步走向人群，你出生在灵沙的地道中，你得见那少女将你养大，又死在你的面前。众人左顾右盼，唯有干茨面色凝重，林七羽越来越近，视线逐渐聚焦。你在梦中饮下乳汁，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沉溺于色欲，却是变态恋母萝莉控。干茨面露惊恐，那头便拜第7真仙。林七羽转头看向一旁的威尔，你为穷人献上食物，却在晚上夺回，沉溺于暴食的欢愉，却放不下伪善的虚荣。威尔大惊失色，扑通一声跪下。第7真仙降临到了我们身边，新式和旧式派全部刷向林七羽下跪。只见玉儿从空中跳下，第7真仙，你可曾遇见我们的未来？林七羽道，一片丰饶的鱼米之乡。玉儿激动地憋红了脸，眼泪大滴大滴的在眼中打转，跪了下去。请真仙指引我们的道路。林七羽高呼道，向西传播欲望，腐蚀他们的组织，瓦解他们的防线，摧毁他们的圣术。林七羽左手按在胸上，用平生最大的声音喊道，我乃第7真仙，欲望之主，美丽与欢乐的化身，在此重申与你们立下的誓言。其右手直指背后的西方，所有嘲笑过我们的人都将被清算，所有掠夺过我们财富的人都将家破人亡，所有摧毁过我们家园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必将带领你们飞往自在天。玉儿激动地哭了出来，起身高呼赞美第7真仙。所有的邪修无不起身，高举刀剑，齐声呐喊，以真仙的名义播撒福音，赞美第7真仙，荣耀归于欲望之主。小沙龙缓慢飘飞而来，落在了林七羽的身边，低声说道，家父大仇得报，愿永世追随真仙。小沙龙缓慢低下了头，龙手轻碰林七羽的面颊。小沙龙乃是一只黄级血脉的5阶妖兽，战斗力非常强悍。林七羽又多了一个厉害的通灵兽接着，林七羽翻身骑上了小沙龙，带着晴儿就离开了圣湖。林七羽不会留下来指挥他们，接下来就是回永宁州继续自己的腐蚀。晴儿有些疑惑，问道，师父为什么不留下来啊？林七羽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行，要理解这种现象，就要先解释预知道。前文说过，预知道的组织结构更接近于一种赛博宗教。用一个简单的解释，林七羽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业务是生产销售一种名叫欲望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效果非常刺激，用过的人都说爽，于是自发地开始向身边的人推销。这些人中一部分人变得十分狂热且具有攻击性，甚至会团见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赛博宗教和传统宗教的区别就在这，传统宗教的组织结构更接近于封建王朝，神就是皇帝，信徒就是子民。赛博宗教的组织结构更接近于产品董事长和用户粉丝之间的关系。所以林七羽才如此坚定地推行新式，强调魔尊的归魔尊，信徒的归信徒，以及预知道因信称义，你愿意加入就没有任何门槛和规矩，这样才能把预知道病毒式传播的恐怖效果发挥到极致。但这种组织特性就决定了预知道难以规训，极其的去中心化，无组织无纪律。不管林七羽在圣湖的演讲是真是假，林七羽找到了预知道的正确驾驭方式，通过宣讲一个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伟大目标，
再通过对伟大目标进行符合下一步计划的解释。比如现在是战略进攻阶段，林奇宇就跳出来说，完成伟大目标需要西征。如果现在是战略防守阶段，林奇宇再跳出来说，完成伟大目标需要稳扎稳打，从而一定程度上控制下面的信徒朝着自己规划的一个大方向前进。第七真仙是一个有明确长相、明确职务，坐在圣城中指挥信徒们具体干什么的人，百害而无一利。一来林奇宇本就指挥不动下面的人，二来下面的人出去乱搞他还要背锅，三来捅了篓子还会闹内战。最好是一段传说，一位即使蒙面也能看出来十分俊美的少年忽然出现，带领信徒取得了大胜，事后忽然消失。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不在，也可能无处不在。离开了信徒们，林奇宇才取下了面纱。小沙龙与林奇宇完成了通灵，忽的一闪，就见小沙龙化为了一美艳龙女。林奇宇从自己的纳戒中拿出一套鹿妖铠甲递给对方。这小沙龙剑眉星目，头生一对龙角，身着铠甲透露出一种霸气，身体紧致的线条配上玲珑的曲线，小麦色的皮肤更是火辣。林奇宇吞了一口唾沫，心说这小沙龙形态那般凶悍，化为了人却是这般娇美。接着林奇宇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去取回到了地牢中，就见那剑宗小公主柳若已然是饿得全身无力，再难反抗。林奇宇道，你的姐妹已然尽是成为我的手下，你还不归依正信？我柳若紧咬牙关，似要破口大骂，却已然没了力气。林奇宇微微一笑，掐动法诀，只见得一条绳索飞出，将其紧紧地锁住。然后林奇宇将其挂在了小沙龙的龙角之上，直飞永宁州。到了雨花宗境地，方红玲正在修炼邪功，见林奇宇来了道，这次貌似不怎么狼狈，还带回来一女的。林奇宇道，这次真是艰险难当啊，这一路走来，这个女的是剑宗的小公主，实是刁蛮。不过还好，我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你看看这个。见到方红玲，柳若倒吸一口凉气，不可能，就连永宁州内也有预知道的邪修，甚至有镇守禁地的大能也入了你的魔门。林奇宇道，不止呢，告诉你吧，此地的魔修远不止20万，永宁州就是下一个预知道魔国。你那些姐妹们入得早，还能排个前辈。你要是再冥顽不化，那天子墨疯癫的下场就是你的未来。柳若紧咬牙关，你休想，我一定会逃出去的，逃脱你的魔爪后，把你们的事都告诉昭天众，让他们派灰修士来。林奇宇将那夜壶的内丹和法器圣杯交给与方红玲，方红玲接过，仔细端详了一下，收获不错啊，又找到了一枚龙心内丹，上次是被悲哀腐蚀的，这次是被欲望腐蚀的，那些龙血后裔真是惨啊。这次我还能帮你，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器师，以后你还是要尽量的找专业的法器师来帮你这个忙。林奇宇笑道，谁让他们的内丹都是提升法器功效的强大材料呢？我知道了，师祖，后面的事我心中是有数的。说罢，方红玲开始念动真言，只见那内丹缓慢融入了圣杯之中，那斐济圣杯之上透露出了一抹欲望的邪气，其上龙灵微波荡漾，堕龙之息喷薄而出。方红玲道，这龙的龙心是被欲望吞噬的，现在这法器有了欲望和恐惧双重能效，可以将目标区域的活物吸入其中，让其在恐惧和欲望的双重折磨下道心破碎。不过一定要抓好时机，如果对方反应灵敏，可以轻易逃脱。这小姑娘已被拿住，无路可逃。林奇宇接过圣龙杯道，听到了吗？剑宗小公主，这圣龙杯专为错失了欢乐的迷途羔羊准备，你且进去慢慢悟。只见林奇宇右手抬起圣杯，念起咒语，一股劲风将其吹了起来。不，我不要进去，好恶心啊！柳若一边哭喊着，一边向前蠕动，但是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这蠕动的速度根本躲过不圣杯，只是一瞬，整个人就被收了进去。待到其再出来之时，已然对林奇宇言听计从。林奇宇缓慢从沉睡中醒来，同修一夜极乐之后，林奇宇心情大好，万般舒畅。转头就见方红玲穿着一身肚兜，其眼中黑气四溢，相貌变得十分的美艳。其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元婴期，但其面色凶恶，手握宝剑。合欢道法果然玄妙，我实力恢复速度之快，早不是正道能及。我要去那雨花宗，让其彻底毁灭。这症状林奇宇太熟悉了，欲瘾发作了，其理智开始逐渐丧失。林奇宇道，你万不可出去，放心，会让你杀个痛快的，但不是现在。永宁州是成法地的富庶之地，强者如云，随意暴露只会惹上麻烦。方红玲道，你在骗我，要等多久？等多久？林奇宇道，最多1年，到时候我一定让你亲眼看见雨花宗彻底的堕落毁灭，并且你会成为宗主。听到这里，方红玲总算是压制住了欲意。好，告诉我你的计划。林奇宇拿出了地图，将怒、惧、
玉三头同盟的计划和目前的前线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交界地从北往南依次是极北高原、壕窟冰川、安东城、地灵关、红军城、西岸。西岸往东就是圣城冷都，再往东就是灵沙，再往东就到了天山关。其中据知道的邪修是从北往南打的，极北高原就是他们的领地，壕窟冰川上栈道被毁，安东城陷落，已经失去了运输能力。北线打得最为惨烈，双方顶着30的灵气含量和零下100度的白灾，打成了僵持。南线原本是不利的，但这次我去已经弥合了预知到的教派分裂。新式派控制的灵沙、天山关，旧式派控制的圣城和西岸，加起来就是曾经的地法国全境。这样一来，红军城就成为了战线的突出部，会迅速被有后续增援的怒之道兽军攻破。红军城一旦陷落，地灵关就成了被前后夹击的孤军。圣法地和交界地的边境，北部万里冰川、险山高原，难以大规模行军；南部有飓风横亘800里，也难以穿越。唯有一条灵峰走廊可通达两地。地灵关的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交界地南北的中央，堵在灵峰走廊的入口，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为了彻底切断南北两地的魔道，它修得太长了，是一片由无数堡垒组成的筑垒地带。他们人数太多，战线太漫长，内部生产无法供给，只能依靠外部物资输入。而红军城和安东城被破之后，就只剩下一条补给线，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一旦地灵关破，下一步就是沿灵峰走廊进攻圣法地。灵峰走廊直连的就是永宁州北和百川州南，所以要忍住，忍到地灵关破的那一刻。待大军压境，永宁州北战役开打，我们在背后捅刀子，到时候你们要怎么闹都可以，天捅破都不成问题。方红林点头，我明白了，会忍住的。灵气与啧舌，这元婴老怪要是失控的话，一定会引起正道警觉，偷袭的效果就达不到了。玉隐无法治愈，只能暂时缓解，而让其缓解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找几个雨花宗的弟子给他杀就好。灵气语道，你忍住，我去给你找几个倒霉蛋过来，让你杀爽爽。听闻此话，方红林眼中冒光，道，仙尊费心了，妾身受宠若惊，定然不负仙尊，仙尊要我干什么都可以。灵气语回到了宗门，雨花宗无欢喜兴奋，师尊小姨更是带头夹道欢迎。在宗门大典上，师尊小姨面露喜色，道，诸位，此次圣子圣女试炼偶遇妖邪作乱，预知到邪修在灵沙闹出了今天的大动静，又因邪修作乱，沙暴阻拦，灵州被毁，无数圣子圣女丧生。但我们宗门的圣子灵气雨不但安然归来，而且还救回了5位女天骄。这5位女天骄感激涕零，自愿为妾，要嫁给我们圣子，其不愧为少年英才。这故事之传奇，听得下面的雨花宗之人无不拍手叫好。虽然5个妾有点那啥，但也是人之常情，年轻人嘛，不影响他是天纵奇才永宁州的未来。好好，非常不错，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厉害厉害啊。顾青鸾走到林七羽身边，抱住林七羽，七儿，你真令姨感觉到骄傲，有你在，我们雨花宗后继有人了。林七羽却是在这个时候手又不老实了。顾青鸾心中一惊，又羞又恼，下面这么多人看着呢。林七羽却是在其耳边道，什么？这时候又要脸了？顾青鸾的脸红得发烫，转身强行保持镇定。这次圣子试炼，我们雨花宗拔的头筹，大排酒宴，我要为我这宝贝小侄子好生庆贺。宴后，林七羽拿到了圣子训练拔的头筹的奖励，这奖励是由永宁州府衙代表招天众发放的，一共2件宝贝，一件是用于金丹突破的天才地宝白鹤蜜花，一件是一本木属性功法生生不息。这功法可汇聚灵气，让自己释放的植物类召唤物被击杀后，释放该法术可使其立即复活。林七羽心中颇有几分意外，金丹和筑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修炼关键节点，所以也分为天道金丹、地道金丹、人道金丹。天道金丹的修为提升比人道金丹强100倍不止，也能获得一个适合自己的大神通。上一条命，林七羽在灵沙那破败的地方只找到了一位天才地宝，只能进行最弱的人道金丹，但这一世结晶都还没有大圆满呢。细数一下，天山白雪果、天雪葵、白鹤蜜花，能躲避天谴的天葵草，自己已经找到4个了，再找一个天道筑基的材料可就找齐了。林七羽如此想着，看样子自己还得加快速度修炼才行。但邪域不够怎么办？只能自产自销了杯夜晚。林七羽推门而入，早就急不可耐的夏文玉就已是梳妆整齐，那已是玉影缠身的夏文玉打扮得相当美丽，粉黛浓妆尽带情郎。林七羽一进门，刚刚还静若处子，一瞬间就切换为了动若脱兔。3天3夜之后，山月七又双若卓推着轮椅，带着林七羽在雨花宗内散心。山月七道：主人，
要不您还是别回去见夫人了，她和欢功法精进神速，我真怕你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林七羽捂着头，也是没办法，这些日子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得尽快提升修为，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山月七道，那主人为啥不多待几天，结晶大圆满了再出来，非要差一点？林七羽一拍轮椅的扶手，你都说他精进神速了，那要是我再多待几天，你就只能推着一具干尸晒太阳了。林七羽扶着下巴，该死的，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方红林会失控，我这腿软腰麻，下不得地，要怎么骗人去他那里给他杀啊？忽然林七羽嘴角微微弯曲，计上心头，其拿出了一张图纸，赫然是将其化为了一张藏宝图，将方红林所在的秘境深处写成了百草通灵，满是天才地宝的宝地。然后林七羽又开始练蛊了。到达结晶后期的林七羽可以使用更高阶的蛊术，玉之道、玉蛊术、附物。此道法可以将那玉蛊下在物品上，让触碰此物之人被下蛊。林七羽在这地图上下了2只2阶蛊虫，疑神疑鬼蛊和贪得无厌蛊。那贪得无厌蛊与疑神疑鬼蛊链相互厮杀，迫于一般的贪得无厌蛊一口闷掉了疑神疑鬼蛊。其透明的身体内长满坚钉的疑神疑鬼蛊被炼化，却炼化的不完全，其宛若寄生虫一般，在其透明的身体中逐步化为彩色的细线，从内部吃掉了贪得无厌蛊的脑子。接着那彩色的丝线长大，变成了不断蠕动的蠕虫，挤满了其透明的脑袋，撑起其透明的阔鱼触须，像是从其眼眶中钻出了一对虫子一般不断蹦迪的彩色眼睛。3阶蛊虫异想天开蛊练成了。异想天开蛊会让人陷入幻想，放下戒心，面对眼前明显是陷阱的诱惑，失去理智，抱着侥幸，急不可耐地往里面钻，最后自寻死路。林七羽道，你拿着这个地图，只要是你觉得谁可能对我不利，将其丢在他必经之路的无人小道上，其自会去送死。拿了主人给的地图，山月七去了内门的市场内买菜，却是见一羽花宗内门弟子走过自己身边时，骂骂咧咧的道，哼，这不要脸的女人。听闻此话，山月七愣了半晌才想起来，此人乃是顾天明的好友葛凤，其深信顾天明不会与魔修为伍，但苦于主人势力一日比一日大，不敢寻仇，只敢嘴贱骂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不就他吧。接着山月七将那地图丢在了其即将经过的一条小路上，其走过时一脸疑惑，低头捡起，这是何物？什么？林七羽之所以实力大涨，是禁地内部有一宝地，那宝地之中全是天才地宝，即使是无天才之资，只要进入其中，就能迅速变强，同阶无敌。葛凤心中疑惑，觉得如此天赐机缘，怎会如此容易的得到？会不会有诈？然而异想天开蛊发力了，其瞳孔彩圈阵阵，欣喜若狂，异常亢奋。说不定我是气运之子呢，我有天道气运棒体，这是哪个暗恋我的女帝给我的机缘，目的是让我同阶无敌之后，她好倒贴于我，哈哈哈哈。然后葛凤就按照地图上的指引，穿越了危险的禁地，来到了禁地内。其刚到那白桦林中，方红林就现身了。葛凤高兴地跳了起来，你就是要倒贴我的女帝吧？好漂亮啊，快快与我双。话还没说完，其就被方红林一剑斩杀。方红林的心魔本就是自负禁地为宗门操劳，结果后人还把自己忘了，遇上这个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货，更是话都不想多说，直接斩杀。玉隐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然后山月七将那地图收回，继续带回宗门内，再找下一个倒霉蛋。如此循环，许多暗地里不爽林七羽的人都一个又一个的神秘失踪，了无音讯。不但帮林七羽排除了后面全面入侵时会遇上的暗雷，而且还稳住了方红林。本以为自己能清闲一阵子，谁知二哥的进攻简直神速。才过了4天，林七羽才刚刚能下地，也就总共7天的时间，红军城破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城法地。永宁州的天空都仿佛为此蒙上了一层阴影。顾青鸾的卧室中，其双手撑着下巴，面露难色，表情凝重，见林七羽进了门，仍然稳坐不动。红军城破，那邪修大军已然前后夹击的灵官，如若不救，唇亡齿寒，我们得想点办法。然而林七羽哪会给顾青鸾思考的时间？3头同盟中，玉知道的任务就是负责散播享乐，削弱敌战斗意志。林七羽可不会给顾青鸾思考的空档，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不走，就是为了乱顾青鸾道心，让其沉迷难色，无暇他顾，变得昏庸。永宁州第一强者被拖住，正面进攻的蛮骑军和血兽军就能更快的攻城略地。林七羽上前一步，扶着顾青鸾的腰道：咦，那地灵官，百里筑垒，百座城千座堡，固若金汤，招天众应付得过来，有何好怕的？被搂了腰的顾青鸾尽量想展现出一的威严，将林七羽恫吓回去，自己好思考，万一此的变成了前线，自己要怎么保永宁州苍生周全？我是你姨，林七羽，别太不像话，出去！然而
林七羽却早已拿捏了顾青鸾，深知对方已经无法自拔，逃不出自己的手心，就是不撒手。顾青鸾挣扎得很厉害，但却不动用内力，反而像是在撒娇。林七羽眼神火辣，那俊美到令人神魂颠倒的面庞，配上那魅惑的欲望气息，在欲火中烧骨的配合下，顾青鸾的理智终是没有扛住，其被林七羽的眼神看得直吞唾沫。林七羽道：“咦，我喜欢你。”顾青鸾砰的一声，脑子炸了，彻底的没了理智，向着林七羽吻了过去。一夜之后，林七羽才刚一出门，就见那宗门外已有人快马加鞭来。林七羽一看，乃是永宁州府衙中的差役。林七羽心说，差役来雨花宗干什么？谁知那差役竟不是来找宗主的，而是来找自己的。其上前一步，将一请帖递给自己，结果一看，林七羽眉头皱起。诸位天骄，今红军城破，战时吃紧，地灵关已岌岌可危，社稷累卵之危，生灵倒悬之急。为保永宁州众生安泰，我府衙特向昭天众申请万般宝千般财，得建乾隆塔，特邀众天骄参与试炼，按能分配。如若天有不测，战线推进至永宁州，也请朱少年英杰保家卫国。林七羽已经看明白了现在是怎样的情况了，红军城破已经动摇了惩罚地东部州郡的根基，于是昭天众又开始了给援助的那一套，积极动员本地的正道修士，通过对末法地妖魔化，其实也不算妖魔化，七大魔道各个手段凶残，通过不讲魔道为何形成，专讲魔道如何行凶的方式，将末法地人说的宛如妖魔鬼怪，以此来动员当地人对抗魔道。但如此大量的天财地宝给了当地的府衙，要怎么分呢？通过试炼比拼来分。林七羽收好了对方送来的请帖，前往了乾隆塔。只见这乾隆塔高百丈，修得金光熠熠，彩霞生辉，宛若琼楼宝塔。仅是一件就方知其中宝物功法，天财地宝定然堆积如山，否则对不起这极尽奢华的宝塔。骑下来自永宁州各宗门的天骄多如牛毛。哇，你们也来了！这天骄试炼，我排第9740，你排多少啊？什么排名？这个在哪里看啊？你这还不知道？你看你那信封的背面，你的那封信，信上写的编号是多少，不就知道了吗？林七羽翻过那信封一看，就见其上写的编号赫然是第6，还有5个人排在自己的前面。当然，林七羽也不在意，毕竟所有见过自己使用魔道法术的人都被自己练成了傀儡炉鼎，或是入了魔道，所以排名只评估了自己在人前展示的正道法术，不是第一很正常。林七羽真正在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啥天骄这么多都派出几万号人了？呵，看样子永宁州已经准备开始部分动员了，而且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直接说战线马上要推到我们家门口了，现在开始有资质的免费发资源，加快修炼速度，仗一开打就准备填线吧。这样做的效果显然不好，于是改个口径，你是排名前几万的天骄，欢迎到乾隆塔试炼，营修炼资源和法器，待到战火纷飞，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林七羽猜测这塔的前2关估计会简单的可笑，设置出来的目的是个人就能过关，好把资源普发出去。真正的好东西肯定只有后面几层高难度的关卡才能拿到。此时只见一魁吴剑修来到了林七羽的身边，怒目而视。林七羽说：“你对柳若做了什么？”林七羽转身一看，只见对方赫然是一气运之子，乃是有天道剑意、苍剑剑意的剑宗圣子莫凡。其怒骂林七羽：“柳若与我两小无猜，一同长大，其守身如玉，性格真烈，为何一同参与了末法地的试炼过后，就性情大变，离了宗门，要与你为妾为婢，神魂颠倒，你使了什么妖术？”林七羽眉头一挑，对方赫然已至金丹修为，年方20就已然金丹，还有天道剑意、天剑灵根，可谓是天纵奇才，算是林七羽遇到过的所有气运之子、气运之女中实力最为强横的。然而林七羽微微一笑，也许在你心中他是白莲花，但实际上其人尽可夫，卑贱至极呢。一边说着，林七羽一边靠近对方的耳朵道：“他已经完全无法离开我了，回不去了，你放弃吧。终日痴痴傻傻，哭哭啼啼，求我灵性。”此话一出，莫凡又怒又悲，感觉天塌了，自己的女神居然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林七羽心中狂喜，抓的就是这个会，一拍对方的肩膀：“兄弟，要坚强啊！”这一拍将痴情忘心蛊和求而不得蛊同时下在了对方的身上。痴情忘心蛊对上了求而不得蛊，那痴情忘心蛊形若蝴蝶，求而不得蛊状若蟒蛇，蟒蛇一飞而起，将那蝴蝶吞入口中。下一秒，其变为一长满泪眼斑纹，尾部血色如针，獠牙若剃刀穿心的三阶蛊虫痛彻心扉蛊。痛彻心扉主要针对失恋患者，其脑海将全是求而不得的恋人的影像，令其道心紊乱，茶饭不思，修为不断衰弱。此时高台之上，
两位来自圣法术的高阶修士正与剑宗长老剑心交谈。这是昭天众给援助的重要流程，援助的使用和分配需要合情合理，并由的灵官派遣人监管。那两位地灵官的修士赫然是面庞瘦削，眼神阴郁，一身大红金丝镶边，腰间围着镶嵌玉石的缎带，乃是两位太监。领头的红衣太监唤作白烟，道：此次试炼咋家的好好看着，你永宁州闹过预知道邪修作乱，别出个三长两短的。另外一位红衣太监唤作黑烟，道：不知你们永宁州这些天骄实力如何？一旁的剑心道：我们这永宁州第一天骄莫凡，那是道心坚定，绝无入魔可能，实力更是冠绝古今，乃是天下第一剑修奇才，潜力无限，根基雄厚，气运棒体，绝佳天才啊！只听一鬼哭狼嚎之声响彻，就见莫凡趴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痛太痛了，柳若啊，你为何要离开我？不要啊，没了你，我要这天才剑修的名号有何用？黑烟白烟看得眉头一挑，相互对视一眼。此时就见一绝美少女从人群中冲出，一边安慰莫凡，一边道：哥哥别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别哭了。这少女赫然是其妹妹，排名第5的莫欣。林七雨看着莫欣，眉头抖了抖。那少女生的清纯如莲，娇艳欲滴。她身着简单的纯白色连衣裙，剪裁得宜，将她那纤细的身材完美的展现出来。裙摆随着她步履轻快的摆动，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清纯百合，柔软的秀发如丝般滑顺，轻轻飘动在肩膀上。一双漆黑清澈的大眼睛，面容文静典雅，粉脸吹弹得破。林七雨愣了半晌，又一个难啃的骨头。此少女虽无气运棒体，却一眼望去，极欲魔童看不清其心中欲望，乃是清心寡欲之人。这种对林七雨来说就很头疼。林七雨属于7位魔尊中的机智怪，伤害不高，防御不高，生命值也不高，但道法能攻心，只要道心防御力不高，不管修为多强，打穿了道心就能转化为魔修，变成林七雨的手下。但道心坚定，不为所动者，林七雨就是7个终极大 BOSS 中最好打的一个。难就难在这世间尘缘已断，金海尽干者，凤毛麟角也。林七雨完全不在乎高台上站着的那几个大能，一眼就看穿了，白烟黑烟贪财，剑心好名，属于迟早会被腐蚀的。而这个莫欣反而让林七雨认真起来了，打理将是用那金钱诱惑，利用他穷怕了，想要家人过好日子的心理，让其间接产生贪财之心。打天宝医圣则是完全水泼不进油泼不进，干脆下套群殴，肉体消灭。而这个莫欣，林七雨得先试试什么路数，再确定套路，怎么把他变成痴痴傻傻竖着剪刀手的炉鼎傀儡。林七雨上前，第一招色诱起手，投石问路。其折扇一起，踱步而来，风度翩翩，俊美风雅，体态魅惑之气一出，道：姑娘，你哥失恋了，恐有些呆，算了，这试炼我也不参加了，我送他回去吧。只见那莫欣转身拔剑，刀刃向下，直照着林七雨头顶砍来。找死！你这满嘴谎话，皮光面善心投毒的浪子，刚刚我一直在看你们，你和我哥说了什么？他竟会如此？那剑锋若影，带着白光，直照着林七雨劈头而来。林七雨闪身躲过，见地面被斩出一大坑，额头上冷汗一出。喂，有人大打架了，快过来看啊！哇，是剑宗最美剑修莫欣啊，谁敢惹他啊？静心剑法的真传啊！林七雨皱眉，静心剑法能一剑斩心魔，方红玲也用过。方红玲曾是剑宗弟子，为追求名利来了雨花宗，实际上这剑法是剑宗绝学，虽然对付其他修士威力一般，但十分克制预知到邪修。林七雨看向了看台上的2个太监，的灵官的太监负责督察监管，虽战斗力不及灰修士，但更擅长查案。林七雨不能再闹出更大动静，节外生枝了。但他已经试出了莫欣的软肋，他一直在注意他哥的动向，且自己只是气哭了他哥，他就直接拔剑砍人。很明显，他是个凶控，而他哥已经深陷情网，对那剑宗小公主痴情一片。那就先腐蚀他哥，再用他哥来套路他。林七雨笑道：我和你哥开玩笑呢，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一边说着，林七雨一边蹲下身，在其耳边低语：那都是我开玩笑的，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纳柳若为妾，而且他还经常和我提起你。林七雨又将那异想天开骨下在了对方的体内。真的？莫凡听闻此话，稳住了心神，异想天开骨中糊了痛彻心扉骨，让其恢复了正常。林七雨不断诱导对方往好的方面想，让其心中异想天开骨变得更强，好实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剑星星说，再这么闹下去，剑宗的人就丢完了，自己这老脸还往哪搁？赶紧宣布试炼开始。嗨嗨，试炼即将开始，这次修炼共7层，请诸位天骄按照试炼序号顺序参与试炼，每层塔楼你们可以选一件宝物带走，越往上能获得的宝物品质就越好。
莫凡进去其中，结果走到第3层就被丢出来了。众人皆是惊讶，第一天交走到第3层就被击败了，这难度好高啊！最开始还在想，会不会排名靠前的人把好东西都拿了，咱后面的什么也捞不到。这爬塔也太难了吧？为什么设置的这么高难度啊？林奇宇通过那蛊虫已经看完了前3关，其实真没那么难。第1关是文考，问一些魔修相关的问题，得60分以上就能过。第2关是道心测试，只要不入魔就没问题。第3关是武考，对手是一个结晶期的机械傀儡。按理说莫凡、金丹七阴很容易过去，但莫凡走到第3层的时候，心中2只蛊虫开始打架，令其神魂颠倒，满脑子都是柳若，步伐轻盈。而那机关傀儡金武艺高强，善抓时机，一个快慢刀将其打了出来。可以说他完全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就被胖揍了。莫凡不断哭喊：别啊，我刚刚失误了，再给一次机会，我要资源变强，这样柳若才会喜欢我。剑心觉得自己老脸都要被丢光了，差人赶紧将其拖走。接着一考官出门道，第1层得分74，第2层得分64，第3层不合格，按照积分奖励去领天才地宝吧。然后莫凡领到了一本玄阶功法，这下下面的人又有劲了。我靠，这么低的分都有玄阶功法，不错啊！真不知道万一有人满分了，会给怎样的奖励。接着第2位天骄上场，在第4层被打了出来。一考官出门道，第1层得分80，第2层得84，第3层77，第4层不合格。这位天骄发挥出了自己原本的实力，没啥好说的，领了一个的接功法走人了。接着第3位天骄上场，也在第4层被打出来了。一考官出门道，第1层62，第2层76，第3层64，第4层不合格。这位天骄只领到了一个地阶功法。这时候众人恍然大悟，虽然同样到达了第4层，但由于评分更低，所以获得的奖励完全是天差地别。那天骄骂道：你们这第1层的题太刁钻了吧，居然问我具知道邪修的运作原理，哪有这么难的问题啊？听闻了那天骄的话，这些年轻的修士们都愣住了，一脸懵逼。我操，还有文考啊，还好我排名靠后，赶紧看书啊。就这样，原本吵吵闹闹的试炼地外皆是读书声，背诵急急之声令人无不想起，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接着第4位天骄也止步第4层。第5位莫星上场了，其走入了塔内，这一去居然比前4位都久。众人皆是疑惑，却是见其从第5层被打了下来。第1层得分99，第2层得分100，第3层得分90，第4层得分61。有人高喊了一嗓子，全场最高分出现了，周围人无不高呼，还是女神厉害，莫星永远的神，太棒了。然而莫星不急不躁，也不欣喜，若狂淡淡的道：我有一个问题，第1层的问题是让我答出功法的分类，我答少了什么吗？那考官老师道：你的回答是功法分为道法、武技、身法、心法、神通、大神通，其中大神通只能在天道突破、扭曲天道升阶或大机缘获得，神通战斗力强于其余功法，大神通则更强。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你少了一个字，等天地玄黄等等级就是满分。不过也不怪你，在你还未接触高阶领域，有比天阶道法更高强的道法。而且功法分类除了道法、武技、身法、心法、神通、大神通以外，还有一类就是未知魔尊的魔尊本相，如预知魔尊的第6天大魔王，完全超越了大神通的威能，无法分类，也无法理解。考虑到后者即使是登仙强者也无法理解，没有扣分，但你少答的那个等字还是要扣的。听闻此话，莫星拱手道：受教了。剑心非常满意，心说这姑娘表现得太好了，温文尔雅，知识渊博，实力超群，简直是修士的典范。阿莫星所获乃是一剑匣，其中包含了1天阶剑意。接着看着林奇宇走入塔中，剑心做了一个手势。1楼负责出题的考官相互对视了一眼，低声说道：刚刚剑心给了贿赂，公公让我们刁难与这雨花宗圣子，让他第1关都过不了。考官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放心，这些娃娃不认真学习，刚刚那些题可不算刁难，我认真起来，他别想及格。拐了剑宗的小公主，这就让他出丑，帮剑大人找回面子。接着这考官咳嗽一声，见林奇宇进来了，开口便道：请详细说出预知道的简介、修炼法门、发源地，还有演化史与宗教文献的关系。一旁的考官都听傻了，对其竖起大拇指，低声道：牛逼啊，预知道邪修最为诡状异形，行踪隐秘，的灵官手中的资料都不多，而且预知道修炼者都超级狡猾，很多人见过了都不一定知道对方是如此偏门，简介估计一般人都答不出来。尤其是后面的演化史与宗教文献的关系，
专业研究的学者都不一定背得下来呢。而那个出题的考官洋洋得意，低声道：“他要是答得出来，我今晚上就不吃晚饭了，我吃屎。”然而林奇宇眉头抖了抖，心说这不是给自己送份吗？自己现在担忧的不是答不出来，而是自己知道的太多，很多信息正到这边都不知道。万一自己超纲了，会不会被怀疑或暴露预知到的内部信息？自己得调整到已经知道的信息回答。见林奇宇面露难色，考官笑道：“小朋友，没事，答不出来就算了，菜就多练，笨就多学，是不是？早点回家抱着小姨哭吧！”哈哈哈哈。林奇宇张口道：“预知道是7大邪修中的最后一个法门，具有高隐蔽性、传播性、腐蚀性、信徒众多、分布广泛等特点。主要法门有玉骨术、报时术、醉仙术、合欢术、衰赌术、毒香术等。旁支法门主要为正道修士法术被腐蚀转化，如血灵剑法。发源地在灵沙。最开始的预知道为无组织，后因就是组织结构转化为封建王朝。豫法国解体后改就是为新式。为争夺圣城爆发教派冲突，新式派获胜后彻底完成改革，组织结构变为去中心化、高度自治却又相互联系的一张看得见又看不见的网。考官惊了个呆，这他答得完全符合标准答案原意。此时已经不是输赢的问题了，是考官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考验，气得直接拍案而起。答得出来了不起啊，你肯定作弊了，加题。林奇宇皱眉，一题100分，你这附加题还能加分的？那考官已经失了智了，一边拿出资料翻，一边怒吼道：“我是考官，我说了算，这个内容最骗，你肯定不知道！”哈哈哈哈。林奇宇眉头抖了抖，心说这都不装了是吧？只见那考官怒吼道：“请说出预知到内战期间就是派领袖的妹妹叫什么？”林奇宇眉头抖了抖：“叶兰。”那考官直接气得吐血倒地，才刚一爬起来，就见一旁的考官刚从厕所里出来道：“晚饭给你准备好了，你是准备油炸还是清蒸？”这考官再次吐血，这下是彻底昏死了过去。林奇宇无语，默默地上楼。接着考官出门宣布分数，林奇宇在第一层得分110分。一瞬间全场哗然，不是，连莫星女神都只能得99分，他怎么得满分的？满分100分，他是怎么得110分的？这开挂了吧？这家伙，尼玛的，暗箱操作吧！林奇宇往前走去，在转过那楼梯台阶的时候，就见此地放着许许多多的箱子，每个箱子中都装了10万灵石。这个奖励不算多也不算少，反正是参与奖，林奇宇也不在意，直接就拿了。接着就继续向着2层走。对于林奇宇来说，最难过的一关其实是第2关。第2关专门测试人的心性，那考官能聚灵搜魂，查人心魔，可辨邪正。但林奇宇已经有办法了。林奇宇推开第2层试炼塔的大门，进门一看，就见一威严绝色女子立于其中。我乃的灵官，观心师严厉，少年进来吧。那考官的语气不容置疑，却看得林奇宇心中大喜。那是一位30出头的女子，美眸轻挑，却又如同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红唇烈，俏眉锐，眼神空灵，笑容得体，却又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威严，给人一种又严厉又魅惑的感觉，好似一含情脉脉却又保持着诗威的大美人。林奇宇看着对方，一眼就看出这表面庄严的美妇人心中早有邪欲，乃是色欲。由于其相貌美颜，令人浮想联翩，而他的工作偏偏是甄别人心中是否有邪念。每一次当其如把脉一般抚过男人手腕时，为其香艳着迷之人普遍脑海里都在想一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一位女医生每次给男人号脉，就要看一场这男人幻想的以自己为女主角的小电影，偏偏他还不能说什么，毕竟正道论迹不论心，对方只是遐想又没真入魔，他只能按照规矩打个合格的分数，然后送走。接着又看下一场，长此以往，色念侵体，邪欲入心，但又不能真闹出点故事，于是只能强压内心色欲，穿着保守严实以生人勿近的威严示人。林奇宇笑道：“老师，笑一笑嘛，不笑怎知这世间美好？压抑的30载，多不自在，不如彻底放纵，想干什么就放弃思考的去干。”严厉冷笑一声：“好个登徒子，连考官都敢调戏，你最好心中没有心魔，否则我现在就将你镇压。”林奇宇微微一笑：“老师，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我只是让你放松。你这不打自招，说什么调戏你？你心里就是在想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对吧？”严厉忽然被一剑直插内心，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中惶恐。怎么回事？这少年怎如此诡诈？样貌俊秀，油嘴滑舌，处处说到我心坎上，诱惑我犯错。不可能，平时都是我通过读心看了别人心中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言辞说教，令其惭愧羞涩。
今日怎还未关心，就被这个小屁孩给牵着鼻子走。严厉认真起来了，出手把住林七宇的脉，看我直接看光你的过去，挑那些最羞耻的片段。什么被爸爸打屁股啊，暗恋隔壁大姐姐之类的，说出来让你不好意思，找回场子。林七宇微微一笑道：老师，你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进了我的心就出不来了。严厉只当林七宇是怕了，在这油嘴滑舌拖时间，直接对林七宇使用了关心。紧接着严厉只觉面前漆黑一片，向其中走去，赫然就见一心魔。那心魔乃是一清纯少女，其哭哭啼啼嚎叫着要更多的零食。什么？严厉只感觉到诡异无比。这有心魔，他是魔修。然而待其往回走去，却是又见另一个心魔，赫然是一中年大叔。哈哈，都过上好日子了，家里有钱了。不可能。严厉额头上冷汗溢出，正常人都应该只有一个心魔，而且这心魔会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心魔，而且还和他本人长得不一样？严厉转身想要逃，却怎么也逃不出去。前后左右全是无尽的黑暗，密密麻麻数都数不完的心魔，男女老少士农工商皆是哭喊嚎叫，想要比别人更漂亮一点，想要比别人更强大一点，想要修为再进一步，想要用不完的钱。世间百态，无穷无尽的欲望，无穷无尽的渴求，无穷无尽的心魔。那些豪酷的恶鬼全装在这少年的心中，他们连山天河滚滚而来，宛若不尽长江。严厉被吓哭了，这不是魔修，这是魔尊。魔尊的神魂由扭曲天道组成，而扭曲天道由心魔组成。不，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然而淹没他的千般邪欲，万般心魔，只不过是一根手指。他所在的这般手心还有6个，连接着6个宛若擎天一柱般巨大的手臂。严厉回头，只见那6只手臂的交汇处，乃是第6天大魔王。那黑影宛若天地，覆压万里，漆黑亵渎，令人神魂尽失。只是与那宛如深渊一般流淌着无尽邪欲的双眼一对视，严厉心中的色欲就被放大了千百倍，瞬间道心破碎。严厉睁开眼，紫色的魅惑之气溢出。林七宇笑道：您可曾悟到什么？严厉笑道：主人说的对，与其活得这么压抑，不如彻底的放纵自己。我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只想要更多男人的婊子。林七宇一边玩着严厉的秀发，一边道：恭喜你开悟了。严厉眼神迷离：主人，我想要。林七宇却是道：现在还不行，想要奖励得先办事。这圣法地迷途羔羊少了许多快乐，我们该怎么办呢？严厉道：当然是让他们和我一样开悟，让他们聆听真仙的福音，走向极致欢愉的6欲天。林七宇道：但有人不让怎么办？严厉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那些愚笨之人无复销售，与那极乐无缘，却又要阻挠我等走向永恒无尽的欢乐，应当尽快铲除。林七宇抚摸着对方的脸颊：乖，挺聪明的。红军城已陷落，地灵关岌岌可危，我的大军即将到来。这些迷途之人妄图反抗，这场试炼就是为了挑选出抵抗意志坚定的天骄。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严厉道：我自是明白的，我会反着给他们打分，越是道心不坚定的，我越是给他们打高分，再将其引荐给仙尊，大家同修大道。道心坚定的，我就给他们打低分，令他们修炼不顺。林七宇道：分数也别太低，容易被怀疑，我们还是要温柔点。林七宇拿出了一叠下了异想天开谷，好像是藏宝图，实际上是引向陷阱的地图，把这个想办法塞给他们，让他们自寻死路去。林七宇向那3楼走去，20炼塔外，那些参加试炼的天骄们都惊呆了。什么鬼？林七宇第2层试炼也是100分，他不会贿赂考官了吧？应该不会吧。第2层的那位女考官严厉至极，眼神锐利若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来到了2楼的转角处，发现这里放了一大堆的法器。由于林七宇是第6个走到第3层的试炼者，所以有5件法器被拿走了。由于前2层都是送分题，只是分数高低有差。第1层有难度，是剑宗故意刁难；第2层是因为林七宇是邪修，要骗过去很难，正常的天骄也是随便过。所以这些法器和那10万灵石一样，都是参与奖，非常的普通。林七宇随便找了一个恢复戒指，加快体力恢复速度，就上3楼去了。上了3楼，林七宇就见一击关兽趴在地上。一旁的考官道：小子，切记。林七宇却是道：切记心浮气躁对吧？放心，我比你知道该怎么打。那考官冷笑一声：你觉得这一关好过是吧？刚刚比你排名靠前的，可知打得有狼狈。那小姑娘剑法超群，步伐迅捷，才得了高分。你这法修皮薄肉脆，指不定一招都接不下。林七宇却是微微一笑：呵呵，你们这乾隆塔
是为了挑选能抵抗魔修大举入侵的天骄，所以建造的除去前2层送分以外，从第3层开始就要模拟与邪修的战斗。你们在第3层放的这机关兽，名曰机械虎先锋，模拟的是怒之道邪修。怒之道，力拔山兮气盖世，5道万变急如风，不可硬碰。见林奇宇如此，那考官仿佛被噎住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道：祝你好运吧。就见面前的机械虎缓慢颤抖，机关转动，齿轮生生，其躯体逐渐站起。这机械半虎人手握大刀，缓慢转身看向林奇宇。妈拉个巴子，你这软蛋，打不过就跪下。林奇宇则面无表情。上一条命时，林奇宇曾向第2魔尊血帝邀约结盟，然而血帝不耻与玉之道邪修合作，刁难与林奇宇，称自己愿与林奇宇打斗，只要林奇宇能碰到他一下，就答应结盟。然后林奇宇被打败了99次，第100次才碰到对方一下，所以林奇宇对怒之道的熟悉程度只低于自己的玉之道。不是林奇宇太弱，而是血帝和怒之道非常的赖皮。怒之道邪修全员数值怪，兽化后身体的素质会提升10倍，攻击、防御、体力都是同阶修士的10倍。你杀他要40-50刀才能砍死，而他杀你只要3拳1刀。其次，怒之道全员高武，3拳1刀不到1秒钟就能打出来，瞬息就能秒人。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点，血怒，所有怒之道邪修都会的心法。当一位怒之道邪修将死之时，其会吸收周围地面上的鲜血，转化为自己的力量，然后以第2条命与你打。所以怒之道邪修绝对不能硬碰硬，哪怕你的实力比他强，在硬碰硬的过程中，你只要流血了，那对方进入血怒状态时，会把你的血也吸走，短时间内提升到与你差不多的实力，接着继续参考，你打他要40-50刀，他杀你只要3拳1刀。和怒之道邪修作战，最重要的是闪避、闪避再闪避，然后偷偷上去砍几下，迅速拉开。所有怒之道邪修都是不会法术的，远程攻击很弱，没开血怒前慢慢磨，将其磨出血怒，留技能，然后一波带走。林奇宇抬头看向机械虎先锋道：来吧。只见那虎先锋灵针起手，招式大开大合，动若狂虎，力若武将。顷刻已疾驰至林奇宇面前，拳头大若磐石，直坠而来。林奇宇侧身躲过，手中掐诀，准备召唤花妖3姐妹。花妖3姐妹属于植物，不会流血，用她们来和你打。然而却是剑虎先锋眼神一闪，林奇宇冷汗一出，看破。怒之道体术，看破。怒之道邪修可以看穿敌人的招式，发现对方的法术前摇叫长时，其攻击欲望会瞬间拉满，并通过一系列突进体术发动快速攻击打断。瞬间，机械虎先锋出现在了林奇宇身侧，巨大的拳头高高抬起。怒之道拳术3虎拳。见对方巨拳刚抬，林奇宇停止施法，后侧步躲过了这一拳。然而虎先锋的第2拳已经抬起，林奇宇却是不急着闪。由于正道修士总结出了要不断躲闪来和怒之道周旋，于是怒之道研发出了一系列体术来应对。这一系列体术统称快慢刀。比如刚刚虎先锋的第1拳速度非常快，抬手就要躲，而第2拳看似只是换了一只手，动作完全一样，但实际上却是假动作，他在等你闪避，然后照着你落地的地方打。然而这对林奇宇来说简直就是笑话。林奇宇和血帝打的时候，二哥是用血舞18斩来砍林奇宇的，其背后血色披风化为一把血舞，这血舞可以变化为18般兵器，攻击速度、攻击距离完全随机，且掺杂着看破、剑气、突进、瞬移、绕背等武术，连砍18下快慢刀。林奇宇在那100次打斗中已经练出了极致的身法和反应速度。只见机械虎先锋第2拳一下来，林奇宇直接前侧步来到虎先锋面前，其迅速接上勾拳。林奇宇在后跳，直接开始掐诀召唤花妖3姐妹。此时考官皆是叹息，完了，看他躲过3拳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今天第2个能高分过机械虎先锋的呢。虎先锋的最后1拳也是假动作，他着急施法，已经输了。唉，可惜了，可惜了，他就止步第3层了。只见那机械虎先锋打空这1拳的瞬间，右手来到了左肩上，抓住了背后的刀柄，上勾拳瞬间切换为拔刀斩。而林奇宇闲庭信步，侧身后退1步，那剑气自林奇宇胸口前飞过，施法未被打断，花妖3姐妹召唤成功。林奇宇召唤出花妖3姐妹之后，迅速后撤，拉开距离，让花妖3姐妹和那机械虎先锋打。猛毒、寄生、缠绕3者交相辉映，绿直上下翻滚，郁郁葱葱之中将那虎先锋围困住。虎先锋招数迅猛，但却处处掣肘，就算不小心砍死了花妖3姐妹中的一个，也会立刻被林奇宇用天阶道法生生不息将其复活。
就这样，足足磨了10分钟，极限虎先锋终于倒下了。但就在其倒下的一瞬间，其双眼血红，仰头高呼，怒道：“赞美第二真仙！”只见其全身血雾萦绕，杀气逼人，身躯变得血红，身体逐渐膨胀。然而，血怒阶段打得比第一阶段还快。由于对方血怒已经开了，林七羽将兽类通灵兽、千翠、蛙飞、小沙龙全部召唤了出来。千翠与蛙飞一人汇聚百草万木，合成一具功，一人灵气汇聚，凝练出一毒箭，张弓射出。小沙龙则唤其黄沙，将其困住。林七羽法诀掐动，天阶道法，佛目大明王。一瞬间，数个强大法术瞬间砸下，那虎先锋才刚进血怒，直接就被秒了。林七羽转头看向考官们，问道：“诸位考官，敢问我现在可以得多少分啊？”见林七羽如此，那考官嘴角抽了抽，道：“满分，满分！那虎先锋甚至都没有碰到你一下，肯定满分。”其他考官更是赞不绝口：“闲庭信步，去留无意，厉害，厉害啊！”那虎先锋招式大开大合，处处杀机变幻，少年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真是少年英才，要不少年放弃修炼法术，转剑修或体修吧。我们剑宗院献出所有那门功法，供少年使用。林七羽却是笑而不语，直接上楼了。第3层的奖励开始丰厚起来了，全是各类武技。林七羽走的是御法攻心，配木系道法，吃欲望心魔提升修为，相当于加点只加了智力，没有加体力和力量。但其中有一个武技，林七羽很看好，天阶武技九霄拔刀斩。这九霄拔刀斩乃是将体内灵气汇聚，挥出9道剑气，吃的是道法加成，林七羽用能打出不俗的伤害，且9道剑气很难躲，容易给对方挂天人五衰。林七羽来到了4楼，就见此地相当诡异恐怖，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地面上无数骷髅骸骨钻地而出。那些骷髅骸骨长得十分的恐怖，身上盖着肉末血丝，腐败内脏还在跳动，散发着一种恶臭腐败，密密麻麻，数以百计，成群结队的向着林七羽的方向走来。那骸骨碰撞，骨肉刮擦，血腥恐怖的样子，配上那撕心裂肺的尖叫，看得人直胆寒。林七羽冷冷一笑，看样子他们不知从哪找来了巨之道练的血巨骷髅兵，难怪那几个天骄过不去，原来是怕了。这血巨骷髅兵是巨之道邪修的道法，生得十分恐怖，和巨之道的法器一样，你越怕他们越强，心中恐惧不散，他们就能不断复活。你不怕，他们就是普通的骷髅。那试炼法师一副随时准备救人的模样道：“小子，打不过就跑啊，我们会救你的，别逞强。”那2个公公也是疯了，居然真把抓住的血肉骷髅放在塔内做试炼，出了人命怎么办？却是见林七羽闭眼，手握剑柄，九霄拔刀斩，手中九灵圣剑向前挥出，道道剑气迸发出银白光辉，直接将这100多个骷髅全部绞杀。林七羽道：“心中无惧，这些骸骨不就是骨头吗？信手拈来，可斩之。都别说聚魂可汗了，完颜、乌阴嘎、无皮女夜叉，眼珠子都没有，2个血骷髅顶脑袋上，走一步滴一路的血，就不知比这些骷髅兵恐怖多少倍。林七羽一点恐惧也没有，这些骷髅兵自然不堪一击。此时塔外已经炸了锅了，怎么回事？这楼上的林七羽开挂了吗？他第3层也是满分。我的个天哪，前3层都是满分。排名第3的天骄吼道：“那第4层的骷髅我杀了70多次，他们就是杀不死杀不完，不断的爬起来，估计有的等了，至少要杀100次才能过去。”结果话音未落，第4层林七羽3秒钟就过了，又是满分。整个广场上的天骄们都惊了个呆。林七羽来到第4到第5层的拐角处，一看这次的奖励更加丰厚，全是各类天材地宝。林七羽将其中一个突破金丹用的极品红兰花，这样林七羽就凑齐了天道金丹所需的材料了。林七羽对第5层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很好奇。很明显，3、4、5层分别对应即将发起全面入侵的3头同盟：愤怒、恐惧、欲望。第5层应该就是林七羽的欲望了。林七羽觉得设计这座塔的人很聪明，每一关都点出了重点。林七羽很想知道关于自己的欲望，这乾隆塔的设计者是如何设计的。只见第5层中间放着一根香，考官说道：“恭喜你来到了第5楼，第5层是奖励关，看见那炷香了吗？只要香灭之前你走过这一层，你就赢了。”林七羽心说肯定不会这么简单，于是一步踏入，只感觉周围灵气充裕，光芒万丈。厉害！林七羽道：“哈哈，这第5层居然是一个修炼秘境，在其中修炼速度可曾快10倍，而且待得越久，翻的倍数越高。这对于任何一个修士来说都是极致的诱惑，如果沉迷修炼，忘了时间就过不去。”
那莫心就是这样失败的。考官道：是的，而且我告诉你，第6关会非常难，如果你在第6关失败了，分数还会被清零。留下来吧，为你好。林奇宇道：我现在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谁设计的这个塔居然能如此细腻精准，特别是这第5层，前设难关，内含风险，诱惑人止步不前，沉迷眼前短暂的满足，逃避现实，拥抱懦弱。虽是班门弄斧，却是把欲望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只见林奇宇宝剑一闪，那根香被斩断，那是一根用毒香树炼制的极品幻香膏。那香膏一断，周围哪里有什么10倍修炼速度的秘境，密密麻麻爬满了丑陋的毒虫。那些毒虫一个个血红丑陋，长得怪异，生得更是恐怖，其血沟毒尾，熬红足尖，爬满了整个第5层。如有一个不小心信了面前考官的话，要享受10倍修炼速度，被任何一只毒虫给蛰了，立刻就会被毒晕。毕竟这里是正道地界，试炼还是不要闹出人命的。这些虫基本上毒性不致命，但麻醉效果强，还有考官看着。要是换林七羽来设计这个陷阱，那绝对是欲火中烧、奢靡腐败、恶惰失真等等，有什么蛊虫就安排什么蛊虫，管教他来一个好苗子，出一个老鸨子。那考官看着林七羽笑了，请往楼上走吧，这塔的设计者正在最后一层等你呢。林七羽微微一笑，觉得事情不简单，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就这样，林七羽来到了第5层和第6层的楼道，这里的宝物非常的丰厚，全是天阶的心法。林七羽是唯一走到第6层的，林七羽选择了天清法，此法可使人心安神宁，心力大涨，极大地的提升使用道法的效果。接着林七羽便上了第6层，只见第6层中一老者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笑得宛若桃花开。少年，恭喜到达了顶层，但最后一层的人不想你见到他。林七羽道：玩得高兴是吧？我告诉你，早就看出来是你了，大哥。那老者忽然哈哈大笑，甚喜甚喜，和你玩果然其乐无穷，我乃第一真仙，智慧与变革的化身，喜之魔尊。此时林七羽通灵出了小沙龙和千翠，千翠立刻就要上前扑杀，却是被小沙龙拦住。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魔修，同时也是第一位魔尊，喜之魔尊。其千面化身，通晓古今，察天地，观人世，能施万法，会世间一切法术，故得名千面万法道祖。林七羽看着那老头道：这次你又以老太爷子的面目示人了，这次你是要害我还是帮我？老头道：你啊，你敢问，你让世人沉迷享乐，是要害人还是帮人？都不是，你只是单纯的以欲望为食，饿了就要觅食而已。同样的，我以变革为食，任何的变化都会让我欣喜。千岁听得云里雾里的，疑惑道：他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小沙龙道：他说的话大部分人是听不懂的，我给你讲点有用的吧。欲和稀有相通性，都是追求欢乐，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比如欲知道看上了一个美女，就会将其炼为炉鼎，享受鱼水之乐，追求的是快感本身，过程越简单越好，越快越好。而喜之道则完全不同，我给你讲一个经典的喜之道案例吧。有一个药铺老板，非常的喜欢钱，整天研究怎么赚钱，在学习赚钱知识的过程中，智慧与变革的化身给他想了个办法，让他将收的仙草丢弃到远处的荒山上，就能赚钱。又有一个放牛娃，其想要考取功名，对知识的渴求受到了道祖的赏识，于是告诉他，只要去荒山上放牛，然后捡牛粪卖，就能有钱，再去同心书会买书，就能考取功名。同心书会的老板是一个邪修，渴望成仙，受到了道祖的赏识，于是赐予他一本丹方秘籍。这丹方极其的难懂，他钻研一晚，看得走火入魔，得出结论，自己要用牛粪炼丹，就能成仙。起初药铺老板不信，试了试往荒山丢仙草，然后上午就有同心书会的老板高价买牛粪，下午就有少年拿着大量牛粪来卖。药铺老板赚了不少钱，立刻下令把所有仙草丢到荒山去。同心书会的老板已经练得疯癫，家人都劝他说吃牛粪没有效果，结果其嘲笑家人的愚笨，认为自己参透了千面万法道祖的无上丹道，于是散尽家财买牛粪。那放牛少年准备买书研学，看见同心书会低价大甩卖，高兴地买了书籍就回家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心书会的老板欠了一屁股的债买牛粪，但他坚信只要自己飞升成仙，凡尘之物与我何干。老板虽然赚了钱，但这些钱都是同心书会老板欠的，不知何时能结账。少年则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书本中的知识，却不知这同心书会的书都是邪修功法。最后想要成仙的同心书会老板吃了太多污秽之物，积毒成疾，失了仙缘。药品老板的钱收不回来，仙草又丢去了荒山，彻底破产。少年活生生把自己练成了邪修，别说考功名了，整日只得东躲西藏，免得官府拿他。然后在3人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大的眼睛中，
那头牛吃了太多的仙草，得到成仙，白日飞升，被拜为金国太守，享尽了荣华富贵。喜知道追求的是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的这个过程，越复杂越好，越荒诞越好。目的是什么不重要，甚至有时候没有目的，就是单纯的玩人玩的欢喜。林七羽还在与第一真仙对峙，那老头笑意盈盈：“哎呀，我的七弟啊，你怎么这么严肃呢？笑一笑，你可是美丽与欢乐的化身啊！哥哥我啊，是来给你送法器，助你一臂之力的。咋还这么严肃呢？哎呦，你还觉得哥哥我会害你吗？”林七羽眉头抖了抖：“又是法器，上一次你说要送我一台绝美机械傀儡，双修功法乃是冠绝古今，容貌更是惊为天人。结果我带回去拆开一看，居然是一台伪装成人形的绞肉机。”听到这，千岁啧舌啊，心说这老头子也太狠了吧，还是不是人啊？不，老头道，上次那个我，不是现在的这个我，我乃千面万法道祖，在世间有千万个分身，有正道，有魔道，也有散修。这次的这个分身是正道修士，乃是负责收监你遗失法器的遗法检察院这法器，你肯定认得。说罢，那老头拿出了一个玉宝匣，这不是一般的宝匣，而是一个专门用来炼蛊的虫匣。林七羽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半生法器玉无边。七弟，你看，大哥对你好吧？一边说着，这老头一边伸手要把宝匣递给林七羽：“你过来拿吧。”林七羽看着对面的这个老头，微微一笑，又想骗我。刚刚那个5楼的监考员说了，说你在最后一层等我，结果我在这第6层就遇到了你。说罢，林七羽直接就不管面前这老头了，绕过他就往第7层走。你这第6层中心肯定布下了杀阵，只要我一靠近就会被困住，然后你就会哈哈大笑，说什么都告诉你我在最后一层等你了，弟弟你咋这么笨之类的话。林七羽绕过老人，走过了第6层和第7层的拐角处。在这里，林七羽拿到了最后一个塔内奖励，乃是一极品装备灵步履，效果是瞬移一段距离，强大的保命穿戴。然后林七羽就前去开第7层的门，结果门一打开，就见其背后乃是一堵墙，墙上写着哈哈哈，你上当了。林七羽回头，只见那老头头顶上第3只眼猛然睁开，笑道：“哈哈，弟弟啊，我就知道你擅长注意细节，故此专在细节中埋雷。告诉你吧，这塔就只有6层，往上没有第7层，我偏偏说有7层，就是耍你呢。”只见那喜之道邪修着香而成的第3只眼一看，千万法门，无尽道力迸溅而出。喜之道，迷魂万花筒。只见林七羽面前的石墙忽然高低起伏，砖石变化，周围的墙壁、石门不断上下翻飞，整个第6层变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万花筒。桌椅板凳、墙面时而升起，时而落下，变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迷宫。林七羽额头上的冷汗一出，就连他也分不清哪里是来路，哪里是出路，空间法则、重力方位皆是不断变化，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站在地上、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哈哈哈哈！嘲讽的笑声不断的在迷宫中回荡。林七羽刚刚向往前走一步，只见面前的地面忽然下陷，变成了坠落陷阱。林七羽立刻使用灵步履瞬移逃开，转头看去，只见陷阱中没有什么尖刺啊、飞刀之类的，反而装满了粪便，乃是一化粪池，就是玩，就是让你狼狈，好嘲笑你，享受欢喜。林七羽才刚一抬头，就见面前亭台上站了10几个机关傀儡，这些傀儡射出一根根巨大的箭矢。哈哈哈，就猜到你躲得过了。那空灵的笑声令林七羽恼火，但林七羽知道自己不能生气，自己越是狼狈，他就玩得越开心，反而让他如愿了。只见小沙龙迅速飞来，手中黄沙翻滚，瞬间将面前的机关射手全部消灭，道：“主人，我飞了一圈，完全找不到出去的路，前后左右的方向都在不断变化，该怎么办啊？”此时千岁跳了过来，气得一拳打到墙上：“该死的老东西，气死我了！”然后墙面忽然下沉，一盆凉水从上往下直愣愣地淋了千岁一身。千岁更是恼火，骂道：“我这就去镇中央咬死那混账老头！”一边说着，一边化为狐狸往前跑。结果不出30秒，千岁居然从来的路上绕了回来。小沙龙和林七羽都毫不意外。林七羽道：“等等，不要急，要思考，别横冲直撞。”小沙龙道：“这死老头真尼玛无聊。”千岁道：“不知道，感觉7位魔尊都挺怪的。”林七羽道：“我就很正常啊。”千岁半眯缝眼，正常人不会刚夺舍过来，1年的时间就1个老婆，5个妾室，不清不楚的女人更是多达30-40个。此话一出，林七羽直接拔剑刺穿了面前的千岁胸膛。好玩是吧？又来这招，告诉你，真的千岁从不抱怨我妾室多，想变招法当面骂我找乐子是吧？老子今天砍死你！就见面前的千岁忽然唤醒，
头顶开了第3只眼道：“小兔崽子，玩得真花啊，老夫还是见识少了。”接着，这千翠掐动法诀，第3只眼射出金光，将林七羽击退，随后消散。小沙龙疑惑：“这又是什么？”千变万化。林七羽道：“就和玉之道的古术一样，喜之道的核心法术是变化，其可变化为任何人，并完美掌握其所拥有的法术。”林七羽看着前方道：“千翠不知去哪了，我们往前走，3个人要同行，免得其又变成其他人的模样，戏耍我们。”结果一转角就遇到了熟人，就见晴儿居然在转角处一边挥手一边喊：“师傅，你怎么在这啊？这是哪里啊？”小沙龙一抬手怒道：“还来这招，找打！”然而却是被林七羽拦住：“不，千变万法道祖精通世间一切道法，自然包括传送法术。当他发现对手知道他会变化样貌后，便会传送来对手身边的熟人，而且是绝不可能出现在此地的熟人。待其杀之，发现杀错了人，痛哭流涕的时候，他又会跳出来嘲笑你的愚笨。”小沙龙皱眉，这糟老头子坏得很。那面前的晴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林七羽道：“所以我说不要横冲直撞，要动脑子思考。”就在这时，千翠又跑出来了，看着晴儿还有林七羽和小沙龙道：“你们是真是假？刚刚我遇到那老头变化为小沙龙的样子，想骗我。晴儿，他肯定不会出现在这里啊！糟老头子，找死！”接着，千翠飞扑而上，和晴儿打在了起来。小沙龙感觉脑袋要炸了，这千翠又是真是假信息太多、太杂、太乱，再配上周围不断变化，分不清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迷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千变万化，喜之道恐怖如斯。林七羽则是沉默了片刻。千变万法道祖最喜欢的就是把谜底写在谜面上，然后利用惯性思维，让你在错误的方向上使劲，以此来嘲笑你的愚笨，为自己的聪慧感觉到欣喜，从而不断获得喜之扭曲天道。林七羽闭眼沉思，仔细回忆每一句对话，注意到了几个细节。这次修炼共7层，6层往上没有第7层，他在最后一层等你。小沙龙化为龙形，林七羽翻身上龙喊道：“往下撞！”那小沙龙调转龙首，直冲而下，巨大的龙角在一瞬间顶穿了夹层，来到第5层也不曾有停下的动作。第4层、第3层、第2层、第1层，小沙龙不曾停止，继续往下。只听一声巨大的轰鸣，小沙龙洞穿了第1层的地面，紧接着来到了负1层。林七羽一边抚摸着小沙龙受伤的脖子，一边道：“辛苦了。”说完，林七羽抬头看去，只见那3眼老头盘膝漂浮在空中打坐，对林七羽的到来毫不意外。林七羽单手叉腰：“你这脑筋急转弯不行啊，看样子你是大哥众多分身中最弱的几个。”那老头微微一笑，将玉无边丢给了林七羽，随后笑道：“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呢？智慧、知识、变革，千变万法真仙，挑动着世间命运丝线的终点。”说罢，老头化作一道青烟消散了。小沙龙怒道：“这老头简直气死人，没头没尾的，他到底要干啥？为什么主人不用极域魔瞳看看他要干啥？没用的。”林七羽道：“喜之道的邪修，组织内部也在相互欺骗，用其他人做自己的棋子。也许他知道这个计划只是喜之道内部其他更聪明的分身或修士编出来欺骗他的。不管他们要干什么，只要这东西是真的就好。”林七羽拿出了玉无边，打开重匣仔细观察，确认是真的，没有任何机关，林七羽才心满意足地收下了。玉无边，玉之道圣物之中的首件圣物，可以用来存放玉骨及其衍生蛊虫。在玉无边的虫匣之中，是一片翠绿幽静、适合巨虫生长的美丽虫蛊。这虫蛊之内出生或炼化的蛊虫，体型和战斗增强 50%， 每隔1周能产出一只王阶的基础蛊虫。同时，玉无边可以使用蛊虫狂暴技能，让指定蛊虫在1炷香的时间内攻击性和战斗力提高3倍，用于配合林七羽在关键时间节点快速炼蛊或迅速突破对方的道心。林七羽得了这重匣，非常的高兴。待林七羽走出试炼塔，却是见最后的评分总分710分。外面的天骄们一片死寂，震惊，无法言表的震惊。如此高难度的试炼塔，排名前5的天骄没有一个人成功走过第5层。结果他不但走过了第5层，甚至走到了第7层，而且7层全是满分，第1层甚至超额完成了10分。这简直是开挂了啊！众人无不目光高望，若见天妒人愿之大才，一个个又恨又羡慕。却是见考官开门大喊：“下一位！”就这样，试炼继续，但往后的人再没有谁成功走过第3层。只见那些天骄一个个哭哭啼啼，出门就大骂：“那虎先锋怎么可能打得过啊？太夸张了吧！他力大无穷，速度快若闪电，分分钟把人打趴下。我的天呐，虎先锋3拳打碎我的天骄梦！”
每一个人出来之时，都只觉林奇宇在他们心中更牛逼了。第3层都这么难，那更上面的还得了？他是怎么得到满分的评分的？然而，更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就见一旁大门忽然打开，黑烟白烟2位公公亲自来到了林奇宇的身边，道：“不愧为少年英才，永宁州未来的希望。少年，此次试炼的头奖，非你莫属了。”说罢，他们拿出一精致宝匣，宝匣之上霞光熠熠，灵气傲然。待林奇宇将其打开一看，赫然是一仙器圣天幡。这仙器乃是招天众专为本次试炼准备的至宝仙器。待幡动时，彩光摇曳，灵台高起，天门洞开，千军万马奔腾起，旌旗10万斩魔修。林奇宇道：“当年圣法术保卫战，怒之道大军攻至树下，第一位招天众老祖，乃折断圣法术最大的枝叶，以催灵秘术招战死英灵10万，死守圣法术，后铸为旗，乃得名圣天幡。”2位太监微微一笑，相互对视。少年好眼力，此仙器世间无二，如若有朝一日，永宁州还需你保卫。林奇宇微微一笑，放心，我一定让永宁州过上无比快乐的美丽生活。说罢，林奇宇就离开了。林奇宇不敢随意使用圣天幡，人家都说锦旗10万斩魔修了，那不得把自己砍了。但林奇宇也不怕，欲知道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腐化能力强。林奇宇将圣天幡丢入了自己的宝匣玉无边之中，然后就是他的下一步计划了。傍晚时分，莫凡敲响了林奇宇的房门，走入门中道：“林兄弟，你今日所说可否属实？你不愿意纳柳若为妾，可否让我与她一见？”林奇宇注视着对方，微微一笑，只见其心中痛彻心扉骨与那异想天开骨还在缠斗，两者分别吃掉了莫凡2寸的天道气运。可见莫凡心中既有女神成了别人手中物的悲痛，又抱有女神还会回头来找自己的幻想。希望和绝望共存，所以2只蛊虫斗了一天，还是难分胜负。这时候玉无边的含金量就体现出来了。蛊虫的进化随机性很大，特别是2只蛊虫战斗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可能会练出与下一步计划不相符的蛊虫。玉无边可以短时间强化指定蛊虫的战斗力，让其战斗力翻3倍，从而确保最后胜出的是自己指定的蛊虫，进化出的蛊虫也是符合自己计划需求的蛊虫。林奇宇催动玉无边，只见异想天开骨全身泛红，战斗力瞬间暴涨，吞噬了痛彻心扉骨。4阶蛊虫卑微舔狗骨出世。那卑微舔狗骨形若阔鱼，却长若蟒蛇，透明的脑壳里面装着萎缩的小脑，仿佛是全身长满了无数虫子啃咬出来的孔洞，而这些蠕虫一半在孔洞中，一半在外跳动，又若全身五彩斑斓的透明毛毛虫。其一双触须五光十色，好似彩光灯一样，前后摇曳，似在为女神打 call。 中了卑微舔狗骨的莫凡心中只有女神柳若。林奇宇知道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了，于是笑拉门帘，将那小公主牵转溜了出来。那剑宗小公主早已没了骄傲和灵气，对林奇宇是言听计从。那对林奇宇含情脉脉的眼神，好似在看一个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的人，甚至为了讨好林奇宇，各种谄媚的话语说个不停。此时如果是正常人，脑海中的女神形象早已是灰飞烟灭，碎裂成渣，绝不会再将面前这残花败柳与自己的女神联系在一起。然而莫凡已经中了林奇宇的卑微舔狗骨，他就像是个傻子一样，只是看见自己的女神出现，就觉得自己应该献上一切，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我什么都听你的。然而柳若完全不理会莫凡，他就这样仰头看着林奇宇。主人，他是谁啊？是的，柳若早已神魂破灭，道心碎裂，疯疯癫癫，什么都不记得了。林奇宇一边摸着对方的头，一边道：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柳若却是说道：我只要主人高兴就好，什么人都不想认识，也不想知道。莫凡感觉晴天霹雳，一种心被人掏空了的感觉突然传来。然而他还是不走，卑微舔狗骨已经开始腐化，在他眼中还是觉得面前这美人是那样的圣洁高贵，而如此狂舔的自己又是多么的美丽快乐，一种扭曲的满足感在其心中产生。我不在乎，只要他能在空闲之余与我说上2句话，我就高兴了。此时卑微舔狗骨又吃掉了莫凡身上的2寸天道气运，失了6寸的天道气运，莫凡更是眼神迷离，心中无志。林奇宇微微一笑，舔狗的忠诚是这个世界最纯真的温暖，甚好甚好。他刚刚说的话你已经听懂了吧？莫凡道：他希望主人高兴，那么我愿意做任何事让你高兴，只求他能对我嫣然一笑。林奇宇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道：好好，你只管想办法让你的妹妹主动来找我，我加害于她，便能让女神对你笑一笑。
一听此话，莫凡甚至都没有思考，就答应了。夜晚，那莫凡回到家中，开始寻死觅活，时而割腕，时而上吊。莫心来回拉扯，弄得疲惫不堪，哭道：“哥，你疯了吗？就算今日试炼不顺，也不至于自杀吧？”然而，莫凡哪里还有气运之子的心神，早已被那卑微舔狗骨给害得无心无脑，道：“我才不在乎什么修为，什么剑意，我现在心中只有剑宗小公主、白月光、大女神柳若。”莫心瞳孔颤抖，他没想到自己曾经那般的剑修天骄哥哥，今日居然会变成如此。莫心道：“哥哥，那柳若早已痴傻，自甘堕落，卑贱若狗，连剑宗都将其放弃，不再承认其为剑宗传人。你天骄有才，前途无量，多少更好的女修爱慕于你，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莫凡猛然跳起，吼道：“我就要柳若，如果没有，你今晚就没哥哥了。”说罢，那莫凡向着墙上就撞了过去。莫心赶忙拦住，吼道：“够了！”看着哥哥这个样子，莫心眼中泪水大滴大滴的滴落。他怎会猜不出林奇宇已经设好了圈套，等着自己去跳。但哥哥自小照顾自己，当年一同外出闯荡，两人无依无靠，同苦同乐，多少次哥哥为救自己身负重伤。今日如若放弃哥哥，莫心后半辈子恐心神大乱。莫心道：“我去找林奇宇。”说罢便出了门。见妹妹出了门，那莫凡忽然又好了，其双手抱着脸颊，仰天狂喜：“太好了，女神马上就能对我笑了，对我笑一下，我死了都值了。”来到林奇宇的住宅中，只见林奇宇斜靠而坐，吊儿郎当。那哥哥心目中的女神柳若乃是趴在地上，林奇宇像是喂宠物一样，时不时丢出一块肉，让柳若爬过去捡来吃食。莫心道：“哥哥想要这条狗，你开个价吧，我看1000灵石差不多了。”林奇宇道：“哼，待有一日，你与他落得相同下场，可否将你也1000灵石卖了？”你……莫心想要发怒，却迅速止住，深呼吸稳定心神。不可上当，此人言语轻浮，却耳聪目明，虽不知其用何邪术，但行动方式颇有逻辑。他总是口舌相激，利益相许，待人产生情绪波动，便能一眼看穿，随后不断放大，令人神魂颠倒。就像第5层的那个试炼一样，只会乱人道心，真打起来，本姑娘3拳2脚便能教他哭嚎哀求，求姑奶奶饶命。见对方没有产生愤怒情绪，已经蓄势待发的琛骨和准备释放的极欲魔瞳停了下来。林奇宇一边起身一边鼓掌道：“好姑娘，好姑娘啊，年纪轻轻就能做到如此稳重，学霸女神，头脑聪慧，貌美如花，未来不可限量。”林奇宇那俊美的面庞凑近，眼神含情脉脉，似情郎拉丝道：“小姑娘，你有所不知，我其实一直爱慕于你。”谁知莫心直接一口唾沫啐道：“呸，下头男，滚，还我哥哥心神来！”林奇宇无语，看了一眼房梁上埋伏的痴情望心谷，那艳丽蝴蝶对林奇宇做了一个摊手的姿势，好似在说：“老板，你行不行啊？我没找到机会进场啊。”林奇宇转身一笑：“好好，不过我也得回应我对你的爱才行啊。这样，我们来打个赌，如果我输了，就还你哥哥心神；如果我赢了，你要与我双修，与我赌多少次都行。当然，你也可以随时离开。”莫心听闻此话，小姑娘何时被如此轻薄，面色一红，随后稳住心神：“哼，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耍诈？”林奇宇道：“这样最简单的抛铜钱赌正反面，铜钱由你拿，由你抛，这你总放心了吧？只要你能赢我一回，就能救回你哥哥，这么好的条件哪里去找？”一边说着，林奇宇一边将身上的法宝丢到了一边，徒留腰上挂着的一个玉貔貅，道：“我不识宝贝，与你10赌，分个雌雄。”只见那莫心手指翻转，将一枚铜钱丢向空中，却是落地一看，乃是背面。林奇宇仰头哈哈大笑：“哈哈，小姑娘，你输了。”此时林奇宇眼神锐利，缓慢靠近，邪魅的面容俊美的令人神魂颠倒。莫心却是感觉到一阵的恶心，他感觉自己遭了骗，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只见林奇宇将其推倒，不出片刻，莫心眼含热泪，心中悲愤，却又叹息。林奇宇转过头，不忍地说道：“你走吧，剑宗之天骄，知识渊博，清纯靓丽，今夜之事我不会说出去的。”然而莫心却是起身说道：“我今晚就是要救下我哥哥。”莫心轻抚自己胸口，叹息一口气，心中暗道：今日这般是为了救哥哥，本想以处子之身是将来的爱人，不料今日如此。如果一次不赢，这搬回去不是一无所获，徒失了身。既已不再纯洁，再如何又怎样？林奇宇的这个套路非常阴险。莫心本是清纯正直、自怜自爱之女，用打赌的方式抹去其清白。如果对方不赌，就救不回他哥哥，徒受损失。实际上本来就救不回来，
玉影要是能治好，玉知道就不是魔道了。如果继续赌，其就在脑海中将自己的清白逐渐物化了。既已不再是处子，再如何又怎样？这想法一出，就正中恶堕尸真骨的下怀。这恶堕尸真骨的一生极其传奇，它是林七羽炼的第一只玉骨，进化为琛骨。在悲痛欲绝骨时期，吃了气运之子故天明9寸天道气运，又在恶堕尸真骨时期，吃了天子墨9寸天道气运。那蛊虫从一旁的花盆中探出头来，其形若机关蛇，下身细，上身粗。蛇鳞越是往下越焦黑，越是往上越鲜艳，头顶双冠，同似毒针。双冠鲜红，却生出更艳的紫色爱心图案。在莫心称自己要继续赌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其后尾若弹簧，直将自己射入了莫心的后背。这天骄少女在不知不觉中，已然道心出现了裂隙，被这毒蛇缠住，开始注入巫毒。莫心一次次的向着空中抛却硬币，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受辱。林七羽又给对方下了一只缝赌币输骨，越输越赌，越赌越输。这个过程中，有着18寸天道气运加持的恶堕尸真骨更是大显神威。他开始逐渐期待下一次失败的时候，面前这个绝美的大帅哥还会耍出怎样的花样。最终，恶堕尸真骨吃掉了缝赌币输骨，练出了自清自见骨。而这个时候，那莫凡来到了隔壁的房间中，只见那柳若万分欣喜，笑颜如花。太棒了，主人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莫凡看见柳若的笑容，口水都已经流了一地。那我也高兴，我也高兴。此时，莫凡鼓起了勇气，向柳若直接表白了。柳若，我喜欢你，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你，接受我吧。然而，柳若却是道：你是谁？莫凡面色惶恐，我是莫凡啊，你忘了我啊？你刚刚不是对我笑吗？柳若道：不过是主人的任务罢了，我的脑海里只有他。听闻此话，莫凡感觉崩溃了。不是说好了要对我笑一个的吗？你难道不是因为我为了让你主人高兴，出卖了妹妹，而感觉到我对你的爱，所以对我笑的吗？柳若道：完全没有。如果抛开让主人高兴这一层不谈，你好恶心啊！这一刻，莫凡感觉天都塌了。然而中了猥琐舔狗骨的莫凡，却再也拿不出那一剑斩杀面前贱货的魄力。他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爱你，我爱你，你要怎样才能感觉到啊？我什么都愿意。听见隔壁传来了哥哥的声音，莫心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林七羽道：这隔壁什么声音？哥哥在这吗？林七羽微微一笑，想过去看看吗？去看看吧。大门一推开，莫心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只见自己的哥哥跪在地上，抓着柳若的脚狂舔，一边哭一边喊：不要！你感受到我的爱了吗？你感受到了吗？我为了你可以再出卖身边的女人，我的妹妹已经来了，我还可以骗更多的人来给你的主人当炉鼎。此时莫心的眼角溢出一滴泪水，道：哥哥，你不是要自杀吗？你骗我，这是你计划好的。此时莫凡蓦然回头，看着莫心那看垃圾一样的眼神，这一刻他忽然感觉到剧烈的心痛，柳若一脚将其踹翻在地，然后趴在地上向着林七羽的方向爬了过去。主人，摸摸头。莫凡眼中泪水滴落在地，他的最后3寸天道气运也被猥琐舔狗骨给吃了。他看着妹妹那委屈、可怜、愤恨的眼神，他忽然觉得自己好不是东西。只听咔嚓一声，其神魂被心魔反噬，道心破碎，倒在了地上。林七羽微笑着说道：又有一个备胎了，不错不错，这个气运之子乃是剑修天才，优先级比前2个都高，要是我又不小心死了，也来当个剑宗天才玩玩。听到这，莫心忽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自己和哥哥都被这个魔头给套路了。其转身想要拔剑，却已经没办法了。其可能输了太多次，现在一看见林七羽的脸，就会有很多不那么健康的想法。有着18寸天道气运加持的4阶蛊虫自清自见骨，其低语在其脑海中不断回荡。看看那柳若多么卑贱，你哥哥的狂舔比他还要贱，而你为了你哥哥自愿被人羞辱，你最贱。你是自愿的，想想吧，连输20次，你早就看出了对方在出千，只是你爱上了这种感觉，自己不愿醒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逢赌必输骨和恶堕尸真骨的双重影响。然而莫心不知道，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其实是那种女人吗？林七羽微笑着靠近，扶着对方的下巴。是的，你看不起柳若，实际上你连柳若都不如。没事的，没事的，放弃思考，我帮你清醒，把你变得和他一样。林七羽的手抚摸过莫心的脸颊，靠得越来越近。他那俊美的面庞和充满磁性的眼神，仿佛欲望的深渊。不知为何，莫心感觉自己就是提不起反抗的想法。他的右手就按在自己所负的剑柄上，随时准备拔剑斩杀面前的男人。然而他怎么也拔不出来，
只感觉心痒难耐。那自青自荐蛊乃是有18寸天道气运加持的4阶蛊虫，形若银环蛇，黑蛇身上每一指宽就有一圈银白色的圈纹，这圈纹之上的蛇鳞，每一个细看都是一爱心轮廓，写着一个个正字。花蛇缠绕在莫心的神魂上，不断的缩紧，同时其蛇身也在鼓动，毒牙不断的蛀咬着其道心。莫心脑海中全是被林七羽羞辱的画面，从今晚刚来时的厌恶，到逐渐扭曲的期待，再到欢喜与快乐。莫心发现自己爱上了那被羞辱的感觉。欲知道恐怖如斯，莫心的手再颤抖，怎么也拔不出剑砍了面前的妖邪。这就是欲知道的腐蚀吗？明明知道是错的，但犯错会带来的快感却是那样的难以拒绝，而坚守道心的代价又是那样的枯燥痛苦。选择就在下一秒，拔剑坚守道心会无比痛苦，不拔剑能获得强烈的快乐，但等待自己的就是被彻底腐蚀。你这魔头休要骗我，找死！莫心暴喝一声，其拔剑而出。静心剑，雀眼，欲从眼入，色从心生。这里的色指的是一切浮于表面的低级趣味。修行时需闭眼，物之色，眼不见，性则空。雀眼不是要敌人闭眼，而是以燃烧精血，让双目短暂失明，通过暴力斩断欲望侵入心神的路径，让道心稳定。那宝剑划破空气，血精灵气汇聚在剑身之上，浩然剑气直冲散了所有邪欲。其心中自青自荐蛊也被震飞而出，落在了地上。林七羽一个迅速后撤步躲开，对方拔剑的那一瞬，林七羽就知道这姑娘果真是性情刚烈，静心禅道之人，不好对付，都准备释放极欲魔瞳了。但对方及时使用静心剑，雀眼让林七羽没了机会。但对方显然也非常疲惫，倒不是身体受了多重的伤，而是心灵十分疲惫。莫心心中后怕，好厉害的魔修，完全不是普通的预知道能比的。玉骨的使用和配合出神入化，将我对哥哥的情倾描述为我人格的卑贱，将正常的生理反应诡辩成沉迷鱼水之欢的堕落。如果我顺着他的思路走，就会自己得出自己是好色之徒的结论，我的下场就真和哥哥与柳若无异了。林七羽冷笑一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别忘了这房间中我们可是3打1。只见柳若和莫凡已是被腐蚀，两人同时从狗爬姿势恢复站起，拔出手中宝剑。剑宗青年1倍的天骄内战再次打响，那柳若率先出手，腰间细剑清泉剑瞬击而出，涌泉一式，喷涌。那剑气若清泉甘露，在春晓破冰而出，缠绕细剑之上，直向柳若刺去。这一剑速度非常的快，伴随着柳若的狂吼：哼，无福之人，此般极乐，仙尊恩赐，竟不知消受，安敢在此胡闹？莫心的反手持剑，眼不见，却耳更明。静心剑，斩邪。其正气浩然，灵气交辉，白光剑气刺穿水流灵气，虽正被柳若的剑刃所格挡，但那纯白的灵气却震颤其全身。只见柳若那与其神魂相融的心魔，以一人形黑影的形式从其体内被震出。那黑影双手抱头，发出凄厉如尖刀剔骨的尖叫，随后又缩回其体内。柳若身上没有半寸伤口，却仿佛是被震麻了一样，半蹲伏剑跪地。林七羽微微一笑，厉害厉害，这剑法能斩心魔，越是道心坚定，对心魔的伤害越高。还好提前发现了你这个大麻烦，这场试炼真是天助我也。我之所以留在这不走，就是为了提前清理你这样的人，防止后续大军入侵时踢到铁板。林七羽右手掐诀，小沙龙被通灵而出。那龙娘起身跃起，手中金光黄沙汇聚，交织而成一股狂风，化为龙形。那小沙龙龙爪破沙而出，莫心反手拔剑，静心剑吸魔。那灵气汇聚，交织出一股耀眼的圣光，却被小沙龙的龙鳞所阻。沙尘暴的声音特别大，已然什么都看不见的莫心本就只能靠声音和气流辨别方向，在暴风沙眼中无暇他顾，所以他判断错了，以为攻来的是林七羽或哥哥。小沙龙属于妖兽，不属于邪修，不吃静心剑法的伤害加成，龙鳞又坚固异常，这一抓直接将莫心按翻在地。还没完呢，莫心亮出了他最后的底牌，其背后剑匣忽开，灵气交织，天阶剑意、天道古剑意、荒芒剑意出世。只见一股极其古老的霸道剑意迸溅而出，其内含从荒古而来的剑气，在空气中交织成一柄苍茫巨剑，其上无数岁月斑痕，皆诉说着古老的纯粹剑道。我要杀了你们这两害人精！那剑气向着林七羽与柳若的方向砸去，却是见一股清凉剑气自下而上来。莫凡高呼：休伤我爱！哪怕他骂我打我，在我面前与其他男人欢喜，我对他的爱也忠贞不变，真爱无惧，舔狗无敌。你无敌个屁！莫心眼中血泪溢出，
他深知这一剑下去，自己就真没哥哥了。即使他知道，现在这个已经是被预知到彻底腐蚀的哥哥，已经是残躯一具。古老的纯粹剑道掺杂了心软，不再纯粹，威力大减。只见莫凡破开巨剑，紧接着就是对莫星拳打脚踢，边打边骂：“你找打，你找打，想杀我女神！”莫星感觉自己心死了，他抱头痛哭：“我那般对他好，他却只想当舔狗，还害得家人遭殃，我却下不了手杀这废物，我怎么这么贱啊！”这一哭算是彻底完了。却演的效果正好到时间，丧失最佳反杀机会的莫星更是心灰意冷到极点，一直在找第二次机会的自亲自剑骨再次钻入其体内。咔嚓一声，其道心破碎。3更时分，林奇雨笑把套着项圈的莫星与柳若牵转回了房卧。第二日清晨，林奇雨整理好衣服出了门，他无暇美人良辰，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招天众除去给予天骄天才地宝助力修炼以外，还有其他布局，自己只是摧毁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还有下一个要去突破。林奇雨来到了永宁州北的紫金阁，此地乃是永宁州最好的清水山庄，相当于5星级豪华酒店，却是在门口就被拦住。只见的灵关外2名修士拦路道：“此地乃是招天众钦差专员下榻重地，外人不许随意出入。”此时那绝色美妇笑容如春，缓步走出，金步摇铃声清脆，严厉的腐蚀速度非常的快，其已燃着相，免得异常艳美，眼若春水，涟漪拉丝。看着林奇雨这绝色帅哥，丝毫移不开眼，道：“进来吧，这是我等要来的客人。”听闻此话，2位修士只得放行。入门之后，那严厉忽然一转画风，表情严肃，庄严开路：“你这娃娃，没事来这干啥？有什么想干的，速速说来，干完再走。”紧接着一进接待室，已然被色欲彻底腐化的严厉，乃是动若狂兔，似豺狼虎豹，等待良久，不再压抑。林奇雨斜躺卧在那沙发上，严厉则是点燃了烟枪，一边抽烟回味，一边道：“主人，来此也不提前说一声。”林奇雨则是笑道：“当然是为了更重要的事了。你们的灵官派了这么多人，绝不单单是为了给天骄发放资源这么简单。”严厉笑道：“主人果知天地深浅，一探便知，我也是才知道。公公们的下一个任务，乃是要修筑一条防线，名曰灵峰防线。那筑垒地带迟早要破，现在不提前准备，要坏事。”林奇雨笑了，明白了，谁来负责修筑的工作啊？严厉道：“还能是谁？白烟和黑烟2位公公呢？”林奇雨微微一笑：“好得很，好得很。欲望之主，能察世间一切邪欲。”林奇雨早就看出第一关自己的难度是超标的。主办方剑宗不满自己将其小公主纳为妾室，刁难于自己，但剑宗不满和出题人有何关系？那肯定是背后有交易。既然2位公公愿意为了钱刁难青年才俊，那就也会为了钱降低防线，修筑标准。那林奇雨只需要放大他们心中的欲望，让这个标准低到有和没有毫无区别，就彻底掐灭了永宁州最后的希望。林奇雨起身便向着山庄内走去。山庄豪华清凉亭内，2位公公正饮酒作乐，酒桌中央摆放着一木盒，木盒中2只蛐蛐正斗的欢声。小二上前倒了2杯酒，2位公公立刻便喝了。喝完之后，2人开始吃糕点，却见餐盘一开，其中还是放着2枚纳戒。接过一看，里面赫然是放着50万灵石。对2位公公来说，50万只能算是说的上话的入门价。其后2人同时转头看向这小二，却是见这小二赫然是林奇雨假扮的。2人倒吸一口凉气道：“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林奇雨微微一笑，春风和煦道：“2位公公好雅兴，这么快就忘了我了。前些日子那永宁州第一天骄的奖励还是你们给我颁发的呢。”听了此话，2人对视了一眼。哪里来的野小子？黑烟话还没说完，白烟已然拉住黑烟手腕，低声道：“雨华宗圣子，有钱有钱。”哦吼吼！黑烟笑道：“原来是钱公子啊，我姓林。林公子打扮得这么低调，都差点没认出来。”林奇雨道：“我要说的是，只能穿着这衣服来。”白烟和黑烟轻车熟路，碰了一下眼神，已然心领神会。不知林公子来这为何啊？我们不懂啊。一边说一边收了那戒。刚刚那2杯酒不是一般的酒，是林奇雨专门炼制的毒酒，用醉无酿炼制，下了从玉无边中养出来的巨型贪污腐败蛊。这2位公公此时已然酒气财迷入魂，本就无比庞大的金钱欲，现在已经是胆大包天。林奇雨道：“我们雨花宗对铸材炼制颇有心得，卖药材的要改行卖建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这不重要，卖啤酒的改行研发青霉素，照样有专家出可行性报告。欲望就是这么魔幻。重要的是林奇雨的后半句话：玉皇大帝要龙王下雨，10寸3点。龙王想了个好办法，
在低洼处降雨，水深自是足，多出来的雨不就想下哪下哪了吗？好，白烟拍手竖起大拇指道：果然在行，不知这雨怎么下？林七雨道：我已有设计图纸，公公且看。接过来，白烟和黑烟对视一眼，皆是拍手称赞：好好好，真是大气磅礴，有气吞山河之势。欲知道的核心教义是美丽与欢乐，其中可不包括力量和坚强。所以别看林七雨画出来的防线建筑美不胜收，实际上一点都不实用。完事后，林七雨回到雨花宗，土木牛马晴儿又被林七雨拖出来白嫖了。林七雨张口就要对方准备30万匹用秘术灵灰铸造的砖头，晴儿差点原地昏厥，道：师尊，你别吓我了好吗？林七雨道：欲为天上帝君，先做打工牛马，我给你想个法子。说罢，林七雨拿出了一块黄泥，细线一切，方正成3块。林七雨道：这不就对了？晴儿皱眉，话说师傅，这玩意连普通砖石都不如，有什么用啊？林七雨笑道：已知他们拿了我的图，那图精美异常，能得朝天众赞誉；又已知他们挥霍无度，却贪权夺利，他们定会大吹特吹，将这防线建设说成自己的功劳，求财又求名，还做白日梦。我会给他们弄好端过去，我们只需弄出动静，做出再见的声势，拖延时间，待其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死局了。我不怕，是因为进攻方的军队是我的手下和队友，他们则里外不是人，我会亲自杀了他们，拿回那50万。晴儿吐槽道：这50万有毒，拿了50万的人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关键是师傅你每次还都能收回来，然后再去害下一个被利益迷了眼的人。林七雨夜晚回到家，关门一瞬，只觉背后寒气压人，血眼忽现。只见此时的夏文玉已是重度着香，其头发变得惨白，双瞳孔血红，全身的肌肤变得无比的嫩白，甚至能与婴儿不相上下。大大的眼中满是宠溺，仿佛是看见了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至宝。小舌头与唇红艳的刺眼，舔着自己的唇。夫君，你回来了，你可让我好等啊！没有夫君的这些日子，我对你可是日思夜想。今日夫君可算是回来了，既然回来了，那就多住几日，别急着走嘛。声音娇弱无力，却充满了一种癫狂的穿透感。林七雨眉头抖了抖，心肝一颤，却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转身就跑，而是缓缓地拉回了门栏，将大门紧紧地锁住，道：夏文玉，你先冷静，冷静下来，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只见夏文玉越靠越近，唤出了丹炉，那丹炉之中，焦黑充满紫色魅惑气息的丹药滚滚而出。魂玄丹，一种由夏文玉结合炼丹术和合欢宗功法炼制的毒丹，此丹性凝，吃下的人将陷入一种难以遏制的迷乱状态，效果非常猛。而夏文玉足足准备了一丹炉这样的丹药。夏文玉一边靠近，一边笑得越来越温柔，但人却也变得愈发疯癫。夫君，累了就先吃点丹药，多补补，补好了你就永远不要走了，咱们就留在这，1天2天100次200次，直到永远。夏文玉的双手捧着自己精致的脸颊，嘴角笑得几乎裂开，眼中只有林七雨。紧接着其直接飞扑了过来，那香唇咬着魂玄丹，就要直接喂给林七雨。林七雨迅速闪身躲开，这一扑夏文玉砸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其一个不小心吞下了丹药。然而吃下丹药的夏文玉压根就没什么变化，原因在于其对林七雨的爱已经比丹药的效果还要颠的程度。夫君又要玩你躲我藏吗？今晚你哪都别想去。林七雨的右手缓慢抬起，灵气迅速的汇聚，周围地面上的藤蔓破土而出，结果才刚刚困住夏文玉，就见夏文玉周身燃烧起一种邪魅的紫色火焰。夏文玉在过去的近1年时间中，实力突飞猛进，已经能完美适应自身的天火和天水灵根。其自行将自己炼丹的灵火与合欢功法结合，开发出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火焰——欲火。这欲火难以熄灭，烧在藤蔓上，就见这些藤蔓瞬间僵硬，并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大红花。植物开花是植物进入繁衍期的表现。夏文玉双手扶着面庞，赤红色的眼中只有林七雨的面孔，白发无风自动。夫君，夫君，好调皮，我好喜欢。只见欲火熊熊燃烧，向着林七雨的方向就围了过来。林七雨迅速使用灵步履效果，瞬移出一段的距离，却是见夏文玉左手汇聚灵气，一股汹涌的水流向着林七雨的方向仿若是水枪一样的喷涌而来。晴水，夏文玉将自己的天水灵根与合欢术结合创造的道法。林七雨立刻通灵出蛙飞，蛙飞出现之后挡下了这翻涌的水流，就见水汽弥散消逝，逐渐渗入蛙飞的体内。就算抗毒性强弱蛙飞被这水流击中，也宛若触电一般，全身痉挛，骨软筋麻倒在了地上。林七雨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心说这夏文玉在自己不在的这些时间里，精进速度怎会这么快？
吞了一口唾沫的林奇宇刚刚皱起眉头，就见夏文玉再次飞扑而来，像是八爪鱼一样的死死地缠住了自己。夏文玉直接一口吻了上来。林奇宇终是不敌自己这个老婆，没能成功的跑掉。这一夜，林奇宇完全没有1毫秒的休息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仿若是枫叶落入碧水潭，深不见底的不断往下沉，直到被彻底淹没。第二日，林奇宇算是逃出了魔窟，而夏文玉又终于恢复了正常。逃出来之后，林奇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批被预知到腐蚀的邪修已经进入了这香的2阶段，进入了癫狂期。夏文玉沉迷的是爱欲，是对自己的爱，开始偶尔出现病娇少女的状况。这对林奇宇来说是一个警告，他的时间不多了。林奇宇让晴儿去找2位公公要来的战线图，一边拉开地图，林奇宇一边讲解起了自己详细计划的细节。很快，永宁州就会大规模出现被狱瘾折磨到疯癫的信徒，完全无视道德和法律法规。届时，我们将更难指挥下面的信徒。而这个时间节点，我是算好的。我们大规模开始发展教徒的时间是春季，这些信徒就会都进入癫狂期时，也就到了冬季。我们必须保证大规模入侵的时间点在冬季正好发生，全面入侵的效果才能达到最好。晴儿道：师傅，我不明白，现在才初秋，还有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林奇宇道：南部的怒之道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北部的巨之道。北部是高原寒带气候，不要觉得高原就一定冷，实际上由于海拔较高，所以他们的日照会非常强，也就是冷的时候非常冷，热的时候在太阳直晒的地方会非常热。故此高原地带4季分明。初春叫解冻期，此时冰雪融化，道路显现，可以大规模行军。夏天被称为翻江期，无法行军，在于冰雪完全融化，高原海拔较高，缺少植被，会迅速形成大型泥石流阻断交通，向南翻涌。红军城就建在泪河的冲击平原上，再往下就到了我们的地盘，形成沙漠暗河与泪湖。秋季被称为冻土期，这时温度跳崖式下降，泥浆被冻成冻土，水分被固定，可以行军。冬季被称为冰封期，恐怖的白灾会将温度拉到零下数百度，冻死开阔地带的一切活物，大雪封山，无法行军。晴儿点头，我明白了，我们看似有4个月，实际上只有1个月时间了。一旦冻土期巨之道打不下筑垒地带，就要等来年开春了，战术组合就会又出现脱节。林奇宇翻开地图，仔细地观看了正道这边高层才能看见的地图，这点很重要，因为正常的圣法地人是不知道交界地战况的，他们还在说红军城不重要。实际上红军城破之后，交界地被磨到完全控制就是时间问题。双方现在在争的是筑垒地带是今年被啃下来，还是明年被啃下来。而林奇宇的战略布置已经 all in， 今年啃下来了，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打开准确的地图一看，南部的情况势如破竹，但重要的北线却是被十分缓慢。北线最大的3座堡垒燕家堡、天玄堡、胡林堡全部都还在，一座都没打下来。林奇宇重重地叹息了一口气，拿出了一块水晶人眼，这是3位魔尊用于通讯交流的，向其中注入灵气，就见聚魂可汗出现在其中，道：七弟，你怎得想着给4哥我闲聊来了？不知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妹子打不过，要哥哥来帮你？林奇宇面无表情，推到哪了？聚魂可汗道：哎，前线宛若长山之龙，畅通无阻。林奇宇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地图道：这是什么？我希望是假的。秦儿气鼓鼓地上前一步说道：哼，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忙吗？为了侧应你的进攻，师傅专门选在翻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去灵沙重新集结御之道，给你留了整个冻土期的时间发动进攻。永宁州这边拖住女帝的步伐，谋害正道预备队，扰乱新防线修筑，已经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给你创造了极佳的进攻条件。弄成这样，你好意思吗？这就好比下路野区1拖3，打野跑去偷个小龙，结果还打不过。如果这真是打游戏的话，林奇宇高低得来一句：举报我方人机打野。聚魂可汗的脸瞬间就僵住了，叹息一口气。北线进攻不顺，3座堡垒的守军异常顽强，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顶着严寒与我等誓死鏖战。他们已经做好了被冻死在堡垒中的准备，不要命也要拖到冬季，将交界地的战事拖到明年。周围的小型堡垒都深受鼓舞，也不再恐惧，变得十分难打。林奇宇知道4哥的难处，巨知道的法器会随着敌人越是恐惧，战斗力越强。一旦对方铁了心要和你死磕到底，不怕死了，巨知道的战斗力就会断崖式下降。林奇宇道：需要我来帮忙吗？聚魂可汗道：不需要，七弟只需等我好消息便是。对了，你那斐济圣杯还好用吗？不必感谢4哥，不必，一定不必。林奇宇自是听得懂对方的话中的意思，道：
我争取1周之内到，记得派人来接我。北边崇山峻岭，白雪皑皑，荒芜异常，没向导，很难找路的。结束通讯之后，林七宇开始运作了起来。前文说过，预知道的分支中，贪污腐败者也位列其中。在秘密教会的跳大神鼓动下，一场由林七宇策划的永宁州支援计划被确定了，将由永宁州出发，沿临风走廊向东北方前进，为北部筑垒地带的3大堡垒送去物资援助。计划开始快速推进，3天后，一支庞大的队伍开始从永宁州的北部进入临风走廊。临风走廊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狭窄的山谷，但实际上其被称为走廊是相比800里冰川雪原、800里巨峰群山，在地图上显得和走廊一样狭窄。其本是一片宽阔的阶梯平原，金秋谷海千重浪，遍地农家喜开宴。落霞西下晚风柔，家家灯火照炊烟。好一片秋收风貌，农月繁忙，忙中有喜的好风光。晴儿骑着白马走过，一位农家娇女走上前，将一个热腾腾的炊饼递了过来，道：姐姐，你们是去东边打磨道的吗？这个饼你带上，一定要赢哦。晴儿忽然想起了灵沙地道中给自己和魔道修士送食物的灵沙老百姓。这个世界真是太魔幻了，立场一变，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就会时而是英雄，时而是魔鬼。但晴儿于心不忍，她看着面前这片金灿灿的秋收之地，面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一旦筑垒地带被攻破，下一站就是这里。这梯田地形完全无险可守，战线一旦拉平之后，连圣法地的主力都不敢在这种地形上驻防，这些人都会被放弃。现在此地多么和谐宁静，战火烧来时就会有多恐怖血腥。所有的房屋都会被焚尽，那些金色的麦田会化为焦土，一个个灯火家宴中团聚的家庭要面临生离死别。面前的这个小姑娘呢，如果长得漂亮点，估计会抓去当炉鼎，但她长得着实一般，会被怒之道斩下头颅，血祭血地，还是被巨之道切成一个个器官，做成灵魂遭受永世折磨的血肉法器。晴儿崩溃了，喊道：跑，快跑，现在跑还来得及，别信什么红军城不重要，别信什么筑垒的带挡得住。队伍中的人都转过头看着晴儿，小姑娘则是被吓得转头就跑，抹着泪踉踉跄跄地逃开。林七宇叹息了一口气，道：天色不早了，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下吧。夜晚，林七宇来到了晴儿的身边，昏黄的烛火下，晴儿捂着头道：对不起，师傅，我今天没忍住。林七宇叹息一口气：你不应该向我道歉，而是那个小姑娘和她的家人，跟我来吧。说罢，林七宇带着晴儿来到了一座农舍边，就见3个地灵官的士兵正在搬运掩埋尸体。晴儿不敢置信道：喂，为什么？他们不是正道修士吗？林七宇道：是啊，所以他们要防止失败主义情绪蔓延。筑垒的带要垮了，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当地民众知道了会怎么样？恐惧、愤怒、死前及时行乐，这些情绪会给魔道提供更多力量。当地老百姓不是傻子，明白人都知道红军城很重要，红军城倒了，连锁战线崩溃后，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他们不敢说出来，说出来就会被秘密清洗掉全家，跑又能怎么跑？没了田地和家，也是颠沛流离，九死一生，不如和家人过好最后一个丰年。晴儿被林七宇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她跪在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开始恶心干呕，不是因为看见死人，而是大脑宕机。晴儿是个聪明的人，认为只要思考就一定有办法，而面前的这个难题让她接近崩溃。如何才能救所有人？如果想要救这个村庄的人，那么魔道就不能西进。如果不西进，不烧毁惩罚术，那灵沙地下那些和刚刚那些小姑娘同样年纪的孩子，他们就该死吗？双方讲和可以吗？让师傅和魔尊们退兵，然后惩法地的人自己点把火把惩罚术烧了。晴儿自己想着都觉得可笑，惩法地的人会接受吗？答案是不能，从自己经历的细节就能看出，比如惩法地极度的内卷，战争英雄李江和河童城的窘迫，太监的贪污腐败，平躺山员外和双烟镇的员外一毛不拔。昭天众极其支持他们的土豪绝不接受把资源和财富分出去，他们连自己人都不分，更不要说不是自己人了。他们的回答是：末法之地，众生愚蠢，不识正道法门，该遭此劫，发动特别伏魔行动，剿灭了这些魔道。但问题是，剿灭的了吗？魔尊可以无限夺舍重生，其力量来源于扭曲天道，其更像是扭曲天道给世人的一个警醒。末法地人贫穷与战乱的问题不解决，极端情绪就不会被安抚，魔道的力量源泉就不会消失，魔尊就死不掉，魔道也杀不完，杀了立刻又会有新的冒出来。晴儿想到这里，额头上的冷汗刷刷的就往下流。师傅，我说一个推测，交界地的战争影响非常大，想要推翻昭天众的人正在搁置争议，被动组成一个军事集团，并且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
圣法帝那边发放稀缺修炼资源，组织试炼，清洗掉与主流不合的声音。说明晴儿说在这里，直接趴在地上又吐了起来，实在是说不下去了。林奇宇道，说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矛盾不可调和，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往后还会死更多人。晴儿木愣住了，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却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解决办法。林奇宇只是默默的等待，他希望晴儿看清楚这个修仙世界的黑暗过后，能默默离开，做个散修，逍遥自在，但又希望晴儿不要离开，他的领悟力非常强，甚至比自己推测出结构性矛盾与现有世界秩序不可持续时还要冷静。晴儿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师父，我们继续前进吧，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我有一点还是有些觉得难受，比如天宝医圣这样的人，他们并不坏，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是魔道，所以要消灭我们，想要保护永明州。你是怎么做到杀他的时候心里没有负担的？林奇宇道，我尊敬天宝医圣、天子墨星，因为他们聪明强大，道心坚定，所以才要用最残忍的方式消灭、折磨、腐化。我厌恶匪芹、剑子兰、青梅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愚蠢、自大、自以为是，害人害己，所以我会纵容他们。纵容是对敌人最大的轻蔑，赶尽杀绝才是最大的尊敬。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只有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只有不满招天众所谓基于正道的世界秩序的人和想要捍卫这个秩序的人。我们都已选好了自己的路，并且做好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准备。听完此话，晴儿起身开始与林奇宇复盘现在的战况。我们已经快走到灵风走廊再成法地的尽头了，再往前就是末法地了。我已经猜到师父要干什么了。林奇宇点了点头，是的，如你所见，严厉将那些人道心间定凿，以标记好，选他们来就是要暗中干掉他们。回到营地，此时一位俊美少年正在吹箫，箫声渺渺，如泣如诉，似在为这金秋福瑞之乡即将被战火焚灭而悲痛。此人乃是天骄试炼的第3名刘轩，而一旁是他的道侣第4名余英。那女子生的英姿飒爽，剑眉星目，眉宇间若尽是坚毅果敢，若换上戎装，定是傲立雪山，抵御外寇之雪山玫瑰。其站如松，坐如钟，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一股生人勿近之气。再配上那绝美的面容，让人有一种想要仰视的冲动，忍不住升起爱慕之心。余英心中有一团火，其目光灼灼，眼神锐利，一拍桌子，起身道：都哭丧个脸干什么？我们是要为筑垒地带送辎重，地灵关只要守住，魔道就进不来。刘轩却是道：交界地已经守不住了，人人皆知。我等一行，除去你我，林奇宇都是评分较低之人，此次东出更是凶多吉少。一旁的一位天骄道：是啊，红军城破之后，没有一条战报再传回永宁州，明显是在管控预期。我们要送辎重的堡垒，现在在不在都是一个问题。此番前去，不是送死吗？此话一出，众人更是哀叹声一片。见此情景，余英恶狠狠地瞪了自己的道侣一眼，心中颇为不满。林奇宇抓住了这个机会，上去一只手搭在少女的肩膀上，将剑一丝千古下在了对方身上。随后林奇宇高呼道：诸位，天下大事，人未可知，众人日哭夜哭，可曾能将那魔道哭死否？我等率兵前往，就是要退其锋芒，一战定乾坤。晴儿不由得在心中赞叹，不愧是师父，红军城破之后，交接的已经不再适合防守，此时悲观之人才是理智的，反而是觉得还有机会的余英是不理智的。他一眼就看出了谁是最容易被蛊惑，道心已经动摇的人。听见林奇宇这句话，显然没有什么军事常识的余英对林奇宇刮目相看。谢谢你，我就知道还有办法守得住地灵关，我们继续前进，剿灭魔道，还我太平盛世。此时刘轩皱眉，心中暗道：这林奇宇有问题。刘轩心中颇有微词，他发现了一个疑点，道心评分有问题。我和前4名的评分着实与道心坚定评分相符，而林奇宇参与试炼之后的评分就开始出问题了。比如现在情况如此被动，周围的人都很冷静，说明他们道心都很坚定，但评分却很低。排在林奇宇前面一共5个人，其中1人道心评分较低。然后莫凡疯了，莫星性情大变，曾经的天骄学霸如失心疯一般，变得痴痴傻傻，不要脸也不要尊严，要倒贴林奇宇，给他为奴为婢。这种怪象还大量出现在上一次和林奇宇外出的幸存者身上。剩下的2人就是我和余英，而他外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离间我们夫妻。这人好是阴损，简直是我见过的最毒辣、最邪魅之人。周围的人被林奇宇说的无言以对，纷纷中招，道心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动摇。太惭愧了，难怪我们道心评分低，我们与林少的正义、大义完全没法相比。哎，我们太胆小了，一会儿见了魔修，
我等定要与其决一死战。对，保卫帝灵官，消灭所有邪修。见情况要失控，刘轩拍案而起，道：好一张利嘴，我等要去送辎重，为何要与魔修决一死战？你这话虽正派，却处处偷换概念，将我等行为引导向与目标相反的方向。现敌众我寡，如若硬碰硬，辎重不但会落入魔道之手，我等还会白白送死。你该不会是魔道，且早就与交界地魔修暗通款曲，要谋害我们？林奇宇微微一笑，心说还有个聪明人啊。林奇宇一身正气，拱手道：刘前辈，此言差矣，我也只是被余英前辈德化所感动，想要为天下苍生做点事。既然刘前辈瞻前顾后，大可离开，休要在此扰乱军心。见一丝千古立刻明白了老板的意思，开始暗中配合林七羽。见一丝千古蝶翼扇动，花粉迷乱，甜蜜欺人，黑白颠倒。此时余英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的道侣是草包一个，贪生怕死，反而是这俊后生英勇无畏，大义凛然。余英冷哼一声：刘轩，你现在就滚，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此时刘轩才意识，刚刚的对白中，林七羽已经依靠道德绑架，扭转了画风，将自己的理性分析描述为了贪生怕死，他劝人送命的鬼话，反而像是正道刘轩默默的转身，在一旁坐下，不再争吵。林七羽其实在等刘轩与余英吵起来，这样他们夫妻之间的间隙就会越深。越是情绪失控，林七羽越能诱惑人自我毁灭，将他老婆练作傀儡炉鼎，天骄女侠变成卑贱烂肉，而他将曝尸荒野。一计不成，林七羽也不着急，只是转眼间就有了新主意，等待着下一次机会。但要让刘轩死得极其悲惨这个目标，林七羽已经下定了。越是聪明不上当理智的人，对林七羽威胁就越大，威胁越大，林七羽下手就会越不留情。一夜过后，众人继续前进，只见沿着临风走廊越是往前，那海拔越高，金灿灿的麦田逐渐被薄薄的一层白雪所取代。忽见前方得一客栈，烟雾飘渺，银装素裹，煞是美丽。林七羽立刻笑了，道：诸位，此去往前恐难有人家，不如在此地吃饱喝足，休息片刻，再行上路。此时众人才发现腹中饥饿之感已经油然而生，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末法地与圣法地的交界线，辟谷失效，灵气缺失，饥饿与寒冷开始在所有人心中蔓延。此时一间温暖舒适的客栈，宛若是满足一切欲望的诱惑，如鱼饵般在于目前摇晃。客栈大门敞开，一绝色美妇迎了出来，身后女子更是一个比一个美艳。如此多的绝色美女鱼贯而出，娇笑打闹，若莺莺燕燕春晓报喜。黑丝高跟大长腿，娇俏粉唇迷人心，娇额粉黛身材辣，若隐若现薄衣轻。那少妇更是雷大臀圆，前凸后翘，叼着烟斗，一边吐着烟圈，一边道：诸位官人，哪里去？再往前可走不得了。动土已至，那雪线过了山腰，神仙难过，万万不可前往。不如在我这小客栈多睡几日，早日往回赶吧。一听此话，背后数十美艳小妹乃是一拥而上，连拖带拽，要把众人给往回店里拉。来嘛来嘛，官人吃饱了，好上路。小店虽不大，房间却不少，大房温，户型好，炉火烈，干柴烧。此地温暖，外面苦寒，天赐宝地，怎的想走？进了店，美味佳肴统统上来，香甜白肉包子配上肉夹馍和骨头汤，光是香气就令人沉醉。刘轩发现了疑点，店家入门的墙上都会挂上菜牌，什么红烧肉啊、清蒸排骨啥的，但菜是不点就上的。挂菜单的墙上挂满了一个个好听的女子花名，什么小凤、甜甜、毛毛、西妹、大大飞。那美妇人上前，笑容妩媚：官人，那墙上的菜要等吃饱喝足才能点，不如你这先尝尝这包子吧。林七羽眼神锐利，看着刘轩，冷笑一声道：怎地，前辈第一次离开圣法地，没见过，看上眼了？老板，没看出来，我这前辈不知人名与人对不上，颇有疑惑吗？此时那些绝色美人一个个上前，纷纷开始自我介绍，甜言蜜语，前拉后拽。余英看着刘轩，心中更是愤恨。然而懂行的早已偷偷跑出了队伍，绕到了后院。正是那位说我们是不是去送死的吗的天骄，其心中窃喜，好去处好去处，此前凶多吉少，倒不如先享受享受。其一入后院，心瞬间寒了，只见后院密密麻麻丢着一地的干尸，那些男尸个个枯瘦如槁，只剩一层薄皮，一动不动。往上看去，这后院连接着山洞，山洞早已挖空，数以万计，更加绝美，更加妖艳的美人，个个似鸡狼恶虎，一双双好似要吃人的目光全盯着自己。林七羽看着桌上的菜，
道：“诸位，我要去一趟厨房，我带了不少食材，给诸位做个饭。”一边说着，林七雨一边向着后院走去。到了后院，就见一位队员已经成了一具干尸。林七雨也不惧，笑道：“你们有多少人？这么快？”那些莺莺燕燕早已围了林七雨，道：“姐妹们，休要争抢，来了个更帅的，我第一个来。”然而林七雨只说了一句，就把所有人镇住了。末法地与圣法地的物价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圣法地娶个老婆彩礼能达100万，普通少女也要50万起步，但一个包子最多2块零食。但在末法地战乱四起，国乱岁凶，一个包子要50万，但一个妙龄少女不到2块就能买到。故有自以为聪明者会重金买包子，偷偷走线，过了边境到末法地求欢，想着用在惩罚的娶一个老婆的钱来末法地体验一下3000佳丽的皇帝生活，此乃色胆包天。合欢宗大可在边境线上建立旅店，以妖艳女子勾引之，一旦入住，吸其元阳，夺其灵根，占其财宝，肉皮磨了做饼，骨头砍了炖汤，再骗下一色徒入住。可叹世间之欲两难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2块的包子，就要忍受50万一个的老婆；有了2块的老婆，就要忍受50万一个的包子。世人皆苦，皆有难全，山谷亦满，人欲难平，故我道之兴也。此时众妖女听完此话，竟没一个赶上前一步。这是母亲大人经常给我们讲的话。母亲是当年第一批追随第七真仙的魔头之一，此话她天天挂在嘴边。第七真仙开坛布道之时，母亲还未修成人形，只因听了美丽与欢乐的化身说法讲经，便开了灵智，升阶为人。只见一娇俏少女跑了出去，紧接着那绝美老妇直接冲了进来，五体投地，连哭带嚎：“真仙，你终于回来了！我为你日日焚香，夜夜祈福，只求您能再降临到我身边。”林奇语道：“合欢宗共有3种圣兽，分别是狐狸、兔子、蜘蛛。合欢宗建立之时，3者齐聚。我开坛论道，告诫众妖女如何才能修合欢大道。狐狸象征着魅惑与榨取，兔子象征着精明与发情，蜘蛛象征着吞噬与繁衍。”那老美妇道：“仙尊教诲，我们从不敢忘。精明精致的利己主义才是渣女立身之本，魅惑、发情、繁衍是我们诱骗目标用户来送死的名片，榨取、吞噬、吃干抹净，骨头都不剩，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林奇语道：“你有多少女儿？”老妇道：“女儿1900只，孙女6600只，重孙女2500只。我们挖空了山体，专吃过路的精壮汉子。”听完对方的工作汇报，林奇宇都着实吃了一惊，真是厉害啊！当年解体的时候，你带着13个女儿离开，短短2年，现在已经发展出一支1万妖女组成的大军了。老美妇诚惶诚恐，仙尊大人过誉了，这都归功于仙尊大人对预知道建设理论的飞跃性创新和先进的制度设计，我等只是沿着仙尊指引的道路前进而已。林奇宇道：“不错，我需要抽调人手往北去，你们能帮忙吗？”老蜘蛛摇了摇头：“北方苦寒，我等蜘蛛不耐寒，会冻死的，但御客之物早有准备，只等真仙来收取。”就见20多个蜘蛛茧被拖了出来，虫茧裂开，20多名经貌美如花的女将从其中站起，她们的铠甲或多或少都被腐蚀，脚踩铁甲皮靴，胸束露肩胸甲，大片雪白美腿，娇腹嫩脐，白花花的看得直晃眼。特别是领头的那位长得非常的漂亮，冲天马尾，朱唇翘鼻，眉眼似箭，但却在魅毒催使下媚眼如丝。林奇宇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靠，燕银平，这女武将已经失踪了数年，原来在你这。老美妇道：“是的，我等猪毒性淫，能使人神魂颠倒，就是靠在食物中下毒，我们才有的吃。又有这绝佳的灵风走廊，专骗杀那又累又皮、饥寒交迫的将士，但偶尔也能遇到落单女武将，没有阳气可以吞噬，就练作了傀儡炉鼎，树于洞穴深处，就是想着以能战汉勇又能双修的炉鼎来充当给仙尊御客。”林奇宇上前扶起燕银平的下巴道：“很好，你们以后就当我的卫队了，就叫银花铁卫吧，战时负责我的安全，闲时作为炉鼎。”就见这20多个绝美女武将立刻单膝下跪，持械拱手，愿为主人做任何事。好。林奇宇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冷笑：“外面的人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听了此话，众妖女纷纷点头：“放心好了，仙尊大人有诏，我等义不容辞。男的归我们西洋气，女的就也练作炉鼎，打包为仙尊献上。”接着林奇宇再出门来到了大堂，将一盘碗炖牛肉为余音献上。林奇宇能看透欲望，在失去辟谷这个功效之后，即使是修仙者也会忍不住想吃东西，所以
林七羽一眼就看出了余英最喜欢吃的就是炖牛肉，但这个炖牛肉不是一般的炖牛肉。林七羽的老婆夏文玉用浴火春水配合各种邪恶的药材炼制过一种奇毒魂玄丹，这丹药的威力可比这些蜘蛛的毒药强上100倍。此时外面的人都已经有些把持不住了，他们吃的那些食物都是被这些蜘蛛下了邪毒的。只见餐桌之上人人都是面色绯红，心跳不止。晴儿好歹是林七羽的徒弟，一进来闻着这个味道就知道这是进了合欢宗的魔窟了，那是一口东西也不敢吃。除此之外，只有2人相对来说好一点，余英单手扶着额头，刘轩则是一手扶着胸口，2人沉默不语。而周围的其他人早已把持不住，被骗着跟着蜘蛛小姐们上了楼。林七羽上前将炖牛肉放在了余英面前，余英看见面前的美食，心中大喜道：我只吃了点包子，不太爱吃其他的，总觉有股难闻的腥味。谢谢你，林弟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牛肉的？林七羽则是笑着说道：姐姐，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我一直在关注你。此时一旁的苦主刘轩蹭一下就站了起来：林七羽，你找死！说着他便要向着林七羽的方向走来。然而魅魂珠们又怎会给他这个机会，坏了自家仙尊的好事。只见7、8个长相艳丽妖媚异常的女子从不同方向围抱了过来，那娇躯醇香，动作妩媚，在毒素的加持下，刘轩也有点把持不住，想要沉溺在温柔香中。吃了林七羽给的炖牛肉，只见余英媚眼如丝，在剑意思千古的蛊惑下，岂只觉得面前的林七羽是那么的俊美贴心。林七羽故意让开了一步，让余英看见自己背后被7、8个妖女团团围住的刘轩。此时余英只觉心头传来一阵的刺痛，他脑海中有一股愤怒悲伤，他怎么能这样？林七羽扶着余英的脸道：没事没事，有我在，我不会欺骗你的，也不会害你的。林七羽的甜言蜜语像是毒药一样的不断腐蚀着余英的道心，为的就是欺骗他做出出格的事。一边说着，林七羽一边向着其伸出了手，但最后一刻余英尖叫出了声：不，这是不对的。余英拔出了武器，却砍不下去。他看着林七羽那俊美的面庞，见一丝千古和魂玄丹的双重作用之下，其怎么也下不了手。他靠着最后的一丝意识大喊出声：刘轩！直觉背后一阵劲风袭来，林七羽猛然回头，就见刘轩居然恢复了意识。这一刻刘轩才明白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他面前的小店已经爬满了蛛丝，层层叠叠，宛如银色的洞窟。自己哪里是被美女包围了，包围自己的是8只巨大的蜘蛛。这些蜘蛛明显是洞穴蜘蛛，一个个长得比牛还要大，全身都是如同钢钎一样蛛毛，那一个个巨大的蛛腹上都是由粉红色的线条勾勒而出的，仿佛是张开翅膀的爱心图案。几只巨大的蜘蛛从楼爬下，刚刚那些尸神向着楼上而去的天骄们，现已是一具具干尸，被这些蜘蛛用蛛丝拖着往后院而去。自己刚刚喝过的骨头汤中赫然漂浮着一个人头骨。刘轩立刻意识到上当了来，魅魂珠和欢宗的圣兽怎么会这么多？林七羽，你到底是什么人？林七羽一边将余英丢到一旁的蛛丝上，让其被牢牢粘住，一边转过了头。挺厉害啊，靠着对老婆的爱，居然能突破魅魂珠毒的魅惑。很遗憾，你已经没机会救他了。此时这些巨型蜘蛛全部飞跃而起，向着对方飞扑而去。哈哈，来啊，来吧，小哥哥，你刚刚不是很喜欢我们吗？你的老婆能给仙尊当炉鼎，乃是10世修来的福分，好纯情，好喜欢。我们一边吃它，一边让他看着他老婆被炼成炉鼎吧。晴儿看着这一幕，听着这些蜘蛛小姐妹的话，只觉毛骨悚然，搓着自己的肩膀。他研究学习过玉之道邪修的所有道法，其中合欢道法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听上去好像去了合欢宗就是一大堆的绝色美人围着自己倒贴，但实际上连自己师父都在一定程度避免与他们的接触。玉影会驱使这些邪祟变得越来越颠，这些疯婆子会为了刺激变得越来越变态，到最后只有他们觉得爽，被他们魅惑的人受到的只有无尽的折磨。玉之道会让人变得极度美丽，但合欢宗却只有美女没有帅哥。在于赶去合欢宗的男的都被吸死了，现在后院的大锅里还熬着骨头汤呢。合欢宗不是玉之道最强的分支，但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分支。美丽与欢乐既是宗旨，也是狩猎时的伪装。刘轩左手掐诀，右手持剑，灵气汇聚，烈火交织，这正是他在天骄试炼中获得的道法，天阶灵火，阳焰。此火阳气旺盛，焚烧万物，一斩之间，纯阳烈火，烧得周围的蜘蛛小姐们阵阵尖叫。但是这些蜘蛛小姐却不退，她们看着面前烧灼的纯阳之火，眼中全是渴求，高呼道：阳气，阳气，
好浓郁的阳气！我要吸阳气！接着，这些把持不住的蜘蛛小姐们纷纷向着面前的烈火中飞扑而去，却是被一个个严重烧伤。但即使是被烧死，也不愿退却，反而更兴奋了。就是这样，好烫！再加大火力！林七羽见此情景，右手掐诀，左手拿出了宝葫芦，醉无酿。那酒水倒灌而出，从其中掉落出一只湿漉漉的小萝莉。百香莲懵懵懂懂，左顾右盼，小胳膊高举，伸着懒腰。哈哈，爸爸，我还没睡饱呢，抱抱。刘轩吞了一口唾沫，心说这又是什么妖物，怎生得这般可爱？刘轩猛然甩了甩头，不行，不能上当。这玉之道的邪修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但却一个比一个可怕，没准这萝莉下1秒就能变成吃人的100米巨兽。林七羽搓了搓百香莲的头，道：看见前面那个哥哥了吗？我想把他老婆练成炉鼎，但他不让，你去帮爸爸说服他一下，好吗？百香莲就这样直直地朝着对方走去。刘轩大惊失色，道：林七羽，又耍阴招是吧？别以为再找个美女来，我就会同样的当上第2次。那阳火一转，向着百香莲烧去。被烧得吃疼的百香莲猛然仰头，放声嗷嗷大哭。好疼啊，他欺负我！只见百香莲的泪水就像是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外冒，这毒泪可是能连夜壶的超天阶道法都能腐蚀。周围的地面开始下沉，烈火被浇灭，只是沾上了一滴，刘轩立刻倒地，全身焦黑，脓包四起，不断抽搐。林七羽已经过了成法地与末法地的分界线，此地的海拔已经来到了恐怖的5000米，云层已在脚下2000米。高原的高温完全依赖于白天的日照，一旦日照结束，温度会跳崖式下降，晚上绝对不能外出，故此林七羽晚上只能留在客栈过夜。此时魅魂珠们已将那刘轩倒挂而起，用蛛丝团团缠住。刘轩只剩最后一口气，其正对之处就是以大字被粘黏于蛛网上的老婆余音。此时魅魂珠们个个化为人形，他们全部围在了林七羽的身边。这些蜘蛛小姐们无不温柔谄媚，媚眼如丝，前后包夹之势。仙尊，你何不在此多留几日？我们要助你双修。是啊，仙尊大人，你要是觉得我们姐妹们看不上眼，后院还有数万株女蛛孙。仙尊啊，我们都爱戴你啊。林七羽心说，这万为单位也太吓人了吧，自己这条命用的顺手，可不能就这么丢了。于是道：前路艰险，山高路远，百里苦寒，我今晚只想好好休息片刻。老蜘蛛走了出来，呵斥道：仙尊日理万机，忙得很，现在正是天下大事犹未可知之时，万不可误了仙尊大事，都收敛点。听闻母亲的话，众妖女嘟嘴推搡，悻悻作罢。他们的目光都迅速落在了这屋内的第2个男人身上，他们手脚并用，齐刷刷地向着房梁上攀爬而去，其一个个面露欢喜，舌头舔着嘴唇。精壮汉子，你可跑不了了。众魅魂珠如饿虎扑食，开始吸走刘轩的阳气。刘轩的肉体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干瘪下去，他们吸收得很慢，动土期快结束了，下一顿在哪还不知道呢，最后一口定要慢慢品尝。而这对刘轩的折磨更是残酷，在于其瞳孔中倒影而出的正是林七羽左手掐诀，右手画圈，要将他的老婆练作炉鼎。那余音惨叫啜泣，在蛛网上一边挣扎一边喊道：不，刘轩，别看啊！刘轩在这种极端折磨之下彻底化为了干尸，一张他与自己倒履的合影掉落在地，其上的玻璃摔得粉碎，徒留下2人甜蜜的笑容。而余音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下，道心彻底破碎，被练作了炉鼎傀儡。林七羽右手一翻，将那剑意丝千骨收了回来。林七羽一只手抚过余音的发梢，现在感觉如何？余音道：过去的我头脑呆板，不识欢愉，错失了多少快乐，多亏仙尊点化，此番才懂玉之玄妙。就这样，林七羽晚上好好的休息了一番，休息过程省略，终于结晶大圆满。第2日拂晓出发，林七羽在前，晴儿在后，再随而来的是被腐蚀的银花铁卫和余音。这一系绝色美女拉马拽车，充当脚夫，为林七羽干着苦力，而林七羽则是清闲。终于，众人来到了此行目的地的终点。往前看去，只见高阳在头，满目世界宛若一面镜子，反射着无云天穹的碧蓝。刺骨的寒风宛若不断嚎叫的邪魔，正应了他的名字——嚎哭冰川。只见茫茫白雪上，17匹燃烧着烈火的骸骨马匹疾驰而至。正常的马匹无法在冰川之上奔跑，但这些烈马，其脚下生火，踩过之地顿时白雪融化，坚冰被烧出一凹陷，落得正稳。那骸骨烈马不知疲倦，也不惧严寒，飞驰如风，来到了林七羽的面前。承骑着这些马的巨之道邪修正欲砍杀。
林奇宇已然认出了其中领头之人完颜乌英嘎。那乌英嘎正欲呵斥，却是被林奇宇打断。不需要像上次那么麻烦了，这次我已清理了队伍中的正道，这些都是我的傀儡炉鼎。听了此话，乌英嘎连连拱手，仙尊费心了，有劳仙尊不远万里，远道而来，我等没什么后世的见面礼，只得以牛犊肉相见。队伍中其他的巨之道邪修生得一个比一个吓人，青面獠牙，发冒绿烟，头生犄角，浑身幽蓝。众人无不围着看那林奇宇背后的燕银平身边，这不是燕家宝女将燕银平吗？也被真仙捉了。我来时还担心男人能否有用，这一来便有如此手段，心算是放下了。仙尊好神通，那般强悍之女将，如今也只能乖乖的当炉鼎。林奇宇则是早已开始分析战局，牛犊就是还没长大的牛，吃还没长大的牲畜，足以证明此地战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道：去安东太远，别绕圈子了，直入主题吧。乌英嘎道：天山飞鸟兽尽绝，百里茫茫无人烟，翻江老铜鼓如海，冻土青年喜声吹。此话惊得晴儿差点昏厥过去。仗打得太惨烈，食物消耗跟不上，飞禽走兽早就吃绝了青壮年劳动力，留着打仗要用。老人和孩子出门就会被吃。骸骨扔在雪地里，翻江期一到，冰雪融化，骨头顺着水流往下冲，就像是人骨组成的海洋。冻土期就可以打仗了，打仗就会死人，这时候活着的人就可以吃死人的尸体过活，这片死地冻土才有了炊烟。林奇宇听闻此话，也是皱起了眉头。我明白了，第一站就狐灵堡吧。乌英嘎大吃一惊道：仙尊，你万不可大意，狐灵堡距离此地最近，但冰湖尚未封冻，大规模行军恐坠入河中。林奇宇微微一笑，所以你们就不用来了，我一个人便能破了狐灵堡。听闻此话，乌英嘎倒吸了一口凉气。仙尊，那狐冷堡千般坚固，万般险阻，内有众多高手坐镇。林奇宇继续道：你们只管等我信号，见那堡垒土崩瓦解，随后便可派人来打扫战场。周围的魔道无不陷入震惊之中，但真仙去意已决，他们也不好说什么。林奇宇接着道：好了，你们按我说的去做，不要忘了，是你们配合我，不是我配合你们。听闻了此话，众人只好目送林奇宇一人骑马向前着冰湖走去。狐灵堡上风雪皑皑，守城的将士迎着寒风傲然而立，岿然不动。守城的军官喝着热水道：我们狐灵堡虽距离北方战线最近，但面靠寒风湖，此湖巨大，越是靠近湖心，冰层越薄。据知道邪修马蹄温度极高，稍不注意就会沉入湖中，若不骑马，这些蛮子便不足为惧。此番天险可谓固若金汤，但万不可大意，迟早这冰面会冻结实。到时候我等会战至最后一刻，为永宁州防线修筑争取时间。此时只见白雾飘渺，风雪滚滚，一骑马蒙面，头顶兜帽的少年自白雪皑皑中来，其单手高举一面雨花宗圣旨令。见此情景，城主倒吸一口凉气，但却按住了手下，并未放箭，高呼道：来者何人？林奇宇高呼道：雨花宗圣子林奇宇，诸位将士守土戍边，辛苦了，我为诸位带来了粮食与给养。听闻此话，周围的将士眉头都皱了一下，却是见守军指挥面色凝重。林公子，北部安东已破，数十万蛮骑当道，你是如何穿越那般险阻来到这的？林奇宇继续道：我的手下车马为掩护我都死了，徒留我一人成功到此，若不开门，我只得手持雨花宗圣旨令，冻死于此。听闻此话，指挥官仍不为所动，低声问一旁的斥候：他什么修为？斥候注视片刻，结晶。指挥官点头：哪怕最坏的打算，他是邪修假扮，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看好交界线，一旦拒知道大军压境，就乱箭射死。随着城门打开，林奇宇走了进去，关上了门，指挥官才松了一口气，心说还好不是圈套。随后骑下来见了林奇宇，道：林公子，感谢您能来，你同乡之死，我们会报仇的。鄙人黄岩，现在就为林公子上一杯热茶。见林奇宇是空手进来的，刚刚那几个皱眉的士兵现在更加不爽了，低声说着：他好像什么都没带，又不可能把他撵出去，多一张嘴吃东西。现在哪还有那么多吃的？什么永宁州天骄，不过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林奇宇微微一笑，一切都如同他所预料的，没有辟谷，在物资匮乏的末法地，食物万分稀缺，补给线断，自然就要断粮。而最靠北的狐灵堡情况最严重，这里最冷，失温最快，饥饿的问题也就最严重。林奇宇右手一抬，拿出了一个罐子道：此乃仙气，聚修盆，不必在意其为何没有仙光霞晕，其有我小姨专门施法，抹去了祥瑞，看上去就好像普通的罐子一样，为的就是防止吸引魔修，诸位请看。林奇宇手上当然拿的是普通的罐子，但其到转罐口，右手一拍，
心中默念：欲知道，报实数，巨无霸汉堡。只见一个香喷喷的汉堡从其中飞了出来，随后林七羽道：诸位将士，现在可信我否？周围刚刚还一脸不爽的士兵们一个个面露喜色，笑得宛若花开，上前道：好神通，好神通，不愧为羽花圣子，厉害厉害。那个士兵一口将汉堡焖了，欣喜若狂。好吃，太好吃了，好香啊。一旁的黄岩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沉默。林七羽是一个杰出的神棍，深知如何操弄人心，先说有吃的，然后空手进来，再变出吃的，先扬再抑再扬，再配合上报时数的美食，3招把对方的警惕心打归零。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吃了，接下来就是林七羽的主场了。诸位将士们，有，这罐子中的美食永远也吃不完。林七羽一边说一边开始施法：欲知道，报时数，奶茶奶油奶精粉；欲知道，报时数，炸鸡炸肉炸薯条；欲知道，报时数，腌肉腌菜腌火腿；欲知道，报时数，甜茶甜酱甜蛋糕。胡林堡完全沸腾了，只见林七羽从人群中走过，将士们无不前呼后拥，而手持陶罐的林七羽宛若救世主一般，受到众人的膜拜。有吃的了，终于不用每晚上都盼着那一口味同嚼蜡的菜羹了。好吃，好吃，圣子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手段，好手段啊！这罐子太厉害了，雨花宗不愧为大门派，竟有如此宝物。此时，远处山尖上，一夜叉妖鬼目如烈火，眼中火焰熄灭，道：仙尊在干什么啊？给他们这么多的吃的，也不给我们。晴儿却是已经明白，道：如果报时宗真能解决饥饿问题，林沙人还会挨饿吗？报时宗邪术能凭空变出无数美食，但有一个问题，只能变出垃圾食品。这些垃圾食品乃报时邪域所化，不但有害身体，而且会让人永远也吃不饱，越吃越胖，越胖越饿，越饿越吃，直至脚步虚浮，四肢无力，体胖多病，实力大降。然而林七羽接下来的操作还是给晴儿上了一课。林七羽一直源源不断的给人变出美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沉溺于口腹之欲的守军们开始习惯这种永不间断的报时，对食物的狂热开始在堡垒中蔓延。林七羽左手不断的变出食物，右手拉住了黄岩道：将军怎么不吃啊？不饿吗？黄岩道：我乃修的是禅宗秘法，从不吃荤腥刺激之物。与此同时，林七羽拿出了一枚果子，道：将军，这不正好吗？我这有一果子，你吃了吧。对方见这果子鲜美异常，吞了一口唾沫，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吃下了这果子之后，林七羽将那果核捡走。这果子正是天魁果，乃是突破金丹的必栽，用天材地宝。林七羽准备突破金丹了。天魁果的日月精华全在果核中，果肉只是浮于表面的假体。其必栽的方式很简单，让一人吃掉外面的果肉，另外一人炼化果核。这时候灾劫将士会误以为突破之人是吃了果肉的人，降临在其身边，欺瞒苍天，以愧待死。林七羽看着面前的黄岩，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了，将军。接着林七羽加大了报时数的释放力度，不断变化出越来越多的美食，奶茶如浆，辣条如石，薯片成山，烧烤如木，炸鸡似草，蛋糕如云，仿佛是要用无尽的美食填满整个要塞。这一刻，所有的将士们幸福到了极点，他们欢喜异常，仿佛觉得这样无尽的报时可以永远持续。寒夜将至，林七羽让他们度过了最后一天胡吃海塞般的幻梦，是时候打破虚假的谎言，让他们面对绝望的现实了。啪的一声，那罐子炸碎在了地上。林七羽此时已经来到了城墙边，一只手扶着下巴，以一种非常贱的语气说道：哎呀，不好意思，摔碎了。说罢，林七羽躬身行礼：那么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了，我乃第7真仙，欲望之主，愿诸位的灵魂遭贪嗔痴慢疑之苦，受吃喝嫖赌抽之难，永堕无尽轮回。接着林七羽直接催动灵步履，交闪穿墙跑路。黄岩此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刚刚准备回头招呼周围的将士们严加防守，有人已经率先发了失心疯：我饿了，我要吃，我要吃。他宛如歇斯底里，疯了一般的向着残余的垃圾食品扑了上去，如野兽一般趴地撕咬。却是见又一个将士追了上去：不，这是我的，我要吃。接着其一刀砍下了队友的脑袋，然后趴在满是鲜血的食物上，开始连带着鸡血一同向着自己的嘴里塞。周围的士兵瞳孔震颤，向着剩下的食物飞扑而去，他们打作一团，相互厮杀，开始争夺地上的食物。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地窖里还有食物呢。然后更多的士兵开始向着粮仓奔驰而去，一路跑，一路相互打杀。黄岩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地窖中的军粮够他们支撑3个月，但是那是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而现在的士兵们食欲被放大了几10倍，胃口变大，又没了理性，不懂节制。要是冲入其中，疯狂抢夺食物，相互杀戮，堡垒明天就会自溃。黄岩眼中含泪，其左手拔出宝剑，开始砍杀这些失心疯的将士。然而林七羽的后手来了，林七羽已经开始了向金丹期的突破。只见林七羽周身黑烟缠绕，邪域四起，第6天大魔王的魔像虚影在其背后显现。只见万年雪山颤抖站立，无尽苍穹愤怒咆哮，茫茫白雪呼啸席卷，宛若是天地都为第6天大魔王的妖异所震撼，是要以无尽天劫剿灭这不断变强的魔头。这次突破到来的灾劫是风劫，那无尽的狂风宛若狂暴的海啸，卷起冲天的白雪，如出笼的猛兽向着狐灵堡滚滚而去。堡垒中的黄岩蓦然回首，在这巨大的暴雪面前，他渺小的就像是一只蚂蚁，这堡垒也不过是一片扁舟。他漆黑的瞳孔之中，皑皑白雪越来越大，直至占领整个瞳孔。往地窖中去，我们这城乃是万年不倒的坚固堡垒。然而没有人听他的，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即使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跑。黄岩只得独自向着地窖中逃去。虽巨大的寒风已经将其半边身体冻成了冰，但当其进入地窖时，心才彻底的凉了。只见地窖中的军粮早已被吃光，几10个胖得如同皮球一样的士兵在其中不断的翻滚。从他们的眼神来看，他们仍然吃不饱，即使是吃人也不是不能接受，但他们太胖了，胖的手脚都够不着地面，只能来回翻滚，相互碰撞，像是一桌滑稽的台球。黄岩叹息了一口气，他知道现在已经是死局了，没粮了，这灾劫躲不躲得过都不重要了，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堡垒，否则其他的堡垒也会因为接受了这些被食欲吞噬的人而被吃到冰凉寸断。说罢，黄岩转身拉开了大门，其从鼻尖开始，全身逐渐变得晶莹剔透，被这风雪冻成了冰雕。地窖中那些被食欲吞噬的人也尽数被冻死。林七羽成功突破到了金丹期，其周身妖异的魅惑之气变得愈发澎湃，眼中的紫色气息更是摄人心魄。其获得了天道金丹所赋予的大神通，万灵之主，万灵之主能够将神魂与周围千里的自然生灵融合，对周围生灵的感应距离提高到了500里，对5阶以下的妖兽可无需交流，直接操控。终于突破金丹的林七羽感受着周身不断流转的强大力量，舒展着筋骨，表情满意之极。晴儿从一旁走来道：恭喜师父，贺喜师父，修为再上一层。林七羽道：可曾悟到什么？晴儿道：我果然还是差师父很远，若我来设这个局的话，我想的是不断放大食欲，让所有将士全部胖成手脚不能着地的肥猪，然后再大军压境。但是师父更为高明，在他们食欲达失控边缘的时候摔碎罐子，从而让他们为了争夺食物自相残杀，更快更彻底。我以前一直不明白，吃自觉这么弱，危害也最小，为什么吃喝嫖赌抽中吃排第1位？在于吃的本质，一个生命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快感，而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其他生命，它最接近欲望的本质。所以就始终吃是欲望的第一种变体，暴食也是第一个追随欲望之主的暴行。周围的巨之道邪修都看傻了，我的个天哪，这太离谱了吧！这堡垒我们打了7次都没有打下，他1天就打下来了。什么1天？从进去到出来就用了大概10个时辰，这也太恐怖了吧！关键是他不但能轻轻松松摧毁这样坚固的堡垒，而且还能抽出空档来给自己的徒弟上课。一旁的乌音嘎立刻吼道：还愣在这干什么？立刻组织军队开始分批过河，过了河就能更轻松地啃其他的小型堡垒地带了。说完此话，其转身向林七羽拱手道：感谢真仙相助，此番若不是仙尊出手，我们必不可如此轻易度过这天堑。嚎哭冰川以南，已是化为废墟的狐灵堡中，数以万计的巨之道邪修已然渡河，一眼望去，所见之处皆是一片阴火摇曳，燃烧着烈火的骸骨战马冒着熊熊的热气。林七羽则是站在高处眺望。晴儿道：师父，我们不继续前往下一个筑垒区吗？林七羽摇了摇头，接下来的战斗已经进入了他们熟悉的节奏了，不需要我们出手，看着便是。林七羽魔修小课堂又开课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巨之道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传统的蛮族骑兵，他们身体高大，手握古刀，善骑射，乘其燃烧着烈火的骸骨烈马铺天盖地的翻涌而来。第二类，原教旨宗教祭祀，他们手握人皮经文，香若罗刹，头生犄角，手握血肉法器，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巨之道的战术简单的理解可以分为3板斧。第一招，恐惧袭击。晴儿就见第一波过河的那些祭司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靠着各种人骨、血肉、器官炼制的法器，
通过缩地、前行、伪装等方式混入了一个个小型筑垒中。紧接着，他们发动了袭击，但瞄准的不是军事设施，也不是修饰的营帐，而是平民。只见一骑四巡的一墓地，手中人古法器抬起，无数血骷髅从墓地中爬起。这些骷髅嚎叫着，向着平民的农房冲去，紧随而来的就是恐怖的杀戮。这种杀戮方式，晴儿从来没有见过，不是以击杀目标为最终目的，而是如何通过这种无差别屠杀平民，最大限度地散播恐惧。血骷髅会当着孩童的面剥下他们父母的皮，再将血肉骸骨摆成一个祭坛，接着他们会放过这些孩子，任由他们在恐惧的主导下哭嚎尖叫，从而将恐惧传播到邻居家。待到守军来调查的时候，只能看见一个恐怖的血肉祭坛和完全吓疯了的幸存者。他们继续潜伏，通过在路边安放血肉法器制造爆炸，在阴暗处大量藏匿骷髅袭击落单的人等方式，四处散播恐惧。待整个要塞陷入一种无形的恐怖和压抑中时，就到了第二步，全面袭击。铺天盖地的夜叉恶鬼组成的骑兵会冲击堡垒，他们会吸收这些压抑的恐惧情绪，从而让实力变得更强。冲垮敌阵之后，城市中的景象宛若人间炼狱。夜叉恶鬼们会架起大锅，熬煮人肉，血洗整个城市，空气中肉汤的气味伴随着刺鼻的腥味，看着一场场极其恐怖的祭祀。道心不坚定者会吓得屁滚尿流。这时候就到了第三步，衔尾追击。巨之道的实力具有起伏性，当敌人陷入恐惧的时候，他们实力会到达顶点，但如果把这些陷入恐惧的敌人全杀了，己方实力会大幅削弱。他们会放过那些吓破胆的士兵，以高机动性的骑兵沿着这些逃兵一路追到下一个堡垒前。下一个堡垒也已经遭遇同样的问题，被擅长渗透和散播恐惧的祭司弄得人心惶惶，加之被不断追击的逃兵心中恐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战场上的恐惧总和再上一个台阶。又一座堡垒被击穿，接着他们又会驱赶这座堡垒中被吓破胆的人，接着又打下一座堡垒。如同滚雪球一样，利用恐惧能不断自我复制这个特点，越打越强，最终滚平所有要塞。秦儿眼中颇有几分无奈，向着对面的筑垒地带看去。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在师傅的帮助下，成功渡河的巨之道邪修战斗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翻倍式上涨。他们就像林奇宇刚刚总结的那三板斧一样，不断用恐惧吞噬一个又一个堡垒。最开始的时候，巨之道邪修的3万蛮骑战斗力只有平均筑基左右，现在已经平均聚零了。骷髅兵的数量则从寥寥数千发展到了数十万，到处都是血肉骸骨堆砌而成的祭坛，吃人的夜叉恶鬼围着大锅跳舞，如同燎原鬼火一般的鬼骑士要将整个筑垒地道烧成人间炼狱。晴儿走过一个个化为焦土、满地骸骨的村庄，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原本以为灵沙就已经够惨了，现在看来师傅信徒多是应该的。灵沙打了那么多年内战，都还没到吃人的地步，师傅甚至还能发展一下基础建设，搞个孤儿院什么的。预知道再不靠谱，也还有仙人跳之类的高附加值产业，也算是发展服务业补贴教育了。赛博宗教再不济，制度还是挺先进的。哪怕搁现在，灵气与高低也是个服务数亿用户的成功企业家。据知道这边已经是食人部落加宗教狂热加 KB 组织的集大成之作了。当然，通过正面打穿别人防线，冲进去吃人，和通过讲故事提供成瘾性情绪价值，把害人产品吹得神乎其神，骗得人家破人亡，到底哪个更可恶？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时，小型的筑垒地带已经被全部砍了下来，下一步进军第二个大型堡垒天玄堡。晴儿一眼就看出了此堡垒的不同，此城负压500余里，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唯有一条条盘蛇小道可直通那巨峰上的堡垒。而且由于冻土期即将结束，气温骤降，漫天的白雪将这些山道覆盖，那本就狭窄的小道看上去就如同白纸上轻描的一条条灰线，一个不小心就会坠落山崖。而进攻的巨之道邪修沿着这些盘山小道行进，完全无法发挥骑兵铺天盖地冲锋的优势，看上去就和拉成一字长蛇阵排队送人头一样可笑，完全无法震慑敌人。晴儿嗅到了不妙的气味，于是找到了乌鹰嘎，不能硬上，否则前面的优势会送光的。而乌鹰嘎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随即下令进攻。只见巨之道的第一步就出了大问题，衔尾追击完全没有效果。被赶上山路的逃兵被堡垒上的箭雨无情射杀，下令的女人身着白衣，远远望去透露出一种圣洁的光辉，赫然是有9寸天道气运加持。巨之道邪修连冲到这堡垒之下的机会都没有。这些山道上的有大量的机关地雷，拉成一字长蛇阵骑兵被炸得人仰马翻。乌鹰嘎最终下令停止了进攻。林七宇默默地看着这山路道，这山路上的机关地雷已经形成垒石结构了。晴儿一脸疑惑道：什么意思啊，师傅？林七宇道：这么说吧，
在过去10年的鏖战中，双方不断的来回争夺据点。防守方为了防止对方攻击，于是布下了地雷，但是由于翻江期冰雪融化形成泥石流，把地雷冲到了低洼地带。动土期时又埋新的，然后又在翻江期被冲到低洼地带，如此往复10年。而这天选堡中间高，四周低，周围的低洼地带全是各种不同年代双方埋下的地雷。这些地雷如同鹅卵石组成的河床一样，一层叠着一层，叠了10几层，一脚踩下去，金丹期修士都扛不住，所以他们才如此有恃无恐。晴儿道：“不能飞过去吗？”林七羽摇了摇头：“不行，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吧？”晴儿点头。温度不断的跳水，灵气含量越来越低，30%的灵气含量让长时间高机动飞行变得很难。前面过冰湖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巨之道的修士才要乘骑骸骨烈马。如果没有这些马匹充当温度来源，他们如此长时间暴露在极寒之中，早就冻死了。这下轮到巨之道的邪修陷入恐惧了。如此坚固的堡垒完全无法进入，到底如何是好啊？话说，我们的追击战术居然不奏效，那白衣娘们居然下令放箭，完全无视同胞的死活。这山路又如此艰险，到底如何才能攻入啊？众夜叉恶鬼叽叽喳喳说了一路，已经闹妈了，还商量不出一个办法。而林七羽则单手扶着下巴思考如何啃下这天选堡。首先，复刻对狐灵堡的渗透是行不通的，那位气运之女与邪修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从她下令直接放箭就能看出来，只许出人，不许进人，坚壁清野，是基本条例。林七羽根本就走不到城下，连开口忽悠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被乱箭射死，地雷炸死。林七羽不属于正面作战的魔尊，一座城的火力打他一个，他是扛不住的。林七羽捏着自己的人中，如何进入狐灵堡是一个大问题。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温度越来越低，雪层越来越厚，时间并不站在进攻方这边。第6天，一个细节引起了林七羽的注意，一个没有着香的蛮族少女蹦蹦跳跳的拿着一个糖人从营帐边走过。林七羽冲了过去，拉住小姑娘，俯身问：“小姑娘，你哪里来的糖人啊？你们这高原上糖应该几乎没有才对啊。”小姑娘道：“是噗噗村的胖叔叔卖的，他那里还有盐饼卖，我们用老鼠肉换的。”林七羽站起了身，晴儿已经来到了林七羽身边道：“师傅，机会来了。”林七羽点头：“是的，盐和糖高原上十分稀缺，只有正道那边才有，而正道补给线被切断，肉类这种不易保存的食物会率先消耗干净。这时候从堡垒城市中挖一条地道，往外卖盐和糖，往城内买肉，拥有巨额利润。有人财迷心窍，干了蠢事，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了。”林七羽前往了噗噗村，就见一个捏糖人的胖子正在拿肉换取各种腌肉，甚至是包括人肉。他认出了那个胖子，那是老熟人了，刘员外，被林七羽骗着赌钱，输光了家产，挪用银庄的钱被发配到地灵关当苦力的那位。林七羽发现对方已经着香，便帅了不少，上前一拍对方的肩膀：“我亲爱的刘员外，进来可好啊？”刘员外仰头看见林七羽，着实吃了一惊：“是你，现在也不错，多亏先师点化，我才看清了自己。我挪用银庄的钱时偷藏了一部分，再次起家。这次我的头脑更加清晰，什么老婆、女儿、家人都是假的，只有赚钱才是真的。我看见那欲望圣座上美丽与欢乐的化身在向我微笑。这些正道立了一堆规矩，说什么打击奸商和通敌，实际上就是压抑我们获取巨大利润的快感。唯有崇拜第7真仙，追随他踏上无尽欢愉之道，才能有用不完的钱，才能得见自在天。”林七羽微微一笑：“看样子你不是一个人。”刘员外点头：“我们在天玄堡内的商会都是发战争财的，在第7真仙的指引下，我们赚钱的手段已经愈发纯熟，自在无归。”林七羽点头：“赛博宗教有时候是惊吓，比如某个傻子在林七羽计划的关键一步跳出来乱搞，有时候又是惊喜，比如现在这帮奸商在敌人内部扎根多年，他们一直在秘密崇拜自己，林七羽只需与他们取得联系，下一步计划的支点就有了。”说罢，林七羽起身吼道：“小朋友们，这胖子卖的糖人有问题，由于他有糖尿病，为了掺假，把自己的尿加了进去。这些马背上长大的孩子，那战斗力可不弱，上来就是一顿群殴，把自己卖的肉抢了回去。”然而刘员外却是虔诚地跪了下来：“不会有错的，这件事我从未和任何人说过。你能看透一切欲望，你是第7真仙。”林七羽抚摸着刘员外的脑门：“娃，你这香了。”林七羽点头，俯下身在对方耳边低语：“你虔诚的祈祷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对金钱的渴望让你获得了升阶的殊荣。我降临到了你的身边，就是为了为你和你商会的朋友们打开前往自在天的大门。在里面，你们的一切欲望都将被满足，
拥有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听到这话，刘员外高兴的几乎要昏厥过去了，抓着自己的脸颊不断的磕头。真仙，真仙，哈哈，用不完的钱，我愿誓死追随真仙。从村中一股井跳下，其下是一片巨大的寒冰溶洞，沿着溶洞往上，经历了一条75度的陡峭冰坡，林奇宇终于从一间破旧的小屋中钻了出来。推开大门，只见面前雪城，百里风光，高墙之内繁华亮丽，亭台楼阁，市井街道无不银装素裹，炊烟袅袅，营造出一种冷唯美的宁静。谁能想到，如此宁静雪城，下了山不到100里，就是无数夜叉恶鬼烹煮人肉的炼狱。林奇宇眺望远处高墙，只见其上2个恶鬼面具被钉子死死地钉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这，林奇宇冷笑一声，看样子学艺不精的队友们已经挂了，只能靠我们了。刘员外道，此城中有一厉害的将军，其名公孙岭，他手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法器，指魂司南，当有人释放魔修法术的时候，其手中司南便会指向其所在的方向。而且这位大姐严厉聪慧，明察秋毫，法力高强，前些日子来了不少巨知道的法师，结果全被他收拾了。林奇宇看着城墙上走过一艳丽身影，她的外貌令人难以忽视，身材曼妙，曲线动人，纯白皮夹紧贴着她白皙的肌肤，展现出令人窒息的吸引力。神态冷峻而神秘，那双明亮的眼睛仿佛能洞察人心，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和自信。更令人头疼的是，她的身上也有9寸天道，气运傍身。晴儿道：师傅，这位和城墙上下令放箭的那位圣女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可能是双胞胎姐妹。林奇宇点了点头，心中暗道：双 C 局对面2个气运之女，还是一对孪生姐妹。姐姐是堡主圣女，有大智慧，刚毅果决，能做出艰难的决定并贯彻执行。妹妹是捕头，机敏聪慧，能辨是非，善察极暗，能降妖除魔，扫除奸邪。2人一文一武，一外一内，稳住了天玄堡。林奇宇感觉到了压力，对手内部居然有专门的反间谍机构，而且和灰修士这种顶层指派的不同，他们是自行成立的。这种组织相比灰修士有充足的群众基础，而且和灰修士打不过还能回天道司不同，自行成立的反魔修部队家就在这里，只能和你死磕。而且领头的还是堡主的妹妹，也就更难腐蚀或离间。这天玄堡是林奇宇目前遇到过的最难解的一道题。林奇宇也不慌，只要是计划就一定有破绽，只要是组织就一定有间隙。先别走，咱找个店家喝杯茶。林奇宇说着找了一间小茶楼坐下，看着对方端上来的馍馍和茶水，林奇宇知道此地粮草充足，但没有肉，证明外部输入已经停止。现在他们消耗的是存粮。第一招，强调现有社会问题，激化矛盾。林奇宇拉住了小二，小二，这城中咋没肉啊？小二道：哎呦，来年就有，来年就有肉，等雪化了就会送不给来。林奇宇听了眼睛都瞪大了，你们不知道红军城已经被破了吗？小二道：红军城不重要。林奇宇道：胡林堡也没了。小二道：胡林堡也不重要。林奇宇啧舌：谁说的？小二道：当然是圣女大人，公孙越了，她仁慈善良，温和诚实，爱民如子，怎会骗得我们？林奇宇算是与公孙越虚空斗法了一轮，进攻尚未取得成效，厉害。林奇宇躺回了椅子上，是个英才。晴儿早就饿了，正在疯狂的干饭，吃得满嘴面渣。师傅，何出此言啊？林奇宇道：这位圣女实际操作很铁血，但却给自己立了一个纯洁善良的人设，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人设让天玄堡的人崇拜爱慕她。大部分的老百姓是看不懂军事地图的，更不要说分析战线了。这时候彻底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就能形成一个信息茧房。现实是红军城只要倒了，筑垒地带的人不撤就必死，这样的恐惧情绪不断弥漫，畏惧之道营造了良好的进攻环境。但在天玄堡这个信息茧房中，所有人只崇拜他一个人，他说不重要，就能让所有人真的觉得不重要，直接摧毁了极端情绪萌芽的土壤，让此地由内而外的固若金汤。晴儿道：但他没办法改变客观事实啊，补给运不过来就是运不过来，来年开春冰雪融化，城内开始闹饥荒，不就完了吗？林奇宇道：等到那时3个月已经过去了，他要的就是拖时间。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英才，他要用自己的命，那些相信自己的人民的命，连带着自己一生积攒的声誉，拖住我们，用身败名裂，生死道消，强行为后方争取时间。铁血圣女视死如归，坚韧如钢，巾帼不让须眉。林奇宇起身，晴儿喝干了面汤，舔干净了碗，赶紧追上。来到了商会，林奇宇开门，只见那一个个财迷心窍，被金钱欲腐蚀的奸商们无不那头便拜。他们高烧宝烛，满斗焚香，一个个欣喜若狂。刘员外更是激进癫狂，
高呼道：“真仙来了，真仙来了！他将为我们打开前往自在天的大门，我们将拥有用不完的财宝，金山银山，永远也花不完。”听闻此话，这些奸商们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他们无不弹冠相庆，额手称喜。林七羽抚摸过他们的脑袋，甚好，甚好，诸位放心，你们都将前往自在天，前提是你们得先按我说的做，大举收购食物，充当御客，只有交了御客的信徒才有资格进入自在天。林七羽的第二个杀招已经来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你们不是没有社会矛盾吗？没事，我林七羽来给你们制造社会矛盾。我们预知到赛博宗教从来讲究的都是挑唆、拱火、内战一条龙全套服务，周围的这些奸商们早就被林七羽忽悠瘸了，哪里还有正常的思维逻辑？一个个是高呼万岁，然后就开始砸锅卖铁，疯狂买粮。天玄宝的粮价已经不是一天一个样了，而是一个时辰一个样。最开始是20零10一斤，然后是40零10一斤，接着80零10一斤。林七羽开始让这些奸商的手下去放出消息，红军城很重要，没有了红军城，我们就断粮了，再不买卖，我们马上就要饿死了。快去买粮啊，再不买就完了，粮价已经翻了4倍了。买买买，全部买，一定要买，不买就等着饿死吧。堡内居民的哄抢进一步把粮食的价格推向了更高的地步。此时整个天玄堡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粮价的崩溃立刻引起了将军公孙领的注意。公孙领心中暗道不好，情况要失控，于是其立刻带领正道修士们前往这些奸商的家中，却发现这些奸商们都不在，于是当即下令，立刻抄了这些奸商的家贴上封条，不怕他们不将粮还回来，哄抬物价是重罪，我们是依法办事。公孙领心中冷笑，心说这些邪修真是一群不如一群了，这么多的粮草一烧就起烟，无处可藏，又运不走，简直是自投罗网。其看向自己手中的司南，只见其指向了西南方向，有邪修在做法，哼哼，这些家伙不但蠢，而且还没有警惕心，找死。公孙领调转方向，向着司南所指方向疾驰而去。我先去，你们快些跟上。公孙领始终带着得胜者的笑容，在房檐屋顶上辗转腾挪，是要将那些魔修镇压。忽然他的笑容僵住了，只见那魔修施法的位置不是在别处，正是在自家的宅院中。公孙领推门而去，就见全城的所有奸商无不在此礼拜，高呼赞美第7真仙，我们就要前往自在天了。公孙领怒视着领头的刘员外，高呼道：刘员外，你们在干什么？却是见刘员外身体歪斜，满脸都是癫狂的笑容。哈哈哈，仙尊在上，仙尊在上，赞美第7真仙。接着其念出了一连串听不懂的语言，当即公孙领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刚刚他念出的该不会是第7魔尊的名字吧？他要在这升阶。刘员外高抬双手，欢喜喊叫：美丽与欢乐的化身啊，我要飞往那自在天，我要用不完的钱，一切欲望献给第7真仙。周围商会的奸商被其当作升阶的祭品，在无尽欲望的冲刷中化为邪恶妖媚的扭曲天道。一道冲天的邪魅光芒向着天穹直杀而去，扭曲天道向着刘元体内汇聚。魔头包皮守财奴升阶成功，包皮守财奴背负一个巨大的宝箱，其中装满了金银财宝，压得他弯腰驼背。右手拿着一法杖，其上雕刻着金蟾蜍，用巨大的玛瑙做装饰。左手拿着一个秤，这个秤非常要挟，无论放什么东西上去，其称出来的质量都只有原先的1/10。其双眼被银票牢牢地蒙住，高呼道：1斤黄金换1斗粮食，哈哈哈哈，都是我的，钱都是我的。公孙领拔出腰间宝刀，吞了一口唾沫。这魔头居然有金丹修为，扭曲天道加持，不知有何神通。包皮守财奴的进攻欲望极强，其高高跃起，手中金秤直砸而下。公孙领往后退出半步，面前地面被砸得皲裂凹陷，溅起无数飞沙走石。公孙领皱起了眉头，手腕翻转，反手挥刃，其手中宝刀削铁如泥，乃是天山玄铁铸造，岂有信心打败面前这个笨重的怪物？天阶道法，天玄刀法，绝命斩。那刀锋之上似有游龙狂舞，玄铁闪耀，寒光刺眼，惊得这守财奴单抬右手不敢直视。公孙领本以为已然的手，却是见包皮守财奴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金秤。大神通，抢买抢卖！只见自己手中宝刀被对方金秤吸走，落入其中之后，其高呼50万灵石。紧接着50万灵石如涌泉一般翻涌而出，将公孙领完全淹没。公孙领皱起了眉头，怒道：我那把宝刀造价500万灵石，怎就50万了？然而其从灵石堆中爬出来时，只见面前已然没有了人影，那包皮守财奴早已遁逃。公孙领看着面前的粮草，松了一口气，虽说宝刀没了，但粮草还在。
其转身刚刚踏入房门，就听见一个邪魅的声音传来：“你上当了。”听闻此话，公孙林转身抬手，没有刀，便抬手一掌劈去。然而林七羽身着的衣服乃是用狮龙女内丹炼化，内含剧毒，其这一掌打在林七羽胸口，本欲直接将林七羽拍死，却被反弹开来，剧毒在公孙林手臂上蔓延，当场倒在了地上。林七羽戴上兜帽，从窗上翻下，混入人群之中。此时士兵们才姗姗来迟，由于升阶的巨大天地异象早已将全城百姓给吸引了过来。戴着兜帽蒙面的林七羽爬上了一辆板车，其高呼：“公孙家私通魔道！我刚刚爬得高，都看见了。那院坝后方无数粮食堆积如山，还有50万灵石散落在地。这次城中大乱，都是他们家和奸商勾连才闹出来的。他们要害死我吗？冲进去，有什么拿什么。”林七羽的言语蛊惑，有时候比什么蛊虫都厉害。周围的老百姓早已被梁家吓破了胆，争先恐后，疯狂往前涌去。周围的士兵想拦，却是被混在人群中的晴儿三拳两脚击退。一旦出现了缺口，惊恐中的人就彻底失去了理智，往里面冲。一瞬间，所有的百姓都疯了。他们看不见为了守护他们而奋战中毒的英雄，有人开口吼2句，就沉迷于享受被他们高高捧起之人的坠落，热衷于在倒下的英雄身上啃下一口饱腹。他们抢夺着家具，瓶瓶罐罐，趴在地上疯狂地将零食向着自己的怀里塞。更多的人不断地爬上粮食堆积的山，歇斯底里地往回搬，但搬得太多，被死死地压在地上，但却仍然忍受着更多争抢者的践踏，不断地往外蠕动，就为夺取更多。林七羽站在原地，脸上带着邪魅的微笑。那地上众生皆被欲望所迷惑，似痴心妄语，争夺那散落的粮食与零食。他们失控的欲望不断累积，漆黑的扭曲天道在其中孕育。林七羽脸上带着微笑，一旦粮食被吃完，且人民被欲望吞噬，天玄堡就会瞬间崩溃。就在林七羽胜券在握之时，那堡主圣女已然到来。公孙越走入这欲望的欢乐场，其身上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纯白光芒在萦绕，那光辉飘渺，圣洁易清，似温婉和谐，却威严异常。林七羽并不觉得情况会失控，林七羽已经做了一顶通魔的帽子给对方扣上。被欲望迷惑的人是停不下来的，只要对方下令镇压这些暴民，瞬间就能引发大乱。然而公孙越却是停在了人群中，仰天大喊：“都停下！诸位，听我一句！”其右手掐诀，灵气汇聚，灵气在其手中化为莲花绽放，那青莲香远益清，似能吹去人心中的浊气与迷茫。大神通，清心相连。周围的群众都停止了对抢夺零食和粮食，纷纷转头看向公孙越。公孙越竟直接给所有人跪下了：“诸位，天玄堡坚不可摧，粮食年后就会送到，我们一定要撑到来年开春。到时我定会大排宴席，高挂旌旗，开启春季反攻，失土得富，再无饥荒。”周围的人群居然真的停下了。林七羽眼中充满了赞赏，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在晴儿看来，得知现在战况的他眼中的公孙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什么春季反攻，什么来年就有补给，他们已经是孤城了，死定了。但是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了？天玄堡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了，那整座城就会陷入巨大的恐慌，防线不攻自破。吸收了巨量恐惧情绪的巨之道邪修不但能迅速攻破防线，还会继续滚雪球，更多的堡垒会垮掉。林七羽看着公孙越道：“你没必要承受这些的，你现在一个人跑是跑得掉的。”公孙越起身道：“我对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民爱得深沉。”晴儿眼中泪水溢出，他看出了这场战斗背后的含义是那样的残酷。从外人视角来看，灵沙的老百姓太极端了，天玄堡的居民太愚笨了，但又能如何？灵沙已经一个包子已经50万了，天玄堡已经被包围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大道理，需要的是一个铁血的领袖，一个愿意穷尽一切办法，管他是骗是偷是抢都可以，只要有那1/1000解决问题的希望。大部分聪明的人看完灵沙和天玄堡的现状，第一反应一定是跑路，留下当地老百姓等死。而林七羽和公孙越却愿意站出来跳大神，编故事，搞信息茧房和赛博宗教。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公孙越吼一嗓子，这些老百姓就选择听话。林七羽跳个大神，几十万人就愿意跟着他去远征乘法术，因为他们知道面前这个人能解决问题，那么他说的就是圣言，必须无脑相信。公孙越必死，因为春季不会有春季攻势，更不会有补给运来，他不但要搭上自己的命，而且会身败名裂。但是他爱天玄堡的土地和人民，所以就算失去一切，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他绝不为死而逃。林七羽在参与策划发动全面入侵的时候，就已经无可争辩的战争贩子，
赛博宗教头子要为数千万在战争中消失的生命埋单。但林奇宇就算已经夺舍到圣法的当阔少爷，他仍然要回灵沙当这个魔鬼，因为灵沙的老百姓还在地道里苟活，曾经的鱼米之乡现在还是一片废土。他承诺过要带他们改变现状，不计代价。而现在悍不畏死遇上了坚刚不可夺其志。此时只见城中忽然冒出来一大群的巨之道邪修，这些邪修都是分批从地道钻进来的，他们释放法术，开始屠戮百姓，将其骸骨堆积成一个祭坛，血肉红光如同一道直冲天际的红色信标。看着直冲天穹的红光，城下的乌鹰嘎转身道：腐蚀失败，开始攻坚。无数乘骑着骸骨烈马的蛮族铁骑从一个个血肉投石机旁跑过，他们顶着地雷和狭窄的山路，向着山顶艰难前进。背后的投石机发出沉闷的巨响，天空中划过一个个巨大的血肉团子，这些血肉团子外面是一层血骷髅冰，内部包裹的是更多的蛮族士兵。砸入城中，血肉骸骨乱飞，骷髅夜叉从血雾中爬出，开始砍杀吞噬活人。此时公孙林从屋子中走出，秦儿大吃一惊，不可能，你中了那般奇毒，居然能活着。公孙林冷笑一声，只见其右臂被冰霜彻底冰冻，化为了一个冰雕，其左手一挥，将冰冻的右臂砸了个粉碎道：姐姐，最后的时刻到了。公孙越点头吼道：天玄堡绝不陷落，我们将战至最后一人，纵使今日身死，也要多拉几个邪修垫背。杀！天玄堡的守军被圣女所鼓舞，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四世周围巍峨不动的雪山和万年不化的坚冰都为之颤抖。残酷的巷战，艰苦的城防战，修士在房顶斗法，士兵在院坝内砍杀，白雪与鲜血齐飞，法光与邪气共舞，刀剑与骨肉堆叠，将整座城里里外外染成了炫彩油画。整个城市乱作一团，直杀的烟雾遮天，火光四起，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无数修士陨落，无数生灵惨死。秦儿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顺着脸颊落下，在寒风中冻成了冰尘。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大家都是好人，都只是想要活下去，却要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这个世界一定要这么残酷？只见林七羽一步踏出，右手妖邪气息汇聚，掐着法诀向着公孙两姐妹走去。公孙林紧紧地握住姐姐公孙越的手，姐姐，这家伙不一般，明明是预知到的手段，夜叉大将却要等他计划失败才攻坚。公孙越道：不用猜了，第6天大魔王亲自来了，妹妹，答应我，如果我疯了，杀了我。公孙林点头，我也一样，我们两姐妹绝不当他的傀儡炉鼎。林七羽恰动法诀，灵气汇聚，小沙龙通灵而出，其化为人形，随着双手向前挥舞，无数黄沙滚滚而去。那黄沙滚滚，要将这大寨连同面前的两姐妹一同活埋。此时公孙越掐动法诀，灵气交汇，无数纯白的光辉交织。大神通，捕玉之月。只见天穹之上，浩然白月忽然显现，纯白的月光照耀在雪山之巅，银色的光华在空气中弥散，粉末交汇。断臂的公孙岭右手居然是重新长了出来。再次拥有右手的公孙岭高举右手，只见无数月华向着其手中汇聚。大神通，月光长戟。那长戟剑刃透露出肃杀宁静的寒芒，前弯的侧刃似银色的月牙与天空中的皎月交相辉映。公孙岭手中长戟在空中展出一道十字月华，天阶武技，月华天穹变。那月光摇曳，两道刃辉组成的光芒交相辉映，向前冲出的瞬间变得越来越大。小沙龙躲闪不及，被向后砸飞而出，直直地向着林七羽的方向飞了过去。林七羽催动灵步履，闪烁到一旁的房顶上。小沙龙被砸飞出去数公里，俯身一抹嘴角的鲜血，面色凝重。林七羽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这对双胞胎气运之女居然能互补成双，相互助力。姐姐的大神通能以皓月治愈一切伤病，而妹妹的大神通能以月光凝聚出强大的战舞。两人合力，战斗力深不可测。公孙越吼道：妹妹，那邪修常诡辩，善诡计，极其恶毒阴损，不要给他思考的时间和说话的机会。只见那公孙岭一跃而起，已经来到了林七羽的面前，手中月光长戟抡圆了，就向林七羽砸来。那全力一砸，似雷霆半月，带着闪耀的白光雷霆，向着林七羽的面门上砸来。林七羽被这一戟砸中，瞬间消散，化为了无数飞散的剑气。那剑气摇曳飞舞，带着天人五衰之剑气，向着周围飞散而出。公孙林手中长戟一转，在手心中转为戟花，好似将明月握在手中。那喷涌而来的剑气没有伤到其分毫。出现在其背后的林七羽踏空后退，欲知道合欢术，肉魁召唤。只见天子墨和墨星瞬间出现，
两人都是面容痴呆，穿着清凉，一人身着 JK， 一人则穿似花斑狗，脖子上绑着项圈。一闪之间，两女同时拔剑，说是迟，那是快。两把长剑直刺入公孙岭的后背，令其向着地面上砸去，砸出一具大血坑。真是可怜啊！原本那般巾帼英才，如今落得这般耻辱下贱。公孙越面露哀伤，恶狠狠地瞪着林七羽，而血坑中的公孙岭却是已经起身，在月光的照耀下，其后背上深可见骨的剑伤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道：就由我来将你们从悲惨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吧。那公孙岭后退猛然发力，直跃上空数百米，手中月光长戟舞的是虎虎生风。由于其不惧损伤，杀到林七羽面前只是早晚的事。林七羽手中的法器挥舞转动，邪气汇聚，拿出了玉无边，其中邪魅鬼气喷薄而出。那法器赫然是圣天幡，这圣幡其中集聚着无数战死在万载之前抵御邪修的英豪忠魂。林七羽本是无法使用催动，但林七羽将其放入玉无边之中腐化，成功将其转化为了一个富含扭曲天道的魔器堕天幡。那堕天幡在林七羽手中摇曳，一挥天色大变，邪云压顶，鬼气神悲，似无尽黑暗，法境中烟道来。二挥妖风四起，群魔乱舞，纵欲荒淫，若礼崩乐坏，末日狂欢已至。三挥地裂山开，黑旗现世，兽欲脱缰，见人心不古，虚荣拜金满地。林七羽的脚下出现了无数的妖邪黑旗，他们都是曾经抵抗邪修的英豪，但在玉无边之中被林七羽的玉骨淹没，腐蚀了7749天，其神魂尽数扭曲。他们的身体还在，但脑袋全部炸裂，从胸腔中长出了一只只硕大的蛊虫，顶替了脑袋的位置。穷奢极欲蛊、贪得无厌蛊、见色忘义蛊、异想天开蛊、自甘堕落蛊、奢靡腐败蛊。扭曲妖异的蛊虫在他们炸开的脑袋中蠕动着，发出凄厉宛若剔骨的虫鸣。随着林七羽手中堕天幡往前猛然一挥，乌泱泱一片半人半虫的堕落黑旗开始向着众生冲杀而去。看着滚滚而来的黑旗，公孙岭高呼：不要害怕，守住阵线。其带兵向前冲了上去，随后高呼放箭，无数法术箭雨滚滚而去。然而这些黑旗就像是没有实体一样，无论是法术还是箭矢都无法伤害到他们分毫。他们冲入阵地中开始砍杀。一名士兵仰头看去，只见那虫人骑兵的头好似一阔鱼，触须中五颜六色的肿大蠕虫不断跳动，这正是异想天开蛊。那虫人铁骑手中长刀一挥，士兵举手想要防御，却是见那长刀穿越了自己的身体。其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没有丝毫伤痕。我没死。紧接着其双眼发红，高呼道：是不是我获得了不死之身？我无敌了，我无敌了，我不用死了。随着其不断嚎叫，砰的一声，其脑袋炸裂开来，从其中钻出一只异想天开蛊。紧接着其身体摇摇晃晃，举起手中长兵，开始向着队友刺去。其他被黑旗所砍中的士兵也都是一样的情况，他们歇斯底里的嚎叫，心中最深处的欲望被唤醒。我想要零食，想要更多的零食，给我吃的，吃的，我要好吃的，一直吃。给我美女，美女，我要黑丝萝莉用小皮鞋踩我。我要升官发财，我要家财万贯。砰砰砰砰，无数惨叫哀嚎伴随着头颅炸裂的声音响起，一只只蛊虫从这些士兵的脑袋中钻出来，原本队列规整、行伍严密的军阵，在连续不断的来回冲杀之中，一个个皆化为了欲望的奴隶，变成了脑袋被玉骨取代的虫人士兵。